夕阳西下，风景如画。在一片沙滩的礁石中，王莽双手抱膝，蹲在2个石头缝间，身上白色的 T 恤已经脏得像抹布，头上的卷发已经打结，像顶了一团鸟窝。这1个星期以来，他实在是太惨了。本来好好的躺在家里玩手机，结果啪的一声就穿越过来这荒岛中，被迫求生。这1个星期以来，他没洗过澡，没刷过牙，没吃过一顿饱饭。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每次拉屎都没有纸，只能用手抠。看着自己微微发黄的手指，他心中的苦闷无人诉说。小时候拉屎没有纸，还可以找树叶擦，但在这片荒岛却不行，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大了。几百米高的巨树随处可见，一颗椰子比自己的房间都大，就连石头边的小草也有几人高，坚韧的好像皮革，撕都撕不动。他好像缩小了无数倍，然后被丢进一个满是巨物的荒岛之中。在这危险的荒岛中，连拉屎都变成一种奢侈。下次要不找个石片刮吧，虽然有点疼。就在王莽思考之际，突然他头顶的石块剧烈抖动，仿佛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上面爬行。王莽双眼瞪大，翻身就躲在了石缝的更深处。透过缝隙可以看到，在外面一直有2层楼高的大青蟹正在缓缓爬行。它每只脚都锋利无比，全身的甲壳泛着金属般的光泽。王莽躲在2个石缝间瑟瑟发抖。这1个星期以来，他见到过太多巨物，这整座荒岛中就没有比他还小的生物。巨大的青蟹渐渐走远，王莽又蹲坐在石缝间。他望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落日映红了他的脸。他突然想到了老人与海，自己该不会一辈子都被困在这里吧？不会真的一直到老都要守望着这片海吧？王莽摇了摇头，不行，绝对不行。他要自强自救。属性面板。随着王莽说出这几个字，他面前出现一道虚拟的面板。人物王莽，固有天赋无冷叠加，等级 LV1 0100，体质7，精神6，能量15。技能1，初级肌肉强化，消耗5点能量，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 20%， 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5分钟。评分1颗星。技能2无，技能3无。王莽看着面前的虚拟面板，叹了口气。在他穿越过来这座荒岛后，就随身带着面板。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的外挂到账了，兴奋异常。可后来他发现大家都有。是的，王莽并不是一个人穿越，而是全民穿越，而且穿越的大家都有面板。在穿越之后，大家除了随身带着面板，其实也还解锁了不少功能。就像游戏一样，在面板最下角还有着打造、分解、背包、论坛、聊天群、拍卖商城等一系列的功能。他不知道蓝星一共穿越过来多少人，但是光他所在的聊天群就足足有10万人，而且这些人全部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华国人。在穿越过来第1天，群里热闹非凡，大家都在讨论自己怎么穿越了，讨论看到怎样的奇异景象。但没过1个小时，群里的画风就一变，大量的人开始发求救信息，论坛里也发出各种怪物的图片。不到1天，10万人就死了3万，这恐怖死亡率让所有人都如履薄冰，瑟瑟发抖。第2天，群里又有1万人的头像变得暗淡。第3天，群里死的只剩下5万人，所有人都绝望了。按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不到1个星期，大家都得嗝屁。但第4天，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所有存活的蓝星人全部消失，在他们头像上都显示着下线。整个聊天群中只剩下王莽一人孤零零地发着信息。大家人呢？说话呀！你们怎么都下线了？我怎么还在这里啊？求求来一个人吧！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一直到4天后的现在，夕阳西下，王莽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在石头缝间，像个孤独的老人。大家都回家了，就他一个人被丢弃在这荒岛中。这到底是个什么鬼情况？王莽看着面前的虚拟面板，死死地盯住固有天赋那一栏。无冷叠加，被动技能，释放技能时没有冷却，且释放技能的状态效果可以持续叠加。评分6颗星，超越魔神级。穿越过来后，其实群里的10万人每个人都觉醒了自己的天赋能力，但大家的天赋评价几乎都只是1到3颗星，4颗星的天赋只有寥寥数人，5颗星的更是一个都没有。而他王莽觉醒的天赋却是超越5颗星的魔神级。在觉醒当天，王莽欣喜若狂。你想想，如果玩游戏你的技能没有冷却时间，你就是玩个辅助都可以超神。这天赋简直就是 bug 级别的存在。觉醒了如此厉害的技能，王莽应该是高兴的。但现在他极度怀疑自己没有下线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技能。如果把穿越过来这个世界看作是一种状态，那状态结束后，大家就会回到原本的世界，就像进入了某种技能冷却。而现在他的被动天赋
无冷叠加，直接让这个状态没有了冷却时间，所以自己才会一直待在这片荒岛中。也就是说，他恐怕永远也回不去蓝星了。天边的太阳缓缓下山，王莽还是孤零零地坐在石缝之间。这片天地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类了。他王莽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留守儿童。很快，夜幕降临，黑布一样的天空中布满了无数星辰。随着太阳下山，平静的沙滩上突然热闹了起来。王莽搬动几块大石头，把2块巨石间的缝隙堵住。白天都是一些几十米、上百米的巨大怪物在活动，他们根本就不在意像王莽这样的小不点。而到了夜晚，则是各种小昆虫、小动物的天堂。所以夜晚对他来说才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王莽实在是太小了。他缩在角落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顺便紧了紧身上的衣服。夜晚的海边冻得他手脚冰凉。随着天色暗下来，外面的吵杂声越来越剧烈，到处都是虫鸣，咿咿呀呀的吵个不停。突然，门口的石堆抖动起来，一阵一阵，很有节奏。随着每一次震动，都还有兴奋的虫鸣在外面吟叫。王莽看着门口，心中破口大骂：不是吧，你们又来！第2章黑甲兽。春天来了，又到了交配的季节。王莽贴在石头的缝隙间向外观望，果然2只类似蚂蚁的巨大虫子正叠在一起，就像生物书上的青蛙一样。要不要这样？你们要不要这样？王莽在心中愤怒地狂吼。我王莽已经成了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天天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被迫住进这石头疙瘩里，用手抠屎。你们懂不懂什么叫用手抠屎？你们体验过那种感受吗？现在天黑了，我只是想好好睡个觉，但你们却还要在我家门口乱搞。你们的良心就不会痛吗？前天我就忍了，昨天你们更过分，搞完还要在我家门口拉坨屎，这尼玛是人干的事吗？你们还有没有公德心？而今天你们简直就无法无天了，居然直接贴着我家门前搞，难道就不怕把我家门搞坏吗？王莽身形后退，贴着石壁，隐藏在黑暗里。他双手紧握一柄长斧，在所有蓝星人穿越过来时，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初始宝箱，可以开出不同的奖励，而这把长斧就是他开出的新手装备。王莽紧盯着面前不断震动的石堆，神色有些紧张。这些长得像巨大蚂蚁的怪兽可不是善茬，它们虽然是生活在这座荒岛中最底层的生物，但每一只也都有牛犊大小，浑身布满着坚硬的黑色甲壳。之前王莽就打过他们的主意，结果一斧头砍上去，连他们的防都破不了。他们身上的黑色甲壳实在是太硬了。此时，外面的2个虫子不断撞击着门口的石堆，眼看石堆就要挡不住了。砰！一声巨响，终于在门口的石堆全部倒塌。瞬间，2只巨大而狰狞的蚂蚁头从石头缝中猛地挤了进来，离王莽只有几米的距离。咽了咽口水，手不断握紧长斧，冷汗不断出现在额头上。面前的这2个巨蚁太大了，一对大鳄仿佛2把锋利的巨剪，上下开合。这距离实在是太近了，他已经能看见那巨蚁锋利的大鳄。自己要是被这玩意咬住，恐怕直接会像香肠一样被剪成2段。怎么办？这玩意都冲进来了，恐怕马上就会发现自己。要不拼了？不行，8成打不过。而且就算打赢了，外面还有那么多，自己也不可能逃出去。王莽满头大汗，双手紧握长斧，眼睛死死地盯着这2只巨蚁。只要情况一不对，他就只能拼了。结果1分钟过去，5分钟过去，15分钟过去，这2只巨蚁还是沉浸在2人世界里。巨大的虫鸣声在这狭小的空间中变得格外刺耳。从一开始的紧张害怕，到渐渐的麻木，到最后腹中有股无名怒火燃烧。这2只虫子实在是太过分了，当它不存在的吗？刺耳的声音在他耳边不断回荡，让人忍无可忍。尼玛，老子真的受够了！干！紧握手中的长斧，脚步慢慢贴着墙壁移动，一直到接近2只虫子1米内。这虫子在繁衍的时候，警惕性居然变得非常低，它们这是完全已经沉浸在自己世界中，死死地盯着2只正在快乐的虫子。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不然等他们嗨皮完，自己一定会被发现，到时候他恐怕必死无疑。技能初级肌肉强化，发动肌肉强化增幅正 20%， 能量5。王莽全身的肌肉都突然膨胀一圈，瘦弱的体型变得健壮了一点。技能初级肌肉强化，2次发动，肌肉强化增幅正 40%， 能量5。王莽全身的肌肉再次膨胀，体型又变得魁梧了些。技能初级肌肉强化，3次发动，肌肉增幅正 60%， 能量5。当消耗完所有能量后，王莽已经从瘦弱的少年变成一个魁梧的肌肉壮汉。紧绷的肌肉如蚯蚓一样凸起的血管，3倍初级肌肉强化让他浑身充满力量。用力地握紧手中的长斧，今天这2只虫子他杀定了，
天天在他家门口乱搞，今天就是耶稣来了，也救不了他们。啊！王莽一声低吼，手中的长斧用力挥下。他早就研究过这群巨蚁，他们全身的甲壳坚硬如石，唯一的弱点就只在关节处。如果正面对付这虫子，要一斧头砍中关节，实在是太难了。但现在这两只虫子正在交配，对外界的感知已经变得非常低，完全没有了防备。噗！王莽手起刀落，两个巨大狰狞的蚂蚁头滚落在一旁，整个世界突然都清静了，再也没有该死的虫子鸣叫。叮！杀死 LV3 黑甲兽，经验+5。叮！杀死 LV2 黑甲兽，经验+3。叮！玩家完成首杀，奖励白色品质，随机装备宝箱1件。王莽一愣，随着他杀死两只巨蚁，面前居然出现一个虚幻的白色宝箱。这个世界真是神奇，居然像游戏一样，打怪可以得经验、爆装备。王莽连连称奇，他激动地看着面前的宝箱。玩游戏的他可对这玩意太熟悉了，这可是好东西啊！打开面前的宝箱，整个宝箱都化作光点消失不见，面前只剩下一个古朴的青铜戒指。把戒指捡起来，一道数据也同时出现在他面前。装备：青铜戒指，新手装备。种类：戒指。品质：白色。属性：能量+5。装备效果：装备后每过10分钟自动回复1点能量，可储存。评分：1星半。王莽看完戒指的数据，赶紧把它戴在手上，果然自己的面板中能量上限增加了5。这个世界和游戏真的太像了，我该不会是穿越到游戏里面了吧？如果不是因为这座荒岛太真实，他都以为自己是在玩虚拟网游。王莽收回思绪，他还是先想想如何继续活下去吧。看着死在缝隙口的两具黑甲兽，犹豫了一下，他还是决定不去动他们，就让他们的尸体先堵住门口，等外面虫子们的轰趴结束了再说。虽然刚刚的战斗过程非常短暂，但此时他已经身心疲惫，往角落里一缩，他也不敢睡，只能眯着眼睛，时刻警惕地看着门口，一直到天色微微发亮，外面的虫鸣声才慢慢消停了下来。看差不多了，王莽赶紧跑到两具虫子身边，用手贴着虫子尸体，心中默念分解。瞬间，两具虫子尸体化作流光消失。叮！获得黑甲兽的甲壳 X1， 虫肉 X4。叮！获得黑甲兽的甲壳 X1， 虫肉 X3。做完这些，王莽一刻不停，赶紧开始搬石头，把缝隙全部又堵死。第3章，蓝色宝箱。清晨，整个沙滩已经一片平静，所有的黑甲虫都已经把自己埋进深深的沙地里，躲避着天敌。王莽躲在石缝间，用新手宝箱开出的打火机点燃了一堆篝火，又从背后拿出一个脸盆大小的贝壳，把贝壳用石头架在火堆中，一个天然的煎锅就完成了。再从空间背包中取出一大块虫肉，用长柄斧割下一大块，丢在灼热的贝壳上煎烤。很快，诱人的香气让王莽唾液直流。等了一会，他迫不及待地把烤熟的虫肉抓起，即便没有任何的佐料，也吃得津津有味。1个星期以来，除了第1天，这是他吃的最好的一次。之前他都靠捡贝壳为生，一个最小的贝壳都有10几斤重，省着点吃，可以很坚持几天。但说实话，这贝壳的味道并不怎么样，而且每一次出去捡贝壳，他都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海边。有一次，他远远碰到一只7至8米高的巨大青蟹，整个人都吓傻了。还好他当时发现的早，躲入了石缝中，不然就被这只青蟹反向赶海了。想当初在蓝星，他被人称作赶海小王子，多少大青蟹死在他的魔爪之下。结果现在他差点被一只大青蟹赶海了，难道这就是因果报应吗？唉，王莽吃完虫肉之后，全身都暖洋洋的，他的脑袋也转动起来。之前他就打过这些黑甲兽的主意，毕竟这玩意体型也就牛犊大小，和岛上那些动辄几十米、上百米的巨物比起来，他们真的算挺弱的了。可惜现实非常残酷，王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落单的黑甲兽，然后状态叠满，技能3倍叠加，一斧头下去，居然连他的防都没破，最后还差点被反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这些黑甲兽的主意。这2天他也是观察很久，才发现关节处才是他们的弱点。可惜王莽穿越过来时只是个学生，你让他打篮球、唱 rap 当个练习生，他还可以试试，但你让他杀这种牛犊大小、浑身甲壳的巨物，还要在战斗中一刀砍中他的关节之处，这真的是有点难为他了。不过昨天晚上的首杀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这群黑甲兽简直就是泰迪转世，日天日地，夜夜笙歌。他们好像在交配的时候感知会变得非常低，也可能是日傻了吧。今天晚上他准备主动出击，再去试试。如果真的是如他所猜测的那样，那以后的肉食算是有着落了。而且他打开属性面板，看着经验栏上增长的8点经验。既然杀怪可以得经验，
那等级提升后，自己的实力应该也会提升，不断杀怪，获得经验，然后提升等级和实力。这恐怕就是自己能在这巨物荒岛中活下来的唯一希望。王莽下定决心，虽然自己现在不能回蓝星，但是他相信以后总能想到办法的。日落新生，很快夜幕再次降临，平静的沙滩也热闹起来。一只只黑甲兽从沙地中爬了出来，它们一边在海边找吃的，一边成群结伴地做着繁衍运动。很快，一阵阵欢快的虫鸣在沙滩各处响起。在一处石缝的阴影下，王莽鬼鬼祟祟的身影偷偷摸了出来。他不敢走太远，就近找了一对落单的黑甲兽小情侣。结果果然如他所猜测的，这黑甲兽在交配的时候感知会变得非常差。王莽来到黑甲兽小情侣的身后，手中的长斧高高举起，斧刃在黑夜中闪烁着寒光。手起刀落，欢快的虫鸣戛然而止。王莽赶紧分解尸体，然后匆匆离开。整整一个晚上，王莽都不停寻找着合适的目标，一直到天亮，他一共猎杀了8只黑甲兽，获得了8块黑甲兽的甲壳，26块虫肉，经验增长了40点。这一次狩猎让他发现，也并不是所有交配中的黑甲兽都毫无警惕，必须是那种已经完全进入状态的黑甲兽才会被快感所支配。可惜猎杀了这么多黑甲兽，居然一件宝箱都没爆，这宝箱爆率也太低了吧！王莽抱怨了一声，不过他心里还是很高兴，他终于走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有了杀死怪物的勇气。现在再看这些黑甲兽，他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按照这个进度，恐怕明天我就可以升级了。一想到这里，他突然有点亢奋。以前玩游戏，他可是出了名的干地，现在居然可以在现实中打怪升级，他感觉自己可以干爆。外面的天已经大亮，黑甲兽们都已经躲回沙子里，沙滩外面又恢复了平和。辛苦了一个晚上，王莽感觉又饿又累又困，拿出自己的贝壳大锅，切下来一大块虫肉，美美的大吃一顿。现在他终于不用再为食物烦恼了。吃饱后，他爬进石缝的最深处，这里还放着一块大贝壳，贝壳贴着石壁，一颗颗水珠沿着墙壁滴落，里面的水已经溢满，这些全部都是从石缝中流出来的淡水。以前他常常看荒岛求生类节目，节目中总说荒岛求生的第一步就是找到小岛中的淡水资源，而淡水一般都在低处的石缝中可以找到。也正是因为这石缝中有淡水流出，他才会选择在这里安家。取了些淡水烧热，吃饱喝足后，王莽躲在石缝的角落里继续假寐休息起来。昨天实在太累了，他现在必须好好休息，为今天晚上的狩猎做准备。又是一日，夜幕降临，平静沙滩再次热闹起来。这次王莽更加熟练，他手持长斧，小心翼翼地爬出石缝。结果一出来，就发现自己家门口旁又有一对黑甲兽在嘿嘿嘿，这他能忍。手起刀落，经验加8。随着杀的黑甲兽越多，他的胆子也变得越大。这些虫子只要是进入了嗨皮状态，简直就直接爽傻了，根本不会过多反抗。这两个这是啥姿势？我靠，你们居然3个一起来，厉害厉害！别人都是在小石头林，你们居然不去，还要跑这么远，那活该你们倒霉。这次王莽效率更高，还没有天亮，他就已经猎杀了13只黑甲兽。当最后一只黑甲兽被他杀死时，身体突然一阵闪烁，脑海中也响起一道提示音：叮，经验加4，等级提升到 LV2。叮，等级提升，获得自由属性5点。叮，完成本组等级提升第1人，奖励蓝色品质，随机宝箱1个。王莽看着面前又出现的一个宝箱，眼睛都发绿了。第4章小魔瓶，自己辛辛苦苦杀了20多个黑甲兽，一个宝箱都没有，没想到升级居然直接得到了一个蓝色品质的宝箱。难道打怪不爆宝箱？王莽有点怀疑，但也不能确定，毕竟他杀的都是一些最低等的怪物。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么多的时候，他要赶快回家，然后去开宝箱了。把宝箱收回空间背包，再分解掉面前的黑甲兽尸体，王莽就迅速离开原地。一回到石缝家中，他就迫不及待地拿出蓝色品质的宝箱。只见一个精致的木质铁皮宝箱出现在他面前，淡蓝色的宝光包裹在周围，让人看着就激动不已。随着他打开宝箱，整个宝箱都发出刺眼的光芒，光芒消失，几样东西出现在王莽面前：一个小巧精致的透明瓶子，一把铁锹，一袋种子，几块暗红色的矿石。王莽看着面前一堆东西，兴奋的异常，赶紧一个个拿起来开始查看。装备：小魔瓶。种类：首饰。品质：蓝色精良。属性：能量加5。技能效果：小魔瓶具备储存能量的功能，可以储存最多100点能量，使用后可以恢复自身的能量值。能量消耗完毕后，可以吸收自然环境中游离能量来进行恢复，周围游离能量强度越高，恢复效果越快。评价：2颗星。装备：铁锹。种类：副手武器。品质：
白色普通，攻击力1-3，属性体质+2，效果可以让挖土的效率轻微提高。评价1颗星。种子速生西瓜的种子，品质白色普通，效果种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开花结果，并产出3至5颗果实。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并可以再次种植。怪物的尸体血肉可以加速生长速度。评价1颗星。材料红铁矿石，品质白色普通，效果可以用于锻造、武器升级等，精炼后可以获得更高品质的矿石材料。王莽看着这些东西的数据信息，第一个感觉就是这真的非常像游戏。他抬头看着周围真实无比的环境，又有些迷茫，自己到底来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他拿起地上的小魔瓶，直接使用，自己刚刚见底的能量一瞬间就全部恢复满了。这玩意真是好用，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个神器啊！他的天赋无冷叠加虽然很强，但是也有2个致命的缺陷，一个就是他的能量太少了。目前他的能量上限只有15点，加上装备青铜戒指和这个小魔瓶，能量上限也就25点。如果释放初级肌肉强化，他最多也只能叠加5次。但拥有了小魔瓶技能效果后，他相当于有了备用的100能量值上限。现在如果满状态的情况下，他施展初级肌肉强化，最多可以叠加到恐怖的25次。25倍的初级肌肉强化，也就是可以提升500%的肌肉强度，这可是500%肌肉强化啊！他感觉自己可以徒手一拳打死一头牛。王莽平静了一下心情，继续思考着。无冷叠加其实还有第2个不算弱点的弱点，那就是技能自身的施法延迟。比如初级肌肉强化的施法延迟有1秒钟，而他的技能效果只能持续60秒，所以理论上来说，因为技能的施法延迟原因，最多其实只能叠加到60层肌肉强化状态。这2个问题算是制约他天赋的最大因素。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像游戏那样，那我就应该多收集回复能量和增加能量上限的装备。其次，还可以收集缩短技能施法时间和增加技能持续时间的装备，这些都会让技能效果可以叠加更多层。小魔瓶作为他获得的第1件蓝色品质的装备，简直和他的天赋完美适配。他又拿起旁边的铁锹，一脸的嫌弃，这是什么垃圾装备，有啥用？又拿起旁边的矿石，这玩意他懂，游戏里面都是用来制作或者强化装备的。最后他小心地拿起那几颗西瓜种子，两眼泪汪汪。穿越过来上10天，他的嘴已经淡出鸟了，这是终于可以西瓜自由了吗？而且这吃完的西瓜皮还可以留着当厕纸，一定很清凉。王莽小心点取出1颗种子，在洞穴中选了个好地方种下，剩下的2颗他都小心地收到了空间背包里。西瓜种子他不敢种在外面，主要还是因为这群黑甲兽太过畜生，万一他们突然泰迪附身，对着自己的西瓜打洞，那自己最后吃还是不吃？再次检查好宝箱中的装备后，他又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着5点自由属性思考良久，最后他还是把所有的属性全部加了体质。虽然能量很重要，但是自己的基础体质实在是太差了，估计跑个1000米都要命。而自己想要在这满是巨物荒岛中存活，前期增加体质才是收益最大的。随着自由点数的使用，王莽本来消瘦的身体突然变得健壮了一些，就仿佛身体脱掉了一层枷锁，他只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气，身体变得非常轻盈，甚至连自己轻微的近视都恢复了正常。掀开自己的衣服，本来自己只有1块大大的腹肌，现在却隐约可以看见8块了。牛逼！王莽兴奋异常，这可比玩游戏爽多了。他打开面板，看着自己现在的属性。人物王莽，固有天赋无冷叠加，等级 LV2 体质14左圆括号12加2右圆括号，精神6，能量25左圆括号15加5加5右圆括号，自由属性0，人类极限标准单位均为10点。技能1，初级肌肉强化，消耗5点能量，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 20%， 持续时间60秒。评分1颗星。技能2无，技能3无。王莽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满意的点了点头。如果按面板中所说，那他现在的身体素质就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最顶尖的运动员。要是现在自己再把状态拉满，把初级肌肉强化叠加25倍，那他岂不是牛炸了？第5章826局。王莽嘿嘿直笑，擦了擦嘴角不小心流出的口水。他看了下外面，发现天色还早，外面的虫鸣声还叫得非常欢快。他王莽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小垃圾了，既然杀怪就可以变强，那他现在要干爆。于是王莽手拿长斧，背挂铁锹，弓着身子偷偷摸摸的就出了门。哼，天天叫，外面那些小情侣都得给爷死。金啊，鸡鸡
呀呀！黑夜中，时不时的传来黑甲兽们死前的鸣叫。王莽一直辛苦的奋战到天亮，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石缝家中，搬起几块大石头堵住门口的缝隙，给自己的西瓜种子浇了浇水，然后他就缩在角落里浅睡起来。杀了一晚上偷欢的小情侣，他现在实在是太累了，这一睡就睡到了中午。等他醒过来时，外面的沙滩已经变得非常安静，种下的西瓜种子已经发芽长大，石缝间洒落的阳光落在它的叶片上，绿油油的，充满了生命力。王莽想起种子简介中所说的加速生长的方法，于是从空间背包拿出一块大大的虫肉，削成小块，埋在了西瓜苗周围，点火，架起贝壳锅，美滋滋的又吃一顿虫肉。前天他还饿得前胸贴后背，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沙滩上找贝壳，而现在他勉强算得上虫肉自由了。吃饱喝足后，看着外面的沙滩，虽然现在是大白天，但他突然有些跃跃欲试。随着实力变强，王莽变得信心十足，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出去走走，他可不想一辈子被困在这荒岛的石缝中。收拾好装备，正准备出门，突然整个石缝开始抖动起来，一只夸张的巨大蟹腿猛地插在门口的沙堆中。王莽站立不动，双眼睁大，全身已经惊出一身冷汗。门口的这一只蟹腿比他的腰都还要粗，从缝隙中往外望去，只见一只10几米高的巨大青蟹正在缓缓爬行。王莽对于他来说就像一根辣条一样渺小，在这种恐怖的巨物面前，王莽刚刚涌现的信心荡然无存。他紧紧地贴着石壁深处，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大青蟹在石缝中寻找了一番，毫无收获，于是就跑到沙堆中到处翻找。很快，一只黑甲兽就被他发现，巨大的钳子一夹，黑甲兽坚硬的甲壳就破成两半，毫无抵抗之力。吃完后，大青蟹意犹未尽，又开始在石缝和沙地中翻找起来。一直过了1个小时，他才满意的离开。又过了1个小时，王莽才敢从石缝探出头来。靠，这只大青蟹比上次那个还大，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他摇了摇头，白天太危险了，他这点小身板还是别出去了，待在家里也挺好的。一望无际的沙滩上，王莽又蹲在石缝间，欣赏着外面的风景。他打开聊天群界面，脸上有些失落，大家都下线了，就他一个人在这里受苦受累。群友们，你们啥时候上线呢？我一个人在这里，好寂寞，好孤单，好冷。他望着远处的大海，喃喃自语。你们现在一定过得很幸福吧？蓝星海市某公安局内，小伙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位中年警官语气严肃，手中拿着一杯泡满枸杞的茶杯。我劝你最好说实话，你还年轻，还有大好的未来，不要在这里耽误了自己。审讯房中，一名20多岁的大学生坐在对面，焦急地回答：周警官，我真没有说谎，我真的穿越了。周警官把手中的枸杞茶杯往桌上一砸，怒气哼哼。那你现在穿一个给我看看，你当我3岁小孩呢？你给我快说实话，这次的事情非常严重，全国100多万人突然消失，已经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国家现在高度重视，已经派出了特查队。他喝了一口枸杞茶，语气放缓。小伙子，你是不是不行？你要不行，我可以帮帮你。对面的大学生直接骂了，你怎么就不相信呢？周警官，我真的穿越了，我还觉醒了超能力，我真没骗你。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突然被人敲响，几个身穿军服的人笔直地走了进来。周同志，你好，我是特派局的，这次的案件有些特殊，这位同学就交给我们特派局吧。周警官一愣，看对方的穿着，这是军方的人。他回头看了那位大学生一眼，这小子到底犯了什么事？很快，人就已经被带走。而这样的情形在全国各地到处上演着。华国某处秘密基地，代号826，826秘密基地的全名叫做华国对外信息交流局。这个名字很陌生，但它其实还有一个更亲民的名字，华国战略忽悠局，简称战忽局。所有网友都拿战忽局开玩笑，基本没人认为真的存在什么战忽局。但其实826就是华国某种意义上的战忽局，它是华国最强大、最隐秘的情报部门，权限极高。这个部门有着世界最顶尖的黑客、人工智能、心理学家、信息学家，所有华国的秘密科技、重要信息，甚至连民生经济方面的信息都会被他们加工，然后放出去误导其他国家。而现在826局的领导人正满脸严肃看着面前的资料报告。在10天前，全国范围内突然失踪了100多万人，让全民都开始恐慌。而作为国内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他们也在1天之内拿到了所有失踪人员的名单。结果他们调查许久都一无所获，这些人就好像凭空消失一样。直到3天后，这些失踪人员突然又开始出现。最近1个星期以来，他们已经陆续发现了回归的50多万人。
经过数据统计，现在有3条最重要的信息摆在他的面前：一，所有人都说他们穿越到了一个未知的游戏世界，而且获得了玩家的身份；二，所有人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天赋；三，没有回来的人可能都已经死在了那个游戏世界。826局的领导人推了推眼镜，如果不是数据摆在他面前，他绝对不会相信有这么离谱的事。来人，准备飞机，我们马上去首都。他望着面前几百份数据资料，面色凝重。这个世界的天恐怕要变了。第6章多元化宇宙新时代。华国最高会议中心，一位位领导人面色严肃，整个会议厅一片沉默，压抑的氛围在空气中蔓延。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不停播放着各种画面，百万人民突然消失，怪物入侵，出现被称为玩家的超能者，末日言论满天飞，恐慌已经在全世界蔓延。这个世界真的要进入末日倒计时了吗？根据目前的大数据统计，全国应该失踪了整整140万人，也就是每1亿人中就有10万人消失不见。而且这次的失踪现象不仅仅只有我们华国，几乎全球的所有国家都在重复上演。在失踪3日之后，大量失踪人员回归，而且他们所有人都觉醒了超能力，而那些没有回归的已经全部死在的异世界。而且很奇怪，他们所有人都称呼自己为玩家。国家秘书长推了推眼镜，这些信息他已经确认了许多遍，绝对真实可靠。他停顿了一会儿，让所有的最高领导人都消化着目前的信息。坐在主位上的最高领导人面色沉默，如果不是视频中播放的内容，他根本就不会相信。沉默良久，他缓缓开口：国现在的形势怎么样？秘书长摇了摇头，国外现在的情况已经乱成了一坨屎。现在国际的情况非常不好，以美利国为首的西方已经非常混乱，他们的民众太过热爱自由，几乎大部分回归的超能者都拒绝服从政府，甚至他们已经组成了上百个类似于复仇者联盟的反政府组织。这些超能者的出现让各地的游行变得频繁，也让种族歧视激化，犯罪率几倍提升。加上网络上风靡的末日言论，很多人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主位上的老者皱了皱眉，现在可是核武器时代，一个大国的崩溃就会给全世界都带来巨大的影响。何况现在整个西方都快撑不住了，让所有军队全部准备，从现在开始进入最高战备状态。虽然现在的华国已经非常强大，但有些事情必须未雨绸缪。主位上的老者敲了敲桌子，继续问道：国内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秘书长整理了下资料，开口说道：国内目前的情况只能说勉强稳定，在所有人失踪的10分钟内，826部队就已经做出最快的反应，控制所有的网络和社会舆论。到昨天为止，几乎大部分回归的玩家都已经被我们收容，那些怪兽也收容了大半，剩下的他们都躲进了无人区，我们正在派人搜寻。但现在我们也还面临着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超能者玩家。虽然国内关于玩家的信息已基本被控制住，但是现在外网已经完全沦陷，而且全国上下还随机出现了几10万怪兽。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网络，但还是有很多信息不断泄露，超能者玩家的出现恐怕瞒不了多久了。听完秘书长的话，在座所有人都更加沉默。最高领导人揉了揉头：超能者、怪兽，几天时间，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如果这些消息真的传出去，到时候物价飞涨，房价暴跌，经济恐怕会大动荡，然后陷入混乱中。整个会议室中安静又压抑，一直过了很久，最高领导人才缓缓开口：既然纸包不住火，那就把这条消息放出去，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此话一出，在场所有的人都慌了。经济部最高领导人紧张地开口：首长，不可以啊！如果真的把超能者出现的消息公之于众，恐怕世界末日的言论就会传得沸沸扬扬，到时候大家肯定会报复性的囤物资，整个社会的经济治安都会崩溃的，到时候都不用等末日，社会就会先乱起来。旁边几位最顶级的社会学家也应和道：首长，我们现在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还是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不然等社会一乱，我们很多计划就无法继续进行了。最高领导人摇了摇头，他眼神深邃，比所有人都想得更深更远。这些我都懂，但现在是特殊时期，如果这件事情一直瞒下去，我怕会出现更大的混乱。他已经下定了决心，穿越这种事太魔幻了，而且全国上下还出现了几10万的怪兽，这件事肯定已经瞒不下去，那公之于众就是最好的办法。一时间，整个会议厅所有的领导人全部都再次沉默。虽然首长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之后的结果谁也无法预料。就在众人沉默之时，826局局长缓缓开口：我支持首长的决定，此次的事件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现有的认知，我们现在必须要团结华国所有人的力量，而且全国上下突然出现那么多怪兽，我们根本不可能再隐瞒了。不过我觉得我们公布超能者信息的时候可以换个方式。他说着
从背后拿出几本书。全民觉醒，我觉醒了 5S 异能，全球冰封，我可以易倍返还，我在末世麦大利。我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此次事件的发生居然和很多脑洞小说的内容有些相似。如果我们直接公布超能者的消息，恐怕会引起全民的恐慌，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在现实世界，除了外星人和神，就没有其他的解释了。826局的局长看了一下众人，继续说道：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华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发现，有一个异世界正与蓝星融合，融合过程中会出现选中者，这些被选中的幸运儿会觉醒超能力，并可以前往异世界进行冒险。国家已经派人前往异世界进行探索，人类将开始步入多元化宇宙时代，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第7章，超能者玩家高效。826局的局长说完，看向众人，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聪明人，他们瞬间就听懂了其中的内涵。如果直接公布超能者玩家出现的信息，人们会因为未知而恐惧，而恐惧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但如果在公布信息的时候，告诉所有民众，其实华国早有准备，这并不是什么末日，而是新时代的开始，是灵气复苏，只是换了一种说法，但出现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到时候恐怕有很多人都会希望自己成为选中者，然后前往异世界去冒险，毕竟这可是获得超凡力量的唯一机会。坐在主位上的老者缓缓点头，难得露出一丝笑容。还是你们年轻人会想办法。不错，就按你说的这套去做，等下去设置一套详细的章程，用最快的速度在全国进行实行。这一次在座所有的领导人没有一人反对，这恐怕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看问题已经做出决定，秘书长继续开始第2项报告。根据目前的数据显示，全国应该有140万人被选中，但目前回归的人应该不到70万，而那些没有回归的人恐怕已经死在了异世界。而根据目前的数据，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结论，这些突然入侵的怪兽数量可能和死亡玩家的人数对等。说完，他就指向大屏幕，只见屏幕中出现一只2人高的巨大螳螂，他胸前的一对螳螂刀手非常巨大，只是轻轻一挥，1人粗的树木就拦腰而断。画面中10几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把他团团包围，所有的枪口都已经对准他。面对这样的巨物，即便是兵王也不敢轻易上前。突然，巨大的螳螂挥动翅膀俯冲而来，一时间所有的特种兵全部开始射击，无数的火舌飞舞。这螳螂怪物的防御力虽然很强，但还是抵挡不住热武器的威力。很快他就被打得支离破碎，栽倒在地。就当所有特种兵松了一口气时，那螳螂怪物的身体居然肉眼可见的在不断恢复，只是几个呼吸之间，他便又重新站了起来，全身毫发无伤。所有的特种兵全部睁大了双眼，死而复生，这已经完全打破了他们的常识。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居然杀不死！撤！特种兵队长单手一挥，所有人一边射击一边整齐地向后撤退。很快，从他们身后出现了一辆巨大的坦克。嘣！一声炮响，螳螂怪物又被炸得4分5裂。可又是几个呼吸之后，螳螂巨怪又恢复了原样，他真的无法被杀死。会议室中的所有人看着面前的一幕，都沉默了，不再说话。无法被杀死的怪物，即使身体被打成碎片，也可以在几个呼吸就恢复原样。一只这种怪物就已经够可怕了，华国可是一口气出现了几10万只这种恐怖的怪物。国家秘书长叹了口气，缓缓说道：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这种怪物的单体实力非常强，而且无法被热武器杀死，他们好像受到某种规则保护。冷兵器呢？有人提问。我们已经让最顶尖的兵王前去使用了各种冷兵器进行斩杀，成功的几次案例也显示无法杀死。秘书长说完，在场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选中的玩家死在了异世界，就会有游戏世界的怪物代替他们回来，而且这种回来的怪物还受到了某种规则的保护，根本就无法被杀死。那岂不是说，如果玩家的大量出现又不小心死在异世界，那这个世界就会被杀不死的怪物所占领？这真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消息。就在这时，826局的局长缓缓开口：不，这些怪物其实可以被杀死。他拿出一段视频，播放着其中的画面，继续说道：我在收容这些玩家时，曾经出现玩家和怪物对敌的情况，而且已经有几个玩家亲手斩杀过怪物，并且这些怪物并没有复活。我怀疑，想要杀死这些怪物，就必须玩家亲自动手，而且只能使用异世界的武器。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开始议论纷纷。这么说，这些怪物并不是无敌的，可以杀死就行，不然这个世界真的完蛋了。良久，主位上的老者拍了拍桌子，嘈杂的声音瞬间停止。他看了一眼826局的局长，满意的开口说道：小张啊，那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826局的局长恭敬的起身，对着在场所有人深深鞠躬。在座的都是前辈，
也是我的领导，我就随便说几句。第一，建立超能者高校，把所有的超能者都收容，然后设立特定的学校，对他们进行统一的生存培训。他们死后会有怪物代替他们回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的提高他们的存活率。第二，对全国进行正确的引导。目前我们收容的超能者玩家并不是全部，还有少部分躲在外面，不愿意与我们接触，他们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超凡的力量可能会让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第三，找到成为玩家的方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超能者玩家将成为每个国家的战略级资源，我们必须要掌握更多更强的超能者玩家，这恐怕对以后的世界格局会产生重大影响，也是我们之后能真正超越西方的重要途径。第四，此次的秘密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这将是一次改变世界的重大决定。此时，巨大的会议室中，所有人都已经走了，只剩下主位上的老者一人坐在屏幕前，静静的发呆。他拿起一根烟，缓缓给自己点上，一时间周围云雾缭绕。画面中正播放着一只巨大的怪物，它出现在城市中，到处游走。在他对面，一位母亲害怕地护住背后的婴儿，他的双腿在不断颤抖，但是他却不愿独自离去，背后可是他唯一的孩子。可惜怪物可不会在意这感动的瞬间，血盆大口迎面而来，瞬间就吞下了女人的头。画面的最后，整个婴儿的双腿消失在怪物的口中。第8章，黑色宇宙。张小龙坐在一辆军用皮卡车上，他是个杀猪的，他祖上从清朝开始就一直在杀猪，这手艺一直传到现在，可以说算是一门绝活了。可惜的是，最近10年科技发展的太快，杀猪已经开始用电机，他这门手艺也已经要失传了。就在几天前，他正在考虑转不转行，啪的一声，他就突然穿越到了异世界。好不容易从异世界活着回来，第2天就有政府的人找上门来，并直接把他带走了。本来一开始他是不想去的，结果来的人直接跟他说，只要自己同意，就可以让自己当上公务员，包吃住包分房，屁事没有，每月2万。说实话，这待遇实在是太香了。结果他稀里糊涂的就跟了过来。皮卡车一路向东，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山区。他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但是他相信国家不会放弃自己。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腕，上面的数字马上就要归零了，他即将再次前往异世界。什么待遇之类的，其实他无所谓，他现在只是想在异世界活下去。一直行驶着7、8个小时山路，皮卡车才缓缓停下来。天色虽然已经变暗，但是前面却依旧灯火通明，无数身穿军服的子弟兵正在忙碌。欢迎欢迎，又来了新同学。前面走过来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戴着圆框眼镜，一脸的和睦。张小龙迫不得已地和他握了握手，他满肚子的疑惑都在心中，焦急地问道：这位领导您好，我想问一下，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陈校长一笑，和蔼地握起他的手。同学，你不要着急，不要紧张，你这种情况国家早有安排，你呀是一个幸运的选中者，你将作为国家的先遣队前往异世界进行探索。两人边走边说，很快就进入到了基地内部。在这里已经有几千个像张小龙的一样的超能者玩家等候在这里，所有人都3、5成群，热烈地讨论着。我靠，狗子，你怎么也穿越了？我靠，朱哥，你也穿越了呀？我们整个班不会全都穿越了吧？你说国家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准备干嘛啊？该不会把我们切片研究吧？应该不是，我刚刚听人说，他们是想把我们召集起来进行生存培训，好像是我们这些玩家如果死了，就会有游戏世界的怪物来到蓝星。生存培训？真的吗？太好了！你知道我那3天是怎么过来的吗？最后1天，我饿得两眼发昏，差点吃了自己的屎。我靠，你滚开，太尼玛恶心了！我最多也就喝喝自己的尿。不行，我不能再等了，还有个20个小时我就要穿越了，我现在就要去找我的班长，找他多学点求生技能。上次钻木取火，我手都搞秃噜皮的，连个火星都没有。同去，我想学点战斗技巧和逃命技巧，那边的怪物实在太可怕了。我当了几10年的单身狗，还是处男啊？国家能安排我破处吗？随着人员的不断到来，很快基地中就来了不少全国最顶尖的精英，最顶尖的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心理学家，拥有几10年探险经验的户外求生专家，部队中最顶尖的一批近身格斗兵王。所有的这些国家精英全部都成为了老师，开始对在场的几千人循环进行最专业、最快速的指导。还有20个小时，玩家就会穿越到异世界，他们必须要保证用最快的速度，让玩家们掌握一定的求生技能。陈校长看着面前的一幕，心中还是有些不可思议。他本来是国内一所顶尖高校的校长，结果被领导秘密调到了这里，说是要自己当什么超能高校的校长。而且像这样的高校，全国还有上百所。这个世界上居然真的存在穿越这种离奇的事。他活了大半辈子，
这次算是给他开了眼界。不过时间上还是太紧迫了，总共不到1天的时间，也不知道他们能学到多少。很快10个小时就过去，高强度的学习让所有人都身心疲惫。此时，所有的玩家都聚集在一起，每人手上都拿着一瓶药剂。陈校长站在高台上，缓缓说道：“这是我们军方研制出的最新安眠剂，可以迅速让你们进入睡眠状态。接下来的9个小时，你们必须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在穿越前1个小时，我会把你们全部叫醒，到时候会准备充分的食物和水，让你们可以提前饱餐一顿。”说完，下面所有的玩家都议论纷纷。跟着国家真的是来对的，连失眠这种事情都考虑清楚，太稳健了我的国。今天学了1天的求生技巧，我感觉下次穿越，我肯定可以活着回来。我听我班长说，到时候还会给我们每人发把枪，还有手榴弹和各种物资，看看我们能不能带过去。真的吗？我刚学打手枪贼溜，我觉得还是带些食物和水比较好，只要能苟3天就可以直接回来了。我可不想和那些怪物战斗。你们说，我要是抱着坦克，能不能也一起穿越过去？我靠，你这个想法好骚呀！陈校长拍了拍手，然后让所有人都开始睡觉。10个小时之后，几千名玩家全部已经整齐待发，他们每个人都穿着特种兵作战服，背后背着大大的战术背包。由于很多人的体质不行，所以大部分人都只带了手枪。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全副武装，有人害怕，有人兴奋，有人还在给家里人打着电话，做着最后的告别。随着他们手腕中的数字时间不断缩小，啪的一声，在场的几千人全部都消失不见。陈校长看着面前的一幕，目瞪口呆。虽然早就知道这些人会穿越，但真正亲眼所见，还是让他感觉不可思议。这个世界恐怕真的要变天了。陈校长喃喃自语，他望向天空，黑夜中无数的星星闪闪发光。以前他会认为这样的夜空非常美丽，但现在他只觉得在这无尽的黑色宇宙中，仿佛有某个存在正在对他们人类虎视眈眈。玩家的出现绝对有他的原因。第9章2倍人类极限。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一望无际的沙滩上，王莽坐在石缝间，他一边用贝壳锅煎着虫肉，一边哼着家乡的小调。最近几天他过得还算滋润。自从找到这些黑甲兽的弱点后，每天晚上就都是他的猎杀时刻。几天的努力已经让他的等级达到了 LV3， 而这次他还是把所有的自由属性加到了体质上，让体质达到了可怕的19点，这已经接近普通人类2倍极限。他现在如果回到蓝星，恐怕可以在奥运会上打破所有的记录。可惜他现在回不去。随着实力的变强，他猎杀黑甲兽也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不过即便猎杀了这么多黑甲兽，他也一个宝箱都没有爆出来。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宝箱该怎么获得，还是说杀怪根本就不爆宝箱？王莽摇了摇头，他现在也不敢妄下结论。起身跑到旁边，栽的西瓜苗已经结出几个人头大小的西瓜。作为在宝箱中开出来的神奇种子，这西瓜苗长得真是非常快，几乎2天一熟。一边吃着西瓜，一边吃着烤虫肉，这生活总算是像了点样子。望着远处的大海，王莽有些出神，不知道同胞们什么时候上线，这边也实在太无聊了，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而且最近的黑甲兽好像突然变得警惕了，会不会是自己最近杀太多了？还是说他们也存在繁殖期？这是繁殖期快要结束了吗？思考一会儿，王莽下定决心，最近他必须要加快狩猎速度。如果这些黑甲兽真的存在繁殖期，那等繁殖期过了之后，他恐怕就没有这么安逸的发育时间了。我必须赶紧升级，等自己的等级达到5级，就去荒岛周围看看。天天待在这狭小的石头疙瘩里，他已经快憋疯了。2、3下吃完手中的虫肉和西瓜，他提起长斧就从旁边的石头缝中摸了出去。最近在这片沙滩上待久了，他好像也摸清楚了一些规律。清晨和傍晚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刻，偶尔会有巨物跑来这片沙滩上面找黑甲兽吃。而中午时分，可能是因为太阳太过炎热，反而很少有生物会过来。而现在正是中午，王莽偷偷摸摸地找到一块沙地，昨天晚上他特意做了标记，这底下就藏了一只黑甲兽。拿起背后的铁锹，搓了搓手掌，他决定把这只黑甲兽挖出来。自己可不是当初的小垃圾了，一只黑甲兽已经不再是他的对手。哇哇哇！超强的体质让他的耐力变得十足，同时铁锹的技能效果还可以增加挖坑的速度。王莽每挖一下，就抬头看一下四周，防止其他生物过来。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已经挖了一个3米深、直径5、6米的大坑。甚至为了增加挖坑的速度，他中间还开启了2倍的肌肉强化。就在铁锹再次插入沙坑中时，突然传来金属的撞击声。底下的黑甲兽仿佛也感受到了威胁，猛地从沙地中钻出，摆头向后一咬。可惜迎接他的是一柄锋利的长斧。叮！杀死黑甲兽，经验+3。叮！
获得黑甲兽的甲靠 X1，虫肉 X4。王莽把东西收拾好，叹了口气。最近等级提升后，这黑甲兽的经验好像变少了一点，升级又变得更难了。王莽离开沙坑，又偷偷摸摸地换了个地方，这地下也藏了一只黑甲兽。挖坑运动再次开始，一直忙活了2个小时，猎杀了4只黑甲兽，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石缝中。最近晚上黑甲兽的狩猎越来越困难，加上经验变少，他升级的难度变得越来越高，这也是今天白天他出去狩猎的主要原因。不过赶白天出去狩猎，主要还是因为小魔瓶和他的6星天赋给他带来的勇气。回到石缝中后，他一直爬到石缝深处，几片像床一样大的枯叶铺在这里，这就是他异世界的床。躺在床上，他打开面板的聊天群，群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叹了口气，他又公事般的在群里发起了消息：兄弟们，你们还不上线呢？老子都快超神了！今天我又杀了17只黑甲兽，这玩意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垃圾。兄弟们，你们上线的时候给我带点纸哈，天天用木片刮，我菊花都肿了。老铁们，你们下线后是回到蓝星吗？能不能帮我去给我爸妈报个平安，说我现在过得挺好的。发完消息后，王莽满足的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每天他都会去逛论坛和聊天群，这算是他唯一的娱乐项目了。逛完聊天群，他又打开拍卖商城，里面空荡荡的，啥也没有。他之前试过，新手宝箱开出来的物品是无法进行交易的，不过猎杀黑甲兽分解的东西却可以交易。想了想，他拿出3份黑甲兽的壳，还有10份虫肉挂了上去，每一份都售价1个金币。他对卖东西没啥兴趣，挂上去的目的只是想试探一下，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有和他一样的人。可惜等待半天，1份也没有卖出去，这个世界好像真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唉，叹了口气，王莽继续躺回树叶床上休息，等待着夜幕来临。很快，日落新生，夜幕降临。王莽抓了抓自己鸡窝一样的头，检查好全身的装备。外面安静的沙滩又变得热闹起来，不过相对之前虫子肆无忌惮的鸣叫，现在的声音已经小了很多。以我现在的实力，如果碰到落单的黑甲兽，其实完全可以单杀。王莽想了想，这些黑甲兽毕竟不是人类，智商不高，并不会团结合作。如果等一下找到那种没有女朋友的单身狗，自己完全可以一刀把它带走。就这样决定了，今天晚上就杀那些单身狗。王莽穿好装备，偷偷摸摸的出了门，这让他想起了小时候赶海的情景。你永远都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收获。结果他刚出门，就又谨慎的退了回来。他趴在石缝中，双眼睁大，死死的盯着外面。在漆黑的夜幕中，密密麻麻的黑影正聚在一起。第10章，百米黑色金刚巨怪。借着外面昏暗的星光，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100米高影子正躺在沙滩上，而在他周围，无数密密麻麻的黑影正围着他。仔细看去，那居然是一个巨大的鱼头，它被海浪冲到了沙滩上。这鱼头有点像石斑，嘴巴非常巨大，无数尖锐的牙齿突出，看上去狰狞可怕。这个鱼头也太大了吧，我这辈子就没见过长100多米高的石斑鱼头。他咽了咽口水，这视觉冲击实在是太大了。此时巨大的石斑鱼头旁边已经围满了各种身影，几米到几十米的巨型大青蟹围成一团，它们爬在石斑鱼身上到处啃食，时不时撒下一些碎屑，周围焦急等待的黑甲兽就围了上去。即便已经到了深夜，整个沙滩上都热闹非凡，今天他们难得开席一次。王莽看着远处的情形，摇了摇头，看来今天并不适合出行。就在这群大青蟹吃着欢快之时，突然整个地面都开始晃动起来，嘣嘣嘣！王莽双眼大睁，满脸惊恐，这是什么东西？这动静也太夸张了吧！不知道来了什么巨物，每一次走动都仿佛一次小型地震。就在王莽惊疑之际，只见一只擎天巨角从天边跨来，一只身高100米的黑色巨猿出现在沙滩之前。它浑身的肌肉精壮而富有爆发力，每一次行走看似很慢，其实在数十秒之间就走了数公里。这只100米高的巨猿一出现，整个沙滩上的青蟹都四散开来，飞速逃走。这只巨猿才是周围100里之内的霸主，只是出现，这些巨大的青蟹就不敢在他面前停留。王莽躲在石头缝间，咽了咽口水。我到底穿越过来什么世界了？100米高大的巨猿来到石斑鱼头的身旁，用力一撕，整个石斑鱼头都被他扯成了2半，然后他就坐在沙滩旁，大口吃了起来。这一吃就是1个多小时。无数大青蟹躲在远处，但是却不敢靠近。倒是那些黑甲兽，由于个头够小，胆子也够大，所以时不时还可以在巨猿的脚下捡一些残羹剩饭。而巨猿也对这些小虫子不感兴趣。吃饱喝足后，100米高的巨猿伸了个懒腰，起身就准备离开。他一脚下去，围在他身旁密密麻麻的黑甲兽躲闪不及，
瞬间就有几十只被踩成了肉饼。不过巨猿却毫不在意，对于巨大的他来说，这就好像走路的时候才死了几只蚂蚁而已。很快，他的身影就消失在沙滩上。巨猿一走，陆陆续续又出现很多大青蟹围了上来。这只巨大的石斑鱼对于他们来说好像非常有吸引力，即便只剩一些尸体碎块，他们也不愿意轻易放弃。王莽盯了很久，他发现所有的大青蟹和黑甲兽都对石斑鱼的尸体特别感兴趣，仿佛那血肉中有着某种致命的魔力。而刚刚被巨猿踩死的几十只黑甲兽居然都无人问津。一直盯着几个小时，周围再也没有更大的巨物出现。这场盛宴一直持续到了天快亮时才结束。100米巨大的石斑尸体被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副巨大的鱼骨静静地躺在沙滩上。大青蟹们心满意足地离去，所有的黑甲兽也缓缓沉入沙地中。王莽趴在石头缝境，死死地记住10几只黑甲兽沉下的方位。昨天他赶海空军了，今天中午说什么都要补回来。看着外面平静的沙滩，犹豫良久，王莽眼神坚定，突然做了一个决定。昨天晚上，周围所有的黑甲兽和大青蟹应该都已经吃饱喝足了。这个世界虽然有些地方像游戏，但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实世界。这些巨物在吃饱后，恐怕短时间都不会再想进食，攻击性会大大降低。他望着远处巨大的鱼骨，还有石斑鱼头那一排排尖利的牙齿。如果自己用分解技能把这些鱼骨全部分解掉，不知道可以得到什么。这只巨大的石斑鱼等级一定不低，搞不好自己可以一波起飞。这样一想，他心中的冲动更加剧烈。干了，昨天那些家伙应该都吃饱了，应该对我这样的小排骨没有兴趣。他现在小魔瓶的状态是满的，里面存了100点能量。如果遇到危险，肌肉强化25倍的效果状态叠加满，他至少逃回石洞中应该没有问题。这样一想，成功的把握又大了几分。王莽激动地收拾好装备，为了让等一下跑得更快，他甚至连裤子都脱了，反正这荒岛中也没有人看见他6大秒。爬出缝隙，压低身子，他快步俯冲向石斑鱼的骨架。果然和他想的一样，一路上风平浪静，周围所有的怪物都已经吃饱喝足，没有人在意他这个小不点想要做什么。王莽很快就来到了巨大石斑的鱼骨前，抬头望去，只单单一颗鱼头骨就有100米高。那巨大的嘴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尖牙，用手抚摸，甚至有一种金属般的冰凉感。这样的怪物，如果出现在蓝星的深海中，恐怕连核潜艇都可以被他一口咬成2半吧。围着鱼头骨转了一圈，王莽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他再次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恐怖。这片大海也太可怕了，这么强大的怪物居然也会被其他生物捕食。他回头看了一眼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这海面之下一定还有更高级的捕食者。收回思绪，他现在只是个身高只有1.8米的小不点，这种事情不是他现在可以思考的。轻轻举起右手，把整个手掌都放在巨大石斑鱼的骨架上，分解。随着他说完这句话，整片巨大的鱼骨都开始发散出微弱的光芒。平常分解黑甲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这次的分解时间却过得极为漫长，一直过去了半个小时，100米长的巨大鱼骨才慢慢被分解完毕，化作点点星光，全部消散不见。叮叮叮，当分解完毕之后，面板中不断有叮叮的提示音响起。但此时王莽已经没有心情看信息了，因为在石斑鱼骨消失的瞬间，3只5、6米高的巨大青蟹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巨大狰狞的身体如钢铁一样坚硬的甲壳，可以轻易夹断汽车的巨钳。这几只大青蟹在昨天吃饱喝足后，居然跑到石斑鱼的头骨中安了家。第11章25倍肌肉强化。3只大青蟹缓缓起身，活动了一下身子。石斑鱼尸骨的突然消失让他们有些疑惑，脑子有点懵懵的，还不知道现在周围是个什么情况。王莽已经全身僵硬，双眼大睁，看着面前3只巨大到夸张的大青蟹，咽了咽口水。此时他的背后已经一片冷汗。你妹的，这玩笑开大了！这鱼头里面这么腥，你们怎么在里面做了窝啊？他脚步轻轻后退，腰身一扭，一瞬间就跑出数十米开外。此时他心中只想大骂一句：我干你娘哦，要不要这么刺激？3只大青蟹看着面前跑动的辣条，突然食欲又上来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面前突然出现一根食物，但是本能告诉他们逃跑的东西最好吃了。他们不介意再吃一顿早饭。巨大的8条腿飞速活动起来，庞大的身体在沙滩上扬起一阵灰尘。螃蟹本来就爬得快，何况是这5、6米高的巨蟹。即便王莽已经提前开跑，速度也超越了人类最顶尖的短跑运动员，但他们的距离也还是迅速被拉近。恐怕要不了多久，他王莽就会被这群该死的螃蟹反向赶海。操！王莽一边飞速奔跑，一边满嘴国粹。他不能死在这里，他怎么能死在这里？啊！一声低吼，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这恐怕是王莽来到荒岛后
遇到了最危险的情况。他不断使用技能，每过1秒，他的身形就变得魁梧1分。初级肌肉强化 X 5倍，肌肉强化增幅程度100%。王莽精瘦的身体变得魁梧，腹部的8块腹肌瞬间显变得更加突出。初级肌肉强化 X 10倍，肌肉强化增幅程度200%。王莽的身形再次膨胀，就好像刚刚从健身房走出的肌肉巨汉。初级肌肉强化 X 25倍，肌肉强化增幅程度500%。此时，王莽的上衣已经被他完全撑破，一块块仿佛钢铁般的肌肉布满着整个身体。他的体型已经增大了数倍，每一次奔跑间，全身的肌肉就像肉疙瘩一样密集的聚在一起，充满了极致的爆发力。如果此刻他出现在蓝星的健身圈，恐怕会被无数健身人所追捧、所迷恋。这就是人类最完美的肌肉身躯啊！3只大青蟹飞速接近，它们的速度非常快，即便王莽因为肌肉强化，速度已经增加数倍，但还是跑不过这些巨大的青蟹。跑得最快的大青蟹已经离王莽只有几米距离。他有些奇怪，面前的辣条居然比刚刚更大了，但无所谓，大得更好吃。他高高的树眼露出贪婪的眼神，2只巨大的钳子仿佛推土机，猛地一挥，扬起一片沙尘。此时，王莽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大青蟹的动静。25倍叠加的初级肌肉强化，让他的肌肉增幅到达了恐怖的500%，再加上高达19点的体质，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10倍。海风在他耳边划过，他只感觉全身的肌肉都充满了力量，心脏如发动机急速跳动，血液似流水在血管中喷涌。这种超凡的力量让他全身都热血沸腾，肾上腺素急速飙升。爽！此时他心中的战斗欲望已经充斥满整个大脑。他小时候其实不叫王莽，因为他从小就性格懦弱胆小，总是被人欺负，所以他老爸就给他改了名字。他到现在还记得他老爸对他说的话：儿子，不要怕，你没有错，你只是太善良了。以后要是谁敢欺负你，你就10倍还手。只要你够莽，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一边拼命奔跑，一边在脑海中出现老爸说话的面孔：只要我够莽，就没有人敢欺负我。只要我够莽，就没有人敢欺负我。只要我够莽。一声低吼，王莽的眼神突然变得坚定，全身肌肉魁梧的他突然一个急刹车，沉腰回身，拳如弓，如龙蛇出洞。他所有的肌肉都再次紧绷，变得更加膨胀。给老子死呀！砰！一声剧烈闷响响彻天际，电光火石之间，王莽居然躲过了大青蟹的夹击，转身杀了一个回马枪。这一拳直接把大青蟹的整个腹部都打得凹陷下去，10几吨重的身体也猛地一顿，退后数步。但这还没完，趁着大青蟹被重击后退之时，王莽左手拿长斧，右手拿铁锹，给老子死！猛地一跃，长斧划过，手中的长斧在10倍人类极限的巨力下，轻松地突破的大青蟹厚厚的甲壳，镶嵌进大青蟹的面门上。再用力一拉，大青蟹的整个头都被斩成2半。只是几个呼吸之间，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大青蟹就已经被肌肉王莽斩在斧下。跳到大青蟹的背上，手拿铁锹高高举起，猛地挥下，铁锹瞬间就深深插入大青蟹的背甲中，然后用力一拉，整个背甲都被他切成2半，蟹黄流了一地。王莽站在大青蟹的背上，杀气腾腾。他此刻就是王一样存在。一路追上来的另外2只大青蟹看见同伴死了，突然停下脚步。他们其实并不饿，昨天已经吃得很饱了。此时看见前面这个小东西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同伴，他们已经心生退意，徘徊犹豫了一下，很快他们就转身而走。在这座荒岛中，他们也只是最低等的捕食者，胆子并不是很大。看着退走的大青蟹，王莽松了口气。他的25倍肌肉强化最多只能持续几十秒，真要打起来，他恐怕只有50%胜算。从大青蟹的背上跳下，然后赶紧分解掉大青蟹的尸体。王莽也来不及看之前的信息提示，带上武器就快步离开了沙滩。现在小魔瓶已经用完，能量也全部耗尽，他已经没有底牌了。王莽一直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石头家中，然后搬起几块大石头，把门口的缝隙堵得严严实实。做完这一切，他才疲惫地躺在自己的叶子床上，顺便摘了个西瓜吃了起来。今天他还是太冲动，差点就死在了沙滩上。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之前他已经观察石斑鱼尸骨10几个小时，本来以为所有大青蟹都已经走了，哪知道在鱼头里面还躲着几只。不过王莽打开面板，笑得像个傻子，他这次真的是一夜暴富了。第12章100米龙斑鱼的鱼骨。躺在床上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他打开属性面板，一条条信息急切地弹了出来。丁，获得龙斑鱼的牙1086颗，材料龙斑鱼的牙，品质紫色稀有，
效果可以用于锻造、武器升级、药剂制作等。评分3颗星。丁，获得龙斑鱼的骨髓58份。材料：龙斑鱼的骨髓。品质：紫色稀有。效果：直接服用可以快速回复能量，并少量增加基础属性，可以用于药剂制作、食物制作等。评分3颗星。丁，获得龙斑鱼的头骨1个。材料：龙斑鱼的头骨。品质：紫色稀有。效果：可用于防具制作、建筑强化等。评分3星半。丁，获得龙斑鱼的骨刺362根。材料：龙斑鱼的骨刺。品质：蓝色精良。效果：可用于武器、剑矢、装备强化等。评分2星半。丁，获得龙斑鱼的鱼肉6块。材料：龙斑鱼的鱼肉。品质：蓝色精良。效果：可用于制作食物、药剂等。评分2星半。丁，杀死小青蟹，经验加15。丁，获得的小青蟹的甲壳1个。丁，获得蟹肉10份。丁，获得蟹黄2份。丁，获得青蟹钳1对。王莽打开空间背包，看着面前到处填满的材料，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跑去沙滩，果然是个正确的选择。他从背包中拿出一根鱼刺，轻轻抚摸，这龙斑鱼的鱼刺有着白玉一般的质感，还有着金属的韧性。只单单这一根鱼刺就足足有2米多长，轻轻一捅，石壁就被插出一个窟窿。好锋利，这完全可以当一根长矛了。他最近一直在用分解功能，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规律。分解怪物后，只会得到特定的材料，物品会变小变少。就像那只大青蟹，足足有10几吨重，但是分解后获得的材料只剩下不到1吨了。但是分解获得的材料品质会得到相应的浓缩强化，好像尸体中的那些不重要的部位全部会变成精华，融入了产出的材料中。就像他手中的这根鱼刺，虽然比分解前小了很多，但是各方面的品质却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哎，这个世界也没有啥攻略指南，这么好的材料怎么才能制作成装备呢？摇了摇头，他又拿出一份龙斑鱼的骨髓，如白玉般的骨髓装在一份玻璃瓶中，打开瓶盖，一股浓郁的奶香就扑面而来，带着淡淡的鱼腥味。这股香味让他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突然变得食欲大增。刚刚和大青蟹的战斗已经让他身心疲惫，身体的能量也消耗殆尽。毫不犹豫，他一口就喝下一瓶龙斑鱼的骨髓。刚刚进到肚子里，全身就变得暖洋洋的。王莽打开属性面板，自己的能量已经全部恢复满，甚至连小魔瓶的恢复速度都开始缓慢增长，而他的体质居然直接增永久加了1点。人物：王莽，固有天赋：无冷叠加，等级 LV3 158-400，体质20左元括号18+2右元括号，精神6，能量25左元括号15+5+5右元括号。技能：技能1，初级肌肉强化，消耗5点能量，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 20%， 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5分钟。评分1颗星。技能2无。技能3无。看着空间背包里还剩下的57瓶龙斑鱼的骨髓，王莽欣喜若狂。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拿出一瓶，一口灌下，一股热流在胃部爆发开来，直接让他满脸潮红，整个人晕晕乎乎的。靠，这玩意还会上头吗？此时他就像一口气喝下了1斤白酒，整个头又晕又胀，身体也好像被什么填满了。一直缓了1个多小时，他才好了很多。打开属性面板一看，体质只增加了 0.8， 看来这玩意也不能一直吃，而且增加基础属性的效果也在减弱。不过这龙斑鱼的骨髓恢复能量的效果还是挺好的，自己相当于有了56份弱化版的小魔瓶。这样一想，他突然脑袋活泛起来。今天斩杀小青蟹，让他突然变得信心十足。不知不觉间，自己其实已经变得这么强了。天天吃这些蚂蚁肉也吃腻了，明天哥要天天吃蟹棒。他双手叉腰，嘿嘿直笑。这座海岛早晚会臣服在他脚下，而他王莽作为曾经的赶海小王子，现在是终于要出山了。就在他躺在床上意淫时，属性面板左下角的聊天群突然亮了起来。玩家们，终于上线了。次日，王莽早早起床，他扒拉了几下他的鸡窝头，让自己变得更帅一点。随后就走到贝壳蓄水池的面前，奢侈地捧了一勺清水，把自己的脸洗得干干净净。他唯一的 T 恤在昨天的战斗中已经阵亡，不得已只能用树叶做了一件简陋的衣裳。下次再去战斗，他一定先把裤子脱了，不然以后他真的只能在荒岛裸奔了。他一边哼着小调，一边做得端端正正。今天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他可爱的同胞们终于上线了。激动地打开属性面板，之前静悄悄的聊天群已经热闹非凡，上千条信息不断滚动。
他之前发的求助信息早已经被海量刷屏的信息淹没了。兄弟们，大家都没死吧？干！手枪根本就杀不死这些怪物，还是只能用游戏里的装备才能对他们造成伤害。楼上的，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背包里全放着压缩饼干和水。从现在开始，我要苟到天荒地老。加一，加一！楼上的一群怂逼，这可是超凡世界，怂有屁用！哥觉醒了3星天赋，今日就是我张天地起飞之时。一张特种兵战斗服的俯视帅照。楼上的不怕死，你就去吧。3星天赋算个屁，老子4星天赋，现在还在这里挖泥巴。这开局简直就是地狱模式。张天地还在不？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我靠，不会真出去了吧？估计已经嘎了。张天地还在不？哥哥们，外面的怪物好可怕，谁来保护下人家？第13章手搓导弹。楼上的怪给我死开！我就想问，有人卖装备吗？卖不了，新手宝箱开出来的装备上不了商城拍卖。我刚刚去商城拍卖看了下，有个大佬在卖虫肉，真是牛逼！这是一上线就杀了3只怪物下酒吗？我靠，还真有！现在的人都这么猛吗？王莽看着热闹的聊天群，双眼泪汪汪。一个人被困在荒岛，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实在是太寂寞了。搓了搓手，他赶紧在聊天群里发起了信息：兄弟们，你们带纸的吗？这条信息一发，群里出现无数个问号。老子都要死了，还带个屁的纸啊！也就熬3天，拉完你在地下蹭一下不就行了吗？擦个屁！我没带纸，我只带着我的纸片人老婆，还有本子写真集。就算要死，我也要和我的纸片人老婆一起死。一张穿了又像没穿的白丝 JK 水手服岛国老师。楼上的兄弟，我们交个朋友吧。楼上的别理他，他是想上你老婆。和我交朋友吧，我只会爱护你老婆。加1，加99。王莽一边水群一边嘿嘿直笑，果然还是和群友们水群才是最快乐的。一直水了2个多小时群，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聊天群。自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是可以下线的，回到蓝星后他们甚至可以带少量的物资过来，但是他却不行，他永远的只能待在这游戏世界中。最近随着实力变得越来越强，他已经解决了食物问题，但一个人在这荒岛中生活，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他急需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聊天群里面都是一群水友，根本就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打开左下角的论坛，相对于聊天群里面不靠谱的群友，论坛里面就要正经的多。此时的论坛也热闹非凡，昨天玩家们才刚刚上线，今天论坛上就新增了1000多条帖子，而且这些帖子都很正经，有关于求生经验分享的，有关于自己猎杀怪兽心得的，有教大家如何挖掘陷阱的，还有关于怪物图鉴收集、材料收集、生活工具制作等一系列的帖子。王莽打开收集系列，然后发布了一篇收集各种生活用品的帖子。他准备用怪物的肉和材料来换取生活的必需品，比如牙膏、牙刷、衣服、鞋子，各种调味料，特别是还有卫生纸。他已经这么强了，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菊花再受任何委屈。发完帖之后，他在论坛中逛了起来。很快他就有了一些惊喜的发现，原来制作武器需要武器制作图纸，居然有人在新手宝箱中就直接开出图纸。你这是在用阳寿穿越吗？这个牛！如何在荒岛手搓肥皂？这个更强，如何手搓土地雷？我靠，你居然想教会我如何制作发电机？这是异世界养猪秘籍。逛了一会，收获满满，王莽再次打开商城拍卖。随着玩家的上线，之前空落落的拍卖商城已经出现了不少商品，但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只是一些低阶怪物的材料，一张武器图纸都没有看见。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不过想想也释然了。这异世界的怪物都太强大了，即便所有人都已经觉醒了天赋，但真正能完成手杀的毕竟是少数人。现在商品少也可以理解，不过他相信随着玩家的不断成长，拍卖商城的商品会越来越丰富，作用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逛了一会儿拍卖商城，他用黑甲兽的壳和一些虫肉换了500金币，然后买了一件怪物材料就离开了。他拿出刚刚换的怪兽材料，上下打量着。材料：史莱姆的皮膜，品质白色普通，效果：史莱姆死亡后留下的皮膜具有较强的柔韧性和延展性，可用于装备制作、装备强化等。评分1颗星。手中拿着这淡绿色的半透明皮膜，轻轻一拉，仿佛橡胶一样被迅速扩大。刚刚他到论坛里发现了一个制作衣服的技术贴，所以突发奇想买下了这史莱姆的皮膜。平时自己在战斗中，如果战力全开，肌肉强化会让自己的身体膨胀，普通的衣物瞬间就会被撕裂。所以在看到这史莱姆的皮膜后，他突然想给自己做一件橡胶衣。
这样在每次自己战斗完毕后，就不用光着身子到处遛鸟了。打开论坛中制作衣服的贴纸，他拿起长斧比划了起来。很快，一件歪歪扭扭丑陋的衣服终于制作完毕，剩下的边角料，他还做了件史莱姆内裤。做完衣服后，他又从空间背包中拿出那只小青蟹的背甲。整个背甲被分解提取后，只有一块车门大小，大约有个50-60斤重。他按着论坛中制作装备的帖子做了个简易的盾牌。网友们果然个个都是人才啊！怎么只是下线一趟，就一个个都变成技术怪，连盾牌这种东西都能出攻略了。穿上自己的史莱姆内裤，把做好的小青蟹盾牌背在背上，他对等一下的狩猎更有信心了。再次检查好武器装备，王莽就从缝隙中偷偷摸摸地出了门。他先来到昨天标记的位置，挖出7至8只黑甲兽干掉，然后又屁颠屁颠地跑到一处石堆中，趴着远远观望。在前方100米，一只5-6米高的小青蟹正在石头缝里找吃的。一直观察了半个小时，在确定这只小青蟹是只单身狗后，他缓缓地取下了背后的盾牌。他在石头缝中小心穿行，很快就绕到了小青蟹的背后。不过，常年生活在荒野中的生物都十分机敏，王莽的偷袭还没有发动，5-6米高的小青蟹就已经发现了异常。他2只竖眼一横，瞬间就发现王莽。8只腿飞快交错，他在石堆中如履平地。几个呼吸之间，这庞然大物就已经来到了王莽面前。但此时的王莽早有准备，他早就已经战力全开，变成了一个极为魁梧的肌肉壮汉。2只巨大的钳子相互交错夹来，王莽也不躲，直接一抬手，恐怖的冲击力就被盾牌全部挡住。王莽此时已经青筋暴起，虽然他现在体质已经达到了人类极限的10倍，但是和这种坦克般的怪物相比，他还是落于下风。啊！一声低吼，王莽腰身发力，瞬间就把2只巨大的钳子推开。趁着这段空隙，他的手中已经多出了一只长约2米的巨大鱼骨。第14章，我的群友们！双腿下压，猛地一跃，王莽瞬间就跳起10几米高。他的腰身像弓一样弯曲，8块夸张的腹肌完全凸显，恐怖的爆发力在其中酝酿。紧握手中的鱼骨，狠狠捅下，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恐怖的巨力加持下，这一枪速度极快，只是一击，王莽就直接把面前的庞然大物从下道上插了个对穿，让整个巨大的鱼刺都镶嵌在大青蟹的头上。哔哩哔哩，几声痛苦的哀鸣，面前的巨物轰然倒地。随着不断猎杀怪物，他的战斗技巧变得越来越纯熟了。很快，王莽2米多的魁梧身体慢慢缩小，又变成了那个普通的少年。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双腿之间，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不错不错，这史莱姆内裤真是好用，以后再也不担心走光了。分解完面前的小青蟹，背上装备，他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想想几天前，他还是一只鸡都没有杀过的乖宝宝，碰到怪物只会嘤嘤嘤。而现在，几天过去，他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怪物猎人了。一直到傍晚前，王莽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石缝中，给自己做了一份美味的蟹棒，摘了个西瓜，他就又打开了聊天群。在这座荒岛中，他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水群了。兄弟们，快看，哥们刚刚杀了一只怪物，牛不牛逼？一张怪物的尸体图片。我靠，楼上的牛逼！张天地，你居然没死，你真的去杀怪物了？嘤嘤嘤，这怪物好恶心，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得像猪一样大的蟑螂。哦，这么恶心的怪物，我隔着屏幕都不敢接近，你们也太勇了吧！加一，我也想去猎杀怪物，可我觉醒的是异星天赋，垃圾分解，这能力有个屁用！我觉醒的是异星天赋，唱跳 rap， 我感觉我不去做练习生，真是可惜了。我觉醒的是2星天赋，钓鱼高手，可我穿越过来的地方连个湖都没有，完全就是没用呀。我觉醒的是3星天赋，少妇杀手，我回蓝星试了下，挺好用的。我承认我木了。楼上的爽吗？曹贼，我与你势不两立。加一加99。王莽看着热闹的聊天群，开心的笑着。他赶紧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一只5-6米高的巨大青蟹躺在地上，他手拿长斧，背上背着巨盾，一脚踩在大青蟹的头上，霸气十足。照片一出，一时间所有的群友都沸腾了。我操！这螃蟹也太大了吧！这和坦克都差不多的，还是甲壳类的螃蟹，人类能徒手杀死这玩意？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不知不觉，群友已经这么厉害了吗？嘤嘤嘤，就我还是个小垃圾。大佬，能在论坛出个攻略吗？大佬，你的天赋是什么？几颗星啊？王莽的照片一出，下面瞬间就跟了几百条信息。果然还是在群友面前装逼最让人身心愉快。看着群友们都在追问，他只能回复道：
我的天赋挺一般的，也就是个肌肉强化，攻略什么的就不做了，全靠我平时努力，还有一点点运气。我相信大家只要努力，战胜心中的恐惧，也一定可以做到的。他没说自己的天赋，怕打击到自己的群友们。攻略什么的，其实没必要。他能猎杀大青蟹，完全就是靠自己超越人类10倍极限的身体素质。如果没有像他这样强大的身体素质，根本就连大青蟹的防御都破不了。说完这些，他看群里的热度差不多了，赶紧让大家给自己收集生活用品。果然发了帅照后，大家都开始回复他。不过可惜，卫生纸等这些生活用品在群友看来都是些没用的东西，穿越的时候基本没人带。一直到最后，他才幸运的找群友用一份蟹棒换了5袋泡面。看着面前的老坛酸菜面，唾液不断在舌头间涌现，他叹了口气。通过群友们秀照片，他发现几乎大部分人都穿着特种兵作战服，物资也准备得非常充分。刚刚他一问，原来群友们都投靠了国家。在穿越过来之前，国家还帮助他们学习了各种求生知识。怪不得。他在逛论坛时就发现，怎么群友们一个个都突然变成了技术怪。今天甚至连手搓导弹的制作方法都贴到了论坛上。原来群友们早就已经抱上了国家的大腿，原来整个世界就他一个人一直在荒岛里面艰难求生。看着群友们照片中帅气的特种兵作战服，还有各种先进的求生工具，王莽是真的羡慕了。他低头看着自己做的歪七扭八的史莱姆内裤，又抬头看了一眼像贫民窟一样的狗窝，欲哭无泪。以前他对泡面嗤之以鼻，甚至还会骂一句这玩意连狗都不吃。而现在他因为获得几袋泡面都快要感动的哭了。我啥时候才能回去啊？这破岛我真的是待够了，我也想抱国家的大腿啊。王莽躺在自己的树叶床上，越想越气，靠，我受不了。他翻身而起，拿着自己2米长的大鱼刺就冲了出去。夜黑星高，一片巨大的沙滩上，几只黑甲兽正围在一起快乐地做游戏。每过几秒钟，黑甲兽们就停下来，警惕地看看周围。最近沙滩上来了个猥琐的变态，每当他们正在快乐的兴头上时，他就偷偷跑过来偷袭。最近已经有不少同类都死在了他手中。突然，身下的母黑甲兽摆了摆尾巴，发出不满的鸣叫，这样一点也没有意思。就在黑甲兽们享受着极致的快乐时，一根尖锐的鱼刺突然从天而降，直接把这对黑甲兽小情侣插了个对穿，2只虫子永远的在一起了。第15章巨物型超级暴雨。虽然这对黑甲兽小情侣在偷欢的时候已经非常小心，但最后还是被某人找到，最终在快乐中死去。丁，杀死黑甲兽经验+3。丁，杀死黑甲兽经验+2，等级提升到 LV4。王莽的身体微微闪烁，随着等级的提升，他心中的郁闷一扫而空。爽！果然还是干等级让人身心愉悦啊。再次把所有的自由属性加到了体质上，体质直接达到了25点，这相当于他已经拥有了世界极限运动员的 2.5 倍身体强度。在这样强大的基础属性下，他要是再使用小魔瓶和龙斑鱼的骨髓去叠加初级肌肉强化，恐怕实力会达到完全非人的地步。哈哈哈哈！就在他激动不已时，脑海中突然想起之前过来沙滩上进食的100米巨猿。就算自己现在已经变强了很多，但是在那种恐怖的巨物面前，自己还是太弱了。自己的枪再粗，难道还干得过高达？摇了摇头，他激动膨胀的心瞬间冷却。在这座巨岛中，他现在只不过是个大点的蚂蚁而已，之后他还是要继续谨慎。分解完黑甲兽的尸体，收拾好装备，他再次回到自己的石缝家中，发了几张狩猎图在群里，和群友们吹了一下牛逼，他就马上开始在论坛上学习起来。这2天他突然发现论坛里的很多技术帖的含金量都特别高，因为他的情况特殊，无法回到蓝星，所以很多荒野求生知识都对他特别重要，比如如何搭建庇护所，如何制作陷阱，如何用石头和木材做家具。看着论坛中的帖子，他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这个世界的大海好像没有涨潮和退潮，所以我这石缝家平时还过得去，但要是像论坛上说的，万一突然下一场暴雨，那我这狗窝就得直接暴毙。他当初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淡水问题和安全问题，但现在他的实力变强了很多，已经不必再局限于一个地方。这里地势太低了，我要再找个好地方，这里就当做备用水库算了。思考良久，他下定决心，必须要重新找个空间更大、地势更高的石缝搭建庇护所。一直学习了3个小时，王莽才疲惫地趴在树叶床上睡着了。他以前上学都没这么认真过，没想到穿越过来一节还要熬夜学习。次日天刚刚亮，王莽就收拾好装备，再次从石缝中爬了出去。今天他的主要目标不是狩猎，而是考察周围的地形，顺便捡点材料准备搭建庇护所。一路上他走走停停，
按论坛上的捡了不少石块，这都是为之后搭建庇护所做的准备的。期间他还碰到了几只大青蟹，顺路就直接斩杀了。此时王莽正趴在一块巨石背后，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看着前方，在几百米的一处高地上，几块小山一样的石块叠在一起。这个地方不但地势够高，而且也更加远离大海，甚至周围还有几棵巨树作为遮挡。他逛了一天，发现这里可以说是方圆5公里内最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地方了。不过这种好地方此时已经有了它的主人，一只身高10米的巨大青蟹正爬在石缝中休息。它的体型不但比其他青蟹更大，身上的甲壳也更加厚重，无数坑坑洼洼的甲刺附着在背甲上，让它显得更加狰狞。这玩意一看就不好对付呀。王莽叹了口气，他没有杀过体型这么大的大青蟹，心里也没底。这世界虽然有点像游戏，但更多地方更偏向真实世界。如果自己在和这大家伙的对战中不小心受了伤，恐怕被感染的风险会非常高。而在这种荒无人烟的海岛中，伤口感染，他又没有抗感染的药物，大概率就是直接嗝屁了。犹豫良久，王莽还是缓缓退去。时间还充裕，他不必急于一时。回到石头缝家里，架起贝壳锅，再摘一个新鲜的大西瓜。王莽一边逛着论坛，一边吃着蟹肉。他刚刚准备躺在自己的树叶床上，结果发现整个树叶床居然到处都是水珠。不是吧？这是上潮了？他记忆中上潮这个词已经是很久前的事了。以前小时候生活在奶奶家，住在1楼，每次暴雨前地面就会上潮，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只要出现就代表最近就要下暴雨了，就和蚂蚁搬家会下雨一个道理。这一夜他睡得非常不舒服，因为整个石头缝里都非常潮湿。次日他早早就起了床，往外一看，果然整个天空都阴沉沉的。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这个世界什么都非常巨大，自己就像一只小蚂蚁一样。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暴雨是什么样子，万一这暴雨也是巨物版本呢？一想到天空中每一滴雨都仿佛汽车般大小，而且密密麻麻不断从万米高空砸落，他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小破石头粪屋，要真是这种巨物版本的暴雨，自己接下来恐怕不是被雨砸死，就是会淹死在石缝中。不行，我得赶快搬家。王莽起身，赶紧开始收拾东西。树叶床不要了，以后再捡。贝壳锅也不要了。西瓜苗扯了让它变回种子。转了一圈，王莽才悲哀地发现，他居然家徒四壁，啥也没有。算了算了，这个伤心的不要也罢。说完，王莽就只身一人匆匆出门。很快他就再次来到了昨天观察大青蟹的地方。他握紧手中的鱼刺，双眼变得坚定。本来不想冒险的，可是这场雨逼得他不得不去做。不过今天他过来已经提前做好了功课，他已经在周围不断寻找，提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形。熟悉好周围的地势后，他便偷偷摸摸地向那只大青蟹的老巢爬去。自己太小了，正面对抗这些巨型怪物肯定会处于劣势，但同样的，体型也是自己的优势。在合适的地形，小巧的体型会变得更加灵活。而他现在就是要把这只大青蟹引到合适的地形，限制它的走位，然后把它一击必杀。第16章10米巨怪大青蟹。此时大青蟹并不在巢穴中，这个时候它大概还在外面找吃的。王莽偷偷摸过来，然后爬到巨石上静静等候。这一趴就是1个小时。天空变得更加阴沉，一片片黑色的乌云压在天空中，仿佛想把整个荒岛都压垮。等待良久，终于巨大的青蟹缓缓爬了回来。10米多高的庞大身体，2只巨钳像2辆小汽车一样到处挥舞，每一次爬动都会让周围轻轻震动。趴在石块上咽了咽口水，隔近了看这只大青蟹，感觉更恐怖了。不过害怕的同时，他的肾上腺素也急速飙升。如果能亲手把如此巨物斩杀，那真是屌炸了。握紧手中2米长的鱼刺，他全身因为兴奋在不断颤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随着他不断使用技能，整个身体也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自己的天赋无冷叠加其实有2个效果，一个是技能没有冷却，另一个就是技能状态可以无限叠加，而后者才是让他拥有面对这恐怖巨物的底气。初级肌肉强化25倍，肌肉增幅程度500%。此时的王莽已经化为一个2米多的肌肉巨汉，他的头很小，但浑身的肌肉却不断堆叠，让身体变得魁梧巨大。再喝下一瓶龙斑鱼的骨髓，能量瞬间恢复满。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30倍，肌肉增幅程度600%。王猛的体型再次膨胀，全身的肌肉仿佛虫子一般不断蠕动，扑通扑通扑通。
心脏急速跳动，仿佛发动机的引擎一样，在他胸口怒吼。皮肤变得赤红，血液的快速流动让他的身体散发出阵阵热气。王莽肌肉解放状态，赤肌怪人，一口白气吐出，吹得周围灰尘四散。这感觉太棒了！王莽兴奋地握紧手中的鱼刺。刚刚他还有些信心不足，有些犹豫，但现在肌肉中迸发出的力量让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蹦！信仰一跃，王莽魁梧的身形从天空中落下，他双手紧紧握住鱼刺，双臂发力，腰弓如蛇，口中放肆的大吼：“老子是无敌的，给爷死！”这一击仿佛流星坠地，巨大的冲击力直接把10米高大的大青蟹深深砸在地下，扬起一阵灰尘。只见2米长的巨大鱼刺直接插在了大青蟹的树眼中，贯穿而入。哔哩！一声痛苦的哀嚎响彻天际，大青蟹庞大的身体一甩，就把背上的王莽甩飞出去。他痛苦地摇晃着脑袋，刚刚那一击不但刺瞎了他的一只眼，还让自己半个脑袋都凹陷了下去。他仅存的树眼一转，怒视着前方的王莽，自己居然被这样一只小虫子咬伤了，不可原谅，不可原谅！哔哩！他发出愤怒的咆哮，巨大的声音甚至有音波在他嘴边环绕。而王莽在被他甩飞之际，就已经借力转身而逃。这次的偷袭比他想象中更加顺利，这大家伙瞎了一只眼，等一下对付起来会更加简单。心中正有些高兴，突然空气中传来刺耳的声音，这让他全身的汗毛瞬间竖起，仿佛有什么危险在急速接近中。危险！危险！第六感在疯狂警示。他来不及回头，身体本能地向左一跃，即便他已经在第一时间就迅速做出反应，但还是迟了一点。一道像火车头大小的水泡从他背后喷涌而来，巨大的势能刮过他的身体，让他整个人像炮弹一样撞在了远处的石壁上。甩了甩头，从地上爬起，回头看了一眼自己背后，背在背上的青蟹盾已经完全凹陷，自己只是被水泡刮了一下，居然就有这样的威力！干！抬头一看，只见那只大青蟹的嘴中又在酝酿，它又要喷射水泡了。王莽见到此情景，赶紧转身而逃。操！有没有搞错？这大家伙居然会魔法，这不科学！但事实就是如此。随着王莽在石缝间不断跳跃逃走，一颗颗像火车头一样巨大的水泡不断袭来。那水泡不但个头大，速度也非常快，每一次都打着周围土石爆裂。而王莽不得不开始他的蛇形走位，他借助周围的地形不断躲避着水泡的袭击。远处的大青蟹有些恼火，这只小虫子跑得太快了，就像大炮打蚊子，自己威力十足的攻击一次也没有打中。看着面前的小虫子越跑越远，他突然怒吼一声，绝对不能让这只虫子逃掉了，他要亲手踩死它，然后吃掉它的身体，以报插眼之仇。8只巨脚不断挥舞，庞大的身体像推土机一样左右碰撞前行。大青蟹正以极快的速度向王莽的方向追去。一时间，沙滩的石堆上一大一小的身影相互追逐着，距离不断被拉近。在亡命奔跑中，王莽又拿出一瓶龙斑鱼的骨髓，喝下。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连续喝2瓶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的状态只能维持60秒，他必须保持一定的叠加程度，为等一下的战斗做准备。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在前方，2颗巨石堆叠在一起，形成一道天然的巨大石缝。对于王莽来说，这缝十分巨大，自己可以轻松穿过。但对于那只大青蟹来说，这就是个狭窄的巷子，只要进去，连转身都会变得困难。回头看了一眼背后急速追来大青蟹，这个距离他已经不可能追上了。大腿的肌肉膨胀，脚下加速，王莽的身形变得更快，一下子扎进了缝隙之中。此时的大青蟹早就已经被怒火迷了双眼，他从来都不觉得这样的小虫子可以杀死自己，就好像猫看见一只老鼠，他从来不会觉得老鼠可以咬死自己。这就是来自上位捕食者的自信。庞大的身体猛地撞击，大青蟹一下子就冲进了缝隙中。这缝隙对他来说有些狭小，不过没关系，那只小虫子就在自己面前。第17章爆出的第一个蓝色宝箱。大青蟹卡车般的巨钳高高举起，猛地砸下，直接把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这一击虽然威力巨大，但王莽轻松就躲过去了。这狭窄的缝隙里，王莽和大青蟹的身份已经互换，这里现在是他的主场。王莽身形往后一退，再次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一根巨大的鱼刺，双腿下沉，腰身发力，身体后仰，他做出像运动员一样最完美的投掷姿势。嗖！一道刺耳的破空声响起，巨大的鱼翅像标枪一样猛地射出，直插大青蟹的面门。哔哩！痛苦的哀叫传来，大青蟹从来没有想过这小东西还有这样的手段。
他还没有做出反应，瞬间又有数道鱼刺飞袭而来，全部扎在他的脸上。哔哩哔哩，几声怒吼，巨大的疼痛让大青蟹真的怒了。他两只巨钳不断挥舞，身体拼命用力，在狭窄的缝隙中向前挤动。他现在就要夹死这讨厌的虫子。但王莽比他更灵敏，他一边后退，一边不断的投掷鱼刺，同时眉头也微微皱起。这只大青蟹的防御实在太强了，他刚刚投掷的鱼刺大部分都被坚硬的甲壳挡了下来，只有那些射中面门和腹部的，才能给大青蟹造成一些伤害。而且随着不断受伤，大青蟹很快就变乖了。他用两只巨钳挡在身前，抵挡着鱼刺的进攻，同时他的身形正在不断后退，他好像要放弃报仇了。王莽轻轻一笑，既然进了这个坑，再想出去可就由不得你了。初级肌肉强化的时间快到了，他必须速战速决。取出背后的长斧头，王莽不再后退，而是像猎豹一样俯冲向大青蟹。他瞬间来到大青蟹的腹尾部，找到排泄口的位置，这里应该就是他最薄弱的地方。啊！我干你丫的！一声暴喝，手臂的肌肉发力，长斧猛地捅入，他要以这里为突破口，直接把这只大青蟹开膛破腹。此时大青蟹还在寻找王莽的身影，他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感，这是来自生物的本能反应。可是这狭窄的石缝实在是太挤了，他连转身都做不到。就在他慌张之际，突然他唯一的树眼高高立起，满眼不可思议，一股极致的疼痛从他菊花处传来。哔哩哔哩，相比于之前霸气的吼叫，这一声痛苦的哀嚎叫得撕心裂肺。最后大青蟹还是逃离了石缝，求生的本能让他迸发出巨大的力量，终于还是从王莽的魔手中逃走。但此时此刻，他全身上下已经像刺猬一样扎满了鱼刺，他的腹部从菊花处一直到胸口已经被开出了一条大大的口子，不断有液体从里面滑落。大青蟹跌跌撞撞，拖着自己沉重的身体不断逃走，向着自己的家奔去。在远处，王莽远远地掉在大青蟹的背后。这只大青蟹已经受了重伤，如果没有特殊的恢复能力，恐怕不久后它就会衰弱而死。而野兽的临死反扑是十分剧烈的，他不会把这只大青蟹逼到绝境，慢慢耗死反而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自己的肌肉强化状态也消失了，能量也耗尽，现在就是上去了，估计也打不赢。就这样，王莽一直尾随着大青蟹回到巢穴，他像一只孤狼一样趴在高处，野心勃勃地紧盯着。大青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的巢穴，他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了，身体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不断流失。他唯一的树眼转动，盯着王莽的方向。其实他早就已经发现跟在身后的王莽，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实在太虚弱了。他知道这只可恶的虫子正在等自己死，他想在自己死后吃掉自己。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猎人和猎物相互对视，他们都在等待最后的时刻降临，一个是等待收获，一个是等待死亡。天空中的乌云变得更加厚密，空气开始变得潮湿而压抑。突然，一滴卡车大小的雨珠从天空中急速落下，猛砸在王莽和大青蟹中间。雨季终于来了。此时聊天群里已经炸开了锅，兄弟们，我这里下雨了，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我感觉我快不行了，我刚刚被一滴雨砸中，现在一直在吐血，我……说着说着，他的头像突然变暗。楼上兄弟，你还在吗？兄弟，你没事吧？聊天群突然安静，这群里有超过5万人，平时都热闹得很，但现在却没有几个人回复信息，恐怕大多数人都在想办法躲避这场暴雨。而且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断有人的头像变得暗淡。这一届突然的一场大雨，就让所有蓝星人损失惨重，人类好像真的变成了微小的蚂蚁。一场暴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致命的天灾。王莽坐在石缝间，面前点燃了一团篝火，最后还是他赢了。在暴雨来临之际，大青蟹终于坚持不住，提前闭上了双眼。而这次的收获也非常丰厚，不但获得了各种材料，而且还爆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蓝色宝箱。打开空间背包，从里面取出一只散发着蓝色荧光的宝箱。丁，越级，杀死精英怪物大青蟹，获得蓝色宝箱1个。宝箱随机型，品质蓝色精良，效果杀死强大的怪物后，终末之海给予的馈赠。评分1颗星。原来杀死怪物真的可以爆宝箱，之前那些估计是太弱了，还不够资格。王莽若有所思，打开宝箱，一道流光划过，面前只剩下3个物品。丁，获得猎人勋章。装备猎人勋章，种类饰品，品质蓝色精良，属性体质+2，精神+2，能量+5。效果佩戴猎人勋章之后，
会在狩猎中变得更加敏锐。评价2颗星。丁，获得大青蟹的蛋1个。宠物大青蟹的蛋。品质白色普通。效果生活在沙滩石缝间的大青蟹，只需要适宜的温度就可以破壳而出。评价1星半。丁，1级经验书3本。种类经验书。品质白色普通。效果使用后瞬间获得100点经验值。评价1颗星。第18章暴雨后的赶海。王莽拿起猎人勋章戴在身上，这玩意不错，基础属性都是好东西。他又抱起面前那颗篮球大小的螃蟹蛋，有点疑惑，螃蟹这玩意是下蛋的吗？他以前只吃过，还真没见过他们下蛋。不过现在是在异世界，下蛋也挺合理的。最后他拿起那本经验书，这玩意实在太熟悉了。以前干原魔手游的时候，天天为了这个东西锄大地，干都爆了几个。使用。随着他的话音刚刚落下，3本经验书就化作一道流光冲入他的身体。丁，经验加300。点了点头，这次猎杀大青蟹收获不错，不但给他报了个宝箱，还让他的经验值横涨了一大截。估计要不了多久，我就又可以升级了。一想到要升级，他就有些兴奋，干等级什么的最让人沉迷了。不过他抬头看了一眼外面，整个小岛上乌云密布，暴雨倾盆。如果这只是普通的暴雨也就算了，但如果每一颗雨滴都像汽车一样的大小，那简直就是恐怖的末日天灾。这已经不叫下雨了，简直就是上帝在天上泼水。看着下雨的趋势，估计他的升级计划又要延后了。不过好在他新选的这个家地势非常高，所有的雨水都顺着岩石往下流淌，石缝中还比较干燥。用石板在一个角落中搭了一个简易的石床，他就躺下打开了聊天群。结果一进去就发现群里一片哀嚎，谁来救救我？这雨太大了，我感觉我快淹死了。我刚刚挖的避难所呀，呜，一滴雨就给我砸成了稀巴烂。还好我提前找了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啊！靠，怎么还有怪物在这里避雨？完了，妈妈，我想回家，谁来救救我？呜，我很漂亮的，我愿意献身。大家快上树，找个树洞躲起来。平时欢声笑语的聊天群突然变得哀嚎一片。王莽突然发现，并不是只有自己这里在下雨，而是所有蓝星人都在面临暴雨的侵袭。他眉头紧锁，想了非常多。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大家都身处不同的地方，降临的环境也相差非常大，但现在却所有人都在面临暴雨的侵袭。难道说，其实他们这10万人全部都在这座荒岛中，只是因为荒岛太大，怪物太多，所以他们都被分散开来。这样一想，他心中突然亮起了一道光，抬头望着外面的倾盆大雨。等这次雨停了，他就马上干到5级，然后走出这片沙滩。他一个人在荒岛中过得实在是太寂寞了，他要去寻找遗落在各处的同胞们。又看了一眼聊天群，群友们还在到处发着求救信息，但对于这些求救，王莽也毫无办法。他现在也堪堪只能自保而已。退出聊天群，打开论坛。论坛上现在正铺天盖地的出现各种暴雨求生攻略，很多人都在下面留言，相互帮助。王莽对于这些暴雨求生攻略没有兴趣，他找到一个学习游泳的技术贴，一个搭建庇护所的技术贴，一个陷阱制作技术贴。既然外面下暴雨，已经无法进行狩猎升级，那他就决定好好在家学习各种求生知识，为之后做准备。这场暴雨只下了1天1夜，聊天群中的5万多人只活下来4万人。他们有些是在躲雨途中被怪物吞噬，有些是被雨滴直接砸死，还有很多都是被汹涌的雨水冲走，死在了洪流中。聊天群中一时间气氛沉闷，连王莽也一条信息也没发。他从石缝中走出，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全身已经整齐待发。作为曾经的赶海小王子，他清楚的知道，在每次暴雨之后，海滩上总是能收获满满。手拿鱼刺，背上背着青蟹盾，一把长斧和一柄铁锹挂在盾后。赶海啦！王莽小声一叫，弓着身子贴在石壁上，就向沙滩摸过去。随着越来越接近海边，果然可以到处看到怪物的身影。此时的沙滩上热闹非凡，就连平时在晚上活动的黑甲兽也全部从沙地里拱了出来。暴雨之后，海中大量的海底生物都被冲上岸滩，几百米、上千米长的巨型海带，像房子一样大小的贝类，几十米长的死鱼，大量的巨型海螺、海星。而这时的沙滩上已经密密麻麻地聚集了很多黑甲兽和大青蟹，这是他们难得的一场盛宴。王莽躲在远处的石堆上，双眼发光。我靠，这八爪鱼好大，这有50米长了吧？这像船一样大的，是鲍鱼吗？这是龙虾，简直比坦克都还要大。看着黑甲兽和大青蟹们在沙滩上享受着美食，王莽跃跃欲试。这些都是好东西啊，就这样被吃了，
真是浪费。不过虽然非常眼红，但他还是躲在石缝间没有出去。他必须再观察一段时间，保证绝对的安全，别自己赶海没有成功，反被其他大家伙赶海了。一直观察1个多小时，他才找到一个怪物聚集比较少的地方摸了过去。几只黑甲兽正低头吃得开心，每次暴雨过后都总能捡到免费的美餐，这真是让人快乐的日子。突然，几根巨大的鱼刺从天而降，直接把几只黑甲兽全部钉在了地上。叮！杀死黑甲兽3只，经验加9。很快，王莽就偷偷摸摸地跑了过来，把冲上来的海货还有3只黑甲兽的尸体全部分解掉。曾经让他害怕还需要全力以赴的黑甲兽，现在已经可以被他随手杀死。就这样，杀黑甲兽，捡海货，反反复复，1个上午，他就至少宰杀了40多只黑甲兽，获得了大量怪兽材料，还有120多点经验。这可比他平常到处去挖坑找黑甲兽来的容易得多。不错不错，中饭不吃了，我要在这里干到5级。王莽下定决心，今天是个难得的机会。可能是由于沙滩中的海货太多，食物充足，所以这些黑甲兽和大青蟹的攻击欲望都很低。他必须要抓紧这次机会，赶紧升级狩猎。第19章巨物入侵。一直狩猎到接近黄昏，王莽又杀了40多只黑甲兽，7、8只小青蟹，获得了经验160多点。此时他已经停止了狩猎，躲在一块大石头上。远处，一只超过10米的大青蟹正在缓缓爬行，他拖着受伤的身体往远离海岸的方向走去。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一只大钳子和4只腿全部断掉，背上也破了一个大洞。估计他是在赶海货的途中与其他怪物产生了冲突。王莽趴在大石头上，双眼微微眯起。以前他碰到这样的巨物都是绕着走，生怕被对方发现。但是在昨天完成首杀后，他现在对这种精英怪物非常感兴趣。爆材料什么的太无趣了，他想要的是爆宝箱啊！双眼一凝，他便抄起手中的鱼刺，像猎豹一样冲了出去。比起昨天那只大家伙，这只受伤的明显弱了很多。王莽战力全开，直接一个滑铲就来到他的身下，斧头对准菊花一插，再用力一划，整个大青蟹的腹部就被划出了一道巨大的口子，红的白的流了一地。然后他迅速拉开距离，不断对着大青蟹投掷鱼刺，10几个呼吸之间就把对方插成了刺猬。丁，越级，击杀精英怪物大青蟹，经验加35，获得白色宝箱1个。随着大青蟹巨大的身体倒下，一个白色的宝箱漂浮在他身体上空。爽！又爆宝箱了！王莽低声兴奋的一吼，这简直比元魔抽卡出京都爽。他赶紧跑过去把宝箱打开，只爆出了几本1级经验书，还有点矿石。看来也不是每个白色宝箱都爆装备。再分解掉大青蟹的尸体，他就匆匆离开。这次他没有再回沙滩上进行狩猎，而是直接回到了自己的老巢，因为他的能量和小魔瓶都已经用完了。没有底牌的情况下，这片沙滩对他来说还是太危险了。王莽一直在石头间跳跃，他双手高举，带着一个澡盆大小的生蚝，蹦蹦跳跳的回到了家中。生蚝他吃过不少，但这么洗澡盆大的生蚝，他还真没有吃过。回到自己的新家，他就搬起几块巨石，把缝隙堵住。和之前的小破烂狗窝相比，他的新家非常大，里面的空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大小。而且往上望去，天然的石洞还形成了一个天窗，可以透进来微弱的亮光。他用几块巨石架起一个火堆，然后把捡来的枯树点燃丢了进去。等火焰足够旺盛时，他便把澡盆大小的生蚝直接放了上去。没过多久，一股鲜香的味道就布满了整个空间，让他口水直流。天天吃虫肉和大青蟹，他已经吃腻了，今天终于可以换换口味了。他从石缝中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珍藏的老坛酸菜泡面，这是他上次在聊天群换到的。拿出泡面中的酸菜包，再把其他的佐料包小心点放好。荒岛中实在过得太苦了，连泡面佐料包他都要分几次吃。蹲在角落，一边吃着泡面中的酸菜包，一边大口吃着生蚝。吃着吃着，他双眼就有些湿润。他真傻，以前还老和老爸老妈吵架，还嫌弃他们做的饭菜不好吃。现在在这荒岛中待了10几天，他突然觉得之前是多么幸福。不行，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说哭就哭？我要自强，我要自救。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座荒岛踩在脚下，会征服这片大海。就是游，我都要游回去。干你丫的！一望无际的沙滩，2块巨石下，少年一边吃着泡面，一边骂骂咧咧。他说着豪言壮语，诉说着对亲人的思念。第二天一早，玩家们又下线了。虽然大家准备的非常充分，但是一场暴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又有1万多个玩家死在了游戏异界中。此时，蓝星的一座高校内，3只黑甲兽突然出现在操场中。牛犊一样的夸张体型，轻易可以撕碎钢铁的大鳄，
黑色的甲壳在阳光下泛着金属的光泽，他们头上的2对触须不断晃动，感受着这陌生世界的气息。这是什么？我操！好大的马眼！几个高中生刚刚打完篮球，穿着背心，正满头大汗。这汗液传出的气味传到黑甲兽的面前，让他们蠢蠢欲动。鸡！他闻到了，这是食物的味道。巨大的身体开始快速移动，3只恐怖的黑甲兽猛地冲了过来。我操！快跑！几位阳光帅气的高中生反应非常迅速，但和这些巨蚁比起来，他们还是太慢了。噗！鲜血喷洒在操场上，几颗惊恐的人头滚落在地。3位高中生足。在某1线城市，步行街中热闹非凡。今天是周末，出来逛街的人非常多。一对小情侣正在排队买奶茶。突然，太阳好像被什么遮住了。男朋友回头一看，只见背后出现了一只5、6米高的巨大螃蟹，2只高高的树岩转动，门板大小的巨钳慢慢举起，恐怖的大嘴中还在发出哔哩哔哩的声音。怪物！他的话音未落，巨大的钳子就把他拦腰夹成了2半，内脏大肠流着一地。手中的奶茶落地，鲜血喷洒在脸上。此时他的女朋友已经完全被吓傻了。大青蟹一边夹起她的男朋友亲热的啃食，一边轻轻挥动另一只巨钳，瞬间又把他也夹成2半。哔哩哔哩，红色的鲜血缓缓在地面扩散，可爱的啃食声在街道中回荡，让人毛骨悚然。啊！怪物！快跑！整个步行街瞬间沸腾了，所有人都在拼命狂奔。奶茶店的员工直接从柜台爬了出来，转身而逃。但步行街的人实在太多了，很快就发生了踩踏事件，死伤变得更加严重。看着面前到处背对着他逃跑的辣条们，大青蟹突然变得兴奋，基因中的本能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捕食欲望。8条巨大的腿相互交错，2只门板大小的巨钳到处挥舞，夹！一时间血肉飞舞，到处人头滚滚。被王莽轻易猎杀的大青蟹居然在蓝星杀疯了。826地下秘密基地，一间巨大的指挥室中，无数的屏幕正在不停闪烁。通过高空卫星，全国所有的紧急画面都传递到了这里。报告 ：A 市出现48处怪物入侵。报告 ：B 市出现56处怪物入侵。报告：黄龙山区出现18处怪物入侵。报告。看着一条条传上来的信息，李勇眉头一皱，怎么会这样？不是已经对玩家们做了求生培训吗？可这怪物入侵频率出现的实在太频繁了。第20章潜龙计划，玩家那边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不是对他们已经进行了专业的求生培训吗？怎么会又死了这么多人？所有人联系当地的警方和特种部队，做好居民疏散工作，告诉当地的警方，我们会尽快派专业人员对这些怪物进行收容，让他们不必恐慌。联系宣传部，让他们把握好网上舆论的方向，进行正确的引导，防止全民恐慌的出现。联系相关部门，对所有囤货行为进行坚决的打击，对那些发国难财的商家绝不姑息。联系各大超能者高校的校长，我现在就要知道玩家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所有的玩家已经回归，在无人山区的玄山超能者高校中，陈校长正眉头紧锁。3天过去，玩家们终于回来了，但是全校3521人，只活着回来了2700多人，其中有1000多人还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只是短短3天，伤亡率就高达 50%， 死亡率就超过了 20%。这异世界的危险程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更高。叮铃铃，叮铃铃，突然办公室的电话响起，陈校长看了一眼，赶紧接了过来。喂，王少将。哎，是我。陈校长，上面已经来了消息，全国各地又出现了大量的异世界怪兽入侵，初步估计已经超过了1万起，死上数万人。这次上面的计划已经通过了，潜龙计划正式开始执行，我现在需要你准备名单。好的，我这边一定配合。挂断电话，陈校长神色变得更加严肃。全国各地突然又降临1万多只异世界的怪兽，已经造成了数万人的死伤，而且这个数据还在持续上升。同时，这次降临的怪兽明显比之前的变得更加强大，有些甚至已经可以无视小型热武器的攻击。潜龙计划居然通过了，这么说，上面的人真的准备造神了吗？陈校长心事重重，如果真的开始潜龙计划，那之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拿起文件，匆匆离开办公室，往玩家所在的训练室走去。A 市步行街，5、6米高的大青蟹在商业街上横行无忌。此时10几辆警车已经把他团团围住，数百名警察全部把枪口对准他，火舌飞舞，不断射击。但在他坚硬的甲壳下，这些子弹对他的伤害极其有限。
而且由于游戏规则的原因，蓝星的武器根本就无法杀死他，他身上的枪孔正在急速恢复中。几名新来的民警颤抖地不断射击，他们来单位几年了，平时也就给居民调解下纠纷，找下丢失的手机，平时连配枪都不会带。可怎么几天不见，他们现在居然要在这里打怪兽了？这也太魔幻了！他们只是民警呀，民警呀，不是奥特曼！枪声不断响起，打在大青蟹身上，火花四射。虽然子弹无法对大青蟹造成太大伤害，但其巨大的冲击力还是限制了他的行动。突然，几架直升机从远方迅速接近，全副武装的特种兵从滑绳上降下，重机枪架起，单兵火箭筒不断发射。瞬间，面前5、6米高的巨大螃蟹被炸得四分五裂。所有人员全部撤退！所有人员全部撤退！现在这里由我们接管，快离开！快离开！国家特种部队终于来了！周围所有的民警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一边撤退，一边驱散着周围围观的民众。快走！快走！都不怕死吗？还在这里拍抖音发朋友圈？人群刚刚被驱散，刚刚被炸成碎片的大青蟹瞬间又恢复了原样。它复活了！在游戏规则的保护之下，它是杀不死的。所有人员准备重机枪射击，对准他的脚。狙击手准备破坏目标视野，准备收容。大青蟹刚刚复活，还有点懵懵的。哔哩，他刚刚发出一声叫声，数把重机枪就把他的8条腿打断。2声巨响，100米外的狙击手就打爆了他的双眼。此时，一架直升机已经飞到了他的头顶，一个巨大的铁笼子猛地落了下来，把他关得严严实实。不久后，一辆巨大的军用卡车从步行街缓缓离开，在卡车的车厢里，时不时传来剧烈的撞击声。陈校长来到超能者玩家的训练室，周围到处是伤员，和之前穿越前的热烈氛围相反，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心情压抑。张小龙躺在床上，眼神空洞，他昨天差点死在暴雨中。那个世界实在是太危险了，虽然这次侥幸活了下来，但他不觉得自己可以一直这么侥幸。就在这时，陈校长走到讲台上，各位，欢迎你们能活着回来。陈校长顿了顿，所有人都抬起头看向讲台。我是你们的陈校长，我知道大家很累，但是我现在还是要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消息。在刚刚，我的领导给了我一个通知，从现在开始，国家将正式开始执行潜龙计划。玩家如果在异世界死亡，怪物就会代替玩家回归现实世界。现在全国上下已经有无数的怪物在肆虐，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有人站出来，因为只有玩家才能杀死这些怪物。陈校长站在讲台上说得慷慨激昂，他希望玩家们可以帮助政府去猎杀现实世界中的怪物。可说了很久，底下的玩家们大多都无动于衷。这些怪物有多强大，玩家们最清楚，用命去保护别人，疯了吧？他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都不知道下一次穿越能不能活下来，他们哪里还有精力去保护普通人？不过，这个世界上总还是有人拥有着一腔热血。张小龙缓缓举起手，虽然他只是个臭杀猪的，但是他却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毕竟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死在异界，与其这么窝囊的死了，还不如做一次英雄。随着他举起手，陆陆续续又有不少人开始举手。陈校长欣慰地笑了笑，人数比他预计的多。他把这些自愿参加潜龙计划的人带走，很快就消失在走廊中。阴影下，陈校长的黑框眼镜有些反光，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其实，刚刚他有所隐瞒。潜龙计划可是华国目前最重视的计划之一，哪会只有这么简单？第21章造神。在他看来，潜龙计划也可以称之为造神计划。游戏世界的怪物突然入侵现实，超能者玩家的降临，这些都预示世界的未来已经变得不可琢磨。在玩家第一次回归时，全国就已经出现了70多万起怪物入侵事件。虽然政府在最快的时间就做出了反应，对怪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收容，并且在网上极力的引导舆论，但是全国范围的恐慌已经出现，人们对未来已经开始丧失信心。在这种背景下，于是有人提出了潜龙计划，从全国所有的玩家中挑选出极具潜力的种子，倾全国之力重点培养。华国现在已经收容了几十万的异世界的怪兽，他们现在全部被关押在全国各地的秘密基地中。这些被收容的怪物现在就相当于游戏的经验包，只要有玩家加入潜龙计划，上面就会对这些玩家进行重点关注，帮助玩家快速掌握猎杀怪物技巧，迅速提升这些玩家的等级。而随着玩家在现实世界变得更强，在游戏异界中生存下来的几率也就会变得更高，这同样也间接减少了怪物出现的概率。陈校长推了推眼镜，他刚刚在讲台上那样做，其实也是上面特意交代过的。潜龙计划的挑选名单，第一个看的是品行，而不是觉醒的天赋。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国家也怕倾尽所有资源后，结果培养出来一群自私自利的反骨仔。潜龙计划的目的是
培养出一群实力超强的人类保卫者，而不是一群站在普通人头上作威作福的神。陈校长回头看了一眼跟在自己身后的超能者玩家们，虽然他们现在都是自愿为人类做出牺牲，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但人心是会变的。当他们变得越来越强，拥有了神明一般的力量后，他们还会保持自己的初心吗？这个答案他也不知道，只能交给未来了。很快，陈校长就带着一群人来到了高校底下的秘密基地。出示证件，全副武装的军人让开道路，沉重的金属大门缓缓打开，一群人一路向下，来到一片巨大的防空洞中。此时地下灯火通明，一个个用厚重钢筋做成的笼子关着数不尽的异世界怪兽，其中的咆哮声不断。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大夏军人正拿着武器在周围不断巡逻警戒，他们全部都是华国的王牌部队，个个都身经百战。陈校长敬了一礼，王牌部队的团长们全部聚集了过来。各位辛苦了，相信上面的消息大家已经收到了，等一下还要劳烦各位了。陈校长和几位队长握了握手，接下来他们就要帮助这些玩家斩杀这些怪物，执行乾隆计划的第一步。张小龙，你第一个上。我看资料上说你杀了10几年猪，我相信你在打怪兽上面一定会有特殊的天分。陈校长用力地拍了拍张小龙的肩膀，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眼神。张小龙抬头看着面前铁笼子里5、6米高的大青蟹，咽着咽口水。校长，你有没有搞错？面前这玩意能和猪相比吗？他刚刚想拒绝，校长就带着所有人全部后退离开，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原地。不是，校长，你觉得我徒手能打赢这玩意吗？他的话还没说完，咔嚓一声，铁笼居然缓缓打开。笼子里的大青蟹早就等得不耐烦了，门板一样的巨钳不断挥舞，和周围的铁笼撞出剧烈的火花。陈校长静静地看着张小龙，这是一次考验，如果面对强敌连拔刀的勇气都没有，就会被乾隆计划筛选掉。张小龙，拿出你的勇气，李队长他们会用炮火支援你的。我支援你妹啊！张小龙心中愤怒的咆哮，他浑身颤抖，双眼惊恐地转过身，颤颤巍巍拿出自己的新手装备杀猪刀。巨大的阴影把他笼罩，5、6米高的巨大身体，钢铁一样坚硬的甲壳，可以把汽车轻易剪断的大钳子。这种怪物真的是人能杀死的吗？你开什么玩笑？一道身影高高跃起，猛地落下，5、6米高的大青蟹就被一击穿在了地上，瞬间秒杀。太弱了！王莽站在大青蟹的背上，无聊地扭了扭脖子。这个体型的大青蟹真是太弱了，主要还是不出宝箱，没意思。从大青蟹的背上一跃而下，转身大青蟹的尸体就被分解成点点流光消散。唉，叹了口气，玩家们又下线，估计现在他们已经在家抱着妹子，吃着大餐，过着人生巅峰般的生活了。而他却只能留在这荒岛中艰难求生。他想吃海底捞，他想吃大闸蟹，算了，最近天天吃大青蟹，把他快吃吐了。他想吃海底捞，他想吃鸡，他想和可爱的软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做爱做的事。就在他愣神之时，又有一只5、6米高的大青蟹冲了过来，皱了皱眉，人家正在回忆美好的事，你干嘛？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在技能的不断叠加下，王莽的身体突然猛地膨胀，宽得夸张的肩膀，满是肌肉的公狗腰，轻轻抬手，一只手臂就有牛腿粗细，血管像蚯蚓一样缠绕在身体上。我最讨厌我在认真思考的时候突然被人打断。蹦！健壮的身体猛地一跃，就跳出10几米高，遮住了整个太阳。双手抱拳，腰身弯曲如弓，给老子死！只是一记崩拳，大青蟹几吨的身体就被深深砸进沙地里，钢铁一样的甲壳被整个打得变形，蟹黄流了一地。只一击，他就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逼数吗？还跑过来想吃我？揉了揉拳头，冷哼一声，他发现自己最近又变强了。论坛上那些发布的古武秘籍、武技招式，还有发力技巧，居然都是真的。刚刚他只叠加了10倍初级肌肉强化，肌肉增幅程度只有200%，但这一记崩拳，以腰腿发力，在瞬间集中了自己全身的力量，其威力已经抵得上他全力爆发下的随意一击了。看了一眼面前4、5米高的大青蟹，整个背部都已经被打得完全凹陷下去。这一拳就有如此恐怖的威力，如果自己在战力全开的状态下再使用崩拳，那到底会达到怎样的破坏力？恐怕就连10几米高的精英大青蟹也会被他一拳打死。自己已经如此强大了吗？这种超人一样的力量，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不过，第22章华夏古武秘技。不过，他看了一眼自己已经流血的拳头，微微皱眉。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虽然他的实力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但是他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
初级肌肉强化虽然可以让他的身体强度和韧性增加，但如果自己造成的力量实在太过爆炸，强大的反作用力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受到轻微的伤害。而且他最近发现自己缺少恢复伤势的手段。这个世界既然这么像游戏，那肯定会拥有恢复生命的物品和技能。想到这里，他不由叹了口气。这异世界的怪物实在是太强大了，虽然所有的玩家们都觉醒了天赋，但真正能独自斩杀怪物的还是极少一部分。这也导致拍卖商城商品极度单一，都是些垃圾的怪兽材料。不过也可以理解，毕竟只有猎杀精英怪物才有可能爆宝箱出装备。想想那10几米高像3层楼一样的巨型大青蟹，普通人可能连站在他的面前的勇气都没有，更别提去猎杀他了。而且我现在还缺一把趁手的武器，杀了这么多怪，我居然还用的新手武器。不过也没办法，这个游戏世界的爆帅真的特别低。以他最近的观察，宝箱只有越级斩杀才会有更高的概率掉落，而且除了手杀宝箱，其他宝箱里面能开出装备的概率非常低，大部分都只是些材料。面前大青蟹的尸体化作流光消失，王莽扛起一根鱼刺，就又开始寻找新的狩猎目标。他马上就快要提升到5级了，必须勤快点。一直忙活到下午，他才回到自己的小窝。新种下的西瓜苗已经长高高了，几个拳头大小的西瓜绿油油的挂在藤蔓上，估计晚上就可以成熟了。澡盆大小的生蚝壳被他留了下来，稍微清理了一下，就变成了一口大焖锅。随着等级的提升，他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强，食量也变得非常大。饿了的时候，他甚至一口气能吃掉10斤蟹肉。除了吃饭问题解决了，最近他还在论坛上学习了很多生活工具的制作方式，用树枝做成的床，做饭和取暖用的火塘，怪兽油脂做的油灯。而且今天他还特意冒险跑到海边，背回来几个汽车大小的贝壳，当做蓄水池，解决了日常的用水所需。不知不觉间，王莽已经完全适应了荒岛中的生活。他每天的生活都非常充实，不是睡觉休息，就是跑到沙滩上到处狩猎，努力的获取升级经验。往火塘里丢了几根柴火，然后架锅起油，他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自从上次玩家上线后，他的生活质量就急速提高，而这主要归功于论坛上那些技术大佬发出来的求生帖子，比如如何用生物脂肪炼油，如何制作火把和油灯，如何通过海水来制作粗盐，如何通过各种方法获得淡水，甚至还有帖子教你如何手搓地雷，如何通过简易的装置制作发动机，如何用手解决生理需求才更加效率。嗨，最后一个不重要，他也不需要，反正论坛上啥技术贴都有。他已经学会了很多有用的手法和技巧，这也让他在荒岛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火焰升腾，他把切好的蟹肉和西瓜皮丢进锅中爆炒，再加点自己制作的粗盐翻炒几下，让食材更好的入味。起锅前又从石缝中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收藏的老坛酸菜面的佐料，手指捻动，轻轻撒上，诱人的鲜香扑面而来。一会儿后，王莽蹲在自己的家门口，一边吃着蟹肉炒西瓜皮，一边喝着新鲜现榨的西瓜汁。通过几天的努力，他终于吃上了炒菜，算是让他这个野人摸到了一点文明的尾巴。望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他思考着之后的打算。第一，他要抓紧每分每秒的时间升级，等达到5级后，就向沙滩的更远处进行探索。这座荒岛实在是太神秘了，他穿越过来这么久，也只在这片沙滩周围活动，他必须要走出去寻找其他人类的痕迹，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找到回家的路。第二，他要准备开始猎杀精英级以上的怪物，只有精英级以上的怪物才有可能爆宝箱，而从现在看来，也只有宝箱中才能出现各种装备和道具。他想要变强，想要找到回家的路，就必须要与这些强大的怪物不断战斗，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每天坚持学习华夏鼓舞秘籍。从这几天的学习看来，华夏鼓舞秘籍非常强，无论是其中的发力技巧，还是各种华丽的战斗方法，都可以开发人类身体中的潜能。他之所以在科技时代被淘汰，主要还是因为人类的身体太过脆弱，而在这游戏世界中却不同。在自己超人一般的身体素质下，华夏鼓舞秘籍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潜力。恐怖的肌肉身体再配合极致的华夏鼓舞秘籍，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适配。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决定除了狩猎怪物，他每天都会坚持不懈地练习华夏鼓舞秘籍。第四，他还是个处男，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以前上学的时候，他一直想把自己的第一次留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后来才发现第一次什么的都是浮云，只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就好了。在之后，他的思想境界又升华了，女人什么的只会影响他干游戏的速度。最近在这荒岛中待了10几天，他突然想通了，其实女朋友什么的都是浮云，因为这座荒岛上连个母猪都没有。叹了口气，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叽叽叽叽，
突然，他家门口的某处石缝中传来兴奋的虫鸣声，这让王莽双目瞪圆，青筋暴起。两只黑甲兽小情侣正躲在角落里做着快乐的事情。嘿嘿嘿嘿嘿！最近沙滩上出现了一个变态，每天晚上等他们开始做快乐的事情，就会被偷袭，所以没办法，他只能带着自己的小女朋友在白天来了。不过别说，还挺刺激的。他刚刚有些上头，突然就听到一声暴喝：“啊！给爷死！”一根巨大的鱼刺从天而降，两只黑甲兽小情侣被紧紧地串在了一起，他们终于永远在一起了。第23章巨型海蟑螂。当天晚上，沙滩上的黑甲兽小情侣们再次受到了某个单身狗的迫害，这导致一连几天夜晚的沙滩都安静异常。第二天一早，王莽只是觉得浑身舒坦，他收拾好装备就匆匆出了门。今天他马上可以升到5级了。狩猎，狩猎，狩猎！一直到中午，当最后一只大青蟹倒在他的脚下，一阵光芒在王莽身体上闪烁。叮！杀死大青蟹，经验加7，等级提升到 LV5。升级后，王莽就马上把5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体质上。打开面板，人物王莽，固有天赋无冷叠加，等级 LV5 21600，体质32左圆括号28加2加2右圆括号，精神8左圆括号6加2右圆括号，能量30左圆括号15加5加5加5右圆括号。技能1，初级肌肉强化，消耗5点能量，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 20%， 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5分钟。评分1颗星。技能2无，技能3无。看着自己高达32体质的面板，王莽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现在在普通状态下的身体素质就几乎是人类极限的3倍。如果叠加使用技能，小魔瓶可以叠加20次，自身的能量上限可以叠加6次，服用龙斑鱼的骨髓可以叠加12次。也就是说，如果把状态拉到极限，它可以叠加38次初级肌肉强化，让肌肉增幅达到恐怖 760%。在 760% 的肌肉增幅下，它可以短暂拥有27倍人类极限的超级身体。正常人如果肌肉太过发达，会给心脏带来巨大的负担，而且肌肉还会挤压内脏，且骨骼等也无法支撑。但初级肌肉强化不存在这些问题，它的增幅是全面的，没有任何副作用，它只会让身体全方位的强化。而在这强化到27倍人类极限的超级身体下，如果他再配合使用华夏古武秘籍，实力还会再次提升。恐怕到时候他一拳就可以打出接近100倍暴击，这样的威力一拳，甚至可以把坦克都打成肉饼。爽！王莽仰天一吼，这可比干游戏爽多了。望着远处的沙滩大海，他双眼一凝，变得坚定。差不多了，是时候开始对这座荒岛进行探索了。分解掉面前大青蟹的尸体，背上准备好的装备，他一路小心的前行，向着未知的地狱走去。这一片沙滩非常大，王莽刚刚穿越过来时，还以为自己来到了沙漠中。他一直向前走，小心点走了1个多小时，周围却还是沙地。一直到他翻过一块巨大的石头，前方才出现大片的礁石群。极力远眺，礁石群中不断有大青蟹到处爬行。相对于黑甲兽的领地，这里爬行的大青蟹体型更大，看样子大部分都是精英级别。在这些礁石缝中，时不时的可以看到大量的巨型海蟑螂到处爬行，而且这些礁石缝中还生长着大量的类似于海藻类的植物。海洋中也时不时有巨怪的尸体飘过来，搁浅在礁石中，成为了这些海蟑螂口中的食物。这片礁石群简直就是各种怪物的天堂。这海蟑螂也太大了吧！面包车一样大的海蟑螂，这要是放到蓝星，那不把人吓死？海蟑螂长得有点像西瓜虫，不过它们的爬行速度非常快，而且浑身还长着厚厚的甲壳。在蓝星，这玩意只有瓜子大小，但在异世界，它们每一头都有汽车大小。王莽趴在大石头上，这海蟑螂长得挺恶心的，他反正不会吃的，不过数量这么多，用来干经验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这些海蟑螂的实力怎么样。远处，一只10几米高的大青蟹在礁石群中爬行，它巨大的钳子猛地一夹，一只海蟑螂就被送入口中，吧唧吧唧，吃着很是美味。除了大青蟹以外，王莽还看见礁石群中时不时出现一种长腿的鱼，它们的鱼鳍进化的像人腿一样，2只大眼睛高高竖起，满嘴都长着像鲨鱼一样锋利的牙齿。它们比精英级别的大青蟹小1号，看上去只有8、9米高，但速度却非常灵敏，每一次跳跃都有几10米高。这些长腿鱼好像也是以海蟑螂为食，时不时可以看到它们正在大口咀嚼着海蟑螂的尸体。在王莽看来，这玩意比精英级别的大青蟹更难对付，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而且它们好像狼一样，是协同作战的，每次狩猎都是3、5成群。
王莽趴在大石头上，一直观察到傍晚，看天色不早了，他才匆匆离去。这片礁石群是个好地方，怪物非常密集，他决定明天就来这里干经验，顺便找几个合适的目标爆点宝箱。一直到太阳落山，他才回到自己的石头家。吃饱喝足后，他便来到一处空地，摆好姿势，挥拳，挥拳，挥拳。这荒岛中非常无聊，特别是在所有玩家都下线之后，所以没有任何娱乐项目的王莽只能不停练习华夏鼓舞。不过还别说，练久了还挺爽的，就和健身一样，当你习惯之后，那种挥汗如雨的感觉会让你觉得浑身通透。不过这也没办法，他最近巨型生蚝吃太多了，精力太旺盛，每天早上起来某个地方就浑身硬邦邦，再不运动一下真要把人憋死了。就这样一直挥拳到深夜，王莽才疲惫的睡下。第二天天刚刚亮，他就已经整齐待发。今天他终于要去开新地图了。老司机带带我，我要当海王。老司机带带我，我心涌狂放。王莽一边高兴的歌唱，一边踏上了他的征程。他在沙滩上拼命狂奔，扬起一路的灰尘。曾经他天天躲在石缝里，连门都不敢出，但现在他感觉这片天地无比广阔。很快他就来到了那片礁石群，找了个怪物比较少的地方，他就贴着石缝间摸了过去。随着不断接近，时不时的就可以看到几只海蟑螂从石缝间爬出，速度非常快。王莽停住脚步，就像一只耐心的猫。初级肌肉强化，随着技能使用，他的双臂膨胀了一圈，变得更加有力。跨步转腰，摆出投掷标枪最完美的姿势。嗖！一声刺耳的破空声划过，2米长的巨大鱼骨瞬间就把一只巨大的海蟑螂钉在了礁石上。但一根鱼刺还无法杀死海蟑螂，钉在礁石上的身体拼命挣扎着。嗖嗖嗖！又接连飞来几只巨大的鱼刺，终于把它完全固定在了礁石上。第24章外事12猛虎下山。丁，击杀海蟑螂，经验加4。丁，获得海蟑螂的背甲1个，获得虫肉6份。王莽点点头，经验还行。不过这海蟑螂的肉他可没什么兴趣，而且他现在空间背包中的怪兽肉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转手就海蟑螂的肉丢到了拍卖商城，换成了金币。说到拍卖商城，王莽之前研究了半天，发现它只有2个功能，一个是玩家可以通过拍卖商城来交易物品，另一个就是回收功能。杀死怪物后分解得到的材料其实可以通过拍卖商城回收，换成金币。而目前金币的作用只是方便玩家之间的交易，具体有什么作用还有待探索。不过他猜测估计会和他玩的手游网游差不多。把石壁上的鱼刺用力拔下，王莽再次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不过这一次他不准备再杀这些小垃圾了。他抬头望向前方，双眼微微眯起。一只10米高的大青蟹正在礁石缝中拼命挖掘，想把躲在缝隙中的海蟑螂抓出来。看着远处的精英级大青蟹，王莽把身子一弓，压低身子，开始在礁石群中不断穿行。他爬到高处，望着下方的精英级大青蟹，脸上露出贪婪而兴奋的表情。上次猎杀了2只，他已经有了经验，而且最近他又升级了，还初步掌握了华夏鼓舞的发力技巧，实力变得更加强大。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有强化。每1秒过去，王莽的身体就会膨胀1分。他早就把自己唯一的牛仔裤脱了下来，防止被自己突然巨大后的身体撑破。此时他再次化为一个2米多的肌肉巨汉，趴在礁石上，双腿弯曲叠加，像青蛙一样趴跪着，双手前倾，像老虎一样摆出狩猎的形态。他浑身庞大的肌肉群不断拉伸，变得极致紧绷。这一套爆发姿势是来自华夏鼓舞中的虎形门，他集中了全身上下几百块肌肉，让这些肌肉全部共同拉紧。这姿势既是模仿了百兽之王老虎的捕猎方式，也同时把人身体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让人可以在瞬间爆发出200%甚至300%的绝对爆发力。王莽的身体再次紧绷，所有的肌肉仿佛弓弦一样紧紧拉扯。在如此剧烈的影响下，他脚下的礁石纷纷崩碎，形成了如蛛网般的裂纹。华夏鼓舞秘技外事12猛虎下山。王莽趴着的身形上仿佛出现一只巨大的黑虎虚影，他狰狞咆哮，猛地从礁石上一跃而下。嘣！一声闷响，王莽像炮弹一样猛地击向大青蟹的树眼。他早就已经计划好了，还是老方法，先捅瞎他一只眼睛，再捅他的菊花，之后放风筝把他磨死。不过王莽完全低估了华夏鼓舞秘技的威力，在超越人类3倍身体素质的基础上，再几10倍初级肌肉强化的增幅下，这一招猛虎下山已经有了石破惊天之势。只是一击，恐怖的风压就席卷开来。
精英级大青蟹几十吨重的身体被狠狠压下，猛地砸向地面，让底下的礁石纷纷崩裂。只是一击，这只庞然大物的脑袋就已经被砸碎了大半，瞬间死于非命。丁，越级击杀精英级大青蟹，经验加137，获得白色随机宝箱一个。王莽看着眼前的一幕，有些不可思议，这就死了？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如此强大了吗？一时间他有些恍惚。华夏古武秘技，恐怖如斯。分解，巨大的精英级大青蟹化作流光消失不见。王莽收拾了一下，赶紧匆匆离开。他的小魔瓶已经用光了，必须先苟一下。不过他也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个角落处吃起了提前准备的蟹肉棒。能量这个属性很奇特，如果在自己饥饿状态下，能量消耗后几乎不会恢复，但只要开始进食，吃饱后，能量的恢复速度会明显加快。而食用越高品质的食物，恢复的速度越快。龙斑鱼的骨髓算是他目前手中最顶级的食材，只需吆喝一瓶，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瞬间恢复满能量，甚至溢出的能量还可以帮助小魔瓶加快恢复。但最近他用的实在太频繁了，已经只剩下最后30瓶，所以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目前是不会再使用龙斑鱼的骨髓，因为剩下的他准备作为底牌，以备不时之需。而除了龙斑鱼的骨髓，他目前最好的食材就是精英级的蟹肉棒。基本上吃3块10斤重的蟹肉棒，就可以在2个小时内恢复满30点能量。虽然很慢，但这已经是他目前除了龙斑鱼的骨髓外最快的恢复手段。而且他还有一件新手装备青铜戒指，效果是每10分钟恢复1点能量。在新手装备中，效果已经非常实用，让他恢复能量的速度快了很多。而小魔瓶的恢复输出就更加简单了，只要把各种怪物肉打碎，怪物肉中的能量就会快速溢出，把小魔瓶放在旁边，基本上3个小时就可以恢复满。也就是说，基本上3个小时一个循环，他就可以再去猎杀一只精英级别的大青蟹。现在还是早上，时间还非常充裕。他把小墨瓶丢到用史莱姆皮做成的袋子中，里面已经装满剁碎的蟹肉。在吃饱喝足后，他就又开始在周围猎杀海蟑螂。几个小时后，他再次偷袭了一只精英级别的大青蟹，不过这次他却没有获得宝箱。然后又猎杀了几个小时的海蟑螂，等能量恢复满后，他再次找到一只精英级别的大青蟹，这一只甚至更加巨大，至少超过了13米。不过他最后还是死在了王莽的偷袭之下，并报了一个白色品质的宝箱。如此往复，一直到天色有些发暗，王莽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自己家中。今天一整天，他至少猎杀了上百只海蟑螂和4只精英级大青蟹，狩猎技巧也变得越来越纯熟，而且华夏古武技也在实战中得到了蜕变。现在猎杀海蟑螂，他已经根本就不需要使用技能了，只是随手几个投掷，他就可以瞬间杀死一只汽车大小的巨物。并且今天他还获得了2个宝箱，顺带经验也涨了1节，不过离升级还差得远。回到家中，他搬起几块巨石把门口堵住，然后就屁颠屁颠地坐在床头。玩手游最开心的是什么？当然是抽卡。打怪最开心的是什么？当然是开宝箱。而现在就是开宝箱时刻。第25章疯狂猎杀。王莽兴奋地搓了搓手，在他面前已经放了2个白色品质的宝箱。打开宝箱，2道流光消失不见，面前已经多了几样物品。丁，获得装备大钱刀。装备大钱刀，种类武器，品质白色普通，属性体质加4，攻击力4-7，效果用大青蟹的钳子所制作的制式武器，锋利强化1级，评价1星半。丁，获得装备青毛。装备青毛，种类武器，品质白色普通，属性体质加3，攻击力4-5，效果用大青蟹的腿制作的长矛，锋利强化1级，评价1颗星。丁，获得速生的青椒种子3颗，种子速生青椒的种子，品质白色普通，效果种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开花结果，并产出10至30颗果实。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并可以再次种植。怪物的尸体血肉可以加速生长速度，评价1颗星。丁，获得1级经验书，种类经验书，品质白色普通，效果使用后瞬间获得100点经验值，评价1颗星。丁，获得蓝色小药丸技能书，技能书蓝色小药丸，种类生活技能，备注生活技能不占用技能槽，品质白色普通，效果消耗金币后使用，可以学会生活技能蓝色小药丸。消耗怪物肉和金币可以进行制作，根据怪物肉的品质
可以获得不同品质的蓝色小药丸，最高评分不超过2颗星，评价1星半。王莽看着面前的物品，还算比较满意，都能用，没有特别废物的物品。2把武器只能说属性一般般，不过形状趁手，比斧头好用很多。经验书就不用多说，他当场就直接使用，经验值小小的涨了一波。再拿起速生青椒的种子，他两眼泪汪汪，小心翼翼。终于又开到种子了，而且还是辣椒，是他最近足够努力，把老天爷都感动了吗？他取出一粒种子，屁颠屁颠的就跑到了西瓜苗旁边。这里他开垦出一块小小的田地，阳光非常充足。他小心的把青椒种子埋在土里，并取出一块蟹肉，切成小块，埋在种子周围。如果快的话，他估计明天晚上就可以吃到青椒炒肉了。这简直比猎杀一只精英级的大青蟹都让他开心快乐。哼着小调，他拿起最后的蓝色小药丸技能书，好奇的看了看。这玩意他还是第一次开出来，不过这名字有点不正经，蓝色小药丸不就是壮阳药吗？他王莽需要用这玩意？需要吗？这荒岛上不要说女人，就连纸片人女朋友他都没有。这样一想，他就觉得自己挺悲哀的，连吃蓝色小药丸的机会都没有。这蓝色小药丸完全就是废物，狗屎。不过想了想，毕竟是从宝箱中开出来的第一本技能书，学一学也无所谓。他点击使用，结果系统提示要消耗1000金币。于是他把空间背包的黑甲兽壳、虫肉，还有一些低级材料全都卖给了拍卖商城，换了3000多金币。一道流光闪过，技能书化作点点星光冲入王莽的身体中。叮，技能书使用成功，获得生活技能蓝色小药丸。生活技能蓝色小药丸，制作材料全品类怪兽肉。技能效果消耗一定量的怪兽肉还有金币，可以获得等量的蓝色小药丸。蓝色小药丸服用后可以缓慢回复一定量的能量值。什么情况？王莽看着技能介绍，整个人突然一愣，这蓝色小药丸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是回蓝药。看到简介的一瞬间，他突然感觉自己已经被幸福包围，这不正是自己所缺的吗？他赶紧拿出一块怪兽肉，开始使用技能制作蓝色小药丸。叮，制作成功，金币20，获得2颗蓝色小药丸。药剂蓝色小药丸，品质白色普通，效果服用后60秒内恢复10点能量，重复使用效果可叠加，最多可叠加3层。评分1星。真的是回蓝药剂，虽然只是白色品质，但是这效果也很不错啊。如果叠加3次使用，1分钟他就可以把能量回复满，这速度已经相当快了。他打开空间背包，除了留下一些备用的食材，其他的怪兽肉都被他制作成了蓝色小药丸。看着手中上百颗蓝色小药丸，王莽不自觉的嘴角上翘，露出嘿嘿嘿的笑容。爽，起飞，哈哈哈！在少年的兴奋中，很快夜幕就降临。第二天，王莽又早早的起了床，天才刚刚亮，他就已经全副武装来到了礁石群旁。昨天晚上，他还发现了蓝色小药丸的另一个用法，就是把它直接丢到小魔瓶里，只需要几颗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把小魔瓶恢复满能量。昨天自己狩猎精英及大青蟹，还需要等3个小时恢复能量后才能狩猎一次，但今天最多不超过3分钟，他就可以通过蓝色小药丸把能量全部恢复满。这蓝色小药丸让他的续航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今天解决了能量回复问题，他已经对那些海蟑螂没有了丝毫兴趣。他的目标只有那些精英级别的巨怪，站在礁石群中极力远眺。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只合适的目标，一只10米高的精英级大青蟹正在礁石中翻找海蟑螂。他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个恐怖的敌人盯上了。杀怪，睡觉；杀怪，睡觉；杀怪，睡觉。就这样一直过了3天，王莽终于升到了6级。一只10几米高、几十吨重的巨大青蟹缓缓倒下，扬起一片灰尘。很快，一个白色的宝箱就漂浮在空中。王莽看了一眼，无动于衷。连续高强度的刷怪已经让他有点麻木，即便爆出了白色品质的宝箱，他也完全没有了一开始的兴奋。收拾好东西，才刚刚中午，他就走上了回家的路。第26章，可怜的王莽。回家，起锅，给自己做上一份美味的食物，再榨了一杯西瓜汁。王莽坐在自家的房顶上，面朝着大海，一边吃着青椒肉丝，一边想着心事。最近他除了猎杀精英级怪物外，也在周围不断进行探索。沿着海岸向右走，就是海蟑螂们生活的礁石群；沿着海岸往左走，几块山一样的巨石挡住了去路。而往岛中心走，1个小时后就会出现大片的原始森林。那遮天蔽日的高大树木遮挡住阳光，密密麻麻的树根凸起，相互盘结，形成了一幅阴暗而诡秘的荒野巨林。
当时王莽站在远处，每当自己想踏进森林时，心跳就会突然加速，浑身的汗毛就会竖起。这座巨木森林中绝对藏着大恐怖。他没有进去，只是在远处观望许久，便退步离去。他还是太弱小了，以他现在的实力，森林是万万不能进去的。吃完饭，从巨石上跳下，然后一路来到自己的小窝中，猎杀了几天精英级怪物，宝箱爆了不少。最近他又开出了一些速生种子，房间内的小田已经扩大了不少，种满了6、7种蔬菜水果。他从菜地撇下一根大黄瓜，便急匆匆地躺在了床上，打开面板中的聊天群，所有群友的头像都已经暗淡，他们不是死了，就是已经下线回到了蓝星。上次过了7天才会上线，要是不变的话，再过3天他们应该就会上线了。不知道那小子靠不靠谱，有没有把我的话转达给我老爸老妈。之前他在聊天群和群友们吹牛时，还真的给他交到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卖他5包老坛酸菜面店一个胖子，叫张翔。在告知了对方自己的情况后，王莽开出一根蓝色品质鱼刺的报酬，让他帮忙联系一下自己的父母。想起自己的家人，他不由叹了口气。虽然张翔当时答应的信誓旦旦，但他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如何。不过应该是没问题，毕竟鱼刺可是出自百米巨怪的蓝色材料，在目前的玩家中绝对是属于最顶尖的宝物。躺在床上，王莽一边吃着黄瓜，一边逛起了论坛，开始学习各种荒野求生知识。这座荒岛中太无聊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这个曾经的学渣都被迫去自主学习了。这要是给他爸妈知道，怕是要喜极而泣，去庙里还愿了。哎，也不知道我爸妈收到我给他们写的信没有。此时蓝星无人山区玄山超能者高校，陈校长坐在办公室，手上拿着一块大大的石板。他推了推眼镜，不确定的再次确认：你是说有一个玩家被困在了游戏世界？这是他给他爸妈写的信？张想点点头，他揉了揉自己肉嘟嘟的手，回答了：对，我一开始也不相信，但我按上面石板的电话打了过去，还真是他爸妈接的电话。说到这里，张翔怜悯地摇了摇头，在那个满是怪物的世界，到处都是危险，他在那里苟3天，还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休整1个星期，而且这边华夏国还会给他们特训，给他们很多物资上的协助，还帮他们升级。而这王莽真是个倒霉蛋，被困在了恐怖的荒岛中，搞不好现在已经饿得瘦骨嶙峋，天天靠喝自己的尿为生。唉，真是太可怜了。他还骗我说给我什么蓝色品质的材料，他肯定是怕我不联系他的父母，才故意这样骗我的。下次回去要是他还活着，什么报酬之类的，我也不会找他要，就当做点好事吧。张翔叹了口气，这样一比较，他感觉自己还是挺幸福的。陈校长看着石板中的信息，神色变得严肃。人老成精，他可没有年轻人那么好骗。游戏世界突然入侵现实，这背后一定有大阴谋。这块石板虽然有可能真的是某位玩家所写，但也可能是怪物的陷阱，或者说这可能是某种怪物把玩家吞噬之后抛下的鱼饵。陈校长拿起旁边的电话，拨通号码：王少将，我这里发生了一起特殊事件，恐怕需要您的协助。很快一道消息就来到了826秘密基地，李勇和一群专家围坐在一起。此时王莽连同他的祖宗18代所有的信息都出现在大屏幕上。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应该是有玩家真的被困在了游戏世界中。一位国内知名的心理专家缓缓开口，他看完王莽从小到大写的作文和日记，可以非常确定这石板中的内容就是他本人亲自书写。李勇也点点头，这字写的还真一般，看来平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另一位专家缓缓开口，虽然已经可以确定真的是玩家，但我们也不能排除他已经被某种稀有的怪物寄生。不过他这种情况倒是极为特殊，我认为有必要单独成立小队，对这位玩家进行实时跟踪。复议。不过游戏世界危险程度极高，他又没有现实世界的物资协助，我恐怕他坚持不了多久。这句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这少年还只是个孩子，他本来应该在校园里享受着恋爱的生活，可现在他却要在满是怪物的荒岛中独自面对各种危险，真的是太可怜了。其中一位女性专家已经偷偷地抹起了眼泪，这孩子和自己的儿子一般大，他现在一定躲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没有食物，没有水，饿得瘦骨嶙峋，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她无助地蹲在角落里，眼中写满了祈求，眼光中只剩下微弱的光芒，渴望有人带她回家。这孩子现在一定很害怕吧。一只青色的长矛从天而降，速度已经超过了音速。噗！一声闷响，5、6米的大青蟹就被长矛穿透，一命呜呼。他旁边的几个同伴双眼竖起，看着前方，眼中满是惊恐之色。比利，这个可怕的2腿怪物又来了。第27章
长脚的鱼，跑跑跑！可惜大青蟹们的反应还是太慢，几根巨大的鱼刺从天而降，瞬间就把它们全部钉在了地上。大青蟹足！周围几只海蟑螂看到如此景象，头上2根触角飞速旋转，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只两脚怪这么小只，为什么它这么强？巨大的恐惧涌向海蟑螂们的心头，瞬间就一哄而散。王莽哼着小调，把几具大青蟹的尸体分解掉。随着他这几天疯狂的猎杀，周围的怪物好像都记住了他的身影，只要自己一出现，他们就疯狂逃窜，比兔子都快。就连精英级别的大青蟹见到自己都会绕着走，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大青蟹见到自己恨不得追他3条街。看了眼天色，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他收拾好装备，踏上了回家的路。刚刚到家门口，门缝中就爬出一个小东西，一只藏獒大小的小青蟹爬了出来。他看见王莽后，身体高兴的摇摆，嘴里不断发出哔哩哔哩的泡泡声。王莽看着他像小狗一样的模样，觉得有趣，从空间背包甩出一块虫肉，笑着说道：蟹老大，你长得挺快的呀，这半天不见，你好像又胖了一圈。小青蟹飞快地爬了过来，一口接住虫肉，开心地吃了起来。这只小青蟹是他第一次猎杀精英级大青蟹时所给的青蟹卵，一直孵化了好几天，昨天晚上终于破壳而出。王莽平时在荒岛中一个人挺寂寞的，想了想，就把这小家伙留了下来，就当养了条狗，反正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也不缺他一口吃的。回到家中，看了看自己的菜园子，菜地中已经硕果累累，各种蔬菜水果挂满了枝头，这些可都是他的宝贝，在这异世界中难得可以吃到家乡的蔬果。摘了点蔬菜，然后起锅做饭。在他忙碌的时候，小青蟹就紧紧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他2只树眼高高举起，一脸的好奇。青椒炒蟹肉，西红柿生蚝汤，再从菜园中摘下一个大西瓜，这就是他今天的晚餐。拿出2个大大的贝壳碗，把所有的食物一分为2，然后王莽就带着蟹老大蹲到了家门口，一边吃着难得的美食，一边望着远处一望无际的大海。也不知道老爸老妈收到信没有，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这个乖儿子被困在这荒岛中，再也不能回去了，恐怕会喜极而泣，马上准备生3胎吧。他那中2的妹妹也一定会高兴的大喊：废物老哥，我终于不用给你养老了。虽然以前和他们相处的都挺不愉快，不过在这荒岛中待久了，却不知怎么有点想念他们。揉了揉被海风吹红的双眼，想那么多也没用，等自己在这个游戏世界升到满级，然后一刀999亿，直接破碎虚空，然后就回去吓他们一大跳。哈哈，到时候他会坐着万米巨兽，身穿暗金色的战衣，在高空中俯视他们，然后说：老爸老妈，我都成神了，你们怎么还在天天吵架？然后再轻蔑一笑，冷哼一声：我愚蠢的妹妹啊，你高贵而帅气的哥哥又回来了。巨石下，少年面朝大海，他时不时地露出快乐的傻笑。旁边的小青蟹举着贝壳碗，围着他开心地转圈，无忧无虑。哈哈，我到时候一定要想个帅气的姿势，亮下他们的狗眼。哈哈哈。喂，蟹老大，到时候我也把你一起带回去，让你看看我妹妹有多中二。次日，王莽早早起床，来到荒岛中后，他发现他的生活变得极其规律，每天天一亮就自动起床，而且他眼睛的近视也好了，消瘦的身体也长得浑身都是肌肉，甚至身高都长了1截。掀开衣服，8块腹肌棱角分明，和那些健身房里练出来的肌肉不一样，他身上的肌肉更加和谐匀称。他整个身体就像强化版的李小龙，看上去精壮且非常灵活，还拥有超强的爆发力。而这还只是他常规下的普通形态。起来吃了个早饭，他就开始收拾装备，准备出发，开始今天的狩猎计划。最近天天猎杀精英级的大青蟹，导致大青蟹们都变得极为机警，已经很少出现在礁石群中，所以今天他决定换一个狩猎目标。这次他盯上了礁石群中的两脚鱼。据他最近的观察，这些两脚鱼是两栖动物，不但在陆地上跑得飞快，在水中的速度也非常惊人。它们没有大青蟹坚硬的外甲靠，防御力不强，但它们的感知比大青蟹更加灵敏，速度也更快。昨天他就尝试猎杀了一只，不过最后偷袭失败了，追了2里地才把它给杀死。虽然最后还是斩杀了，但追逃过程中消耗了自己大量的蓝色小药丸，非常不划算。所以今天他决定换一种狩猎方式。在一片礁石群上，巨大的鱼头探出水面，一只巨大的两脚鱼爬了上来。它身高8、9米，体长超过15米，浑身长着厚厚的黑色鳞甲，2只眼睛非常大，而且像蜗牛一样高高凸起。它猛地一跃就跳出几10米高，一口就咬住了一只海蟑螂，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有些奇怪，今天这海蟑螂有点笨笨的，居然一点都不会闪躲。吃完之后还有些意犹未尽，
他回头一看，一块礁石后还躺着一只肥美的海蟑螂，而且一动不动，两只长眼睛高高竖起，满是贪婪之色。回头看了一眼陆续上岸的同伴，这次他决定吃独食，不和这群基友们一起分享了。他迫不及待的一跳，就向海蟑螂咬去，结果刚刚咬住，一根锋利的长矛猛地戳下，把他的下嘴整个钉在了地上。嗷呜！两脚鱼痛苦的大吼。只见从海蟑螂背后走出一个奇怪的小虫子，它也长着两条腿。王莽嘴角一翘，手中多出几根巨大的鱼刺，嗖嗖嗖，2米长的巨大鱼刺像标枪一样猛地射出，瞬间就把面前的巨物扎成了刺猬。第28章修行。丁，击杀精英级两脚鱼，经验加130，获得白色宝箱1个。丁，获得鱼肉108份，获得鱼油21份。还不错，居然出了个宝箱。把宝箱收好，王莽就迅速离开。这些两脚鱼都是小团体狩猎，恐怕马上就会赶过来了。一直狩猎到天色昏暗，再次击杀了8只两脚鱼和上百只海蟑螂后，王莽才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礁石群。回到家后，他盘点着白天的收获，一共爆了3个白色宝箱，还有大量鱼肉和鱼油。宝箱开出来还是老样子，一些白板装备，几本经验书，还有些矿石材料，平平无奇。鱼肉倒是个好东西，他已经好久没有吃鱼肉了。鱼油也是个好东西，不但可以用来做油灯，还可以拿去炒菜。起锅做饭，吃饱喝足了后，王莽就开始了每日的日常修行华夏鼓舞。他站在一处空地上，扎着马步，不断的挥拳，1拳、100拳、1000拳。嘿，哈！小青蟹围着王莽，双眼好奇地看着。他不知道主人到底在干什么，但他觉得这好像很好玩。于是小青蟹认真地站在王莽身后，8条腿小心地站好，也模仿着王莽的样子，不断地挥舞着自己的大钳子。哔哩哔哩哔哩，太阳落下，夜幕降临，池中的少年和小青蟹正在挥汗如雨。而此时，华夏国826秘密基地，巨大的会议厅中已经坐满了上百人。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112座超能者高校，大部分玩家已经被收容。潜龙计划已经正式开始进行，已挑选出16861人，其中等级达到3级的已经有6人，等级达到2级的已有582人，完成首杀的玩家也超过了 60%， 但也存在很大一部分玩家，他们无法突破第一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斩杀任何一只怪物。会议在场人全部都皱起了眉头，这数据并不是很理想。顿了顿，报告声继续响起。据目前的数据统计，所有玩家中觉醒4星天赋的有1322人，觉醒5星天赋的只有18人。按照计划，这些人我们全部已经重点关注，同时给了一定的资源倾斜，帮助他们成长。目前国际的局势更加恶化，上面已经决定开始封锁边境，进入最高战备。突然有人开始发问，那些异世界的怪物现在收容了多少？据数据统计，目前大概已经收容了 70%， 剩下的大部分都躲进了深山老林，还在搜查中。还有2天，玩家将再次进入游戏世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对他们进行求生培训，不能再让他们这样死下去了。复议，复议。深山中，玄武山超能者高校，张小龙正在训练室里挥汗如雨，他手中拿着一把杀猪刀，眼神坚毅，不断的挥砍着。这几天通过潜龙计划的帮助，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 LV2， 实力变强了很多。昨天在特种兵部队的火炮帮助下，他苦苦奋战了1个多小时，终于把那只5-6米高的大青蟹斩于刀下。这次斩杀让他变得信心十足，对怪物的害怕也少了几分。最近他都在不断练习华夏古武术，想学习一门刀法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华夏的古武秘籍对他来说非常适配，因为他觉醒的天赋是3星天赋，五感强化。这天赋不但可以增强他的五感，还可以让他更快地掌握华夏古武秘籍。同时在实战中，五感强化也可以发挥出惊人的潜力。可以说他这个能力如果开发得好，再配合华夏古武，甚至不比4星天赋差。陈校长看着不断挥刀的张小龙，满意的点了点头。张小龙26岁，16岁就跟着父亲杀猪，有着10年的杀猪经验。他进过2次局子，一次是因为扶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被人讹了；另一次是在网上举报黑心加工厂，结果反被人告上了法庭。他的天赋五感强化，极具潜力，而且最重要是他的品行端良，简直就是潜龙计划最合适的候选人。陈校长推了推眼镜，他非常看好张小龙，只有像他这样心怀正义之人，才有可能在获得超人般的力量后，还愿意为普通人挺身而出。陈校长回头看了一眼在一旁摸鱼的张翔，摇了摇头。张翔18岁，觉醒的是2星天赋能量脂肪，天赋还算不错，但是人却不太行，胆子不大，又怕吃苦，
天天就只会拿着几本二次元贴画，不停地喊啊，老婆，好漂亮，老婆，亲亲，简直不知所谓。以前这张翔还是个帅小伙，现在因为天赋原因变成了个200斤的大胖子。本来他是没有资格参加乾隆计划的，但由于他带回来一块特殊的石板，上面才破格让他加入了乾隆计划。陈校长再次拿出那块石板，看着上面写的内容，一位被困于游戏世界的玩家，这非常有研究价值。不知道这王莽现在升到了几级，实力怎么样？丁，越级，击杀精英级两角鱼，获得经验129，获得白色宝箱一个，等级提升到 LV7。王莽看着面前的宝箱，心中毫无波澜。最近这玩意爆的太多，他已经没有当初开宝箱的快乐了。估计现在只有更高级的宝箱才能让他欣喜若狂。打开面板，看着又多出来的5点自由属性，考虑很久后，他还是全部加了体质。能量可以通过各种物品进行恢复，但是体质的增加方式却非常单一。所以前期他准备把所有的属性都加到体质上，让自己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不断提升实力。分解掉面前怪物的尸体，收拾好装备，王莽正准备寻找下一个目标。突然，整个礁石群都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阵阵巨大的撞击声和冲击波一起从远处传来。王莽眉头一皱，几个跳跃就来到一处高地，极力远眺。只见在数公里外，2只100米高的恐怖巨物正在剧烈的厮杀。第29章兽潮。我这是来到怪兽世界了吗？该不会等一下突然蹦出个奥特曼吧？王莽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一幕，即便隔得很远，他也能感知到2只巨物恐怖的破坏力。其中一只便是当初见到的100米高黑色巨猿，另一只则是体型同样庞大的金色穿山甲。它们2个好像山岳一样，不停碰撞在一起，打得土石飞裂，地动山摇。周围几百米高的巨树纷纷倒塌，躲在树林中的小型巨物们都四处逃窜。很快，森林中就掀起了一阵怪兽潮，向四面奔腾。而有一群怪兽潮正朝着沙滩而来，森林的树木不断晃动，越来越剧烈。王莽心中一紧，他突然有非常不好的预感。从巨石上跳下，开启3倍肌肉强化，他的身体像猎豹一样猛地冲了出去。森林里的怪兽可不比沙滩，那里面每一只都极度危险。王莽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中，开启10倍肌肉强化，搬起几块巨石就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然后他爬上房顶，透过缝隙望着外面的一草一木。几分钟之后，果然，森林中大量的怪兽逃到了海岸边。10米、15米、20米，甚至还有30米的巨怪都冲出了森林。一时间，整个沙滩热闹无比。在森林中还有巨树作为遮挡，但是在沙滩上，所有的怪兽都一览无遗。突然，几只30多米的巨怪猛地回头一扑，便咬死了身旁的几只怪兽，大口的吃了起来。而这就像导火索，杀戮很快就开始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吃更小的，一时间鲜血染红了沙地。之前在沙滩上横行的大青蟹们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王莽还看到几只躲在了自己家周围，正在瑟瑟发抖。这场杀戮一直持续了2个多小时。高级的捕食者吃饱后就开始对着周围撒尿，圈定着自己的领地。弱小的怪兽一部分被吞噬，一部分则逃到了森林边缘，通过树林隐藏着自己。而王莽家周围也被一只20多米的怪兽圈定为了领地。他趴在一块巨石上，吃饱喝足，警惕地看着周围。附近没有森林的掩护，让常年生活在森林中的他极度没有安全感。远处100米巨兽的碰撞还在继续。这2只100米巨兽的体力极度夸张，即便已经战斗了数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打得越来越剧烈。而周围所有的森林都仿佛被地龙翻身，树木倒塌，山石崩裂。王莽看着这恐怖的一幕，心中暗暗庆幸，幸好这2只怪物没有往这边打过来，不然自己恐怕就成了巨人脚下的蚂蚁，被踩死都无人知晓。太阳缓缓落下，黑夜来临，远处的战斗还在继续着，这注定不是一个平静的夜晚。王莽躲在自己家中，甚至把自己的菜田提前收割，让它们都变回了种子。他趴在房顶的缝隙中，没有丝毫睡意，只要情况一有不对，他就马上准备跑路。在这种危险的时刻，他突然有些庆幸，幸好他只是一个1米8几的小不点。在外面满是巨物的情况下，他这种小虾米估计连被塞牙缝的资格都没有，也不会有巨物对他感兴趣。随着夜晚的降临，之前平静的沙滩上又出现各种吼叫声。在夜幕中，杀戮恐怕再一次开始了。无数的巨兽吼叫，有痛苦，有兴奋，还有鲜血喷洒的声音。就这样，一直到了第2天，太阳刚刚升起，金色的阳光洒落，只见沙滩上到处都被染成了黑红色，偶尔还能看到碎裂的尸体和内脏被丢在角落里。2只100米巨兽的交战终于已经停止，远处的森林已经被打得破烂不堪。王莽也不知道最后是谁胜利，
不过这也不是他能去参与的事。此时他正趴在自家房顶的巨石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眼中满是贪婪之色。他门口那只接近20米的巨怪受伤了。在昨天晚上，他家门口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2个多小时。虽然最后还是他家门口的这只怪兽获得了胜利，但他同时也受了不轻的伤。他的脖子一直到胸口被撕裂开一道巨大的伤痕，腿也断了一只，连行走都变得十分困难。此时这只怪兽正趴在一块巨石旁，不停地舔舐着自己的伤口。随着森林的战斗结束，沙滩上的怪兽陆陆续续回到了森林中，但是这只巨怪却没有走，它伤得太重了，此时回去森林恐怕会沦为其他怪兽的食物。他准备留在沙滩上吃完昨天的战利品，等恢复好了之后再回森林。很快沙滩又恢复了平静，大青蟹们陆陆续续地从角落中爬了出来，他们来到沙地中清理着散落的残破尸体碎块，当着一群合格的清洁工。每当有大青蟹来到王莽家周围时，都会警惕地倒退离开。即便这只接近20多米的巨怪已经受伤，但它恐怖的气势也不是大青蟹们敢惊扰的。大青蟹们不敢，但是他王莽敢呀！天天只抱一些白色宝箱，他早就已经受够了。玩游戏就是要打最牛逼的怪，抱最稀有的装备，泡最美的女网友。这荒岛中好像没有女人。唉，这真是个伤心的故事。自己在装逼时，旁边要是没有一个嗲嗲的妹子喊着666，他总觉得缺少了很多趣味。算了，女人只会影响他出拳的速度，还是打怪爆装备最让人爽了。王莽的眼神再次变得坚定。如果正面和20米级别的怪兽对战，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目前没有恢复生命手段的方式，贸然去挑战这样强大的怪物，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但今天这只怪兽可是受了重伤，他有非常大的把握把这只怪兽永远的留在这里。王莽观察了许久，随着不断吞噬战利品，这只怪兽的伤口正在快速恢复中，恐怕最多1-2天他就可以恢复到全盛时期。不能再等了，他决定现在就动手。只要杀死这只怪物，他一定可以得到更高级的宝箱，然后变得更加强大。第30章飞天肌肉虎身。王莽低头，身形后退，慢慢的引入石缝的阴影中。狩猎现在开始。这只20米的怪兽长得像只巨大的青蛙，它的眼睛非常大，而且还会像蜥蜴一样不停旋转。它全身长着厚厚的角质层，头上还隆起着几对犄角，双腿的肌肉特别发达，一跃就可以跳出100米之外。和普通青蛙不同，它嘴上长满着锋利的碎齿，一口就可以把坚硬的岩石咬下来大块，恐怕连钢筋在它的大嘴中都会变成辣条一样被轻松咬断。此时它正趴在一具巨大的尸体上，不断的啃食，这是他昨晚的战利品。就在他吃得最开心时，一道微小的身影正爬上巨石，向他的头顶缓缓靠近。王莽全副武装，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还是决定像击杀精英级大青蟹一样，先从头顶偷袭，最好是能先弄瞎这具蛙的一只眼，然后再爆他的菊花。就这样缓缓爬了10几分钟，王莽终于爬到了巨蛙头顶的一块岩石上。他刚刚伸头往下望去，只是这么轻微的动静就瞬间惊动了巨蛙。他的感知比王莽想象中的更加敏锐，2只巨大的蜥蜴眼飞快转动，一下子就盯住了王莽所在的方向。巨大的头颅缓缓转动，一排排尖锐的恐怖利齿展示在王莽的面前。王莽此时双眼大睁，整个人僵硬在原地，他全身的汗毛统统竖起，额头也冒起了冷汗。太强了，他和大青蟹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怪兽。虽然他的体型只比精英级大青蟹大了1倍，但是他那周围恐怖的压迫感就仿佛已经凝结成了实质，把王莽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一人一怪就这么四目相望。良久，巨蛙歪了歪头，他对王莽这样的小不点完全没有兴趣，估计又是某种捡拾碎屑的小虫子罢了。巨蛙低下头，完全没有把王莽当一回事，继续开始啃食面前的怪兽尸体。随着巨蛙的视线移开，王莽才大喘一口气。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全身颤抖，就好像他已经被巨蛙的一个眼神给吓傻了。这种感觉真是太刺激了。王莽猛地抬头，眼中满是兴奋之色。他身体的肾上腺素飞速飙升，脸色都因为兴奋而有些潮红。这让他想起了以前刚刚玩游戏时通关终极 BOSS 的兴奋，让他想起了以前玩竞技游戏时五杀的快感。随着年龄的增长，游戏玩得越来越多，他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异样的感觉了。这只巨蛙恐怖的压迫感并没有让他害怕，反而让他跃跃欲试，心中的斗志被完全激发。他可是王莽啊，只要他够莽，他就谁也不怕。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王莽的身体急速膨胀，每一块肌肉都像气球一样不断变大。小魔瓶使用，石斑鱼的骨髓使用，蓝色小药丸使用。初级肌肉强化46倍，
肌肉增幅程度 920%。此时再配合他高达40多点的基础体质，他已经超越了人类极限的40多倍，成为了真正的肌肉怪物。而这还不是他的极限。王莽的身体趴伏着，双手前伸，双腿弯曲，他摆出猛虎下山的姿势，一块块肌肉高高隆起，不断的拉扯紧绷，那密集的肌肉块聚集在一起，仿佛形成了云一样的纹身。特别是在他的背后，这些肌肉不断交结缠绕，形成了好像翅膀一样的纹理。远远看去，就好像一块巨石上趴着一个满是肌肉、长着翅膀的恐怖老虎。肌肉强化 920%， 超越人类极限40多倍的身体素质，再配合华夏古武秘籍的极致美感，这就是王莽此时的最强形态。飞天肌肉虎身！嗷呜！王莽一声大吼，嘴中竟然传出一声猛虎般的咆哮。华夏古武秘籍外释12猛虎下山，被他发挥到极致，让他仿佛一只惊天巨虎从天而降。这恐怖的威势瞬间就让下面的巨蛙睁大了双眼。他猛地回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嘣！巨大的爆响响彻天际，恐怖的冲击波席卷而来。这一击直接就把巨蛙的整个头都打进了肚子里，鲜血仿佛喷泉一样映红了大地。20米高的恐怖巨怪，卒！丁，击杀精英级大嘴蛙，获得经验1156。丁，越级，击杀精英级大嘴蛙，奖励蓝色品质随机宝箱1个。丁，分解获得蛙肉310份，坚韧的腿筋2条，大嘴蛙的牙15颗，大嘴蛙的眼球2颗。蓝色的宝箱缓缓漂浮在空中，散发着诱人的蓝光。王莽兴奋地看着，感受的刚刚畅快的一击，实在是太爽了。爆出蓝色宝箱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击杀这种恐怖巨物带来的成就感，这可比通宵攻略游戏 BOSS 爽多了。征服巨兽，这才是男人的浪漫。当那几十米高大怪物的巨大身体缓缓倒在他脚下时，他感觉到了杀戮和征服的美妙味道。而杀死怪物后爆出的宝箱，更是让这份美妙上升到了极致。打开宝箱，光华散尽，面前只剩下几个物品。丁，获得蓝色装备大嘴蛙的鞋子。装备蛙之鞋。种类防具。品质蓝色精良。属性体质+8，能量+5。效果1，穿戴后跳跃能力增加 20%。效果2，每10分钟可以储存1次蓄力跳，使用后可以让下一次跳跃能力增加 50%， 最多可以储存3次蓄力跳。评价2星半。丁，获得1级经验书5本。种类经验书。品质白色精良。效果使用后瞬间获得100点经验值。评价1颗星。丁，获得血灵果的种子1颗。种子血灵果的种子。品质蓝色精良。效果种下后可以长出血灵树，血灵树成熟后每个周期可以产出3至5颗果实。服用血灵果可以恢复少量生命力并恢复伤势，在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可以再次种植。怪物的尸体血肉可以加速生长速度和产果速度。评价2星半。第31章谢老大。丁，获得技能书小火球。技能书小火球。种类通用技能。品质白色普通。效果消耗10点能量可以释放1颗威力不错的小火球，每1点精神属性可以提升小火球 1% 的伤害，最高提升 400%。技能施法延迟1至3秒，冷却时间15秒。评价1星半。王莽搓了搓手，兴奋地看着这些装备。蓝色宝箱果然不同凡响，他感觉这些都是好东西。5本1级经验书他直接就使用掉了，经验涨了1小节。蛙之鞋也直接套在了脚上，这可是蓝色精良级，评价2星半的好装备。这是他身上除了小魔瓶外第2件蓝色品质的装备。穿上鞋子后，他又拿起那颗闪闪发光的种子。之前他开过很多白色宝箱，也出过不少种子，不过都是白色普通品质。而所有的白色种子都只是一些蔬菜瓜果，除了生长速度快，没有任何超凡特性。但这棵血灵树的种子却不同，简介中居然告诉果实可以恢复生命值，这可是他目前最缺的东西。在荒岛中狩猎这么久，他从来都是小心谨慎，不敢冒险，因为在这荒岛中受伤是非常危险的事。小心翼翼地捧着种子，王莽屁颠屁颠的就跑去到了自己的小菜园，把菜园清理出阳光最好的位置，然后小心点把血灵树的种子种下，再取出数块大青蟹的肉，切成小块埋在土壤周围。埋好种子后，他又细心地撒上清水，最后才拿起那本技能书。看着手中的技能书小火球，他有些犹豫。要是在刚刚穿越来荒岛中时，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学习这个技能，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太弱小了，需要抓住每一分力量来不断提升自己。但现在这本技能书即便学习，对他的提升也非常有限。他的天赋是
无冷叠加，被动技能，释放技能时没有冷却，且释放技能的状态效果可以持续叠加。这被动天赋除了释放技能没有冷却外，还可以把释放的技能效果持续叠加。如果学习小火球，它虽然可以没有冷却的释放技能，但如果小火球的威力一般，即便可以释放再多，也不可能让它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像一颗子弹无法突破坦克的防御，那即便是同时可以释放100颗子弹，也还是无法突破坦克的防御。所以这小火球技能对于他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反而像初级肌肉强化这种持续状态型技能，才与他的天赋更加匹配，可以让他造成恐怖的暴击。把小火球的技能书收到空间背包，这技能书他暂时不会使用，反正他也不缺那点伤害。现在看来，这技能书的报率真的非常低，而且恐怕只有蓝色宝箱中才有一定的几率出现技能书。不过王莽并不担心，以他现在的实力，蓝色宝箱什么的都会有的。刚刚的一场战斗让王莽身体的能量全部消耗完，肚子现在饿得咕咕叫。起锅切肉，又在菜园里摘了些蔬果，他便开始给自己准备中饭。小青蟹屁颠屁颠的跟在他身后，嘴里哔哩哔哩的吐着泡泡。王莽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道：谢老大，这一天不见，你怎么又带了一圈？他从案板上切下一大块肉，丢到小青蟹面前，然后指了指旁边的菜园。谢老大，你看见那片菜园没有？以后你就守在旁边，保护好咱家的菜园，特别是中间那棵血灵树，要是它少了颗叶子，我就回来把你清蒸了。哔哩哔哩哔哩。谢老大的眼睛一缩，他和王莽是主仆关系，有着一道精神联系，所以他完全听得懂王莽想表达的意思。他赶紧叼起王莽给下的肉块，一溜烟的就跑到了菜园周围，雄赳赳气昂昂的开始了巡逻。他还只是个小宝宝，可不想被清蒸了。吃饱喝足后，王莽就又收拾装备出了门。他来到礁石群，此时的礁石群已经一片狼藉。昨天大量的森林怪兽来到这里，大杀特杀，很多海蟑螂和大青蟹还有两脚鱼都被吞噬，礁石上可以看到大片的血迹。不过同样的，礁石上也遗留了一些怪兽的残尸，成了海蟑螂和大青蟹们的食物。王莽来到礁石群中，不停地寻找那些体型比较巨大的残破怪兽尸体，然后通通把它们分解成了材料。分解完一具20米巨怪的残尸，他很快就快步离开，寻找下一具。在他走后，所有的海蟑螂才从角落里爬了出来，眼中敢怒不敢言。这只两脚怪太过分了，他们只是吃点残羹剩饭，都要被抢走，还有没有天理了？王莽可不管这些，他哼着小调，到处在礁石上收集着材料。如果有哪只怪兽不长眼，他就直接顺手解决掉。一个下午，他的空间背包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把所有的低阶材料还有怪兽血肉都换成金币，只留下那些蓝色品质以上的材料。这次赶海，他就收获了3份紫色材料，上千份蓝色材料，金币也终于突破了20万大关，算是上次遇到龙斑鱼之后最丰收的一次。看周围也没有什么怪兽尸体后，王莽才开始继续狩猎升级。这么多怪兽尸体，可惜检视不出宝箱，不然我直接起飞。摇了摇头，王莽又跑去猎杀了几只精英级别的大青蟹，才结束的一天的狩猎。随着他现在的实力越来越强，这种级别的怪兽他已经可以不用偷袭了，上去直接开无双，分分钟就可以把他们斩于脚下。今天王莽收获满满，看着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他便哼着小调，扛着长枪，在夕阳下缓缓回到了家中。他才刚刚走到家门口，谢老大就听见了动静，屁颠屁颠的从门缝中爬了出来，像小狗一样围着他到处爬动。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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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莽笑着看了看他，有点开心。虽然只是个螃蟹，但有人等自己回家的感觉真好。这石头窝总算有了点家的味道。第32章超能者小队。无人山区中，玄武山超能者高校，陈校长坐在办公室中，手上拿着一份份报告，眉头紧锁。他面前几个华夏军官正在做着详细的汇报。校长，最近有些玩家想离开高校，还闹出了不少事，您看这。陈校长点了点头，这些都在他预料之中，但看着面前的报告，这离校的原因还是让他有点始料未及。你确定没搞错？这些玩家离校的最主要原因是想去外面破处。几位下属有些尴尬，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回答道：校长，这报告绝对没有错。异世界的生存压力实在太大，而玩家大多都是16至30岁，这正是。反正即便我们的心理专家都在对他们进行安慰，但还是有很多人想离开。他们都想离开高校，去最后陪一下自己的家人，顺便完成未完的心愿。陈校长叹了口气，他也能理解这些玩家的想法，这也算是人之常情。不过自己绝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易的离开高校。玩家们既掌握了超凡力量，又游走在死亡边缘，在临死之刻，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谁也无法预料。如果就这样放他们出去，可能会对这个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你下去安排一下，给所有想出去的人都安排一个假期，但一定要派人跟着。但不管如何，在穿越前24小时，他们必须回到高校。是。几位下属点头，转身告退。很快，不停有军用皮卡车从高校中开出，前往各地。而张翔也坐在一辆皮卡车上，走上了回家的路。自从穿越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很快，皮卡车就带着他一路向东，来到了云海市。张翔坐在车窗上，望着外面的家乡，有些陌生。以前非常热闹的云海市，现在却变得有些萧条，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变得非常少。皮卡车一路来到菜市场，停在一家卖大闸蟹的商铺门口。菜市场中突然来了一辆军队的车，所有的街坊邻里都好奇地围了上来。张翔从车上走了下来，身穿一身帅气的军服，身后跟着几个持枪的华夏军人，一出场就霸气十足，引来周围邻居的一阵议论。门口卖大闸蟹的妇女看着面前的大胖子，有点没认出来。你是小翔？妈！张翔一下子就扑到了他老妈身旁，已经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他从后面拿出一个大箱子，然后递到他老妈面前。老妈，我们回去说。回去后，张翔的老妈打开箱子，里面居然满满的都是现金，足足有几百万。妈，这些钱你拿着，这都是国家发的。张翔和他老妈坐在一起，开始讲述起他最近10几天的故事。说完之后，他老妈抱着他痛哭流涕。妈，别哭了，我这不是还没死吗？他这样一说，他老妈哭得更伤心了，拍了拍老妈的肩膀。张翔又继续说道：妈，你别哭了，我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公务员，而且还有超能力。你别看我现在这么胖，这身上其实都是能量脂肪，就我这满身的膘肉，1个月不吃不喝都不会死。我保证在异世界躺着不动，哪里也不去，下次再活着回来看你。他说完，又和他老妈吃了顿晚饭，就匆匆离开。顺手他还回去自己的房间，把自己所有的纸片人老婆都带走了。回了趟家，他发现自己更舍不得死了。他和他老妈相依为命，如果他死了，他老妈怎么办？我绝不能死在那个游戏世界，绝对不能。他决定现在就回到学校，尝试去击杀那些铁笼中的怪兽。皮卡车拉着张翔在城市里缓缓前行，时不时可以听到外面的广播声不断播报，请大家不要恐慌，所有的怪兽都已经被政府收容，禁止非法囤货，禁止非法囤货，一律发现必将严惩。今天下午将展开全民求生演习，请大家务必准时到场。据最新报告，樱花国境内已经有上万只怪兽失控，死伤超过100万，我国的情况目前已在控制范围内。张翔看着车窗外，10几天不见，这个生活了10几年的城市突然感觉好陌生。世界末日真的已经开始了吗？天空中几架直升机飞过，远处好像隐约出现枪炮声。张翔看着外面的城市，有些不舍，他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再看一眼。呼叫呼叫，发现新的怪兽，为编号087型，目前正在用火炮压制中，一切正常。收到，请继续保持，我们已经派特殊部队前来支援。很快，天空中飞过来几架直升机，6道身影直接空降下来，这是一支特殊小队。张小龙刚刚从直升机落地，还心有余悸，他还是第一次坐直升机，这感觉真是刺激。哎，队长，你有把握吗？在张小龙身后，李明紧张地问道。他们都是玩家，之前被选中成为潜龙计划的一员。今天校长特意给他们一个任务，说让他们去斩杀一只游戏世界入侵的怪兽，这算他们小队的第一次出勤，据说意义重大。张小龙叹了口气，他抬头看向周围，不少摄像头都对准他们几人。陈校长之前给他透过底，这次的行动会全程记录，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发出去。怪兽入侵对全国影响巨大，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国家必须要用玩家们来稳定民心，就和在学校那样配合就行了。我们6个可都是觉醒了3星天赋的玩家，还收拾不了一个怪兽。张小龙说完，拔出自己腰间的杀猪刀，率先就大步向前。周围都是直播镜头，他必须拿出气势出来。李明一听这话，心中一阵心虚，和在学校一样。尼玛，在学校，他们6个差点被这些怪兽虐死了。此时，医院的公共屏幕中，护士和病人围坐在一起看着屏幕。工厂中，休息的工人们看着手机。学校中，老师带着学生们认真观看着投影仪，他们都在满怀期待，这是一场全民直播打怪兽。现在是下午3点15分，在云玄市海天公园中发现了一只身高6米的巨型怪物。我们超能者部队已经赶来，他们马上就会击杀这只怪兽，请民众们放心，一切都在掌握中。第33章怪兽直播。826局地下秘密基地，指挥室中无数的屏幕闪烁，几百位接线员头戴耳机，都神情严肃地忙碌着。李勇看着面前的大屏幕，不断地对着下属们发出指令。
今天是乾隆计划的重要一环，他们将开始在网上进行怪物狩猎直播。这一方面是为让玩家们正式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做准备中，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玩家大量猎杀怪兽来提升民众的信心。这将是超能者玩家时代的开始。目前统计的怎么样了？有发现新出现的玩家吗？李勇看着大屏幕，对下面的属下问道。目前没有发现，全国自从出现这140万玩家后，就再也没有新的玩家出现。李勇皱了皱眉头，玩家出现的背后到底预示着什么？智囊团对这件事怎么看？智囊团对这件事目前有3个推测。一小部分人推测，这第一批玩家只是游戏世界入侵的前兆，恐怕在不久后，全球都会一起进入游戏世界，开启全民游戏时代。还有一部分推测，这是游戏异世界和蓝星正在融合，玩家死后，异世界的怪物才会出现，这应该是一种能量的交互反应，这完全符合能量守恒定律。他们怀疑，要等所有的玩家死后，才会出现下一批新玩家。还有一部分推测，这可能是高等外星文明的一场游戏，他们在筛选最优秀的人类种，我们必须要在这场游戏中脱颖而出。属下说完，李勇的眉头皱得更深了。这推论就没一个好的，存在即合理，让下面的人别多想，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好。李勇缓缓说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怪物狩猎直播，稳定民心，同时要培养出属于华夏国的守护者。李勇挥手让下属们离去，而他则再次拿出一份报告，认真的看起来。这报告中的资料不多，全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少年生平，从他出生、上学、恋爱到当备胎等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这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年，但现在他却是全球唯一一位没从游戏世界回归的玩家。望着面前的报告，李勇喃喃自语：王莽，全球唯一一个完全穿越到异世界的玩家，你的出现又预示着什么？一片巨大的沙滩上，王莽面朝大海，手中抓着一根粗壮的棒子，身体不停上下起伏着。啊！谢老大，你慢点！谢老大一听，赶紧停了下来。比利，谢老大，你能不能走稳一点？你这样上下抖来抖去，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比利，最近谢老大长得贼快，几天不到他就蜕了2次壳，从一只藏獒大小长到了2米多高，已经有一辆汽车那么大了。所以今天王莽突发奇想，他决定让谢老大当他的坐骑。这玩游戏没有坐骑，感觉也太没逼格了。随着王莽的不断指挥，谢老大这个坐骑跑得越来越稳。很快，谢老大就带着王莽在沙滩上开始狂飙，扬起一阵沙尘。爽！王莽坐在谢老大的背上，海风拂面吹来，让他有种飙车的快感。很快，王莽就和谢老大来到了礁石群，开始了今天的升级任务。他刚刚出现在礁石群，周围的海蟑螂仿佛受到惊吓一般，四处逃窜。杀！海蟑螂，随手秒杀。精英级大倾泻，开状态，一拳秒杀。精英级两脚鱼，下鱼饵，开状态，一拳秒杀。很快，一天就过去了。他一共杀了12只精英怪物，上百只海蟑螂，获得了几个白色宝箱，一堆材料，还有1000多的经验值。跳到谢老大背上，趁着夕阳，他们就像赶海一天的渔民，忙碌了一天，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最近精英级的怪物越来越不好杀了，他在这一片已经打出了名声，所有怪物看见他就仿佛看见了天敌，一下就吓跑了。要不明天去别的地方再看看？当这个想法出现时，王莽瞬间就有些心动。明天玩家就上线了，搞不好明天还可以碰到老乡。就这么决定了，明天继续走远一点，必须在玩家上线前多探索一些位置。一想到明天同胞们就上线了，他就有些激动，又可以和群友们聊天了。爽！群友们可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不知道张翔有没有把我的信带给我爸妈？回到家中，起锅烧肉。最近他的厨艺越来越好，还在论坛上学习了很多生活工具的制作。小小的石洞中，木质的桌椅、木床、柜子等都一应俱全。在石洞的最中央，开垦着一片整齐的田地，里面种着各种蔬果。而且在最中间还空出一块地方，一棵血红色的小树已经长到了1米多高，生机盎然。估计再过几天，血灵树就可以结果子。随着实力越来越强，它的食量也变得非常夸张，一口气就可以随随便便吃下几十斤的肉。同样的，谢老大的食量也非常大，所以他现在烧肉都是直接用澡盆大小的生蚝壳，一次可以炖满满一大锅，吃上1、2天。一边用铁锹搅拌着锅中的食材，一边往锅里下着各种蔬菜。谢老大围在他身旁，2只眼睛兴奋地不断转动。又到了他的干饭时间。烧好后，王莽和谢老大每人都端了一个脸盆大小的贝壳，里面装着满满的肉。一人一螃蟹端着贝壳碗，直接爬到房顶上，迎着海风
享受起了今天的晚餐。吃完之后，他就回到石洞中，开始今天的武道修行。他必须给自己找一些事做，不然一停下来就满脑子都想着回家。这荒岛中实在是太让人寂寞了。就这样，又是1日，太阳刚刚升起，王莽就已经穿戴好装备，准备出门升级。谢老大，今天你就守家吧，我恐怕会晚点回来，饿了就自己去锅里找吃的。记住，不要随便出去，把咱们家的菜田守好了。第34章菊花触手海。谢老大挥了挥巨大的夹子，嘴中发着哔哩哔哩的泡泡声，哔哩哔哩，哔哩哔哩。王莽点了点头，因为和谢老大有精神连接，他和谢老大的交流也变得非常简单。而且谢老大虽然笨了点，但是却比狗要听指挥的多，至少他从来不拆家。跳起来拍了拍谢老大的头，王莽就带着装备转身而去。今天他不准备狩猎，而是准备去开地图，走向更多的未知区域。估计下午玩家们就要上线了，他真的很想找到一个同类。一路前行，穿过一片巨大的沙滩，走过层层叠叠的礁石群，沿着海岸一直行走，他又来到一片巨大的沙滩上。这片沙滩更大，走了1个小时还是一望无际。而且随着不断深入，在沙滩上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根根立起的沙棒。这些沙棒有接近2米多高，里面时不时伸出一些软体动物的触手，仿佛菊花一样缓缓打开。整片沙滩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这些触手菊花，看上去非常恶心，就仿佛来到了诡异的触手森林一样，看得人菊花发凉。而且这片沙滩上非常奇怪，几乎看不到大青蟹，还有其他生物的影子。这地方看着有些邪门啊。王莽停下脚步，虽然他现在的实力已经非常强了，但他还是不想轻易踏入未知的领域。犹豫良久，他跑回礁石群中，抓了只海蟑螂过来。蟑螂哥，死贫道不死道友，你给我上去探探路，如果你最后没死，我以后再见到你绝对不杀你，我保证。说完，他全身的肌肉膨胀，一下就把海蟑螂甩出100米开外。海蟑螂2只触角飞速旋转，他早就害怕的缩成了个球，此时他的身体就像一个保龄球一样，在沙堆中不断碰撞。还没有滚出多远，那些菊花触手就像狗闻到了骨头，整个身体瞬间就拉长了几十米，从地洞中全部伸了出来。这些菊花触手速度极快，一个个仿佛利剑一样猛地穿插，就把蟑螂哥搅成了碎肉。触手菊花散开，空气中已经空荡荡的，连一丝血肉都没有剩下。王莽站在远处咽了咽口水，这也太残暴了一点。蟑螂哥，你一路走好。看了一眼沙滩上密密麻麻仿佛森林一般的触手菊花们，王莽毫不犹豫就转身离开了。这怪物有点恶心，而且数量众多，还会远程攻击，这不是他目前能打赢的副本。他决定先回去发育一段时间，然后再过来找回场子。回到礁石群，看着礁石中不断爬行的海蟑螂，还有一只只亲切的大青蟹，果然还是这里才是他的主场。我还是先升下级吧，一般游戏提升到10级就会产生质的变化，我离10级也快了。一边猎杀着怪兽，他一边思考着接下来的打算。沿着海岸线，左右目前都走不通，而前面是大海，而这个世界大海可和蓝星不同，就看那时不时飘上来的巨物尸体，就知道大海里肯定危险至极。他要是敢下海，人分分钟就没了。所以摆在他面前的就只剩下后方的森林一条路。之前在聊天群，好像有不少人都说他们周围都是森林，我要不要去森林里面探索一番？王莽有些犹豫，海岸边一望无际，有什么情况他一眼就可以发现。但是进入森林可就不同了，原始森林中的危险都隐藏在暗处，在重重叠叠的草木中，你永远不知道危险会来自哪里。一方面他也没有在原始森林生存过的经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应对偷袭的手段。还是再等等吧，等血灵术结果后，自己有了恢复生命值的手段，再去探索森林吧。王莽做出决断，他虽然实力变强了很多，但这荒岛中还是太危险了，他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急于一时，毕竟小命只有一条。在礁石群中猎杀了1个多小时，经验又增长了1小节。而就在这时，面板中突然传来叮叮叮的提示音，玩家们终于又上线了。王莽把手中的长矛一收，赶紧兴奋地飞奔回家，他的小可爱们终于回来了。一溜烟地跑回家，搬了几块巨石把门口堵住，打开聊天群，果然不断有信息滚动，玩家们又开始刷屏了。这次他没有水群，而是直接点开了一个人的头像，进入了私聊。翔哥在不在？很快张翔就回复了信息，在的，放心，你让我带的信我已经送到了你爸妈手上，而且我还让他们给你拍了一段视频。王莽一听欣喜若狂，还拍了一段视频。张翔继续发着信息，物品交易只能在拍卖商城，我等下在拍卖商城挂个手机，再做个备注，你直接上去拍就可以了。翔哥，你人太好了。王莽的信息还没有发完，张翔就直接打断了他。哎，你也是个可怜人，
一个人被困在荒岛中，家都回不了，报酬什么的就不用了。你也不容易，荒岛中又危险，就留着自己用吧。王莽一听，整个人都愣在那里，两眼泪汪汪。多久了？多久了？终于有人明白他的感受了。在这个荒岛中，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真是太不容易了。虽然他每天吃得好，睡得香，甚至无聊的时候还可以打打小怪兽，排解一下寂寞，但他真的过得太苦逼了。没想到翔哥人这么好，连报酬都不要。哎，翔哥真是个好人呐，下次直接送他一件装备吧，反正我这还挺多的。退出聊天界面，他赶紧来到拍卖商城，果然发现商城中正出售着一部手机和几块充电宝。因为有备注，必须要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购买成功，所以其他玩家也无法进行购买。交易成功后，他小心翼翼地捧着手中的手机，泪水不自觉地浸湿了眼角。20多天都没有回家了，虽然平常和家里的关系都很一般，但他现在真的很想回家吃一顿爸妈做的饭菜。打开手机，点开相册，里面有着一段1个多小时的视频。第35章，手机中的文件夹。视频一点开，他老妈就出现在画面上，气势汹汹，对着他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大骂。臭小子，你天天只知道玩游戏，现在好了吧，穿越到游戏里面出不来了，你活该。我跟你说，你这就是活该，天天只知道玩游戏。骂着骂着，他老妈就哭了起来，问他最近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儿子，你到那边一定要怂一点，狗一点，能活着就行，别听你老爸那一套，什么别人欺负你，你就10倍还手，莽过头了，早晚会害死你的。我还说你好不容易长大，过几年就可以抱着我的乖孙了，结果你这人说没就没了，这可让我和你爸怎么办呀？呜呜！他老妈骂完，他老爸就登场了。儿子，你妈说的对，你还是狗一点吧。我听说那边全都是怪兽，吃人就像啃辣条似的。不过不该怂的时候也别怂，拿出你打游戏那劲，干他丫的！话没说完，他老爸就被人揪着耳朵拉走了。王志明，你找死是吧？你到现在了还在怂恿你儿子，老娘今天干你丫的！视频画面一阵耸动，瞬间出现了一个11、12岁的小姑娘，她双眼发光，满脸兴奋地对着屏幕。老哥，你是不是觉醒了超能力？你的超能力厉害不？我昨天看电视，有人会喷火，还有人会飞。你的超能力是啥？该不会觉醒的是啥挖鼻屎的超能力吧？哈哈哈！说完，视频中的小姑娘就放声大笑。她背后2位中年夫妻正打得不可开交，真是一片祥和。王莽从穿越过来这么多天，就算数次面对生死危机，也从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现在他却一边看着视频，一边笑，一边泪流满面。你个小鬼，还瞧不起你哥？老子怎么可能会觉醒什么挖鼻屎的超能力？你哥我现在可牛逼得很呢！哈哈哈！一直到晚上，王莽都没有再出去狩猎，而是坐在石洞中来回不停播放着这段视频，一直到深夜，他才嘴角带笑，缓缓睡去。次日天一亮，王莽又准时起床。张翔考虑得非常周到，手机不但带了充电线，还有3块非常大的充电宝。他试了一下，节约着用，1块充电宝至少可以用10天，而且充电宝还带太阳能发电装置，可以用很久。翔哥考虑的真是周到呀，真是个大好人。下次说什么都要给他送点好东西。王莽感慨一声，这世界上还是真的存在好人的。打开面板，进入论坛。随着玩家的上线，论坛上又多了很多帖子，而且各种技术贴再次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关于怪物狩猎的技巧经验。很多帖子都有详细的弱点分析和战术指导。王莽打开看了一眼，瞬间就没了兴趣。就杀个黑甲兽，还需要挖几天陷阱？杀这玩意不是有手就行吗？逛了下论坛，收藏了一些技术贴，然后他就打开聊天群，又找到了张翔。翔哥，昨天真的谢谢了。过了一会儿，张翔马上就回了信息。小事，小事，你也不容易。对了，手机里面我还给你加了些私货，都是以前我电脑上收藏的资源，大概有几10个 G。你也怪可怜的，要是晚上寂寞了，可以拿去用用。我靠，翔哥真是好人呐！翔哥，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样的人。哈哈。哦，是吗？如果你不要，那密码就不给你了。啊？还有密码？哈哈，翔哥，你真会开玩笑。其实我有个朋友。张翔躲在屏幕后嘿嘿直笑，都是大灰狼，装什么纯情小白兔。两人又聊了一会，王莽才退出了聊天群。想了想，他最后拿出一根蓝色品质的鱼刺，还有一些速生种子送给了翔哥，算是一点小小的心意。之后他就屁颠屁颠的拿起手机跑到了床上，打开手机一看，果然内存里面有几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需要输入密码，这估计就是张翔给他留下的视频资源。另一个文件夹打开，里面除了一段视频外，
还有着大量其他文件。王莽有些好奇，打开视频一看，里面出现一位40多岁的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王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云军，目前是玄山超能者高校的校长，很高兴认识你。长话短说，我们现在是隶属国家的特殊部队，专门协助超能的玩家进行服务。基于你现在的特殊情况，上面给予了高度重视。一方面，我们需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顺便帮我们探索异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给予你尽可能的帮助，甚至帮你找到回家的途径。视频的时间不长，只有30分钟，但是里面的内容却非常多。自己的特殊情况已经被张翔汇报给国家，也同时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交换情报吗？我帮助国家反馈异世界的情报，国家给我传送华夏各种知识和实时情报，甚至尽可能的帮我找到回家的方法。王莽打开其他文件夹，里面除了有大量的华夏古武秘籍，还有各种生活用品到科技产品的制作方法。这些知识比论坛上的更加详细，也更加丰富全面。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好东西啊。稍微考虑了下，王莽就做出决定。虽然他并不相信对方可以找到办法把自己带回去，但对于陈校长的提案，他没有拒绝的理由。一方面，他的父母家人还在蓝星；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玩家，搞不好真的存在什么厉害的天赋能力，可以把他从游戏世界带回去。反正我现在也回不去，那就和国家合作试试看吧。王莽打开聊天群，根据刚刚手机视频里面的信息，找到一个头像，然后发起了私聊。李军，32岁，华夏国特种兵。7年前，他加入缉毒大队，立下无数功劳，最后被秘密调派到826局，成为了华夏国对外信息交流部的一员。而就在20多天前，他突然穿越到了怪兽游戏世界中，成为了826局唯一一位穿越到游戏中的玩家。第36章金嘴巨鸟。成为玩家，在游戏中艰难地度过3天后，他一回到蓝星，就把所有的信息上报给了826局。而在第2次穿越，华夏国就给他安排了大量的任务，其中论坛上那些各种求生知识和技术贴几乎都是他发的，特别是其中的华夏古武秘籍，几乎整个国家所有古武门派的传家宝都在里面。上面给他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尽可能的免费传播这些知识，保证玩家们的存活率。一开始计划进行的其实挺顺利，但上次突然一场超级暴雨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让玩家大规模开始死亡。所以这一次上面又给他下达了很多任务，而其中有一条就是让他联系一个少年，一个永远被困在游戏世界中无法回归的少年。突然聊天界面响起提示，有人对他发动了私聊。那个是李军吗？是的，你就是王莽。两人一番尬聊便确认了身份。李军看了看聊天群中的头像，确认无误，便把一套设备挂在了拍卖商城中。王莽同学，感谢你对国家的支持，你所做出的贡献，你的功绩一定会被世人所知晓。我在拍卖商城中放了一套设备，请务必一定要拍下。李军可能是军人出身，或者是他知道更多更深的情报，所以他的语气非常恭敬，把王莽都搞得有些不好意思。两人结束谈话，王莽就在拍卖商城中拍下了一套设备。这居然是一套极具科技感的录像设备，除了头顶便携式摄像头，它还拥有太阳能发电电池，5个无人机飞行摄像头。国家还真想得出来，这是让我记录我的荒岛生活吗？王莽想了想，反正他在这荒岛中生活的挺无聊的，记录下生活也好，就当陶冶情操了。不过记录生活什么的明天再说吧，他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他偷偷摸摸的左右看了一下，确定周围不可能出现人，然后就拿着手机偷偷摸摸的爬上了床。嘿嘿，不知道翔哥给的啥资源，20几个 G， 他不怕肾虚吗？嘿嘿一笑，他露出了男人都懂的笑容。刚刚打开手机，屏幕中的亮光就把谢老大吸引了过来。他趴在床头，2只大大的树眼立得高高的，满脸都写着好奇。哔哩哔哩哔哩，王莽把他瞪了一眼，然后一脚就把他踹飞。谢老大，你才出生几天呢？你还只是个小宝宝，这玩意是你能看的吗？给我出去把门守好。谢老大可怜巴巴的翻身爬了起来，不看就不看嘛，踹我干嘛？他1步3回头，走了半天才到门口。谢老大，你还在缝里面偷看啊？小心我下次把你红烧了。谢老大一听，吓得直哆嗦，赶紧把头缩走，不看了，不看了，干嘛发那么大火？很快，夜色降临，黑布一样的天空中布满了星辰。谢老大一个人孤零零地趴在门口，他有些失落。自从主人拿到那个会发光的石头后，就再也没有搭理过他了。哔哩哔哩哔哩哩，时光荏苒，又是一天。今天难得的，王莽居然睡起了懒床，一直到中午，王莽才顶着黑眼圈从床上爬了起来。唉，昨天晚上他都在熬夜学习手机里的姿势，不对，是知识。结果学习太晚了，
一不小心就睡过头了。用清水拍了拍脸，下次不能再这么放纵了。他当务之急应该努力提升等级，让自己拥有更强的实力。只有拥有了强大的实力，他才有可能回到家乡，而只有回到家乡，那些姿势才能有用武之地。冲冲冲！先吃点高蛋白补补，吃完就马上去干等级。王莽起床，给自己做了一大份蟹棒，吃完后就拿上李军给的摄像头装备出了家门，在头上戴了个摄像头，王莽就开始了一天的荒岛生活。他来到礁石群中，瞬间就锁定了一只精英级别的大青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学习的很多新知识，他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心情愉悦，神清气爽。只开启了10倍肌肉强化，就把这只10几米高的巨大精英及青蟹斩于脚下。分解完大青蟹的尸体后，他就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而此时，礁石群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救！一只展翅接近30米，嘴如金色长剑，爪如金刚利齿的巨大怪鸟突然出现在天空中。它的双眼看上去阴狠凌厉，让人不敢直视。此时，这巨大的怪鸟在天空中不断盘旋，寻找着合适的目标。突然，天空中巨大的身影猛地俯冲，速度直接突破了音速。那恐怖的风压袭来，即便王莽离他的距离非常远，但还是被飓风刮得脸颊生疼。而只是一个俯冲，一只10几米高的精英大青蟹就被他抓上了天空。他的一对利爪非常锋利，只是轻轻一抓就突破了大青蟹钢铁般的甲壳。被抓住的大青蟹还没有死，他不断用自己的大钳子夹着鸟腿，虽然刮出阵阵的金属火花，但是却毫无用处。这巨鸟的双爪比金刚都还要坚硬，他的大钳子根本就毫无办法。巨鸟带着大青蟹一直飞到1000米高空，然后把大青蟹狠狠地摔下。一阵巨响，精英级大青蟹就被摔成了一坨，蟹肉和蟹黄散了一地。王莽趴在远处，眼睛紧紧盯着前方的巨鸟。此时，这只巨鸟正站在地上，津津有味地吃着蟹肉。这还是王莽第一次在荒岛上看见飞禽类怪兽。就刚刚那巨鸟表现出来的实力，精英级大青蟹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虽然这巨鸟展翅的时候看上去非常大，但是收起翅膀之后，它的体型也只有10米级的样子。这只是一只比较稀有的精英级怪兽罢了。要不今天晚上吃鸡肉吧，还挺想念鸡肉的味道。王莽趴在石头上，舔了舔嘴唇，眼中满是贪婪之色。这只巨鸟如果一直在天上，他也毫无办法。但现在，他居然为了吃大青蟹而落在了地上，那不就是找死吗？仔细观察一会儿，王莽眼神变得坚定。以他玩游戏的经验，这种稀有怪物肯定会爆好东西，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做出决定后，他不再犹豫，手握长枪，弓起身子，他隐藏着身形，向着巨鸟摸了过去。第37章外事14青蛇飞渡。巨大的怪兽鸟站在一块高石上，他也不傻，杀死大青蟹后，他就把尸体放在一处高地上。这里的视野非常开阔，一抬头他就可以看到周围所有的情况。每吃几口蟹肉，他都要抬头来回观望一次，防止有其他怪物过来抢他的战利品。不过他也并没有太在意，这片礁石群他常常过来光顾，周围根本就没有太过强大的怪兽，都是些食物而已，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他正吃得开心，却不知一道小巧的身影已经摸到了他不远处。此时王莽距离巨鸟已经不足200米，可能由于他的体型太小，巨鸟根本就没有过多去关注他这个小不点，也可能是这只巨鸟太过放松警惕。看着不远处的巨鸟，王莽心情兴奋不已。这个距离差不多了，眼神中闪过一丝兴奋，嘴中开始喃喃自语：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初级肌肉强化。随着技能的不断叠加，王莽的身形开始不断膨胀。恐怖的肌肉怪人再次出现。初级肌肉强化叠加46倍，肌肉强化增幅 920%， 超越人类极限40多倍的身体。此时王莽的体型已经接近3米，他仿佛一个浑身都长满肌肉的绿巨人。不，他的肌肉比绿巨人更加密集，体型更加匀称，更加完美。他就好像李小龙版本的绿巨人，是极致的力量和极致速度的结合体。他的肩膀因为密集的肌肉变得非常宽，这让他的下身显得有些小巧。远远看去，他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夸张至极的倒三角。随着他身体不断发力，这些肌肉都像牛皮筋一样紧紧绷起，气血在沸腾，血管如黑蛇一样缠绕在全身。胯部、转腰，全身的气血集中在手腕，他的整个右臂都猛地再次膨大一圈。王莽此时已经摆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投掷姿势，就像一个完美的艺术品。呼，粗壮的手臂挥舞，划出一个完美的半弧，挥舞之间仿佛有蛇影随行。华夏古武秘技外事14青蛇飞渡。嗖，恐怖的音爆声响起，王莽手中的长枪化作残影，在空中一闪而逝。太快了，太快了！
长枪射出之后，周围的空气才突然反应过来，一条巨大的气浪向两边疯狂席卷。远远看去，就仿佛王莽的这一枪直接把整个空间都割裂开来。而远处的巨鸟早就发现了不对劲，当王莽摆出投掷姿势时，那惊人的气势就让他心中警铃大作。这只小虫子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它会死。没有犹豫，双翅拼命的挥舞，他在第一时间就直接升空。可惜还是太慢了，一道黑影闪过，他的胸口已经破开一个直径1米的空洞，其中的血肉内脏已经被通通打爆。巨大的疼痛袭来，这只怪兽巨鸟还心有不甘，它拼命地挥舞自己的翅膀，想要逃离这里。可刚刚才飞出几十米高，巨大的虚弱感就让它坠落在地。只堪堪一招，展翅30米的怪兽巨鸟就被王莽秒杀。丁，击杀精英级怪物金嘴鸟，获得经验897，获得蓝色随机宝箱1个。丁，分解获得蓝色品质禽肉116份，蓝色品质鸟嘴1份，蓝色品质鸟爪1对，蓝色品质羽毛386根。面前的巨鸟化作星光点点消失，在原地，一个散发着蓝光的宝箱静静地漂浮在那里。果然，像这种稀有级别的怪兽，肯定能爆好东西。美滋滋地把宝箱收下，王莽就找了个安全的角落，搓了搓手，又到了激动人心的开宝箱时刻。不知道这只巨鸟能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发入魂，一发入魂！几声兴奋的低吼，宝箱打开，光华散尽，几样物品散落在地。丁，获得技能品质提升卷轴，蓝色。技能书，技能品质提升卷轴，种类升级卷轴，品质蓝色精良，效果对指定技能使用可以提升对应技能的品质，最高可以提升到蓝色品质，只能提升通用技能。评分2星半。丁，获得1级经验书6本，种类经验书，品质白色普通，效果使用后瞬间获得100点经验值，评价1颗星。丁，获得草莓速生种子，种子草莓速生种子，品质白色普通，效果种下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开花结果，并产出15至25颗果实。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并可以再次种植。怪物的尸体血肉可以加速生长速度，评价1颗星。丁，获得新芽戒指制作图纸，图纸新芽戒指，种类饰品，品质蓝色精良，效果使用后可以学会蓝色品质新芽戒指的制作方法，评价2颗星。拿起面前的所有物品，王莽其他的都没看，而且一脸兴奋地拿起技能品质升级卷轴。这次真的起飞了，这是什么神仙宝贝？既然可以提升技能品质，他穿越过来那么久，杀了那么多怪物，唯一爆出的技能书也就只有一个白色品质的小火球。从这低到令人发指的爆率中就可以看出技能书是有多难出。可怜他穿越过来这么久，3个技能矿都还只有1个技能。他都这样了，恐怕其他玩家更惨，怕是连技能书长啥样都没见过。而今天他居然爆了一本提升卷轴，居然可以提升技能品质。毫不犹豫，王莽直接大喊一声使用。随着他话音刚落，技能品质提升卷轴就化作光点，慢慢融进他的身体中。叮！技能初级肌肉强化品质提升，进阶为中级肌肉强化。技能中级肌肉强化，消耗10点能量，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 40%， 持续时间120秒，冷却时间10分钟。王莽看着升级后的肌肉强化技能，欣喜若狂。这提升虽然看着很一般，但是他可是有固有天赋，无冷叠加的呀。他不断在脑中复盘计算着。第38章新芽戒指。很快他就得出了结论：1. 能量消耗翻倍，肌肉提升强度也翻倍。对于技能没有冷却的他，看着好像没有提升，但其实不然。每次使用技能都有1秒钟的技能延迟。以前他要开启200%肌肉强化，需要放10次技能，也就是需要10秒。而现在倍率提升，要开启200%肌肉强化，他只需要释放5次技能，也就是5秒。同样的增强下，相当于施法时间减少了1半。2. 技能持续时间超长了，这就是变相的提升了他的上限。技能施法延迟是1秒，所以他之前理论上最多其实只能叠加60倍初级肌肉强化，肌肉增幅极限也只是 1200%。而现在因为技能持续时间增加到120秒，所以理论上现在最高应该可以叠加到120倍中级肌肉强化，让肌肉增幅达到恐怖的 4800%。简单来说，就是一本技能品质提升卷轴，就让他的上限提升了恐怖的4倍，变身最强状态的时间缩短了 50%。而随着等级不断提升，他的基础属性会越来越非人类。如果开启 4800% 的肌肉强化，再去施展华夏鼓舞秘术，那将是怎样的风景？
王莽紧紧握住双拳，满脸的兴奋。恐怕总有一天，他能打出真正的核爆一拳。我现在其实差的就是能量，我需要更多增加能量上限的方法，或者是更多像小魔瓶这样的瞬间恢复能量的装备。想到这，他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的爆率太低了，靠他一个人打怪，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凑一身神装。这么久了，群里还有这么多玩家，搞不好他们会爆些好东西。这样一想，他眼睛一亮，瞬间觉得视野打开了。一个人力量是渺小的，他背后还有几万的群友呢。他一脸兴奋，直接就打开了拍卖行，准备买几件增加能量上限的装备。但很快他就失望了，这都是些什么破烂？靠！你们怎么都在拍卖商城卖垃圾？白色品质的垃圾刀不要，白色品质的垃圾防具体质才加2，有屁用呀！逛了半个小时，结果他发现整个拍卖商城都在卖垃圾，其中最好的也只是10几把白色品质的装备，但这玩意对王莽根本就没用，因为他空间背包里这玩意一大堆都丢着在吃灰。是我想太多了，我居然把希望寄托在一群只会水群的群友身上，呵呵，算了，还是靠自己吧。想通后，他又拿起星牙戒指的制作图纸，这还是他第一次爆出蓝色品质的装备制作图纸。把图纸使用，他的生活技能中就瞬间多出制作星牙戒指的一栏。生活技能制作星牙戒指，需要材料：蓝色品质以上的牙10个，新金矿15个，金币1000个。制作时间30分钟。王莽打开空间背包，最近他杀了很多怪兽，宝箱开出来不少材料，而这些材料他都有，而且还很多。目测做几10个戒指没问题。把材料拿出来，使用技能锻造。等了半个小时后，一个白骨玉一样的戒指就出现在王莽手中。装备：星牙戒指。种类：饰品。品质：蓝色精良。属性：精神加3，能量加10。技能效果：每击杀一只普通怪物，可以恢复1点能量；每击杀一只精英级怪物，可以恢复2至5点能量，最高只能恢复5点能量。评价：2颗星。看着面前如白玉一般的戒指，王莽有些兴奋，这居然是恢复能量的装备，而且还可以增加他10点能量上限。他打开空间背包，看着背包里满满当当的材料，再伸出自己所有的手指，突然脑中出现一个灵机妙想：我有10根手指，戴10根个戒指不过分吧？想到这里，他就兴高采烈的屁颠跑回了家，制作，一直等到天黑，他终于制作好了10个星牙戒指。但是全部戴上后，结果让他稍微有点失望，但还算能接受。10个戒指给他增加了30点精神，100点能量上限，但是装备的技能效果却不能叠加，击杀普通怪物还是只能恢复1点能量。哎，还行吧，也不能太强求。他又打开面板，点击了左下角的锻造。锻造一共有3个功能：装备制作、装备精炼、装备强化、未解锁。装备制作就不用多说了，而装备精炼就是把相同的装备进行融合，可以提升装备的技能效果。而装备强化目前还无法使用，好像还存在什么限制。犹豫了一下，他拿出5个星牙戒指。精炼。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手中的5个星牙戒指化成白光融为一体，他手中只剩下一个散发着淡淡银白色光芒的星牙戒指。装备：星牙戒指，精炼5。种类：饰品。品质：蓝色精良。属性：精神加3，能量加10。技能效果：每击杀一只普通怪物，可以恢复5点能量；每击杀一只精英级怪物，可以恢复10至25点的量，最高只能恢复25点能量。评价2星半。精炼后，这技能效果就看着爽多了。王莽戴上所有的戒指，再次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人物：王莽，固有天赋：无冷叠加，等级 LV7 1008112800，体质58左元括号44加5加3加6右元括号，精神36左元括号6加30右元括号，能量125左元括号15加5加5加100右元括号，普通人类极限全部为10点。技能：技能1，终极肌肉强化，消耗10点能量，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 40%， 持续时间120，冷却时间10分钟。评分2颗星。技能2无，技能3无。满意的看了一下自己的面板，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这么强了。就算不使用技能，他现在的体质属性也已经接近于普通人类极限的6倍，精神属性也是普通人的3倍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戴上戒指后，他好像心情变得更平稳了，也更愉悦了，就好像脑中有什么不开心的东西被突然丢掉了，这种感觉很好，很舒服。满意的关掉面板，心情正好的他又打开了聊天群，然后在群里发了一张自己击杀巨鸟的图片。照片一出，整个聊天群都突然炸开。我还躲在地洞里玩泥巴，
大佬就已经杀疯了。呜，大佬，你还缺挂件吗？我当挂件贼溜。大佬，他们都说我长得像云城吴彦祖，我可以给你发色色的照片，能不能教教我打怪？大佬，真心求教，这玩意是怎么杀的？有啥窍门不？王猛蹲在地上，看着面前的聊天群，嘿嘿直笑。天天在这荒岛中孤独一人，待久了，他觉得自己的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所以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在群友面前装一下逼。群友们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一顿彩虹屁把他拍得全身舒坦。不过他发图片也不完全是为了装逼，他也还有其他目的。第39章怪兽磁场。看群里的氛围差不多了，他赶紧发了几条信息。侥幸侥幸，其实我就是练了一些华夏鼓舞，可能我武道天赋还不错吧，大家都可以去练练，对提升实力很有帮助的。说完他又继续说道，我手上有很多稀有材料，还有不少蓝色精良级装备，如果大家手上有好东西，我们可以互相交换一下。我主要想收集恢复能量和增加能量上限的物品，其次还收集各种技能书，价格上面大家放心，绝对包你满意。说完他又把自己获得的所有物品属性全部发在了聊天群中。他刚刚发出去，整个聊天群再次沸腾起来。我靠，我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我昨天挖了3个多小时陷阱，才刚刚猎杀了一只小怪兽，蓝色精良级的装备居然有这么多，还有紫色怪兽的材料，这星牙戒指的属性也太牛逼了吧！我的妈呀！大佬，你这是杀了多少怪物？大佬，你现在多少级了？我才1级呢。+1，+1。大佬，你觉醒的是几星天赋？你不会偷偷背着我们开外挂了吧？我知道，他肯定觉醒的系统，脑洞小说都这么写。茵茵，哥哥，人家胸大屁股圆，你能不能来救救人家？你只要过来，人家就给你嘿嘿嘿。一张穿了又像没穿的兔儿娘照片。楼上的茵茵怪给我滚，不要脏了我家大佬的眼。有种你再发几张。看着聊天群中不断滚动信息，王莽高兴地开始回复大家。不得不说，和人交流的感觉挺好的。一直和群友们吹牛了1个多小时，他才下线开始今天的修行。挥拳挥拳挥拳，每天练习华夏鼓舞是他必做的功课。他必须要不断变强，然后准备去探索森林。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群居动物，他必须回到人类社会，不然他怕时间久了自己真的会变成一个野人。在这种荒岛中，以他现在的实力，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半，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他隐隐发现自己的精神越来越不稳定了。他非常容易冲动，也非常容易沮丧。在玩家上线的日子里还好，他可以在群里面缓解精神压力，但是等玩家下线之后，孤独就会笼罩他。他抬头望了一眼外面被黑夜所笼罩的荒岛，这座荒岛总给他一种不祥的感觉，仿佛无形中存在着某种东西在不断影响着他的精神。之前他还没有发现，但今天一下子戴上10个星牙戒指，让他的精神力大幅度增加。而在精神力大幅度增加后，他突然感觉整个脑袋都清明了很多，仿佛挣脱开了一种无形的枷锁。他更理智了，一边挥拳，脑中不断复盘。他以前虽然也很莽，但从来都是先思而后行。但最近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冲动，就像今天猎杀那只巨鸟，以他平时的性格，遇到这种未知的怪物，他不可能这么冲动，直接就展开猎杀。还有昨天在拿到张翔给的资源后，他居然拿着手机冲了半夜。虽然他的肾挺好的，但以前他绝不会这样毫无节制。而且这可是在荒岛中过度的放纵，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机。随着自己在荒岛中待的时间越长，不知不觉间，他仿佛受到了某种负面状态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他只觉得背后一阵发凉。如果任由事情发展下去，他早晚会死于粗心大意中。原来精神属性是这个效果吗？他不但可以增加法术伤害，居然还可以稳定情绪，增加自己的精神抗性。王莽停下挥拳，看着外面被黑暗所笼罩的荒岛。完全恢复理智的他再看这座荒岛，只觉得这整座岛就像一只在不停吞噬天地的恐怖巨物。我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变强，如果我停下，那我随时都可能会死。当这念头在他心中明悟，他突然豁然开朗。挥拳挥拳挥拳，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要自己的实力够强，一切妖魔鬼怪皆会被他一拳打爆。此时826局地下秘密基地，几位军人拿着报告急匆匆的就冲到办公室。报告，有重大发现。李勇拿着手下们递上来的报告，认真观看着。怪物磁场，精神污染。李勇眉头紧锁，最近国内的局势好不容易稳定了一些，现在又发生这种突发情况。据报告中统计，全国上百处的怪物收容点最近都陆陆续续爆发出一些混乱，自杀、自残、抑郁、暴力斗殴事件频出。这些怪物收容点看守怪物的军队都是华夏国最精英的部队，
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精神抗压上，他们都是精锐之师。但现在，他们不但抑郁症高发，甚至还出现了几例自杀事件，这绝对不正常。而华夏国最顶尖的科学家们也对此次现象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果就是，这些来自游戏异世界的怪兽，它们周围都拥有着一种特殊的能量磁场。如果只是单只怪兽的能量磁场，效果并不明显，但如果是大量怪兽聚集在一起，就会量变引起质变。长期与这些怪兽待在一起，人的情绪会不断变得极端，最后精神崩溃。报告的最后指出，如果这种特殊的能量磁场过于强大，甚至有可能改变周围的环境。李勇看着面前的报告，沉默不语。良久，他开口说道：“把所有看守的部队都进行分组轮换，先坚持一段时间。上面已经做了决定，马上就会开始全民征兵，其他的就按报告中的配合去做。”是。几名下属敬了一礼，然后退身而去。随着怪物和游戏玩家的出现，全世界早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食价格持续增长，城市中的房价不断暴跌，国外的金融体系完全崩溃。有的人因为末日言论而恐慌，而有的人因为超能者的出现而对玩家身份格外向往。全世界都已经乱套了，而华国算是最后一个稳住基本盘的国家。第40章，可怕的两脚怪。街道中时不时有官方的宣传车缓缓走过，不停地循环播放着各种信息。通知，通知，高考正式进行全国性改革，所有文化科目将会大幅度减少，英语科目已经被完全取消。国家已经组建了几十万超能者部队，他们将会成为百姓的保护伞。长白山区又发现6只怪兽，军方的部队已经出动，很快将开始收容，请大家放心。华夏国的科学家通过怪兽细胞培养出了超级作物，目前正在研究其可食性。王勇骑着小电驴，看着面前缓缓驶过的宣传车，唉了口气。他是个外卖员，平常生意还不错。自从怪物入侵后，整个世界就好像变得魔幻了。拥有异能的游戏玩家出现，甚至还上了电视，表演着打怪兽的节目。5-6米高，像坦克一样的大螃蟹出现在城市里，大杀特杀。又叹了口气，最近的生意也越来越不行了。唉，算了，明天就回老家，把家里那10亩田捡起来，只要有田种，反正也饿不死。说完，他就骑着小电驴缓缓离开。这个世界最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荒岛，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张翔正躲树洞中，这是他第3次来到怪兽游戏世界，但这么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树洞，更别说去猎杀怪兽了。靠着他的天赋能量脂肪，他每次都可以轻松地熬过3天。此时他正躲在树洞里，抱着一个2次元美丽的少女抱枕，而周围也全部都是他的纸片人老婆。虽然外面的世界都是怪兽，但是在这小小的树洞中有他的老婆们陪着，他只感觉幸福满满。就在他抱着抱枕不断摩擦时，树洞外突然出现一阵阵沙沙声，2只巨大的眼睛突然伸了进来，粘稠的体液，柔软又恶心的身体。一只2-3米高的巨大蜗牛缓缓探进头来，它那口气一样的嘴不断张合，一排排尖利的牙齿在其中隐现。这蜗牛一看就不是吃素的。张翔的身形不断后退，他满身的脂肪像电棍一样抖动。完蛋了，他被怪物发现了，这次恐怕苟不过去。恐惧让他不自主地点开了聊天群，然后在里面拼命发着信息。我遇见了怪物，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他拼命地点着聊天群，虽然有很多人回复他信息，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心情看。这只大蜗牛已经爬进来了。进入树洞中后，这只大蜗牛却暂时没有攻击他。他爬到张翔的老婆们面前，口气开合，居然大口开始啃食起来。不可以！我的爱酱，花泽，不要！不要！可恶可恶可恶！肥胖的身子开始抖动，怒火在他眼中熊熊燃烧。你可以吃我，但是你为什么要吃我老婆？啊！一声怒吼，勇气加深。长刀划过后，身影交错之间，蜗牛巨大的头颅缓缓滑落。有时候怪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的懦弱。虽然张翔最后鼓起了勇气杀了这只大蜗牛，但他珍藏的老婆们都没了。说到底，还是他太弱了。而像王莽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啊！我想交女朋友，我母胎单身这么多年，我还是处男呢。一望无际的沙滩上，王莽对着夕阳拼命大吼。虽然之前张翔给了他很多电脑资源，但那只能让他释放身体的压抑，而无法填满他内心的空虚。看多了之后，他更想交个正正经经的女朋友。我这辈子该不会就这样了吧？摇了摇头，他绝不能有这种放弃的想法。双手紧握拳头，对着夕阳暗暗发誓：不行，我要自强，我要自救，我一定要交到女朋友，不能当一辈子的单身狗。他拿起一根长枪，猛地就从沙滩上翻身而起。
之前他还是太懒散了，还不够努力。从今天开始，狩猎时间加倍，武道修炼时间加倍，我一定要变为最强，然后回家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一声怪叫，他便飞快地冲了出去。很快，远处的礁石群中不停传来各种怪物的哀鸣声，黑甲兽们躺在沙地深处，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海蟑螂们都扎堆在石缝中，瑟瑟发抖。这个可怕的两脚怪物又来了，它怎么又来了？两脚鱼们早就已经躲到了大海中，它们本来就是鱼，生活在海里也很合理，对吧？唯一可怜的就是大青蟹们，平常它们凭着坚硬的甲壳在沙滩上耀武扬威，结果现在被杀得最惨。最后，它们也不得不学两脚鱼，全部沉入海面之下，一直杀到天黑，王莽才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中。和蟹老大一起吃过晚饭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拼命挥拳，练习华夏鼓舞。次日，天刚刚亮，少年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沙滩上，不断挥洒着汗水。日夜交替，斗转星移，猎杀怪物，挥拳挥拳，猎杀怪物，挥拳挥拳。叮！击杀大青蟹，经验加8，等级提升到 LV8。猎杀怪物，挥拳挥拳，猎杀怪物，挥拳挥拳。叮！击杀海蟑螂，经验加3，等级提升到 LV9。几日后，王莽头戴草帽，身上穿着麻衣，浑身的皮肤都被晒成了小麦色，就像一个刚刚从地里回来的老农。这些衣服帽子都是他自己亲手用草叶藤蔓制作而成。他现在不但会做衣服家具，还会制作陶器炼铁。如果现在回到蓝星，搞不好还可以成为野外求生主播。但可惜他回不去。低头看了看自己堪称完美的身体，8块腹肌，小麦色的皮肤，这要回到蓝星，肯定深得富婆们的喜爱，不知道要少奋斗多少年。唉，富婆们没了我，肯定很寂寞吧。王莽自恋地摇了摇头，收回思绪。随着他这几天疯狂狩猎，等级直接连跳到了9级。自从前几天发现精神属性的重要性后，他这次获得的10点属性点并没有全家体质，而是一边一半。虽然干等级让他有些沉迷，但这个世界怪物毕竟不像游戏，他们并不能刷新，而且还拥有着一定的智慧。所以随着他最近的疯狂狩猎，周围的怪物变得越来越少，升级也变得非常困难。昨晚他考虑良久，最后下定决定，今天他要前往森林。第41章，玩家回归。虽然进入森林狩猎非常危险，但他也必须要踏出这第一步。最近通过手机中的资料，他学习的很多关于热带雨林的求生知识。虽然这些知识可能在荒岛中的森林并不完全适用，但也可以作为参考。而且这次他并不准备深入，只是在外围考察一番。很快他就来到森林的边缘处，一棵棵几百米高大的巨树顶天立地，这里每一片树叶都有床垫大小，树干就好像一栋栋高楼大厦，底下巨大的根蔓相互缠绕，几乎已经看不到土地。在那些根蔓中存在无数的空隙，偶尔可以看见一些小虫子在里面爬动。王莽缓缓进入森林，走在一根巨大的树根上，这树根非常大，就像一根高架桥，一直延伸到远方。这也太大了吧！他刚刚感叹一声，突然树根的间就传来阵阵沙沙声，10几只像蜘蛛一样的甲壳虫从树干上飞速地爬了过来，身高3至4米，浑身都有着像树皮一样的甲壳。这些蜘蛛怪速度非常快，而且在树干中爬行如履平地。王莽看着面前的一幕，没有丝毫害怕，反而他眼中透露着兴奋。最近在礁石群中大杀特杀，所有怪兽看着他都像老鼠见了猫，一呲溜就跑得不见踪影。已经很久没有怪物像这样敢对他发起冲锋了。你们真的好勇！终极肌肉强化，身形微微膨胀，王莽手握长枪，双腿用力，如猎豹般冲了出去。很快10几只蜘蛛怪就全部死在他的枪下。叮！击杀树蜘蛛12只，获得经验60。叮！分解获得虫肉36份。树蜘蛛的甲壳12个。击杀完蜘蛛怪后，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难得碰到新怪物，一个宝箱也没爆。不过没关系，有经验也行。所有游戏中10级都是一道坎，他迫切地想知道升到10级后会有怎样的变化。搞不好10级之后能出现一个回城功能，这样自己就可以回家了。一想到游戏里面的回城，王莽就干劲十足，他拿起长枪就冲了出去，开始在森林中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猎物。一直狩猎了一个上午，在击杀了上百只普通怪物后，王莽就提前回家了。今天是玩家们回归的日子，他必须提前赶回家，因为还有很多事等待他安排。一回到家，他便打开了聊天界面，找到了张翔。翔哥还在不？一直等了上10分钟，张翔才缓缓回来信息，但是心情好像不是非常愉悦。哦，是王莽呀，你有事吗？翔哥，我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是给我家里人的，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带回去一下？
我顺便还给翔哥准备了个小礼物，就当翔哥一直帮我的报酬。张翔看了一眼聊天界面，兴趣缺缺。自从他老婆被怪物吃掉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瞬间暗淡。行吧，小事一件。王莽看着聊天群，感慨一声：翔哥真是个好人呐。翔哥，你怎么感觉有点心情不好？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要不要我帮忙？张翔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道：就在前2天，我老婆被怪物吃了，我们相处了好几年，我是真的很爱他们。说着说着，张翔就哭了起来。王莽一听，啥？老婆死了？这他个单身狗还真不知道怎么安慰。翔哥，别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王莽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他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死老婆什么的，对他实在是太遥远了。哎，翔哥，我送你个东西，是我的一点心意，谢谢你最近帮我。王莽说着，就从空间背包拿出一个蓝色品质的新牙戒指，挂在了拍卖商城，然后尴尬地安慰了几句，就赶紧溜了。这种场面，他真不知道如何安慰。告别翔哥之后，李军很快就找到了他。王莽同学，我们估计马上就要下线，不知道那些录像设备准备好没有？放心，我记得呢。我刚刚已经把所有的录像设备打包挂在了拍卖商城，设置的备注密码，你直接去拍就好了。李军点了点头，王莽比想象中更加配合，这次任务算圆满完成了。谢谢你，王莽同学，人民会记住你的功绩，国家也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所有事。那个，军哥，我这也算是国家的人了，我听群友们说，只要加入就直接可以成为公务员。你看我这也回不去，你能不能把我这名额给我老爸老妈，还有我妹妹？王莽这样做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考虑了很久。他从群友的聊天中也大概了解了现在蓝星的状况，游戏世界的怪物入侵现实，还无法被常规武器杀死，全世界都在说灵气复苏或者世界末日。在这样一个乱世，他的父母和家人都只是普通人，如果能抱上国家的大腿，才能算有所依靠。自己不能回去，这是他唯一能为家人所做的事。李军没有犹豫，很快就回复了他：行，你的诉求我会上报给我的领导，相信国家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你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中也不容易，如果还有什么需求，可以告诉我，我一定会尽量给予你帮助。王莽一听，喜笑颜开，果然还是抱国家的大腿比较爽。很快，王莽就提了一大堆要求，听得李军头疼。王莽同学，一些必要的物资我会帮你转达上去，但是像什么2次元抱枕、大海王最新1集动漫，你电脑内地盘第3排第2个60多 G 的隐藏文件夹，这些东西就没必要带过来吧？王莽讪讪一笑，微微有些失望，那可是他攒了很久的资源。哎，不过算了，将就看一下翔哥的吧，他那里全是欧美的，岛国老师的太少了。李军又确认了几次，才去拍卖商城拍下了王莽的包裹。10几分钟后，热闹的聊天群再次变得静悄悄的，所有人又下线了。整个异世界只下王莽一个人孤零零地望着聊天群发呆。良久，王莽拍了拍脸，给自己打打气，转身就拿起长枪，再次冲入了森林中。他早晚会回去的，他一定会回去的。第42章0号玩家826局地下秘密基地，上百人正坐在会议室中。随着游戏世界中的怪物入侵现实，超能者玩家的陆续出现，826局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在826局的数据库中还掌控着全国范围内所有超能者的信息。此时，巨大的屏幕中，一个少年正趴在石头上，在远处，一只接近10米高的巨鸟正在前方。突然，一道黑影闪过，恐怖的风压席卷而至，巨鸟的胸口被直接洞穿，瞬间暴毙而亡。画面暂停，李勇缓缓开口：大家应该看到了，这就是我们发现的特殊玩家，代号0。刚刚那道黑影其实是根长枪，通过计算机计算，这支长枪的速度达到了恐怖的1500米每秒，这个速度已经接近重型狙击枪的2倍。而这不是一颗小子弹，而是一柄重达几十斤的长枪，其中蕴含的势能非常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相信这是人类能做到的事。根据目前所知的信息，即便是全球所有的5星天赋玩家，也不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0号，恐怕就是我们从未发现的超级玩家。李勇说完，整个会议厅一片安静，众人有些沉默。他们一直以为超能者玩家不过如此，虽然他们比普通人更强，但是一颗子弹也一样可以轻易要了他们的命。但现在看来，只是蓝星这些超能者玩家太弱了，和0号相比，他们弱的有些过分了。而0号表现出来的实力，也让在场一些人心中有些隐隐不安。突然，坐在前排的一位老将军缓缓开口：0号玩家现在在哪里？这么强大的超能者玩家，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李勇拿起资料，开口回复：他目前不在华夏国，甚至不在蓝星上。他是一位非常特殊的玩家，
是我们已知的唯一一个无法回归的玩家，他就在怪兽游戏世界中。李勇推了推眼睛，继续说道：我和智囊团们讨论了很久，对0号目前有2个猜测。第一个猜测，0号玩家可能是一种变数，他自身和他的能力一定非常特殊，应该已经突破了某种界限。如果他回到蓝星，可能会改变人类目前的格局，这违背了游戏规则，所以这才导致他无法回归。第二种猜测，0号玩家可能是一位先驱者。如果真的按脑洞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游戏世界的入侵会导致全民穿越，那这种穿越肯定会有一个过程，就像玩游戏会存在内测，而现在所有的玩家其实就是在参加游戏内测。但0号玩家有些特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可能已经提前正式进入了游戏，他将成为先驱者，为人类获得怪兽世界的第一手资料。李勇说完，屏幕中的画面再次开始播放，在王莽的视角中，基本都是他在猎杀各种怪兽，那些在地球上横行无忌，需要数名超能者和特种部队配合才能杀死巨物，在王莽手中就像婴儿一样，随手就被捏死了。良久，坐在首位的老者缓缓开口：从现在开始，把0号的信息设定为最高机密，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能再透露出去。老者眼神变得凌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李勇，从现在开始，0号就由你全权负责，他的家人全部都要进入826局。是。李勇恭敬地站起，对着老者就行了一个军礼。很快，826局就出动了一支秘密部队。王莽的所有信息开始消失，学生档案、网络痕迹、游戏账号，通通都被抹去痕迹。除了他的家人和曾经的同学朋友还记得他，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查到王莽的任何痕迹。而在某份最高机密档案中，0号玩家被放在了最深处。一辆皮卡车缓缓前行，张翔这次又从游戏世界中活着回来了。可惜的是，他所有的纸片人老婆都被怪物吃掉了。他刚刚回家，他老妈就快步迎了出来：小翔，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看着面前的儿子情绪有些低落，张翔老妈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儿子，能活着就行了，以前都是妈的错，我再也不会逼你去相亲了。你以前一直搞些二次元，老妈也不能理解。最近几天我想了很多，二次元就二次元吧，老妈支持你。说完，张翔的老妈就从屋里拿出一个大箱子，里面全部都是一些精致的二次元手办。儿子，妈花了1年的工资，按你的喜好给你买了很多，妈只有一个要求，你以后一定要活着回来。张翔诧异地望着面前的箱子，这些全部都是他喜爱的老婆们。一瞬间鼻头一酸，眼泪流了下来。他老妈一直反对他玩二次元，但没想到他所有的喜好他老妈都知道。妈，你放心，我肯定不会死的，我还要给你养老呢。中年妇人欣慰地笑了笑，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希望最后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吧。玄山超能者高校，张小龙还在训练室时不停地挥刀，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3级，在全国的超能者玩家中都属于第一梯队。这次穿越到游戏世界，他又变强了。他终于完成了第1次单杀。以前他猎杀怪物还需要特种部队的火力支援，而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他已经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强者。今天上午，陈校长找到了他，他已经通过了考核，乾隆计划正式向他全面展开。穿越到游戏世界的时间是3日，结束后可以在蓝星休整7日，而这7日他会变得更强。华夏国已经给他安排了上百只怪兽，他会用这7天的时间升级到4级，成为华夏国最顶尖的一批超能者玩家。游戏世界中的怪物入侵现实，无数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有人被怪物吞噬，有人趁机作乱，违法犯罪。杀猪是救不了华夏国的，他要改行。长刀挥舞，张小龙这眼神变得更加坚定。这个国家由他来守护。第43章，血灵果。1星，普通超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超凡特质。2星，精良超凡，大部分已经具有超凡特效和属性技能。3星，稀有超凡，已经具备极强的超凡属性和特性。4星，传说级超凡，非常稀少，每一件传说物品都可以左右一个种族的兴衰。5星，世界级超凡。6星，脱离设定外的等级，魔神级。巨大的森林中，一道小小的身影缓缓走出。王莽伸了个懒腰，今天他又猎杀了400多只怪物，经验涨了2000多点。这森林中的怪物果然丰富多样，数量和种类都非常多，最近杀的他都有点手软了。打开面板，人物王莽，固有天赋无冷叠加，等级 LV9 8021256000，体质63左圆括号49+5+3+6右圆括号，精神41左圆括号11+30右圆括号，能量
125左元括号15加5加5加100右元括号。普通人类极限全部为10点。技能：技能1，终极肌肉强化，消耗10点能量，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40%，持续时间120，冷却时间10分钟。评分2颗星。技能2无。技能3无。看着面板中的经验条才只达到了1/3，王莽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的升级非常困难，等级每提升一次，升级需要的经验值就会变得更多。而且随着他的等级越来越高，猎杀普通怪物的经验也在不断降低中。唉，估计等下次玩家回归，我都升不到10级，太慢了。摇了摇头，王莽背着长枪走上了回家的路。刚刚到家，谢老大就屁颠屁颠的跑了出来。由于最近的伙食太好，谢老大的体型也长得飞快。如今他也有3米多高，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可爱的小螃蟹了。谢老大欢快地爬到王莽身边，趴下身子，想让王莽坐上去，眼中满是献媚，笑着拍了拍他的头。王莽一个翻身就坐在他背上。谢老大现在是越来越有坐骑的自觉了。巨大的螃蟹缓缓爬行，少年趴坐在上面，看着夕阳西下，风景美好。回到家中，往火塘中丢了几块木块，他决定今天吃烧烤。森林中的怪物种类非常多，除了有大量的虫子和蜗牛外，还有一种会动的蘑菇人。这些都算是森林中最底层的怪物，实力不强，但都挺好吃的。而且今天他还猎杀一只特殊的精英级怪物树猪，它身高接近10米，长得有点像老鼠和猪的结合体，防御力很高，实力还算可以。这是他穿越到荒岛以来第一次猎杀到哺乳类怪兽，它全身都是满满的脂肪，特别肥。这些脂肪可是好东西，它不但可以用来制作食用油，还可以做油灯、火把之类的照明工具。而且最近天天吃海鲜，吃虫子，吃蘑菇，他真的吃腻了，所以他今天要改吃烤猪。在自己的菜园子中摘一些新鲜的蔬果，再把蘑菇怪物的肉切成小块，和猪肉一层一层的穿好。一直忙碌了1个多小时，王莽在荒岛的第一顿烧烤就开始了。王莽坐在火塘上，和谢老大一起开心的吃着烧烤，喝着果汁。可惜没有孜然和辣椒，味道还是差了一些意思。一边吃着烧烤，王莽一边思考着。最近由于他疯狂猎杀周围的怪物，导致附近的怪物越来越少，特别是在他家附近，已经成为这片沙滩的禁忌之地，所有的怪物几乎都绕着走，这也导致他的升级速度越来越慢。虽然最近去森林中狩猎获得了不少经验，但猎杀的大部分都是一些低阶怪兽，效率也不算很高。也在边缘混了很久了，明天再深入看看吧。考虑了良久，王莽做下决定。击杀普通怪兽虽然风险低，但是不爆宝箱，而且低阶怪兽的材料也没有什么用处，他还是更喜欢猎杀那些巨物。无论是击杀巨型怪兽后爆出装备的快感，还是击杀时那种肾线上飙升的刺激感，都让他深深迷恋。在以前玩游戏时，他也总是去喜欢挑战那些强大的首领怪物，那是他玩游戏的唯一乐趣。不过这里毕竟是现实，不像游戏可以重开，所以他必须要小心谨慎，做好万全的准备。吃完烧烤，来到自己的菜园子。在菜园的最中心，一棵3米多高的通体红色的小树立在中间，在树冠还有4颗鲜红透亮像苹果一样的果实挂在树下。这是他之前种下的血灵树，经过这段时间的精心呵护，它终于结果了。小心翼翼地摘下4颗血灵果，一条信息就弹了出来：丁，获得血灵果4个。物品：血灵果。品质：蓝色精良。效果：血凝树结下的果子拥有一定的活性生命力，直接使用可以在3秒钟内一共恢复15点受损体质，也可以作为材料制作食物和药剂。评分2颗星。把4颗血灵果小心地收到空间背包，王莽满意的点了点头。和他猜测的一样，血灵果真的可以用来恢复伤势。虽然这个世界也有面板，但是却没有生命值这条属性，同时也没有什么力量、敏捷、幸运、智力。在这个怪物世界，所有与身体相关的都只与体质有关系。不过也可以理解，这个世界毕竟更加偏向于现实。比如你想速度更快，那无论是敏捷、体质和力量都缺一不可。而如果你的力量很强，那你的速度就不可能慢。力量、体质、速度三者之间本来就是3位一体的。在这个世界，体质决定着肉身力量，精神决定了这灵魂力量。体质越高，速度、力量、反应速度、生命力等都会变高。而如果你受伤了，体质也会暂时减少，同时你的生命力、力量、速度等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血灵果既然能恢复受损体质，其实变相的就是可以恢复生命值，这在他看来至关重要。也正是因为有了血灵果，他才敢下定决心去森林的更深处探索。小心翼翼地把血灵果收入空间背包，王莽又开始了他的每日武道修炼。他回头看了一眼放在床上的手机，犹豫了一瞬，
很快就摇了摇头：“不行，我还只是个弱鸡，我哪有资格去玩手机？我要修炼，我要升级，等升到10级了，再去让手机里的小姐姐们安慰我一下。”王莽拍了拍脸，迅速就进入了状态，开始不断挥拳。身旁的谢老大也爬了过来，他站在王莽身后，也不断挥舞着巨大的钳子，一本正经。哔哩，他也想要修炼，他也要变成一只强大的螃蟹。第44章，李氏拔刀一线天。今天在守家的时候，谢老大遇见了一只可爱的母螃蟹，看着它美丽的眼睛、漂亮的夹子，谢老大心动了。可他刚刚凑过去，那漂亮的母螃蟹就不屑地看了他一眼，在骂他一声小细狗后，母螃蟹就摇着性感的夹子离开了。而旁边还有几只大青蟹对他指指点点，哔哩哔哩的骂他不自量力。这巨大的打击让单纯的谢老大伤心了半天。但30年河东，30年河西，他废柴谢老大今天就要开始逆袭之路。我家，总有一天他会让那些看不起自己的螃蟹们震惊，把他们啪啪打脸。哔哩，石洞中，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少年和一只大螃蟹不断地挥着拳，开始了他们的成王之路。第二天，天一亮，王莽就进入了森林中。今天他会走向森林的更深处，去猎杀更强的怪物。沿着树根不断前行，周围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随着这几天在森林中不断的猎杀怪物，他也对这片巨大的森林有了一些了解。在这片森林其实分为3个层次，最下层也就是树根之下，生活着大量的小型怪兽，它们大多在2到5米的体型，实力较弱。同时，最下层这里也会存在一些捕食它们的怪物，但体型大多也不超过10米，实力也一般。而在树根之上为中层，中层的范围很大，大概距离地表10至200米都属于中层。在中层的怪物则是更加丰富多样，体型也变得更加巨大，10米到50米高的巨物都有出现。而200米之上，也就是树冠为最上层。对最上层的情况，王莽了解的也不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很多稀有的飞禽类怪兽都生活在树冠之上。王莽一直在树根下到处游走，顺手杀了几10只不自量力的虫子后，他终于在一根巨大的树杈上发现了一只精英级的怪兽，20米高的巨大体型，夸张的大嘴，有力而粗壮的后腿，这正是之前他所斩杀过的大嘴蛙。此时他正叼着一只猎物不断啃食，根本就没有发现王莽的靠近。而王莽躲在巨大的树干后面，通过凹凸不平的树皮不断向上攀爬，同时向着大嘴蛙的方向慢慢靠近。王莽小心翼翼，这只大嘴蛙可和上次的不一样，它没有受伤，还处于全胜状态。一直爬了10几分钟，王莽才停在一根树杈上，这个位置非常好，正对大嘴蛙的头顶。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随着他不断叠加技能，每过1秒，他的身体就像气球一样膨大一圈，身上的衣物早就已经被他脱光，只剩下一件大大的史莱姆内裤。很快，消瘦的王莽就变成了一个3米多高的肌肉巨人。终极肌肉强化28倍，肌肉增幅程度1120%。他浑身的血管通通暴起，像狰狞的青蛇缠绕在全身。他的心跳如擂鼓，扑通扑通扑通，震得人头皮发麻。他浑身变着赤红，这是血液在他身体里面急速奔涌。缓缓吐了一口气，一阵夸张的白气就从口鼻中喷射而出，像利剑一样击穿了周围的树干。他又变强了，终极肌肉强化的效果比他想象中更好。他只感觉自己浑身热血沸腾，闭上双眼，感受着自己全身肌肉迸发出来的力量。之前他还有些谨慎，想着去偷袭，但现在好像不必了。他现在决定直接把这只20米高的巨兽正面打爆。而此时，在树干上的大嘴蛙早就发现了不对劲，王莽那恐怖的心跳声太过夸张，隔着很远都清晰可闻。他慢慢转动身体，死死地盯着上方的王莽。在这只小小的虫子体内，他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大嘴蛙的双腿缓缓用力，整个腹部都慢慢鼓起。他张开大嘴，无数犬牙交错的锋利牙齿展露出来，口中还发出沉闷的蛙鸣。这是一种警告，他试图用声势来震慑住王莽，让王莽知难而退。但很显然，这种警告对王莽完全没有作用，反而因为他剧烈的蛙鸣声，让王莽变得更加兴奋。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化为肌肉巨人时，王莽就会变得特别兴奋，就仿佛你已经完成了4杀，5杀就在面前，唾手可得。这难道不让人热血沸腾吗？相隔数百米，恐怖的肌肉巨人和20多米高森林巨蛙相互对视，双方都在蓄力，只为致命一击。嘣！一声巨响，巨大的蛙声在空中飞跃，血盆大口向王莽直接咬来。最后还是大嘴蛙先忍不住了，他面前的只不过是一只小虫子，体型摆在这里，他不可能输。
而王莽却还半蹲在地上，手中握着一把大刀。他双腿半蹲，身体微微前倾，整个身子侧向左方，右手握刀。他把浑身的气血全部集中在右手，恐怖的气势凝而不发，全部集中在一点。这是他最近苦修良久的华夏古武秘籍。李氏拔刀一线天。当巨蛙飞来之时，王莽的刀后发先至，超越人类极限的6倍身体，肌肉增幅1120%，再把这恐怖的肉身力量全部集中在一点，通过拔刀斩的方式瞬间爆发。这种爆发有多强？只见一道夸张的刀光急速飞出，直接把20米高的大嘴蛙瞬间斩成2半。巨蛙的鲜血像雨一样喷洒，恐怖的刀气气势不减，把他身后所有的树枝全部斩成2半。一刀，20米的巨兽死。丁，越级击杀精英级怪物大嘴蛙，获得经验1180点，获得蓝色品质宝箱1个。王莽收起面前漂浮着的蓝色宝箱，然后跳下树干，把大嘴蛙的尸体全部分解掉。很快他就离开了原地。这片森林极具危险，刚才喷洒的鲜血可能会引来其他的掠食者，他必须赶快离开。一直跑出很远，他才找了个树洞躲了进去，服下几颗蓝色小药丸恢复能量，看了一眼手中的长刀。刚刚全力爆发的一刀虽然威力巨大，但是也让这把武器完全报废。只见刀身上全部是裂痕，打开属性面板一看，这把刀的已经完全损坏，甚至无法修复。第45章蛙之呼吸。白色品质的武器还是太差了，不知道这次的宝箱中能不能开出一把好用的武器。王莽叹了口气，这个世界爆出来武器其实也有耐久，虽然武器面板上没有显示，但是武器如果过度使用就会出现破损，而破损后的武器可以通过消耗各种矿石材料在打造界面中修复。可随着王莽的实力越来越强，这些白色品质的武器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消耗，每次全力一击，手中白色品质的武器就会直接崩坏，连修复都无法做到。幸好他杀过不少精英级的怪物，白色宝箱开了很多，空间背包中的武器还有上百把。蓝色品质的武器应该更加坚硬吧，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爆一把。收回思绪，王莽搓了搓手，看着面前漂浮的蓝色宝箱，有些兴奋。又到了开宝箱的时刻，打开宝箱，点点星芒消散，面前剩下几道物品。丁，获得蓝色品质蛙之枪。装备，蛙之枪。种类，武器，长枪。品质，蓝色精良。属性，体质加12，能量加25。效果，效果1，锋锐强化1级。效果2，蛙之呼吸，主动技能，开启蛙之呼吸后，消耗15点能量，肌肉强度增加 20%， 跳跃能力增加 30%， 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30分钟。评价2星半。丁，获得蓝色品质黑晶石5个。材料，黑晶石。种类，矿石。品质，蓝色精良。效果，可用于打造装备、修复装备、强化装备。评分2颗星。丁，2级经验书1本。种类，经验书。品质，蓝色精良。效果，使用后瞬间获得1000点经验值。评价2颗星。看着面前爆出的几样物品，王莽一把抓过地上的长枪，满脸喜色。这么久了，终于爆到第一把蓝色武器。掂了掂手中的蛙之枪，这把长枪体型巨大，枪身长约2米，至少也有100-200斤重。不过对于现在的王莽来说，这个重量刚刚好。看着属性面板中蛙之枪所显示的数据，这把长枪不但基础属性增加的更多，而且还拥有2个非常不错的效果，其中居然还有一个主动增幅技能，可以增加肌肉强度和跳跃能力。他死死地盯住面板中的效果2，蛙之呼吸。突然他脑中闪过一丝奇思妙想，自己的天赋能力无冷叠加是让技能没有冷却，并且技能效果能无限叠加。那这武器中自带的技能算不算是技能中的一种呢？想到这里，他激动地握紧长枪，直接开启蛙之呼吸。丁，发动技能蛙之呼吸，肌肉强度增加 20%， 弹跳能力增加 30%， 持续60秒。活动了一下身子，力量和弹跳能力的确增加了不少，于是他再次低声大喊：使用蛙之呼吸。手中的长枪突然闪烁一下，蛙之呼吸再次发动。丁，发动技能蛙之呼吸，肌肉强度增加 20%， 弹跳能力增加 30%， 持续60秒。王莽看着面板中显示的信息，脸上欣喜若狂，果然可以再次使用。自己的天赋能力真的对武器中的技能也有效果。良久，王莽才平复下心中的激动。他把开出的矿石收了起来，再把蓝色品质的经验书使用，经验条又涨了1小节。做完这些后，他再次在最底层游走起来。他一边猎杀那些低等怪兽，一边慢慢恢复着能量，同时寻找着下一个狩猎目标。现在这些10米以内的小怪物已经让他完全提不起兴趣，
他需要猎杀更强的巨物，抱更高级的宝箱。就这样，王莽在森林中不断猎杀着，一直到天色有些昏暗，他才缓缓从森林中走了出来。今天，随着他深入森林，他一共猎杀了300多只小怪兽，4只大嘴蛙。除了获得大量的经验和材料外，他还收获了2个蓝色宝箱，12个白色宝箱，可谓收获满满。扛着自己2米长的大枪，王莽哼着小调走在沙滩上。果然，万事开头难。曾经在他看来非常可怕的森林，现在也不过如此。而且在森林中狩猎，经验增长明显加快，恐怕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升到10级。这样一想，他心中更加快乐了。走着走着就到家门口，今天难得的谢老大居然没有来迎接他。刚刚有些疑惑，结果开门一看，谢老大正缩在床角，嘴中不断发出哔哩哔哩的泡泡声。谢老大，你今天咋回事？王莽看着谢老大无精打采的趴着，马上紧张的跑了过去。他在这荒岛中孤身一人，也就养了这么一只螃蟹，最近相处久了，已经有了些感情，可不能就这么死了。哔哩哔哩，谢老大叫唤了几声，大概的意思就是活着没意思。王莽一听，愣在一旁。现在的螃蟹都这么丧了吗？你哥我被困在荒岛，都还天天努力向上，你个小螃蟹凭什么说这话？王莽眼睛一眯，语气变得阴恻恻。谢老大，既然你觉得活着没意思，那我今晚就把你红烧了吧。养这么大，要是死了挺浪费的。谢老大一听，浑身一抖，瞬间就爬了起来。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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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完就挺胸收腹，跑到菜园子边不停巡逻，展现着自己的价值。虽然他挺喜欢吃红烧肉的，但他可不希望自己变成一块红烧肉。王莽瞥了一眼谢老大，笑而不语。他直接从空间背包中取出一只精英级大青蟹的钳子，然后往火塘中不断加柴，开始做起了烧烤。谢老大躲在菜园子旁边，瑟瑟发抖，主人该不会来真的吧？1个小时后，王莽就和谢老大坐在一起，开始吃起了大蟹钳。一边吃，王莽就和大青蟹不断交流。由于谢老大是自己的宠物，两人存在精神联系，所以王莽很快就知道了谢老大的苦恼。这2天，王莽都前往森林去狩猎，所以谢老大都留在家里守家，保护着石洞中的菜田。而最近，谢老大居然在沙滩上交了几个螃蟹朋友。第46章黑色蜘蛛。朋友，王莽愣愣地想着这个词。他以前在蓝星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都是他的死党，可惜自己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王莽有些失落，他用力地拍了拍谢老大的背，开口说道：谢老大，你难得有几个朋友，明天哥帮你，保证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你。谢老大双眼竖起，眼中闪着星星一样的光芒，他从来不怀疑王莽对他说的话。就这样，日月交替，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今天，谢老大很早就出了门，然后去找他那些螃蟹朋友们了。而王莽却来到了礁石群。他这个大魔王几天不来，礁石群又恢复了平时的热闹。王莽站在高处，眼神一凝，瞬间就发现了一只10米多高的精英级大青蟹。他的身体猛地膨胀，手中长枪高高举起，嗖！一声巨响，长枪整个穿透精英级大青蟹的身体，瞬间秒杀。刚刚穿越到荒岛时，这种巨物自己连看都不敢看一眼，而短短几10天，他居然只需要随手一击就可以直接斩杀。感慨一声，王莽就把精英级大青蟹的尸体收进了空间背包中。其实所有的怪物尸体都可以直接收入空间背包，不过那样会直接占据一整个背包格子，非常不划算。收好尸体后，王莽就回到家中，然后在不远处就看到谢老大和他的几个螃蟹朋友。只见谢老大像一个舔狗一样追着几位螃蟹朋友舔，但别人根本就不搭理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做了王莽的宠物，还是谢老大的身体太小，这些野生大青蟹根本就不带他玩。看到像舔狗一样的谢老大，王莽简直就恨铁不成钢，直捶胸口。这种感觉他太懂了，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他赶紧把空间背包中的精英级大青蟹丢了出来，然后不断挥手招呼着谢老大他们过来。几只大青蟹刚刚过来，王莽就开始展现他的实力，2、3下就把一群小螃蟹吓得汪汪直叫。然后他再威逼利诱，用精英级大青蟹的尸体作为礼物，很快就让谢老大和他们打成了一片。王莽站在远处看着谢老大欢快的样子，脸上露出了老父亲一般的微笑。谢老大找到了他的同类们，有了伙伴。那他的同类现在又在哪里呢？王莽回头望向森林，通过聊天群中获得的信息，有些人穿越过来是直接到了森林中，所以森林是他必须要去探索的。他希望找到同类，虽然他知道在这没有法律约束之地，可能同类会更加危险，更加可怕，但他必须要这么做。他实在太孤独了，他想找到自己的同类。背上长枪，少年的身影再次大步踏入森林。在他走后，海面上突然起了一阵风，
无数浪花打在沙滩上，沙滩、礁石、大海、太阳、森林。王莽想要找到同类，但在森林中，真的可以找到其他人类吗？森林中，一棵棵几百米高大的树木间，时不时有庞然大物在里面穿梭。此时，王莽正趴在一棵高高的树杈上，他削了一大块树皮，然后把树皮固定在背上，只要往树干上一趴，他整个人就像隐身了一样，完全融入了树干中。这是他在论坛上学习的隐藏技巧，在森林中非常实用。趴在树干上，眼睛死死盯着下方的一只大嘴蛙。以现在他的实力，这种20多米的巨怪已经不足以威胁他，但此时此刻他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在大嘴蛙的对面，一只7、8米左右的深黑色蜘蛛正在缓缓调转方向。虽然大嘴蛙的体型比这只蜘蛛大很多，但它此时却完全没有战意。大嘴蛙巨大的身体缓缓向后退去，它浑身都在颤抖。对面这只黑色的蜘蛛是它的天敌。这只黑色的蜘蛛不大，体型只有7、8米，浑身上下黑黝黝的，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它的后腿非常粗壮，结构类似于跳蚤，每一次移动，它的腿部都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就像弹簧在蓄力一般。与普通的蜘蛛不同，这黑色巨型蜘蛛的前腿却是像螳螂一样的刀手，锋利无比。而就是这样的身体结构，才让这只黑色巨型蜘蛛成为了这片森林中危险的猎手。不但相同体型的怪物不是它的对手，就连像大嘴蛙这样的巨物也是它食谱中的一种。突然，黑色蜘蛛动了起来，速度之快让王莽也只看到了一道虚影。而大嘴蛙在黑色蜘蛛动的瞬间就本能地做出反应，拼命往后逃去。可惜它还是慢了，只是一次交错，大嘴蛙的一条腿就被整个切了下来，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王莽趴在树干间一动不动，他双眼微眯，一动不动。而下面的黑色蜘蛛已经开始享用自己的战利品。这只蜘蛛绝对是稀有怪，就和他当初斩杀那只巨鸟一样。上次斩杀巨鸟，他就直接从宝箱中开出了一本技能品质升级书，让他的实力大幅度提升。不知道要是斩杀这只黑蜘蛛，又能爆出什么好东西。紧紧盯着下面进食的黑蜘蛛，他眼中燃烧着熊熊战意。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小魔瓶使用，蓝色小药丸使用，龙斑鱼的骨髓使用。终极肌肉强化32倍，肌肉强化增幅1280%。此时王莽再次变成了3米多高的肌肉怪人，他浑身通红，气血如热浪一样席卷。而这还不是王莽的最强形态，他还预留的60点能量开启刚刚获得的武器技能蛙之呼吸。蛙之呼吸，蛙之呼吸，蛙之呼吸，4倍叠加，肌肉强化再次增加80%，跳跃能力增加120%。蛙之呼吸的发动让王莽的身影再次膨胀，而且可能是因为跳跃能力的增幅，这次他的双腿肌肉更是膨胀到夸张。远远看去，他居然有点像只大号的肌肉青蛙。那满是肌肉肉块的双腿只是稍微弯曲，就直接把脚下树干压出一个直径几米的大坑。王莽双腿下蹲，左手以拳撑地，右手紧握长枪，做着标准的蓄力跳姿势。第47章李氏龙形点睛之笔。而此时，远处的稀有怪物黑色蜘蛛也发现了王莽，他黑溜溜的8只眼睛紧盯着王莽的方向，瞬间就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虽然他不知道王莽是个什么东西，但此时王莽给他的感觉极度危险，这是来自野兽天生的敏锐直觉，从未出错过。扑通扑通扑通，安静的森林中不断响起发动机一样的巨大心跳声。青筋暴起，肌肉膨胀，血液急速流动中，王莽的身体像火炉一样热血滚烫。每次解放完全形态，他的气势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这让他的偷袭变得更加困难。不过也无所谓了，弱者才需要使用偷袭，而强者只需要正面莽，这才是属于男人的浪漫啊！你应该感觉到了吧？王莽狰狞一笑，对着远处的黑蜘蛛缓缓说道：同样是猎食者，我比你更强，而这可还不是我的全部实力啊！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他眼神灼灼，浑身的肌肉开始兴奋颤抖，双腿用力下蹲，脚上的蛙之鞋开始缓缓散发光芒。蛙之鞋每10分钟可以积累一次蓄力跳，使用后可以使下一次跳跃能力增加100%。随着蓄力跳发动，王莽的双腿肌肉再次膨胀1倍，这直接让他脚下10米粗的树枝瞬间崩裂。手握长枪如龙，腿如青蛙蹲坐，所有的气力都全部集中在脚下。华夏古武秘技李氏龙形点睛之笔。砰！一条红龙闪过，恐怖的声浪席卷。太快了，太快了！空气中只剩下一道红线龙印。和之前猎杀大嘴蛙不同，那一次自己只是常规爆发，只能算普通一击，而这一次
才是他倾尽所有力量的极限爆发，是他的认真一击。给老子死！怒吼响彻天际，红龙所过之处，巨木纷纷崩裂。嘣！一声巨响，几米直径粗细的树枝缓缓从空中掉落，无数惊恐的小怪兽纷纷四散逃离。刚刚的威势实在是太恐怖了，密密麻麻的森林中直接被清出一条通道。明明大家差不多大，怎么这只两脚兽这么恐怖？几只小怪兽回头，惊恐地看向那只肌肉怪人和黑蜘蛛，他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半空中，恐怖的一击后，王莽把长枪插在树干上，整个人像只巨大的猿猴挂在那里。那只黑色蜘蛛还没有死，他居然在危急时刻躲过了自己致命的一击。远处，黑金蜘蛛倒挂在一根树枝上，他左边的刀手已经消失不见，还断了几条腿。看着自己受伤的身体，黑金蜘蛛整个身体都愤怒地弓了起来。他在这片森林横行无忌多年，还从未受过这样的重伤，不可原谅！吱！一声尖锐的鸣叫，刺耳的声波化为实质，他瞬间就消失在原地。无数的黑影快速闪烁，黑金蜘蛛在树干之间不停跳跃起来，每一次跳跃，它的速度就加快一分。很快，无数的黑色幻影在树干上来回穿插，让人眼花缭乱。王莽挂在树干上，眼神凝重。这只黑色蜘蛛比他想象中更强，他刚刚居然躲过了自己的认真一击。不过这样才更有意思啊！他更加兴奋了。你跳，那我也跳。王莽双腿用力，猛地一蹬，瞬间也在树干间不断跳跃起来。此时是他的最强状态，按技能持续的时间，他至少还可以保持半分钟。这只黑色蜘蛛已经受伤了，现在就是最好的斩杀时机。很快，一黑一红两道残影不停在森林里碰撞，他们所过之处，狂风四起，树枝崩断，叶落纷纷。良久，一道长枪如龙，巨大的黑色蜘蛛瞬间被钉死在树干上。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绝地反杀，有的只是精心算计。黑金蜘蛛毕竟身受重伤，十几秒高强度的碰撞后，他的伤口破裂，速度明显减弱，很快就落于下风。而高手过招，这便是致命的破绽。看着面前还在不断拼命挣扎的黑蜘蛛，王莽往后一跃，拉开距离。野兽在临死前的反扑总是格外剧烈，他必须更加小心。取出几根2米长的鱼刺，远远的用力投掷，一根2根，一直到面板给出提示音。丁，越级，击杀稀有怪物黑金蜘蛛，获得经验2872，获得紫色稀有宝箱1个。看着黑蜘蛛身上漂浮出的紫色宝箱，王莽迅速冲了过去，赶紧把它收入空间背包，再分解掉黑蜘蛛的尸体，便转身快步离去。刚刚的战斗动静太大，他必须赶快离开这里。一直离开很远，找了个树洞，王莽才停下脚步。肌肉巨人般的身体慢慢缩小，王莽又变回了那个消瘦的少年。此时他的身上已经到处是伤，甚至左臂被砍出一道入骨的巨大伤口。随着他的肌肉状态解除，鲜血开始不停地往下流，他整个人也半跪在了地上，气喘吁吁。打开属性面板，他的体力已经变成了4663，轻伤，持续流血状态。有没有搞错？我膀子都快被砍断了，你和我说这是轻伤？摇了摇头，从空间背包拿出一颗血灵果吃下，王莽身上的伤口开始快速愈合。1分钟后，活动一下身子，他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如果没有血灵果，他刚刚在一击没有杀死黑金蜘蛛后，肯定不会再继续战斗下去，因为和这样强大的怪物正面战斗，不可避免的会受伤。而在这满是怪物的荒岛中受伤，可不是一件好事。回想刚刚的战斗，他还是太冲动。不过这也跟他的性格有关。小时候，他的性格比较懦弱，在学校总会被人霸凌。但自从他老爸帮他改了名之后，他的性格就突然发生了反转。有人欺负他，他整个人都变得像个疯子一样，必会10倍奉还。虽然他的冲动让老师和同学对他更加不喜欢，但自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王莽，王莽，他的后半生一直贯彻着一个莽字。虽然他平时你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但在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人。特别是他解放出肌肉状态，那种浑身都充满力量的感觉，让他总忍不住横推一切。第48章，王莽的2胎。不过对于刚刚的冲动，王莽并不后悔。在这满是怪物的世界里，如果连一点拼劲都没有，就不可能活下去，也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强者。收回思绪，王莽从自己的空间背包中取出那个紫色的宝箱，他双眼发光，眼神热切，这还是他至今为止第一次爆出紫色品质的宝箱。激动打开宝箱，一道紫光爆发，面前很快就多出了几个物品。丁，获得黑金蜘蛛的蛋1个，紫色稀有。宠物蛋，黑金蜘蛛。品质，紫色稀有。效果，在适宜的温度下可以孵化出稀有的黑金蜘蛛。评分，3星半。丁，获得2级经验书3本。种类，
经验书，品质蓝色精良，效果使用后瞬间获得1000点经验值，评价2颗星。丁，获得蓝色品质黑晶石12份，材料黑晶石，种类矿石，品质蓝色精良，效果可用于打造装备、修复装备、强化装备，评分2颗星。丁，获得灵米树的种子1颗，种子灵米树的种子，品质蓝色精良，效果种下后可以长出灵米树，灵米树成熟后每个周期可以产出3至5公斤的灵米，服用灵米后可以快速恢复能量，在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可以再次种植。怪物的尸体血肉可以加速生长速度和产果速度，评价2星半。看着面前的物品，王莽一把抱起面前的宠物蛋，满脸兴奋，又开出宠物了，而且还是紫色稀有品质的，居然爆出了这黑金蜘蛛的蛋，这玩意可比谢老大厉害多了。在荒岛中猎杀了那么多怪物，宝箱也开了不知道多少个，这还是除了谢老大外他第2次爆出宠物。满意的把黑金蜘蛛的蛋放回空间背包，他又拿起那颗灵米树的种子，这蓝色品质的种子居然是可以恢复能量的灵米，这不就是自己正缺的吗？一直以来他的固有天赋虽然强的变态，但能量却限制了他的上限，所以只要是能恢复能量或者提高能量上限的物品，都是变相的提升了他的实力。不知道这灵米的恢复效果怎么样？如果像龙斑鱼的骨髓一样能瞬间恢复能量就好了。把灵米树的种子收好，再把其他几样东西放进空间背包，王莽转身就离开了森林。今天的狩猎差不多了，而且刚刚的战斗让他有些疲惫，一路狂奔，王莽很快就到了家门口。今天谢老大又没有出来迎接自己，估计跑去和他的小伙伴们玩耍去了。王莽摇了摇头，这小子回头一定要教训他一顿，天天只知道玩，家里的菜园子谁来看着？把门口的石头搬开，王莽刚刚进入家门，身形就猛地顿住，他后退一步，双眼大睁，满脸不可思议，不敢相信面前的事实。谢老大，不可能！王莽一声大吼，吓得对面的谢老大一个哆嗦，瞬间索然无味。2只螃蟹的身影分开，啵的一声，好像什么东西被拔了出来。眉清目秀的母螃蟹慌张地从王莽面前爬过，迅速溜了出去，不见踪影。而谢老大也不安地爬到王莽身边，2只眼睛可怜巴巴的，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夜晚，王莽坐在床边，谢老大则躲在门口的角落里，满脸的无辜。王莽看了他一眼，恨铁不成钢。谢老大，你爸爸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你居然做出这种苟且之事！你居然趁我不在家带个母螃蟹回来乱搞！你知不知道，你老爸我到现在都还守护着自己珍贵的第一次，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摸过啊！王莽越说心中越郁闷，他感觉自己活得不如一个螃蟹。谢老大，我看错了你，我昨天还以为你是被其他螃蟹看不起，所以才去帮你，结果你居然是让我去帮你泡妞，你太让我失望了。王莽说完，往被子里一躺，把整个头都盖住。太欺负人了，连只螃蟹都破处了，他还不知道要单身多久。呜呼！第2日，王莽难得的没有出去狩猎，他把灵米树的种子种在了菜园中，然后找了块好地方，把黑金蜘蛛的蛋拿了出来，小心孵化。谢老大这个1胎算是练废了，他准备马上无缝连接孵化2胎。谢老大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他跑来菜园子旁边，不安的到处爬动。比利，主人什么时候带了个蛋回来？该不是想给我孵个母螃蟹出来吧？王莽看了他一眼，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臭小子，昨天你让我很失望，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寸步不离的守好家，不准带任何一只螃蟹再进来。指了指面前的菜园和旁边的黑金蜘蛛蛋，他再一次警告道：如果这颗蛋和菜园子受到任何伤害，我回来就把你这臭小子做成香辣蟹。谢老大一听，被吓得浑身都支棱起来，连连点头。王莽把家里安排好后，就跑到门口，直接开启肌肉形态，搬来一颗巨石，把整个门都堵得严严实实。黑金蜘蛛的孵化可能要几天，他不可能时时守在这里，所以最近只要他去狩猎，大门必须完全封死。他绝对不是因为嫉妒谢老大有女朋友，这只是日常的谨慎而已。反复确认谢老大出不来后，王莽才满意的点头，转身飞奔向森林。狩猎！荒岛的生活就是这样朴实无华，一连几天，王莽都在狩猎中度过。他的战斗技巧越来越纯熟，击杀怪物的效率也越来越高。此时，森林中几道白光闪过，面前正在飞奔的怪兽虫子们就被鱼刺全部扎在了树干上。在所有狩猎方式中，王莽最喜欢的就是投掷标枪，这种方式不但威力十足，而且效率非常高。如果开启肌肉形态，他随手投掷了标枪，甚至比导弹都还要恐怖。分解掉面前的怪物尸体，
王莽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着经验值一栏，等级 LV9 23456256000，他还差2000多经验就可以升级到10级。第49章蜘蛛子。不过回头看了下天色，太阳已经要下山了，今天恐怕是来不及了。收拾好东西，他很快就离开了森林，回到了家中。自从上次后，谢老大就老实了很多，每天都寸步不离地守在菜园子旁边。不过他那个女朋友倒是每天都来门口叫啊叫的，还挺痴情的。王莽走到菜园子旁，看见谢老大就来气，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就你这怂样，凭神妖还有女人倒贴，简直天理不容啊！哥长这么帅，都还单身着呢。低头看了看自己的8块腹肌，又看了看双腿之间二弟。二弟现在还掌握着绝技，可惜毫无用武之地啊。叹了口气，不能多想，不然会硬邦邦。他赶紧把心思转移到种地上。菜园中的灵米树已经长到了1米高，绿意洋洋，估计再过几天就会结果了。血灵树又结了4颗果子，菜园里也又多了几种瓜果。在血灵树下，黑金蜘蛛的蛋时不时动一下，而且这个频率越来越快，它应该快要出生了。王莽从空间背包中取出大量的怪兽肉，然后把它们切成碎块，铺在菜园子里。这些肉块可以提供能量，让植物加速生长，同时好像还可以促进黑金蜘蛛蛋的孵化。做完这些后，起锅烧油，王莽开始做起今天的晚饭。一条汽车一样大的蛙腿，洗干净切好，丢入澡盆大小的生蚝锅中，再加入青椒、番茄、土豆和自制的豆瓣酱，一直大火炖上2个小时。起锅时再加入黄瓜和香菜，完美。给自己和谢老大一人添了一份，正准备开吃，一声破壳声响起。王莽回头大喜，黑金蜘蛛终于孵化了。王莽丢下饭盆，快步走到菜园，果然看到血灵树下一只晶莹剔透的白玉蜘蛛正在树干上爬行。它一出生就有脸盆大小，浑身通透如白玉，8只黑溜溜的眼睛就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好漂亮，怎么感觉像蜘蛛子？随着王莽的到来，黑金蜘蛛一次跳跃就落在他的肩膀上，传递出欢喜的意念。好快的速度，这才只是刚刚出生，果然不愧为稀有级别的怪物。王莽感叹一声，赶紧开始查看黑金蜘蛛的面板。宠物：黑金蜘蛛，变异，成长：幼生期，品质：紫色稀有，等级 LV1 1%，体质12，精神10，能量50，天赋极速，移动速度、反应速度永久提升 30%， 超级弹跃，跳跃能力永久增加 50%， 超级强壮，体质和防御永久增加 40%。 技能1，黑蜘蛛视野，夜间永久可视，消耗能量后会拥有热感应视觉、动态视觉。技能2，蓄力弹跳，消耗一定能量，使下一次的跳跃能力增幅 150%， 冷却时间10秒钟。技能3，结晶化，消耗一定能量，身体强度提升 60%， 身体防御和韧性提高 40%， 持续时间120秒，冷却时间10分钟。简介：从亿万只黑蜘蛛中变异而来，拥有极高的潜力，有一定几率进化到领主层次。评分3星半。王莽看着面前晶莹剔透的黑金蜘蛛，满眼都是宠溺。紫色稀有品质的宠物果然不同凡响，这样一比较，谢老大简直就是个垃圾啊！瞥了眼偷偷爬过来小心观望的谢老大，王莽冷哼一声：你个臭小子，从你破处的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本王的爱。抱着黑金蜘蛛，拿起谢老大的餐盘。既然他的小可爱出生了，那这精心制作的美餐就没有你这2五仔的份了。黑金蜘蛛的食量非常大，谢老大几十斤的食物很快就被他吃完。吃完后，他还有些意犹未尽，跑去把自己的蛋壳也吃了个干净。而在饱食后，他的身体也开始迅速发生变化，晶莹透剔的身体突然变成了一个小黑炭，乌漆麻黑的。这一顿变化让王莽一脸的懵逼，什么情况？他可爱的蜘蛛子没了，怎么变成了个小黑子？这也太黑了吧！你该不会是拼夕夕版的蜘蛛子吧？抱着面前的小黑炭，王莽满脸的怀疑人生。这要是以后变成蜘蛛娘，该不会是个黑妹吧？啊，我不要黑妹啊！就这样，在夜空下，石洞中又多了一位新伙伴。次日，王莽收拾好行装，在沙滩上飞速狂奔，而在他身后，一只黑色的小蜘蛛紧随其后，开心地奔跑着。明天玩家即将上线，而他今天差不多就可以升到10级，他必须抓紧时间，赶在玩家上线之时提升到10级。以他平时玩网游的经验，10级一般都是到门槛，只要达到，实力就会大幅度提升。而只有实力提升了，他才可以去探索森林的更多地方，这样才有更大的希望在荒岛中找到其他玩家。踏入森林，狩猎再次开始。不过和以往不同，这次他身边跟了一只黑色的小蜘蛛。王莽一边狩猎着怪兽，一边指导着小蜘蛛学习狩猎技巧。
猎杀，猎杀，猎杀！就这样，太阳西斜，一直到黄昏。当最后一只怪兽倒在王莽脚下时，光芒闪过，王莽终于升到了10级。很快，属性面板中开始连续不断的发出叮叮声。叮，击杀蘑菇虫，获得经验6点，等级提升到 LV10。叮，恭喜玩家成为本组第一个达到10级的玩家，奖励紫色品质随机宝箱1个。叮，恭喜玩家成为全球第一个达到10级的玩家，奖励金色品质随机宝箱1个。叮，世界频道，恭喜有玩家成功达到10级，怪兽世界网游内测结束。24小时后，游戏将正式开始全球公测。叮，世界频道，请注意，24小时后，游戏将正式开始全球公测。看着属性面板中不停跳跃着信息，王莽双眼大睁。对于信息中提到的紫色宝箱和金色宝箱，他完全没有来得及多看。内测结束，24小时后将开启全球公测。这是什么情况？自己只是好好升个级而已，怎么好像突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全球公测会发生什么？难道整个蓝星的人都要穿越来这怪兽游戏世界中了吗？第50章全职业转职卡。与此同时，蓝星全球所有玩家的面板都开始收到全球公告。叮，世界频道，恭喜有玩家成功达到10级，怪兽世界网游内测结束。24小时后，游戏将正式开始全球公测。叮，世界频道，请注意，24小时后，游戏将正式开始全球公测。而这条消息很快就通过玩家在网上疯狂蔓延，瞬间席卷全球。1个小时之后，全球范围内的暴动开始了，战争、游行、犯罪率飙升，哄抢物资，全球人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末日还没有开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了自相残杀。而唯一还勉强稳定住的国家只有华夏国，因为只有华夏国在一开始就团结了大部分的超能者玩家，这从一开始就控制了混乱的根源。但是也只是勉强维稳而已，整个华夏国也不断开始出现乱象，哄抢物资、恶心囤货等还是在各地到处发生。此时，在华夏国的最高会议厅，在场所有人都眉头紧锁，为什么突然有10级的玩家出现？全球最高的玩家不是才只4级吗？我们的部署才刚刚开始，很多方面都还没有准备好。游戏公测到底指什么？我们真的会全民穿越吗？可是那些婴儿还有老人穿越过去，不是必死无疑？刚刚美丽国代表打来电话，他们一直在问10级玩家的事，他们怀疑我们有所隐瞒。整个会议室中，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平时他们都不苟言笑，惜字如金，但现在所有人都有些紧张。最近，因为玩家的事，他们所有人都在网上恶补各种脑洞小说，什么全民穿越，什么觉醒 SSS 异能，他们每个人至少都看了上百本。你别说，看多了还挺上头的。可现实中，如果游戏公测真的是全民穿越，那他们这些小身板可不够那些怪兽一口的。坐在主位上的老者摇了摇头，他看着面前的大屏幕，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中的那个狩猎中的少年。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目前才只刚刚4级，离10级还差得很远。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升到了10级，那绝对就是视频中这个平平无奇的少年，这个唯一完全进入游戏世界中的玩家。坐在主位上的老者敲了敲桌面，整个会议厅瞬间就安静了下来。不要再吵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我们就勇敢面对。从现在开始，提前开始执行星火计划，就算真的世界末日来临，我们华夏人也一定要活到最后。随着老者的话音落下，整个会议室中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老者回头又看了看视频中的少年，0号玩家，全球唯一的异类，你的出现是不是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画面一转，全球唯一的10级玩家，传说中的0号，人类的希望所在，此时正蹲在地上，一边猥琐地搓着手掌，一边嘿嘿直笑。小宝贝们，我来了！王莽看着面前的宝箱，嘿嘿直笑。紫色品质的宝箱就不用多说，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黑金蜘蛛爆了1个，而金色品质的宝箱他连见都没见过。这可都是好东西啊，而且每次系统给的宝箱总是能开出各种稀有的宝贝。搓了搓手掌，打开宝箱，光华闪过，面前很快就多出了一堆物品，而这些物品中的一道金光瞬间就吸引了王莽的视线。叮，获得全职业转职卡。物品：全职业转职卡。品质：金色传说。简介：来自终末之海的奖励，里面记载着各种传承。效果：使用后可以在所有职业和隐藏职业中选择任意一种，职业的选择必须满足其前置条件。评分4颗星。王莽看着手中的金色卡片，欣喜若狂。果然，这个游戏世界中还存在着各种职业，而这张全职业转职卡居然可以选择任意的职业。那还等什么？使用！
随着王莽话音落下，一道金光瞬间就冲入他的脑门。很快，王莽就进入了一片意念空间。在这空间中，他仿佛置身于一片星海，周围密密麻麻闪烁着各种星光。他能感觉到，这每一道星光就是一种职业传承，而他现在可以选择其中的任意一种。随着他在这片星光中不断查看和寻找，很快就有所发现。这些职业传承其实总共也只有1000多种，且大概可以分为3类：基础职业、隐藏职业、唯一职业。其中，基础职业的初始转职要求最低，但分支最多，且还存在各种进阶职业。比如初级火系魔法师的进阶职业就存在10几种。虽然基础职业前期实力不强，但是后期随着不断进阶，也具有很强的潜力。其次就是隐藏职业，相对于基础职业，隐藏职业的要求更高，转职后的实力提升也更强。而且隐藏职业的转职都必须拥有对应的传承书，否则便无法转职成功。同时，隐藏职业的进阶方式也比较单一，有且只有一条固定的进阶方向。最后就是唯一职业，这种职业非常稀有，只有通过全职业转职书才可以选择。而且只要某个唯一职业被选择，它就会从传承星海中消失，除非被选择者死亡，否则这个职业便没有人可以再获得。王莽看着面前飘忽不定的星海，没有犹豫，瞬间就做出决定。他直接用意念说出了自己的需求。很快，所有的唯一职业全部飞到了他身边，足足有24个。从已知信息，明显唯一职业才是最稀有的存在，他除非脑袋有坑才不去选。一边查看着所有唯一职业，王莽一边在脑中思考，他能升级这么快，实力变得这么强，除了自己的努力外，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固有天赋。自己的固有天赋无冷叠加，可以让释放技能时没有冷却，且释放技能的状态效果持续叠加。这个天赋可以说是 bug 级别的存在，所以在选择职业时，他应该选择与自己天赋完全适配的职业。这个职业一定要有能量上的特长，且职业的技能一定要有强力的增幅类技能。靠，这些职业都好牛逼，我好像全都要呀。第51章转职和周末潮汐。很快他就看完了24个唯一职业，同时为了谨慎，他还花几个小时把所有的隐藏职业全部看完。其中有好几个职业让他非常心动，犹豫良久，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从所有的职业来看，唯一职业绝对是最特殊的职业，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一张全职业转职卡，绝对不能放过选择唯一职业的机会。他拿起金色的全职业选择卡，神色紧张，缓缓开口：转职附灵合体召唤师。随着他的话音刚落，金色的卡牌瞬间爆开，无数的光芒把它包裹。职业附灵合体召唤师，转职要求100件紫色材料，10万金币，1只宠物。全职业转职卡简化后的需求。简介：生活在至高神界的召唤师可以对世间万物附灵，并融合强化自身。丁，已消耗100紫色材料，10万金币，转职成功。丁，恭喜玩家成为附灵合体召唤师。随着金色卡片的光芒散尽，王莽只觉得浑身舒坦。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体质和精神都得到了一定的强化，而且浑身还充满了能量。兴奋地打开属性面板，他的数据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物：王莽，固有天赋无冷叠加，被动技能释放技能时没有冷却，且释放技能的状态效果可以持续叠加。评分6颗星，超越魔神级。等级 LV10 2511200。体质96左元括号75加21右元括号。精神63左元括号28加35右元括号。能量315左元括号165加150右元括号。普通人类极限全部为10点。职业附灵合体召唤师初级。职业技能职业天赋技能神圣附灵。效果消耗大量材料和金币，可以对召唤兽进行神圣附灵，永久增强召唤兽的天赋潜力。冷却时间1个周末潮汐。技能1空间召唤屋。附灵召唤师可以为自己的召唤兽制作空间召唤屋，制作成功后，召唤兽将与召唤屋绑定，死亡后自动回归并进入冷却时间。冷却时间结束后，消耗一定能量可以再次进行召唤。同时，召唤兽身处召唤屋中时，生命和能量恢复速度增加 200%。注：目前最多可以制作3个空间召唤屋。复活冷却时间24个小时。技能2共享。召唤师可以随时抽取所有召唤兽的生命和能量来补足自身。技能3超附灵，消耗200点能量，可对自身和召唤兽进行超附灵，使目标的全属性增加 30%， 物理抗性增加 30%， 元素抗性增加 30%， 韧性增加 30%，
精神抗性增加30%，且每秒钟恢复1点体质和1点能量，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30分钟。技能4：召唤合体附灵。当召唤兽处于召唤物中时，可以直接进行召唤附灵，让指定召唤物与自身融合强化，并获得召唤兽的天赋特质和技能。注：大招，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24小时。此为初级附灵召唤师传承，获得世界之源后，可以对职业进行进阶，获得更多传承。通用技能：技能1：终极肌肉强化，消耗10点能量，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40%，持续时间120，冷却时间10分钟。评分2颗星。技能2：无。技能3：无。看着自己长长的面板，王莽心满意足，所有的基础属性都得到了相应的增幅。而他选择这个职业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个便是附灵合体召唤师的天赋技能。在所有1000多个职业中，只有2个职业天赋技能的冷却时间出现了终末潮汐。虽然他不懂什么叫终末潮汐，但就是因为不懂，所以这技能一定非常牛逼。另一个原因就是附灵召唤师的123技能都与恢复能量有关。自从他觉醒的天赋后，就从来没有把天赋的效果发挥到极致。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量永远都不够用，而附灵召唤师就是所有职业中少数几个可以恢复能量的职业之一。技能1和技能2组合，让他可以抽取召唤兽的能量，就相当于带了几个大蓝瓶。而且他还变相拥有了600%的能量恢复速度。以后职业进阶，搞不好还可以制作更多的召唤屋，能量恢复速度也会继续提升。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职业技能3是所有1000多个职业技能中唯2能100%恢复能量的。虽然每秒钟只能恢复1%的能量，而且冷却时间还超长，但他有天赋呀！只要初始能量够，这个增幅技能它至少可以叠加60倍。60倍，那每秒钟就可以恢复60%的能量。而且这个技能还顺带了各种属性全抗性100%增幅，这简直和自己的天赋完美匹配。收回面板，王莽一脸兴奋地看向面前的小蜘蛛和谢老大。自己刚刚转职，还是个召唤师，他决定马上试试刚刚获得的职业天赋技能神圣附灵。这技能一看就很牛逼，简介上可是说使用后可以增加宠物的天赋潜力的。而且他急需试验一下自己的固有天赋可不可以刷新这个技能。如果真的可以刷新，那他恐怕就可以拥有无数神级天赋的宠物，这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看了一眼面前的谢老大，王莽撇了撇嘴，这个二五仔就算了。他把视线移到小蜘蛛面前，眼中瞬间发出兴奋的光芒。神圣附灵，丁，消耗100紫色材料，10万金币，技能发动成功。王猛把下巴扬起，眼神微眯，手中中二的指向前方，摆出他觉得最帅气的 pose。一道白光在他指尖汇聚，瞬间就冲向面前的小蜘蛛。这些白光化为丝线，把小蜘蛛团团包裹，一下子就结成了白色的虫茧。一直过了1个小时，小蜘蛛才从虫茧中破茧而出。王莽围着它转了一圈，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倒是好像更黑了。靠，有没搞错？就这，我还以为会爬出个蜘蛛娘。叹了口气，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这潜能进化跟他想象中有点不一样。不是都应该娘化吗？太让人失望了。打开小蜘蛛的面板，不过小蜘蛛的面板却发生了变化。宠物黑金蜘蛛变异，成长幼生期，品质紫色稀有，等级 LV5， 体质36，精神21，能量135，天赋极速，移动速度、反应速度永久提升40%，超级弹跃，跳跃能力永久增加60%，超级强壮，体质和防御永久增加50%。技能1，黑蜘蛛视野，夜间永久可视，消耗能量后会拥有热感应视觉、动态视觉。技能2，蓄力弹跳，消耗一定能量，使下一次的跳跃能力增幅150%，冷却时间10秒钟。技能3，结晶化，消耗一定能量，身体强度提升60%，身体防御和韧性提高40%，持续时间120秒，冷却时间10分钟。技能4，黑丝，消耗能量，可以吐出黑丝的蜘蛛丝，具有极强的韧性。简介：从亿万只黑蜘蛛中变异而来，拥有极高的潜力，有很大的几率进化到领主层次。评分4星。第52章游戏公测。王莽看着小蜘蛛的面板，发现它的全属性都得到了一定的增强，天赋技能的增幅也增加了一些，更是多了一个技能黑丝，评分也涨到了4颗星。特别是最后的评价中，本来是有一定几率进阶领主层次，现在却变成了有很大几率进阶到领主层次。虽然他不知道领主层次代表什么，但肯定牛逼就对了。
打开自己的面板，看向自己的职业天赋技能，果然后面没有进去冷却时间。职业天赋技能神圣复灵被无限刷新了。王莽低着头，嘴角微微咧起，很快逐渐放大。哈哈哈哈，我无敌了！只要拥有这个技能，他就可以批量制造各种神级天赋的宠物，到时候这座荒岛也不过如此。石洞中很快响起王莽狂妄的大笑声，他欣喜若狂。但笑着笑着，他很快就颓废下来，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趴在了床上。无敌又怎么样？在这荒岛中，他连找个人装逼都做不到。其实在他觉醒固有天赋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会无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起锅烧油，无敌了又怎么样？他还是得自己烧火做饭，还是得过山顶洞人一般的生活。这样一想，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无敌了，生活也还是得继续。一直忙碌了很久，晚饭终于做好。今天的晚餐是西红柿炒螃蟹和干焖蛙肉。最近他不敢再吃生蚝了，吃多了晚上真顶不住。你看，就算是无敌了，他也不敢多吃生蚝，不然说不定哪天早上房子都给他顶破了。唉，明天玩家们就会上线了，不知道游戏公测后会发生什么？难道蓝星的所有人真的会全民穿越过来吗？王莽望着外面的夜色，心事重重。其实他有点自责，如果真的全球穿越，到时候恐怕会死很多人，而他将会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唉，你们也不能怪我，我也只是一个艰难求生的普通人而已。你们要怪，就怪那把我们拉入游戏的幕后存在吧。王莽看着外面的夜色，心中复杂，但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就算他不升到10级，也总会有玩家升到10级的，该来的总会来。海风拂过，吹乱了少年的心。今夜，王莽一夜无眠。此时，距离公测倒计时还剩18个小时。此时，蓝星电台中不断在播报着。据最新报道，从6个小时之前，全球各地陆续出现黑色禁区，我国目前也在14个地方出现，请周围的居民赶快撤离，赶快撤离。我们已派遣全国顶尖的科学团队和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协同超能者玩家，正在积极探索黑色禁区，请大家不要恐慌，要相信科学。禁止传谣，禁止传谣，灵气复苏时代即将到来。通知，通知，请所有居民准备好求生物资，尽量前往官方各处避难所，请务必在18个小时之内前往，准备好各种物资。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生存主播，今天我会再教大家各种野外的生存技巧，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在这6个小时，华夏全国都在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直播、短视频、电台到处播放着求生信息。短短不到1个月，世界突然变得魔幻起来，很多人开始收拾物资，前往官方指定的聚集地，还有一些人躲在家中，和家人们抱着一丝侥幸。张翔的老妈在刚刚接到儿子来的电话，于是赶紧准备出门前往附近的官方避难所。刚刚出门，周围菜市场的邻居全部都拎着大包小包围了上来。张翔他妈，这到底是咋回事？你儿子是超能者，你肯定知道些什么吧？张翔老妈看着相处了10几年的邻居，叹了口气，还是开口解释。小强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什么穿越、异世界什么的，我也不懂。不过3个小时之后，全国都会统一开启直播，到时候大家都会知道的。现在华夏国的政府也只是猜测，具体在18个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我建议大家还是快点去避难所吧。说完，他就匆匆离开。而此时，在826秘密基地，一道道重要的消息在不断传递。报告，全国那些隐藏在河流、无人区的怪兽都突然出现，他们正在集体前往黑色禁区。黑色禁区的特殊磁场在不断增强，我们进入的无人机已经全部坠落。报告，3号黑色禁区的探险部队已经全部失踪。报告，实验室传来最新消息，他们在黑色禁区附近的空气中检测到特殊物质，这些物质可以促进各种生物的快速进化。报告，B 市出现超能者大规模伤人事件，请求支援。李勇看着面前大量的信息，每一个都非常重要。他揉了揉头，心中也有些迷茫。他突然感觉自己老了，世界变化的太快，他已经完全看不懂了。拿起手中的报告，这是智囊团刚刚给他发的最新分析报告，3个小时之后将由他来开始全民直播讲解。说实话，这报告中的内容实在太过魔幻，简直跟那些脑洞小说也没太大区别。不知道10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人类未来的命运到底会走向何方？很快，3个小时转瞬即逝。李勇站在大屏幕前，穿着自己最喜欢的军装，胸前带着一枚枚奖章，这全部都是他的功绩和荣耀。作为一名军人，即便世界末日，他也会身穿军服，站着死去。他正襟危坐，对着屏幕行了一个军礼，缓缓开口：“大家好，我叫李勇，是华夏国的少将，
相信大家一定很困惑吧？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今天我就为大家解开谜题。就在9个小时之前，超能者玩家们得到了一条信息，据我们最顶尖的智囊团分析，10几个小时之后，有40%的可能我们会全民穿越到另一个世界，还有50%的可能异世界的怪兽会全面入侵蓝星，也搞不好是外星人入侵，反正肯定不会有好事发生。我只能说，人类真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刻。我只希望我们炎黄子孙们能度过这一道难关。请大家在接下来的10几个小时务必前往各地集合点，并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请等待我们的好消息。此时，距离游戏公测还有15个小时。第53章，超负灵。玄山超能者高校，陈校长站在校门口，看着几辆皮卡车慢慢远离。这些人全部都是要离开的超能者玩家，他们希望在这最后10几个小时里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这在陈校长看来，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全民穿越，那即便回去，他们也做不了任何事。而如果是异世界怪兽入侵，集中在这里反而能更好的应对，同时可以拯救更多人。不过他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舍小家儿去保大家。回头看了一眼留下来的玩家们，陈校长流下欣慰的眼泪。这些留下来的孩子都是好样的。训练室中，玩家们一反常态的都没训练，反而都在聊天。喂，张小龙，你怎么不回家？哦，爸妈死得早，家里就我一个人，回不回去都一样。你呢？怎么不回家？差不多，爸妈离婚了，我奶奶死后，我反正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名字，你怎么不回家？一样，也是离婚，跟着我后爸过，回去也是多余的。几人说完，都沉默了。这种时候，谁又不想回家呢？哈哈，我倒是觉得在这里挺好的，我以前就想去当兵，然后结交一群出生入死的兄弟，活一回热血人生，没想到真的还实现了。看着张小龙没心没肺的样子，李明摇了摇头，他更想回去当个宅男，过平凡的一生，打打杀杀实在是太危险了。李明打开手机，此时的网络到处在讨论着游戏公测的消息，什么二次元，什么手游新出的英雄，什么流量小鲜肉，都已经没有了一点热度。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10几个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怪兽入侵，蓝星突然出现10几个黑色禁区，这肯定就是异世界入侵的前兆。我也觉得，要真是全民穿越，根本就不会出这玩意。我靠，我家就在一处黑色禁区旁边，这我刚刚全款买的房呀。我觉得肯定会全民穿越。你看那些超能者玩家，不就是直接穿越的吗？李明看着网上的讨论，他也很想知道，到底是怪兽入侵，还是全民穿越。此时距离游戏公测还有10个小时。华夏国14处黑色禁区外围，大量的华夏国部队开始陆续集结过来，无数的武装部队开始在黑色禁区外围设置地雷阵和战壕，大量的重型武器、导弹车、重型装甲车、坦克等纷纷登场，这也是官方做的两手准备。目前专家智囊团更倾向于异世界的怪物入侵，毕竟这突然出现的黑色禁区不会没有原因。虽然热武器无法完全杀死游戏世界的怪物，但他们还是要尝试一下，毕竟公测后的规则可能出现变化。就算最后真的不能杀死，他们也要为后面的人争取时间。而同时，华夏国已经有无数的远程导弹做好了准备，他们随时准备发射。此时，距离游戏公测只剩下3个小时。一望无际的沙滩，王莽坐在家门口的巨石上。昨天他一夜没睡，一直在等待游戏公测的开始。谢老大爬了过来，担心地看着王莽。昨天开始，他就感觉主人很不对劲，难道还是因为上次他和咪咪的事吗？要不，下次把咪咪也分享给主人吧，咪咪应该不会介意的。谢老大跑回家，从菜园子里摘了一个大西瓜，然后屁颠屁颠地递到王莽面前。主人以前最喜欢吃水果了，吃了肯定会高兴的。小蜘蛛也爬到王莽怀里，不断地蹭来蹭去。他们心意相通，他能感受到王莽的不安。王莽笑了笑，拿起谢老大递过来的大西瓜就吃了起来。他的确很担心，马上就要游戏公测了，游戏的规则肯定会发生重大变化，而这个变化能让他回到蓝星吗？他在这座荒岛待得太久了，虽然只待了1个多月，但他感觉自己就好像已经待了1年多。在这荒岛中待的时间越长，他越发感觉这荒岛不对劲。在这座荒岛中，好像有某种负面污染在侵蚀他。他能感觉到自己现在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他变得越来越伤感，容易激动，也会突然变得暴躁。如果这次游戏公测的变化还是无法让他回去蓝星，那他恐怕真的会一辈子被困死在这游戏世界里。他只能祈祷游戏公测有个类似回城的功能，不然时间1分1秒的过去。此时距离游戏公测还剩最后几秒钟。很快，面板的提示音不断响起，叮，
游戏更新结束，怪兽游戏公测正式开始。丁，全球已经更新出81个游戏副本，正式进入全民游戏时代。丁，怪兽游戏第1章灵气复苏正式开始。丁，职业系统解锁，全球副本入口将出现转职点。丁，随着提示音不断出现，王莽的心开始不断下沉。没有，所有的提示都是关系蓝星的，没有提到任何面板的变化，没有回城，没有提到如何回去蓝星。他打开面板，毫无变化。游戏公测全部都是针对蓝星的改变，他好像已经被所有人遗忘。他再也回不去蓝星了，他再也见不到家人和朋友了，他会一辈子被困在这座孤岛中，直至死亡。海风吹过，少年突然感觉巨大的孤独向他袭来，周围的空气慢慢变成墨色的海水，把他不断吞噬，拖入深渊。谢老大和小蜘蛛焦急地看着面前的王莽。此时王莽浑身开始流淌出黑色的雾气，这些黑雾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就像波纹一样向四周扩散。黑雾里好像有无数一语喃喃，时而哭诉，时而哀叹，诡异又让人堕落。王莽感觉周围整个世界都黑暗了。如果回不去，一个人在这荒岛上活着又有什么意思？不如就这样死了算了。黑暗开始侵蚀，覆盖他的腿，他的手，他的躯干。无数密密麻麻的黑色方块虚影像虫子一样开始往他身体向上攀爬，慢慢的覆盖了整个头。突然，王莽最后一只没有被覆盖的独眼猛地睁开，面前出现了他老爸的笑脸。儿子，记住，你叫王莽，要是不开心，莽就行了。对啊，我叫王莽，我抄你大爷，老子可是王莽呀！超负零，第54章远行。超负零，小魔瓶使用，蓝色小药丸使用，龙斑鱼的骨髓使用。超负零，10倍叠加，全属性增加300%，物理抗性增加300%，元素抗性增加300%，韧性增加300%，精神抗性增加300%，每秒恢复10%最大体质值，每秒恢复10%最大能量值。随着超负零状态不断叠加，王莽的眼神也慢慢恢复清明。此时他的背后已经一片冷汗，他跪在地上，双手撑地，不断的大口喘气。刚刚他差点死了。他不断喘气，并不断开始回忆来到荒岛后的所有经历，一个个画面片段在他脑海中急速闪过。很快他就回忆起来，在之前他也有过一次类似的感觉，就是在他获得星牙戒指时，由于佩戴10个星牙戒指，他的精神突然增长了30点，而精神突然的增长也让他有点偏激的情绪瞬间平复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了精神属性的重要性，同时也发现这座荒岛的诡异之处，危险并不单单只有怪兽。打开面板，果然精神9189，重度抑郁状态中。他的精神属性已经跌落到个位数，这还是他使用完10倍超负零后基础属性强化了300%后的数据。随着超负零全属性抗性的300%的增强，他的精神开始慢慢恢复。他摆了摆头，不再去想关于任何回家的事。看了一眼床上的手机，他毫不犹豫地打开屏幕，点开了一个文件夹。很快熟悉的歌声就响起，可爱的老师们开始唱跳起来。嘣！一声巨响，床板被打穿一个洞，整个床也散架了。谢老大躲在角落里，2只眼睛竖得高高的。不行，明天一定要把咪咪喊过来，不然主人肯定要憋疯了。日月交替，又是一天。一大清早，王莽就神清气爽，所有的郁闷都一扫而空。看了眼精神属性，精神5663，愉悦。虽然还没有恢复满，但他此刻的心情的确还不错。今天他没有去狩猎，而是跑去外面砍了几根树枝回来，准备做个更结实的木床。一边坐着木床，他一边在脑中思考着，昨天惊险的经历让他无法忘怀。这座荒岛好像有一种诡异的力量，待的时间越长，人的精神就越会颓废。当情绪太过低落时，精神属性就会不断降低，甚至会引来某种诡异的存在吞噬自己。昨天的最后时刻，他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实质般的黑雾从身体里面涌了出来，这绝不是自己的幻觉。做完木床后，王莽对着身体使用了几次超负零。超负零可以增加各种抗性，特别是精神抗性，非常有用。他决定以后长期都要对自己的身体使用超负零，以防万一。把木床搬到原来的位置，打开聊天群。此时聊天群安安静静，本来应该上线的玩家全部都消失了。在昨天的游戏公测后，竟然再也没有一个玩家上线。喂，有人不？游戏开服了，大家快起来嗨啊！大家好，
是兄弟就来砍我。王忙发了10几条信息，没有一个人回复他，整个聊天群已经变得空荡荡的。打开论坛，论坛里也没有任何的新回复。此时王莽也大概猜测到了，如果这个游戏分为内测服和公测服，那现在大家恐怕都已经去新服务器了，就他一个人被遗忘在了内测服，这真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消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低落，精神属性在飞速下降。王莽赶紧关掉聊天群，打开手机再来一次，他必须要保持一个好心情，不然黑暗就会吞噬他。事后床又塌了，他不得不又做一个新的。做好后，王莽给自己做了一份丰盛的早餐，美美的吃了一顿。他坐在巨石上，望着平静的大海，吹着海风，打开手机看着家人给自己拍的视频。良久，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开这里，去走遍荒岛的每一个角落。他要去寻找其他玩家。既然这个游戏已经开始公测，那代表肯定会有大量的人类来到这个世界，而只要他走得够远，只要他的足迹够长，就总会找到回家的路。王莽猛地站起来，把手机小心翼翼地收到空间背包。他跳下巨石，来到菜园子旁，把所有的植物都砍掉，让它们全部变回了种子。而2棵灵树则找来2个巨大的生蚝壳，把它们小心地移栽了进去。他把山洞中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放进了空间背包，只留下一个火塘，孤零零地待在那里。踏出石缝，开启肌肉形态，搬来一颗巨大的石头，把整个缝隙堵得严严实实。王莽头戴草帽，手拿长枪，站在巨石面前。在他身后3米多高的谢老大左右背着2棵小树，一只黑色的小蜘蛛站在他的身旁。矗立良久，王莽毅然转身。这里不是他的家，他要回去自己的家乡。少年开始的远行，他要去寻找回家的路。总有一天，比利，比利，谢老大，你干嘛？比利，比利，比利，你有没有搞错？你没看到氛围刚好吗？你怎么这个时候要和你女朋友告别？快滚，给你10分钟。比利，不可能，你这怂逼怎么可能需要3个小时？最多10分钟。得到王莽的首肯，谢老大屁颠屁颠地跑回沙滩上，那只母螃蟹很快就跑了出来。2人如胶似漆，你侬我侬，很快就做起了王莽羡慕的事。3个小时后，谢老大疲惫地爬了回来，他果然没有食言。迎着风沙，几人刚刚走出不远，那只母螃蟹就跟了过来。谢老大回头，比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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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谢老大转身就走，没有丝毫留恋。王莽走在前面，用手捂着心口。刚刚他都听懂了。凭什么啊？谢老大只是个渣男呀，但这只母螃蟹还要等他，还要把他们的孩子养大。我怎么就遇不到这样的好姑娘呢？莫天理啊！王莽回头，一脚就把谢老大踹翻在地。你个渣男！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向森林。小蜘蛛紧跟在他身后。很快，谢老大就爬了起来，屁颠屁颠地跟上了大部队。第55章世界等级。森林中，巨大的青蟹在藤蔓上爬行。王莽躺在谢老大的背上，手中正拿着一样东西。在他升到10级时，获得了1金1紫2个宝箱。金色的宝箱中开出了全职业转职卡和一些材料，而紫色的宝箱中也开出了一张卡片。物品：游戏权限卡1级，种类：消耗品，品质：紫色稀有。简介：这是某人留下的一封信。效果：使用后可以进入管理员房间。评价：3颗星。看着手中的卡片，回想起自己的经历，王莽更加确信，他们能穿越来这个世界，肯定存在幕后之人。特别是自己获得的几个奖励宝箱，里面的东西就好像有人提前放好了一样。使用，手中的紫色卡牌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他的意识瞬间就被拉入更深处。环顾四周，还是那片星海。不过这次他的周围没有传承光球漂浮，只在远处静静站着一个人影。你是谁？王莽警惕地问道，但对面的人影却没有回答，而是咧嘴一笑。仔细看去，站在面前的并不是人，真的只是一道黑影而已。他全身就像马赛克一样，由无数的黑色小方块组成，只是看一眼就让人头晕目眩。你好，玩家，你可以问我3个问题，请认真思考后提问，你的机会只有3次。面前的黑影缓缓开口，他的声音沙哑，就像无数的电子音叠加生成。他明明说的是一串杂音，但王莽就是听懂了。王莽认真地看着面前的黑影，脑中飞速旋转，只能回答3个问题。这黑影是谁？面前的到底是人，还是只是一段程序？这一切都好像在迷雾中，让人看不清。考虑良久，王莽才缓缓开口。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他必须用这仅有的3个问题获得更多的信息。
你为什么要拉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王莽缓缓开口。其实他一开始想问对方是谁，但反过来一想，这种存在就算知道他的身份，恐怕对他也没有任何帮助。他必须要知道对方的目的。因为我要拯救世界。黑影缓缓开口，但这个回答却出乎王莽的意料之外。拯救世界？为什么要拯救世界？等了半天，黑影也没有再继续说话。你倒是说啊。但这好像就是完全的答案。这个时候，王莽才发现，这黑影的智商怕是没有，他恐怕只是一道力量投影，或者说是幻象分身。无奈，他只能问出第二个问题：这里是哪里？这里是终末之海，是所有智慧生命的坟墓。黑影说完，再次变得木讷起来。王莽叹了口气，这问了，感觉像没问，就不能说的详细点吗？他犹豫了一会儿，重新组织好语言，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我要怎么才能回到蓝星啊？当他问出这个问题时，黑影身上的马克赛不断旋转，他仿佛受到了什么影响，身体居然开始慢慢崩散。世界等级，断断续续的话语传来，黑影身上的乱码开始破裂，然后瞬间坍塌成一个黑点，消失不见。王莽猛地睁开双眼，他还是坐在谢老大的背上，刚刚的事就在眨眼间发生，就好像做了一个梦。看着手中消失的紫色卡片，他喃喃自语：提升世界等级。他好像有些理解了。王莽收回思绪，平复了一下心情，他突然感觉阳光都变得明媚了。虽然刚刚的3个问题问了个寂寞，但他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向。想要提升世界等级，恐怕就要先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等级，绕来绕去，最后还是要努力升级。果然，游戏世界就是游戏世界，升级打怪才是主旋律。王莽拿起长枪，从谢老大的背上跳下，眼神坚定。反正在这荒岛上也无聊，那我就先干到满级再说。一声怪叫，王莽就猛地冲向森林深处。3日后，蓝星，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教师走到讲台上。各位同学，老师非常高兴还可以给你们上课。就在刚刚，华夏国政府已经发出通告，3天后，全国各地将开始五考报名，所有年满16岁的人都可以参加，而参加五考就有机会成为玩家，前往异世界。老师话刚刚说完，下面所有的学生都欣喜若狂，疯狂尖叫。3天前，网上灵气复苏的消息早就火爆了。在全球游戏公测后，既没有全民穿越，也没有异世界的怪兽入侵，反而所有的黑色禁地都变成了副本。只要前往黑色禁地，随便杀死一只怪物，就可以马上获得面板，成为一名游戏玩家。而且据说，在每一个黑色禁地的外围都有着10几座雕像，每一座雕像都代表着一种职业，就和玩网游一样，法师、战士、弓箭手、刺客，应有尽有，没有门槛，没有限制。每一个普通人只要敢打怪兽，就可以获得超凡力量。据说全国各地已经有很多人都冲向黑色禁区，准备成为玩家。老师，我要报名，我要参加五考。老师，选我，我打野贼6。老师，我黄金段位啊，国家不能失去我这个人才。讲台上的老师摇了摇头，猛地拍了拍桌子。3天后才开始报名，你们先回去跟家人好好商量一下，这五考可不是开玩笑。说完，他就转身离开。出了门口，老师摘下眼镜，浑浊的眼神突然变得炯炯。想当初我也是个钻石呀。86局地下秘密基地，李勇拿着手中的资料不断翻看着。自从3天前的游戏公测后，全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之前让所有国家恐惧的黑色禁区突然就成了香饽饽。这些黑色禁区不但通往异世界，而且还可以批量制造超能者玩家。只要时间充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全部踏入超能者时代。华夏国的14个黑色禁区已经全部被军队封锁，禁止普通人进入，而上面也已经开始规划要如何有效利用这14个副本，开始批量制造超能者玩家。目前其他几个大国也稳定了下来，甚至以美丽国为首的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对附近的小国发动战争，他们想要争夺更多的黑色禁区。第56章黑色禁区。不过他只负责国内，国际上的事并不归他管，就让那些老家伙去操心吧。最近上面已经给他下了死命令，让他负责2个重要任务。第一个便是做好五考的所有相关工作，未来绝对是属于超能者玩家的时代，华夏国必须走在最前线。第二个就是尽快联络上0号玩家。自从游戏公测后，0号就完全失去了联系，因为所有的内测玩家都已经无法再次穿越，想要穿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必须给出10份紫色材料的门票。而昨天李勇联系了所有高校的校长，集合华夏国目前所有的超能者玩家，总共也只凑到了2件紫色材料。估计国外还可以找到，但这玩意太稀有了，其他国家也肯定不会愿意交易，恐怕短时间内他们是不可能联系上0号了。唉，叹了口气，
这可是全球最强的超能者玩家，可惜不能为国家所用。3日后，全国五考报名正式开始，全国各地的报名人次总共突破了7000万人，上到70岁的老人，下到16岁的学生都在报名范围内。很快就有人发现了商机，求生培训班、野外培训班、健身体质突破班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同时，无人问津的华夏鼓武术也开始风靡。不过，学校对于五考生的选拔却非常严格，所有考核标准都对标特种兵选拔标准。官方给出的解释也很简单，异世界非常危险，随时都有怪兽出没，你要是一口气跑不了10公里，进去分分钟人就没了。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不服，但这话说的也在理。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冲动才跑过来报名，真要遇到怪兽，恐怕99%都是去给怪兽送外卖，还是不要钱的那种。所以，第一次的五考总共也只收录几十万人。这些人还将全部前往各地的超能者高校，再统一进行特训，为进入黑色禁区做准备。此时，7号黑色禁区，几架直升机缓缓飞来。张小龙和他的小队成员们从直升机上跳下，面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短短几天，华夏国就在14处黑色禁区建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随着张小龙他们的到来，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军官拿到资料缓缓走来。你好，张队长，我是你的辅导员，我们进去说。张小龙点了点头，很快就跟着女军官来到基地内部。张队长，上面的文件你应该收到了，等一下王院士就来了。张小龙点了点头，陈校长已经给他说过，他们这次的任务是保护一位地质学家前往黑色禁区探索，而7号黑色禁区正是对应着他们之前所在的那座小岛。等了一会儿，一位60多岁戴眼镜的老者走了进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位助手。王院士背挺得很直，步伐飞快，一点都不像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短暂的寒暄一会儿后，张小龙一群人就开着一辆军用装甲车向着黑色禁区缓缓而去。远处是一座座荒无人烟的山区，但此刻他们却被黑色的迷雾所笼罩，让人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模样。进入迷雾，周围的景色都开始模糊。一直开了10分钟，随着他们在山路上慢慢前进，前面突然出现了亮光，沙滩、礁石、太阳，还有一望无际的大海。海面上非常平静，几乎没有波纹。皮卡车一直开到沙滩上才停止，而往后望去，他们才发现自己居然是从大海中开过来的。在海面上，一大片黑色迷雾笼罩在海岸线，让人看着格外诡异。而张小龙他们刚刚出来，一只4至5米高的大青蟹就发现了他们的身影。虽然大青蟹不知道这群小不点是什么玩意，但个头这么小，肯定是食物就对了。哔哩哔哩，很快，庞大的身体就像一群人压了过来，速度非常快。当看到大青蟹，张小龙和他的队员们早就已经严阵以待。这种螃蟹怪物的实力非常强，全身的甲壳坚硬如铁，他们想要杀死这只螃蟹怪，必须格外的小心。半个小时后，大青蟹庞大的身影缓缓倒在地上，张小龙和他的队友们全部都气喘吁吁。这只螃蟹怪物太强了，幸好他们小队全部都是3星天赋的强者，实力足够强，这要换成其他小队，怕是分分钟就在这里团灭了。一旁的王院士拍了拍手掌，不由感叹：张队长不愧为乾隆的一员，厉害厉害！之前老陈就和我说，你有成龙之姿，今日一见，果然不错呀。张小龙尴尬了一下，这王院士说话还挺好听的。王院士，我们还是快点开始吧，此地不宜久留，到处都是吃人的怪兽，多待1秒，我们就危险1分。王院士点点头，和助手从车厢中拿出各种装备，开始对周围的地质进行初步的考察。而张小龙他们也没有闲着，所有人都开始操纵无人机向四周飞散而去，监视着远方的一举一动。半个小时后，沙滩上又来了一只大青蟹，张小龙和他的小队拼尽全力，终于还是把这只大青蟹斩杀。然后一行人坐上皮卡车，迅速地离开了沙地。坐在皮卡车上，张小龙看着无人机上的画面，一只身高接近10米的精英级大青蟹正在快速地向这边过来。这么恐怖的生物，绝不是他们小队可以应付得了的。其实张小龙有些好奇，既然他们可以通过黑雾来到荒岛，那这些荒岛上的巨物是不是也可以通过黑雾来到蓝星呢？皮卡车缓缓前行，沿着原路很快就回到了禁区外的基地。而在全国各地，这样的小队成百上千，他们带着各种研究人员，正在不断收取异世界的各种信息。826局地下秘密基地，所有关于黑色禁区的最新消息都会在这里汇总，然后通过整理后提交到最高会议所。报告，12号黑色禁区第018小队已经失联。报告，9号黑色禁区附近出现一只体型10米级的超级怪兽，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报告，研究所发来最新消息，
在异世界发现特殊能量物质。第57章，白燕。最近，华夏国聚集了国内数千名最顶尖的研究员，从各个方面开始研究副本内的世界。通过1个星期的研究，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种特殊能量物质。这种物质不但极具活性，还能促进全球各种生物的飞速进化，且拥有一定的地域性。越靠近黑色禁区，这些能量就越密集。之前华夏国的政府只是想用灵气复苏这个说法来稳定局势，结果不曾想到竟然一语成真。现在真的灵气复苏了。最近全球各国的首脑都发来亲切的慰问，他们怀疑这一切都是华夏国搞的鬼。不过这种事肯定是不能承认的。长官，最近几天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出现天赋觉醒者，已经出现了108例，恐怕没有发现的会更多。李勇听着下面人的汇报，神情严肃。最近华夏很多特种部队的兵王都成为了玩家，但是让人非常意外，这些玩家能觉醒天赋的只有1/1000，甚至就算觉醒了天赋，也只是1星2星的普通天赋。而在普通民众间也陆续开始出现天赋者，但他们却并不是玩家。之前他们一直以为觉醒天赋和玩家是绑定的，但现在看来恐怕并不是如此。从现在开始，让各地的部队和当地的警方合作，把所有觉醒天赋的人都带到超能者高校，他们必须要进行统一的培训，同时把所有的能力都详细统计下来，做好保密工作。这些都是我华夏国的人才，他们拥有优先成为玩家的资格。很快，大量的部队开始在全国各地行动起来，一道道关于天赋觉醒者的信息都记录到了数据库中。周日，沙城期中，操场上，张凡正在操场上挥汗如雨，即便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还是继续锻炼，没有停下来。而周围的同学都同样在拼命练习，一个比一个卷得飞起。靠，狗哥，你也太拼了吧！昨天3点就起来练到现在，你小心卷死了。几个同学在旁边骂骂咧咧，不过张凡却不为所动。不卷你们还想成为游戏玩家？想屁吃呢，梦里啥都有。学校新来的体育老师把跑步机放置在操场上，他一边不停练着跑步，一边大声喊道：不要停下来，都给我往死里练！2个月后还有一次5科报名考试，只要你们通过了，你们就是下一个路飞，下一个名人，而且你们还会拥有配偶优先选择权。练不死就往死里练，给老子冲！他说完就开始在跑步机上加速，拼命练习。2个月后他也要参加5考，谁还没有一个成为超凡者的梦呢？很快，操场上停下的身影全部爬了起来，开始继续奔跑。张凡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操场上奔跑着，他回头看了一眼树下，一道窈窕的身影正在树下不停锻炼着。他的身形非常瘦弱，戴着帽子和口罩，全身上下都遮得严严实实。而在左边的衣袖间，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女孩叫白燕，在16岁时，一场大火让她重度烧伤，并失去了一只手臂。在帽子下是稀疏的头发，在口罩中是像恶鬼一样狰狞的面目。而这样一个女孩却也报名了5考，这在张凡看来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就他那样的身体素质，怎么可能通过特种兵训练考核？他连双手都没有，拿什么去杀怪兽？不过是个可怜人罢了。张凡正准备收回目光，突然从远处走过来几个人，几个身穿军服的人来到操场，他们装备齐全，径直走到了白燕面前。几句短暂的交流后，张凡看着白燕被几人带走，上了一辆军车，很快消失不见。很快，周围的同学就围了上来，大家议论纷纷。1日后，一架直升飞机缓缓飞到玄山超能者高校，张小龙的小队带着一个残疾女孩来到了陈校长的办公室。陈校长看着面前的女孩，尽量保持着和善的笑容。孩子，不要害怕，我是玄山超能者高校的校长，你可以叫我陈校长。相信张小龙路上已经跟你说了，而这次带你过来，我就是想再确认一下你的能力。白燕把整个脸都缩在帽子下面，眼神闪躲，不敢直视他人。自从被大火烧伤后，他就从来不敢与人直视，性格也变得无比懦弱自卑。没问题。白燕点头，他从不会拒绝他人的要求。陈校长笑了笑，从背后拿出了一只小白兔，递到了白燕面前。只见白燕从小兔子身上取了点毛发，然后就退到了10米开外。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周围所有人，然后把手掌向前摊开，闭上了眼睛。只听啪的一声，面前的小兔子突然消失不见，就像瞬移一般，直接来到了白燕脚下。这是白燕觉醒的4星固有天赋媒介召唤，只要获得目标身体的任何部位，就可以通过媒介把目标进行全方位的召唤。不过这个能力也有很大的缺陷，首先就是召唤过来的目标并不受他支配，是完全自由的。其次就是召唤过来的目标会持续消耗他的能量，当他的能量耗尽时，目标就会回到原地。陈校长看着面前少女的天赋，若有所思。
这个能力是极为稀少的空间系能力，虽然没有直接的杀伤力，但如果使用的好，绝对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比如可以把敌人的首脑召唤走，然后提前埋伏进行斩首，而要求只是需要对方的一根头发而已。而这还只是他能力的一种开发方式而已，他相信这个能力具备更强大的潜力。陈校长看着面前低头畏缩的女孩，脸上的笑容更加和蔼。孩子，你的梦想是什么？白燕紧张地抓着裙角，她不敢直视陈校长的眼睛，因为他长得非常丑，他浑身上下都被大火重度烧伤，身体就像一个可怕而丑陋至极的怪物，就连他每次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都会觉得十分恐怖。第58章超凡门票。白燕低着头，眼神闪躲。我想成为玩家。我妈妈说，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我的伤不可能治好，但现在灵气复苏了，我觉得超凡力量可能能把我的伤治好吧。白燕说完，整个头低得更低了。如果治不好也没关系的，就让我这样被怪兽吃掉算了，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白燕说完，整个头已经缩成了鸵鸟。陈校长看着面前受惊的女孩，点了点头。张小龙，带她下去好好休息一下，以后她就跟着你。很快，张小龙就带着白燕离开了办公室。随着张小龙他们的离开，陈校长拿起电话，缓缓拨通了一个号码。喂，是王少将吗？哎，我是老陈啊。哎呦，真是打扰了，我这边发现了一位特殊的觉醒者，是，资料我发过去了，您抽空看一下。陈校长打完电话，长舒了一口气，这半夜给领导打电话，真是要了他的老命呢。很快，826局就收到一条秘密消息，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半夜起来开了个小会。1个小时后，会议结束，0号计划正式启动。会议室中，李勇放下手中的电话，0号计划已经被上面通过了。对于0号玩家，上面的人比他更加看重，他们甚至现在把0号计划排在了第1位，让自己尽快去执行。这次他们在所有天赋觉醒者中发现了一位特殊天赋者，这位叫白燕的女孩，她极有可能把0号玩家带回蓝星。但现在有个问题，他们现在并没有召唤0号玩家的媒介。李勇打起电话，拨通了陈校长的号码。老陈，你现在就派人去王莽家，去收集王莽的贴身物品，所有的衣物、内裤，甚至是一根毛，都要给我全部带回来。很快，张小龙一行人就再次坐上了皮卡车，往王莽家开去。身后的李明叹了口气：哎，队长，这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次又去干嘛？张小龙阴沉个脸，烦躁地回答道：去找毛。李明一愣：啥玩意？找毛？他好奇地问道：要找哪里的毛？旁边队友早就忍不了了，一脚踹过来：你去旁边睡觉行不？就这样，一行人来到王莽家中，在王莽父母奇怪的眼神中，他们把王莽房间所有东西都搬空了，真的连一根毛都没剩下。不过最后的结果却不尽人意。白燕摇了摇头，这些物品全部失去了活性，他们无法作为召唤的媒介。得到这条消息，李勇也没有意外，他本来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那就开始执行0号计划吧。举全国之力收集10份紫色材料，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只要获得10份紫色材料，就可以派人再次穿越到荒岛中和0号取得联系，到时候召唤媒介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很快，一道道命令就被他发布下去，大量的玩家部队开始进入14个黑色禁区，寻找紫色材料的踪迹。同时，李勇还安排了一队最专业的外交谈判队伍。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联系个大国，去骗点紫色品质的材料回来。下面的一位谈判专家有些疑惑：局长，这怎么骗？这玩意估计全球都没有几份，那些大国也不是傻子呀。李勇瞪了他一眼：你觉得我是傻子吗？哼，就说我们知道一些秘密情报，可以和他们分享，不过必须拿东西来换，其他的你们自己编。别忘了，我们可是战忽局。对面几人连连点头，说的也对，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忽悠了。李勇喝了口枸杞茶，眼睛微眯，反正就动动嘴皮子，万一真的骗过来几个呢，那就是纯赚。次日，张小龙带着白燕来到学校的地下防空洞，在他们面前摆着一个巨大的铁笼子，一只黑甲兽正在里面疯狂挣扎。此时，白燕手中拿着一把弩弓，这是全国唯一的几把蓝色武器之一，极为珍贵。小龙哥，我真的要杀了他吗？白燕紧张地站在铁笼面前，浑身颤抖。这么大的蚂蚁，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看上去让人浑身汗毛炸起。张小龙缓缓开口：如果你想成为玩家，就必须杀死他，只有杀死怪物后，才能获得玩家面板。动手吧，不要再犹豫了。李明也在旁边应和：白燕妹子，别怕，
射他！你的待遇已经很好了，在笼子外就可以杀了他。想当初我们要杀这怪物，就必须打开笼子，与他贴身肉搏的。可即便周围人不断鼓励白燕，但白燕却迟迟就是不肯动手。白燕，杀了他！只要杀了他，你就可以成为玩家，到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被数据化，你身上的伤也都会好的。张小龙在旁边鼓励着他，但白燕却还是迟迟不敢动手。旁边的李明实在是看不下去，他在背后不断把白燕推向黑甲兽。随着不断接近，身体求生的本能占据了恐惧，弩弓被按下，叮，击杀黑甲兽，获得经验5点。随着黑甲手倒下，白燕的身体也开始散发阵阵荧光，这时他正在获得玩家面板，身体正在被数据化。旁边的张小龙走了过来，对着黑甲兽的尸体使用分解，很快黑甲兽的尸体就化作点点星光消散，面前只剩一块厚重的甲壳。而这只是开始，很快又有另一只怪物被送到了白燕面前，上面已经下了命令，白燕作为0号计划的重要人物，会给予大量的资源倾斜，让他尽快提升等级。现在这些封锁在铁笼中的怪兽可是香饽饽，在国外，这样一只最低等的怪兽都可以卖到1000万美元，甚至有价无市，因为这就是通往超凡者的门票。而在另一边，大量的超能者小队冲入了黑色禁区，寻找着紫色材料的踪迹。在10号禁区，猎狼5人小队来到怪兽游戏世界，他们以无人机开路，小心地搜查着周围。猎狼小队全部都是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而且最近他们已经全部成为了玩家，实力变得更强了。第59章黑丝领域。队长，上面的人不会疯了吧？找紫色稀有材料，就算10米级的怪兽，我们都需要上百玩家才能猎杀，而这样的恐怖怪兽才只报蓝色材料，这要我们去哪里找紫色材料？对啊，队长，就算我们找到了，也不可能打得过的。猎狼小队的队长叹了口气，还是解释道，就算做不到，我们也要做，这是0号计划的一部分。团长已经跟我说了，这个计划可能关乎到人类的生死存亡，而且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只要找到紫色材料的线索就够了，又不是去拼命。几人说着说着，就有人突然低声惊呼，队长，前面的沙滩上有一道巨大的尸体，好多怪兽。听到惊呼声，所有人都趴了下来，通过无人机观察着前方的情况。只见沙滩上躺着一只几10米级的大龙虾尸体，无数的黑甲兽和大青蟹都在上面攀爬，啃食着里面的碎肉。队长眉头一皱，带着众人缓缓向后退去。走，我们撤退，这里的怪物实在太多了，把这条消息上报上去。很快，一群人就离开了黑色禁区。怪兽游戏入侵现实，灵气复苏，超能者玩家出现。就在华夏所有超能者玩家冒着生命危险执行0号计划时，王莽正开心着吃着烧烤。喂，谢老大，你别伤心了，不就是个女螃蟹吗？没了这个，还有下一个吗？哔哩哔哩，哎，话不能这么说。俗话说，下一个更好，下一个更乖。等回到蓝星，我再给你介绍100个女大闸蟹。谢老大一听，2个眼睛都竖得高高的，这个可以有，主人对他实在太好了。王莽拍了拍谢老大的肩膀，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大家都变成了单身狗，他看谢老大瞬间顺眼了很多。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森林里狩猎，等级已经提升到了13级，获得了15点自由属性。他把这些属性均匀分配，体质、精神、能量各加了5点。随着这几天在森林里不断狩猎，他也慢慢适应了森林里的生活。白天就是杀杀杀，晚上就找个树洞躲起来，和小蜘蛛轮流守夜。说到小蜘蛛，他这几天的变化格外大。首先是更黑了，他全身黑溜溜黑溜溜的，甚至透着乌光。其次就是他变得更加苗条了，他已经长到了2米左右，但浑身却变得纤细，少了一些笨重。最近这几天，王莽又给他使用了2次神圣复灵，让他的潜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技能也又增加了2个。可惜的是，神圣复灵虽然没有了冷却时间，但每使用1次都需要大量紫色材料和金币。而现在他已经没钱了。看着面前的小蜘蛛，不要看他个头不大，只是幼年期，但是实力已经相当的恐怖了，恐怕来自精英级的大青蟹都不是他的对手。当然，最近看在谢老大已经变成单身狗的份上，王莽也勉为其难的给他复灵了1次，提升了一下他垃圾的潜力。现在要是让谢老大回到沙滩，他恐怕就是大青蟹里面的天才，绝对是青年才俊。而进化后的谢老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体型已经长到了5米高，甲壳也变得更加坚硬，而且他还会像精英级大青蟹一样从嘴里发射水弹。虽然在王莽平时战斗时，他都只是站在旁边喊666，但谢老大平时的作用却非常重要。他身上不但一左一右挂着2棵灵树，而且在背上还背着一口大大的木箱子。远远看去，谢老大这样子
有那么点低配九龙悲观的感觉了。反正非常 nice。而平时王莽累了不想走路，就在大箱子里面休息，让小蜘蛛去外面狩猎。晚上找不到树洞睡，他就把箱子当床，睡在箱子里。把最后一口烤肉吃完，王莽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天色不早了，他也该找个地方休息了。很快，一行人就慢慢沿着树根向下走去。这片森林中，中层的怪兽最多，但也最危险。而越往底层走，怪物的体型也就变得越小，实力也都一般。不过，这些底层的怪物也总是可以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如有的像臭虫一样可以放屁，喷出的屁绝对可以把人臭死；比如有的长得非常丑，而且浑身散发着腐烂的恶臭，让人完全没有食欲；还有一些隐藏的非常好，就像穿着变色龙一样，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让人难以发现。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小蜘蛛在被神圣附灵后又觉醒了2个能力，分别是蜘蛛感应和黑丝领域，这让他的感知变得非常恐怖。只见一道黑色的蛛丝猛地射出，面前一只隐藏在树干上的大虫子就被切成2半，瞬间就死透了。王莽看着面前的大虫子，眼睛一亮，瞬间就从木箱里跳了下来。这虫子的尸体可是好东西，分解后它的外衣就像变色龙一样，可以融入周围的环境，用来做吉利符正好。分解掉虫子的尸体后，王莽正准备继续去寻找个树洞，突然整个森林都好像震动起来。王莽猛地回头，只见远处一道100米高的巨大身影，是那只100米高的黑色巨猿。它正在飞速奔跑，每一次跳跃都是数百米高，所过之处，所有的巨木纷纷倒塌，各种体型的怪兽四散而逃。和当初与金色穿山甲大战时的威武霸气不同，此时的黑色巨猿正在疯狂逃窜，他的脸上写满着惊恐，好像在他背后有什么巨大恐怖正在追赶。王莽看着黑色巨猿越来越近，全身的汗毛都纷纷炸起。虽然他的实力已经很强了，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13级的小菜鸡啊，这种超级 BOSS 还不是他现在可以面对的。谢老大，往左边跑，离开他的必经之路。王莽一声大吼，谢老大也早有准备，8条腿快速挥舞，瞬间就在森林中的树根上上下穿梭，速度飞快。第60章太阳食人花。一直跑出很远，谢老大才放慢速度。王莽站在谢老大背上，看着远方已经消失的黑色巨猿，脸色凝重。到底是什么让这只超级怪兽这么害怕？就在他凝望之际，突然从远处的地底猛地破出一张青天大嘴，无数锋利而密密麻麻的尖牙，像深渊一样黑洞洞的喉管，在这喉管中还长着无数锋利细小的牙齿，一层一层不断张合收缩。只是一口，一棵几百米高的巨树就被整个吞下，炸裂出无数碎屑。这一幕看着王莽目瞪口呆，浑身直冒冷汗。这还只是一张嘴，就足足有几百米长，那这怪兽的全身该有多大？很快，这张巨嘴的主人就深入地下，消失不见。他继续向着黑色巨猿的方向追去。此时，小蜘蛛正躲在王莽怀里瑟瑟发抖。他才刚出生没几天，哪见过这种大场面，早就被吓破了胆。反倒是谢老大非常有骨气，虽然他8条腿颤颤巍巍，但还是坚强的不断在树根上穿梭，带着王莽一路逃跑着，一直跑出很远。王莽才猛地回过神来，开始大口喘气。他的背后已经湿透了。这些超级巨兽不但体型巨大，而且在他们身体周围好像还有一种特殊的场域，就像小说中的霸气一样。在这场域的影响下，弱小生物根本就无法提起半点反抗之力。看来这些超级巨兽并不只是体型巨大而已。王莽眼神凝重，他看着远处像蛋糕一样被切开的森林，只觉得心有余悸。突然，他怀中的小蜘蛛动了一下，传递出一道急切的意念：有敌人！谢老大，快跑！王莽反应非常快，直接就是一声大吼，但还是迟了一步。树根下猛地射出几根粗壮的藤条，把谢老大团团捆住。一朵超级食人花出现在身后，巨大的阴影直接把它们全部覆盖。深渊大口张开，只是一口就把5米高的谢老大吞入了腹中。王莽回头，双眼大睁，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居然逃到了一只超级食人花的领地。这只食人花的体型非常巨大，已经超过了30米级。无数绿色的藤蔓在它周围像蛇一样摇摆，恐怖的大嘴张开，绿色粘液从它的嘴角不断滴落，腐蚀着周围的土地。由于它是植物系的怪兽，体型比一般的怪兽更加庞大，周围方圆100米都属于它的领地，这些藤蔓都是它的触手。它的嘴不断开合，2、3下就把谢老大吞入了腹中。看到这一幕，王莽只觉得血压升高，直冲脑门，双眼都变得通红。虽然谢老大他是个渣男，虽然他搞大了别人的肚子，虽然他胆小又怕事，但是你这么敢，是谁给你的勇气？超负灵，
超负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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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倍。全属性增加300%，物理抗性增加300%，元素抗性增加300%，韧性增加300%，精神抗性增加300%。每秒钟回复10%最大体质，每秒钟回复10%最大能量。终极肌肉强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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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倍，肌肉强化增幅1600%。变身完毕，王莽普通肌肉解放状态，红色金刚。呼，一口白气吐出，面前瞬间刮起一阵旋风，他的肌肉又变大了，他的体型已经增长到夸张的5米，巨大的胸肌，非人一般的肩宽，恐怖的肌肉双臂让他变得像个变态版的大金刚。虽然在超级食人花30米级的巨大身体下，他就像一个袖珍的小娃娃，但在食人花眼中看来，王莽的身形已经无限变大，属于上位猎食者的气势向他疯狂压来。他们的角色已经互换，现在他才是瑟瑟发抖的那一个。在王莽的肌肉解放状态面前，食人花的身体已经开始疯狂的颤抖，之前还耀武扬威的藤蔓全部趴拉在地上，就像一群死蛇。超级食人花猛地张开大嘴，开始拼命的干呕，瞬间就把谢老大给吐了出来。不过此时的谢老大已经变成一坨呕吐物，再看不出以前的身形。超级食人花害怕的扑下身子，如果他现在有腿，他早就开跑了。但这世上就没有如果2个字。嘣！一声巨响，整个食人花的身体都被全部打爆，而且这一拳使用了华夏古武秘技，劲力直通全身，甚至把所有的藤蔓都纷纷震断。丁，越级击杀太阳食人花，获得经验12310，获得随机紫色宝箱1个。丁，分解获得紫色太阳花的精华液21份，获得蓝色太阳花的藤蔓106份。超级食人花巨大的身体化作光点缓缓消失，王莽的身形也慢慢缩小，变回了那个平凡的少年。把紫色宝箱收回空间背包，王莽就伤心地走到那团呕吐面前，爬倒在地。我的小叔叔呀，我的木箱子呀，都没了。这2个灵树是他不知道开了多少箱子才开出来的，而且还种了好久才开始长果子。就算是远行，他都舍不得砍了，结果没想到今天被这食人花一口吞了，真是操他大爷的。而这木箱子自己也做了好久，都是自己的心血啊。悲伤的许久，王莽终于从那团恶心的呕吐物中找出来2颗种子。还好，还好，种子还在。小心点把种子收好。王莽随手一挥，面前的空间就开始扭动。很快，谢老大就渐渐地爬了出来。此时他还一脸的懵逼，刚刚自己不是被吃了吗？怎么感觉像刚刚睡醒一样？不过王莽却并不意外，这是自己的职业技能空间召唤屋的效果。空间召唤屋，附灵召唤师可以为自己的召唤兽制作空间召唤屋。制作成功后，召唤兽将与召唤屋绑定，死亡后自动回归并刷新冷却时间。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很长，但是有自己的固有天赋，无冷叠加在，基本就可以做到无限复活召唤。不过就在每次召唤时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第61章疯狂升级。自己之前就已经给谢老大制作了空间召唤屋，所以除非自己死了，不然谢老大永远也杀不死。哎，就是太费能量了，一次复活召唤就要200点能量。而且谢老大现在还只是个弱鸡，估计以后变强了，想复活要花更多能量。感叹一声，果然这世界上就没有啥无敌的能力，能量的制约应该是自己最大的弱点了。而也正是因为能量原因，他才选择这个职业。附灵合体召唤兽的职业技能3，超附灵，是所有职业中极为少数的可以恢复能量100%上限的技能。只要自己的能量值达到某个界限，同时超附灵叠加到一定层数，那他的能量回复速度就会超过消耗速度，最后无限套娃。到那时候，他就再也不用为能量问题担心了。而且超附灵不但可以对自己使用，还可以对自己的召唤兽使用，只是后者收益太低了而已。看了眼天色，马上就要天黑了。王莽跳到谢老大背上，一行人就再次开始寻找安全的地方过夜。很快，黑夜到来，天空上满是繁星。一个干燥的树洞中，王莽点燃一盏油灯，树洞口已经用树叶封好，把光亮都挡住了。而谢老大就守在门口睡觉，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王莽从空间背包中拿出白天食人花爆出的紫色宝箱，搓了搓手。随着他的实力变得越来越强，紫色宝箱也变得可以轻松获得了。但每次开宝箱还是让他兴奋异常。宝箱打开，光华闪过，面前出现几件物品。丁，获得奇物向日花。物品向日花，种类奇物，品质通用级。简介：来自森之国向日花一族的寄语，拥有着向日花一族的执念。规则效果：向日，当花心面向太阳时，每个小时可以生成一颗太阳种子。
太阳种子可以加速植物的生长，对任意植物都可以增加1个年轮。注：奇物属于规则物品，只有上位奇物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的效果。评价3星半。丁，3级经验书1本。种类：经验书。品质：紫色稀有。效果：使用后瞬间获得1万点经验值。评价3颗星。丁，获得紫色品质矿石火晶石18份。丁，获得紫色品质龙葵种子1颗。种子：龙葵种子。品质：紫色稀有。效果：种下可以长出龙葵花，花朵盛开后，每个周期可以产出3-5滴龙涎。服用龙涎可以永久增加体质，服用越多，体质越高，增加体质的效果越弱。在植物死亡后会重新变回种子，可以再次种植。怪物的尸体血肉可以加速生长速度和分泌速度。评价3星半。看着面前所有的物品，王莽首先拿起那朵向日花。这朵向日花浑身晶莹剔透，只有巴掌大小，仿佛水晶一般。在花心的正中间还长着一张小脸，正在闭目沉睡。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特殊品质的物品。奇物，规则物品。把向日花小心地收入空间背包，他又拿起龙葵花的种子。这是他目前唯一爆出紫色品质的种子，而且还可以永久增加基础属性，这简直就是难得的宝物。高兴地拿起种子，他赶紧拿出个生蚝壳，就把种子种了进去。把爆出的经验书使用，剩下的物品全部丢进了空间背包，再吃一顿美味的烤肉，他就开始日常修炼起华夏鼓舞。挥拳，挥拳，挥拳。王莽眼神坚定，心中信念十足。我要不停变强，然后提升世界等级，早点回家。我未来的女朋友还在等着我呢。嘿，哈！杀怪，挥拳挥拳，升级。丁，等级提升到 LV14，获得5点自由属性。杀怪，挥拳挥拳，升级。丁，等级提升到 LV15，获得5点自由属性。杀怪，挥拳挥拳，升级。丁，等级提升到 LV16，获得5点自由属性。就在王莽疯狂升级时，蓝星某个18线小城，人们个个惊慌失措，正在疯狂逃窜。快跑！怪兽来了！你不要命了？现在还想回去拍视频？军队呢？华夏军队呢？不是还有超能者小队吗？怎么还不来？在远处，一只10米级的精英级大青蟹正在飞速爬来，它就像一只超巨型坦克，横冲直撞。汽车被压扁，房屋被撞破，几个倒霉蛋跑慢了，瞬间就被他一口一个全部吞入腹中。天边很快赶来几架直升机，用重机枪对他开始不停扫射，可惜收效甚微。他的甲壳太坚硬了。在精英级大青蟹身后，10几辆坦克匆匆赶来，炮火不断。虽然坦克可以给他造成伤势，但游戏规则的影响下，这些伤很快就恢复如初。精英级大青蟹被这些炮火吸引，怒吼一声，飞快地爬向坦克群。我加！只是一个冲锋，3辆坦克就像玩具一样被他加的变形。呼叫呼叫呼叫超能者小队支援！这里发现一只突破包围圈的10米级怪兽，是甲壳类，它的防御太强了，我们的火力不足以牵制住它。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收到，超能者小队马上到，请快速撤离，导弹已升空，请赶快撤离。收到消息，所有的士兵都开始快速后撤。很快，天空中就划过一道长线，一颗远程跟踪导弹向着精英级大青蟹飞速奔来。嘣！一声巨响后，地面上爆起一小团蘑菇云，10米级的巨物瞬间就被炸得粉碎。但游戏规则无法破坏，这种方式也只能牵制住大青蟹一段时间而已。几个呼吸后，残破的尸体就开始慢慢收拢，快速恢复中。此时10几辆坦克已经围成一个圈，对着大青蟹的残破尸体开始疯狂射击。绝对不能让它复活，因为复活后这螃蟹的速度实在太快，坦克很难再击中它。在远处，几个不怕死的居民还躲在高处拍着视频。太牛了，这比看美丽国大片都还过瘾。这大螃蟹也太厉害了吧，10几辆坦克都压不住它，要是我能有一个这样的宠物就好了。第62章心理问题。而这样一幕在全国各地都在同时上演着。黑色禁区只是个通道而已，人类可以过去异世界，异世界的怪物也一样可以来到蓝星。最近陆陆续续有巨型怪物从黑色禁区走出，但大部分都被华夏军挡了下来。不过也有少量的巨物逃脱了包围圈，来到了人类的城市。这只精英级的大青蟹就是其中一个。相对于之前的怪兽，这10米级的巨物实在是太恐怖了。由于体型巨大，速度又快，它几乎很难被收容。而想要击杀，就必须派出华夏最顶尖的超能者玩家小队。
或者是集合上百位玩家同时发起进攻，才有可能把他杀死。随着坦克炮火的不断射击，所有的华夏军人都已经头冒冷汗，他们的弹药马上就要消耗完毕了。如果超能者玩家小队再不支援，他们所有人恐怕都要死在这里。就在他们担心之际，天空中很快飞来10几架直升机，上百名玩家从空中降落，迅速朝着这边赶来。以张小龙为首，所有的玩家全部纷纷拔出武器，刀枪剑弩，甚至还有魔法棒。刚刚的科幻战争风突然一变，一群人拿着冷兵器就冲了上去。坦克肉盾上前牵制住他的夹子，远程输出靠后，找到机会就输出，不要误伤队友。刺客偷袭他的弱点，爆他菊花。一直奋战了大半个小时，一群人才把这只精英级大青蟹斩杀在地。所有人都累得趴在地上，气喘吁吁。张小龙看着面前所有人，脸上满是欣慰，大家又变强了。就连这种10米级的怪物，他们都可以击杀了，太强了。826局秘密基地，李勇看着面前的所有报告，眉头皱得深深的。最近几天，不断有怪兽突破黑色禁区的包围圈，开始在城市中大搞破坏。人类的城市好像对他们这些怪兽有什么致命的吸引力，只短短几天就已经死伤了上万人。那些3、4米级别的怪兽还好对付，普通军人就可以把他们收容了。但是那些超过10米级的巨物，基本上很难被收容。特别是那些大螃蟹，全身都长着厚厚的甲壳，普通热武器基本上拿他们毫无办法，唯有重型热武器才能对他们造成有效伤害。可那些重型武器都是钱呀，一颗远程导弹就要上千万，而且即便使用了，也只能牵制这些怪兽10几秒的时间而已。所以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要开始大力培养玩家。今年1年，全国就会展开4次5科高考，只要年满16岁，不限性别，不限职业，都可以参加。同时，之前选出的几10万人，已经有过半都成为了玩家。李勇打开抽屉，又拿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关于0号计划的，里面全部记载的都是白燕最近所有的信息。白燕的心理问题非常严重，她从小就在温室里长大，没有受到过任何挫折。但在16岁那年，一场大火毁了她的一生。在火灾后的半年，她的父亲不忍巨额的债务，而直接抛弃了他们母子，跳河自尽。她的母亲也在巨大的压力下变得抑郁狂怒，同时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白燕身上。在多重打击之下，白燕出现了很严重的心理问题。她变得敏感自卑，小心而谨慎，不敢和任何陌生人接触。她既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也害怕伤害所有人，甚至不敢与陌生人眼神对视。李勇勇拿着报告，头疼的揉揉太阳穴。可命运就是这妖巧，这样一个女孩却成了0号计划的核心人物。她必须违背本心，去不停地杀死怪兽，因为她的能力与能量挂钩，如果能量不足，恐怕会无法把0号召唤回来。而不断的杀戮也导致白燕的心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唉，叹了口气，她也不想为难一个身世悲惨的女孩，但她作为一名军人，却必须要这样做。华夏国10几亿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人类都随时可能灭亡。而0号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他们必须抓住。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他愿意背负这些罪孽前行，在所不惜。拿起电话，他拨通了陈校长的号码。老陈，我已经派了几个国内最顶尖的心理学家前去，等白燕的状态好点后，就继续开始。我们已经获得了5份紫色材料，应该马上就可以再一次见到0号了。白燕的升级不能停下。荒岛森林中，一只20米级的庞然大物缓缓倒在王莽身下，把面前的蓝色宝箱收起，尸体分解成材料，然后他就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一根大黄瓜啃了起来。以前他遇到这种精英级的大嘴蛙，还需要战力全开，小心偷袭，而现在一不小心就把他打死了，而且还得收点力，不然血飙的到处都是，把衣服搞脏就不美了。轻轻一跃，王莽就跳到了谢老大背上。最近谢老大又长大了一圈，身高已经超过了8米，变得更加威武霸气。而小蜘蛛也长得更快，他已经有了2米高，再也不能拱到王莽怀里了。看他8成是变不成蜘蛛娘了，王莽就直接给他取个了名字，叫黑宝。材料应该够了，卖给商店应该可以再凑20万金币。最近不断狩猎，除了紫色品质以上的材料和一些特殊蓝色品质材料，其他垃圾他都卖给了商店，换成了金币。今天他终于凑够了20万，可以再次使用2次圣神附灵。看了一眼在旁边吐泡泡的谢老大，犹豫了一下，王莽还是对他使用了1次。上次遇到食人花，他的表现也太差劲了，一口就被别人当作零食吃掉，真是丢脸。随着神圣附灵的使用，谢老大只觉得浑身舒坦，爽得直打摆子。而在使用之后，谢老大居然开始了蜕壳，一直过了1个小时，谢老大才蜕壳完毕，样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他的一对钳子变得像金属一样，每次夹击都响起清脆的撞击声。第63章大蛇。同时他头上的几对刺角也变得更加巨大，锋利无比。在他的背甲之上还出现了很多黑色的纹路，不知道有什么作用。不错，谢老大，你好像又长帅了一点。满意的拍了拍谢老大的大钳子，然后他就对着小蜘蛛再次使用了神圣复灵。不过小蜘蛛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硬要说的话就是变得更黑了。喂，黑宝，你行不行啊？我还指望你变成个蜘蛛娘呢，你怎么越来越黑了？小蜘蛛低下头，8只黑溜溜的眼睛无辜地看着他，委屈地叫着。嘤嘤嘤嘤。听到小黑子的回答，王莽失望地摇了摇头，然后就跳到了谢老大的背上，躺在木箱子里。箱子里垫着各种柔软的皮草，旁边还固定着3个生蚝壳、2棵小树和一朵黑红色的龙葵花，正生机盎然。随着谢老大变得越来越大，他背上的这个大木箱也已经有了一个房间大小，甚至还开着天窗。平时王莽就在里面休息，而且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森林很多地方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危险。除了那些100米级超级巨兽，很多30米、40米的怪物都已经成了他的狩猎目标。而最近，他又在北边的森林发现了一个大怪兽，一只接近50米级的超级怪兽。说实话，他想试试。玩家们不上线，在荒岛中实在是太无聊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且随着时间越来越长，这座荒岛对他的精神污染也在不断加深。他总是会莫名其妙的突然开始情绪低落，甚至有一次做梦还抱着谢老大的大腿喊妈妈，这简直让他不能忍。虽然看手机做运动会让他的情绪得到缓解，虽然使用超复灵可以增加他的精神抵抗能力，但这些都只是在压制，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他现在急切的需要通过战斗来释放。在极限的战斗中，他总能感觉到热血在沸腾，身体在欢畅，那些低落的情绪会一扫而空。特别在击杀这些巨兽后，他总是能感受到征服的快感，那感觉每次都能让他颅内高潮。王莽猛地站了起来，抬头望向北方，眼中满是战意。最近他在周围也考察的差不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极为充分。50米级的超级巨兽，以前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存在，但现在自己却准备狩猎它。如果把这种恐怖的巨兽踩在脚下，那又会是怎样的风景呢？王莽眼神灼灼，他非常期待。不过今天他狩猎了一整天，身心都有些疲惫，而且天色也不早了，他必须要养精蓄锐，把状态提升到最完美的顶峰，才会去开始狩猎。晚饭、武道修行、睡觉。第二天天刚刚亮，王莽就把几颗灵芝藏好，穿戴好所有的装备，独自一人冲向了北方的森林。而谢老大和小黑子都被他收到了宠物屋中，因为这种级别的战斗，他们现在还帮不上忙。待在宠物屋中当2个大魔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王莽一路前行，在树枝中不断跳跃穿梭。很快，他面前就出现一棵超级巨树。这棵树非常大，至少有500米高，整个树冠遮天蔽日，像一把大伞遮住了太阳。在这棵巨树周围，可以看到不少巨型蛇类的身影。这些巨蛇小的有几十米长，大的超过100米长。虽然这些蛇类的体型很长，但它们其实也才相当于10至30米级的怪兽。500米超级巨树下，到处挂满着巨蛇，它们层层叠叠，像麻花一样缠在一起，正在开着轰趴。而在大树底下，一只超级巨蛇正盘绕着，它的舌头高高立起，比当初那只食人花的体型庞大数倍。随着王莽的实力越来越强，他最近也总是能感觉到怪物身上的事，体型越大的怪物身上的事就越强。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像黑金蜘蛛这种稀有怪物，它身上的是会远超同阶体型的怪兽。而面前这只大蛇身上的是至少已经达到了50米级，已经快要凝结成实质。远远看去，一层薄薄的黑雾在它身体周围环绕，时隐时现。这是王莽从来没有猎杀过的级别，只是远远看着，那恐怖的气势就让人浑身不由自主的颤抖。不过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刺激的感觉，才让王莽低落的情绪兴奋不已。他从空间背包中拿出10几种物品，这些全部是可以恢复能量的宝物。把所有的宝物一口吃下，王莽开始激动的自语：超复灵，超复灵，超复灵，超复灵。随着每喊一次，他身上就会亮起一道白光，而他的身体也会得到了全方位的增幅。他的力量变得更强了，他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他的身体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他的精神从未像今天一样通透。虽然他的体型没有任何变化，但他身上的事就像黑夜中的烛火，熊熊燃烧。巨树下的大蛇猛地转过脑袋，一双阴冷的眼睛死死盯住王莽所在的方向。那里有一只小虫子，但是非常强，长长的蛇信从他嘴中吐出，他在感受空气中的信息素。
这不是他的错觉，他真的从那只小虫子身上感受到了一丝丝威胁。一蛇一人四目相望，都在认真的观察对方。王莽仰着头，突然咧嘴一笑：“好戏才刚刚开始，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在树干间，王莽小巧的身体上，所有的肌肉仿佛活了一般，开始不断凸起膨胀。很快，他就变成了一个8米高的超级肌肉巨人。终极肌肉强化120倍，肌肉强化增幅4800%。这就是王莽此时的最强完全踢，心跳引擎肌肉爸爸形态，心脏飞速跳动，让空气都开始震荡。每一次抖动间，方圆100米内所有的树木和地面都开始有节奏的震动。他有着像超级爸爸一样宽阔的肩膀，浑身都是肌肉，匀称而自然，没有任何臃肿之感。他的头有点小，但是他的拳头很大。第64章外事27无量六臂佛。王莽单手握拳，感受着身体里面迸发出来的恐怖力量。他随手轻轻一挥拳，嘣！恐怖的拳风席卷，一声巨响，旁边像楼房一样粗的100米巨树就被从中崩断，木屑爆开。恐怖的拳风一直突破到数百米之外，在森林中开出了一个口子。这夸张的怪力，简直就让人不敢相信。此时，远处的大蛇早就已经弓起了身体，它的蛇尾不断扭动，让它的体型变得更加高大。那双阴冷的眼睛猛地大睁，瞳孔不断缩紧。这只小虫子是怎么回事？如果刚刚只是一丝丝威胁，那现在他只感觉就像面对着自己的天敌。大蛇已经感觉自己的心跳在不断加速，他必须要做点什么。只见他的嘴部不断膨胀，一条巨大的火柱喷射而出。这火柱的威力极强，所过之处，所有的树木都纷纷化为焦炭。这恐怖的一击直接把王莽所在的位置夷为平地，火海滔天。但是大蛇却完全高兴不起来，他抬头不断紧张的四处张望，这只可怕的小虫子还没有死。果然，在右方，树木纷纷倒塌，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接近中。大蛇再一次张开大嘴，可惜这一次王莽不会再给他机会了。嘣！一声巨响，森林中突然凹陷出一个几十米直径的大坑。王莽的身形就像导弹一样冲了过来，速度之快，已经只剩下一道残影。他在半空中不断调整身形，让自己正对着大蛇张开的深渊巨嘴，同时猛地吸了一口气，让整个胸腔都再次膨胀数倍。华夏古武秘技，李氏佛音狮子挽歌。好！恐怖的音波袭来，空气都被震出阵阵涟漪。王莽此时的基础属性本来就已经叠加了数十倍，而4800%肌肉增幅更是让他的胸腹和口腔的肌肉得到了超级强化。在如此非人一般的身体素质下，使用出的古武秘技已经发生了绝对的质变。周围数千米内，所有的巨蛇都被这恐怖的音波纷纷震死，离得近的甚至已经炸成了一片血雾。刚刚还准备喷出火柱的大蛇，也瞬间就被重创，双眼和嘴角都流出大量的鲜血。不过在他身体周围，却有一种无形的事把他层层包裹，削弱着音波的伤害。王莽看着面前的大蛇，嘴巴慢慢裂开，他更兴奋了。你居然挡住了我的一击，真是了不起！嘿嘿，王莽放声大笑，眼中满是疯狂的兴奋。天天杀那些垃圾，他早就厌烦了。这种级别的怪兽才是对手啊，真是令人兴奋不已。还没等他笑完，一根直径超过10米的巨尾就从天而降，把他像棒球一样打飞出去。这一击直接就让他飞出了几百米之外，把远处的森林都砸出一个10米深的深坑。瞬间，王莽就从深坑中再次飞出，而且毫发无伤，扭了扭都是肌肉的脖子。王莽仰天大吼：爽！本来在肌肉强化状态下，他的抗打击能力就变得十分强大，而超负灵的叠加更是他所有的抗性再次增加了数十倍。就这种恐怖的防御力，刚刚的攻击根本就是给他在挠痒痒。嘣！地面再次出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大坑，王莽瞬间就消失在原地。他在大蛇周围不断辗转腾移，几乎化作一条红线，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大蛇，就让你看看我的终极浪漫吧，能死在这招之下，是你的荣耀。王莽狰狞大笑，猛地一跃，瞬一般就来到了大蛇的头顶。他全身攻去，双手收放在腹下，气血疯狂爆发。华夏古武秘技，外事27无量六臂佛。出拳，出拳，出拳！无数的拳影疯狂打出。由于他的出拳速度太快，远远看去，王莽就好像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六臂金刚佛。他的每一拳都会被大蛇身上的势挡住，削弱大半的拳劲。但没关系，这招无量六臂佛本来就是一套攻速拳技，一拳不行就百拳，百拳不行就千拳。水滴石穿，大力出奇迹！爽！爽！爽！
再来，再来，再来！1分钟后，王莽气喘吁吁地蹲坐在地，面前只剩下一个直径100米的深坑，整个蛇头早就已经被他打爆了，只剩下一具无头尸体。在大蛇的尸体上，一个紫色的宝箱静静漂浮在空中，宝光四溢。收起宝箱，他一个深蹲蛙跳，瞬间就飞到几百米的高空，落在了这棵500米超级巨树的树顶上。往下望去，森林的风景一览无遗。他夸张的肌肉身体缓缓缩小，又变回了那个少年。一阵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这树顶的风景也不过如此。巨树、少年、树下的无头蛇尸，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个月后，蓝星，远程输出呢？快射啊！法师跟上，找机会，找机会！我控住他了，你们快输出！不行了，奶妈，快奶我！我要死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终于，4米级的大青蟹缓缓倒在了地上。张翔和他的队友们看着死掉的大青蟹，所有人都累倒在地，脸上洋溢着喜悦。队长，快快快，给我们拍张照！所有队员都围了上来，他们站在大青蟹尸体的面前，摆出各种姿势，想要来一张帅气的合影。张翔无奈地摇了摇头，还是给所有人来了张合影。自从1个多月前游戏公测后，灵气复苏正式开始，全国各地开始陆陆出现觉醒者，而普通人也可以通过黑色禁区成为玩家，踏上超凡之路。而曾经那个胆小懦弱、异能天赋平平的张翔，也成长为超能者小队的队长了。甚至今天，他带领自己的小队第1次独立猎杀了大青蟹，他们终于算是成为了一个合格的超能者玩家。看着面前的大青蟹，张翔突然想起一个人。游戏公测后，那小子好像也没有回来，现在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唉，第65章，怪兽入侵。张翔看了看手中的星牙戒指，叹了口气。一个人在满是怪物的荒岛中求生，想来也是活不了多久的。就在张翔摇头之际，突然身上的卫星手机就响了起来。呼叫呼叫！第7禁区109小队，请赶快回总部支援！请赶快回总部支援！第7禁区已经出现从未见过的超级怪兽，请求支援！张翔一愣，便赶快把所有的队员集合，分解掉尸体，就坐着直升机直奔总部。2个小时后，直升机缓缓落下，而张翔等人却站在停机坪上，眉头紧锁。只见远处炮火不断，10几架战斗机在高空盘旋，不停开火，而在地面上百架坦克组成阵地，正在疯狂射击。在最中间，一只高约20米左右的庞然大物正在不断突围。很快就有人走过来，把张翔几人带到了一片空地。在这空地上已经聚集了上千名玩家，而他也看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面孔。张小龙，玄山超能者高校最耀眼的新星，也是他的学长。据说他虽然天赋只有3星，但实战潜力却极强，而且他的武道天赋很高，华夏古武秘籍已经练到了外室第20式。常威，玄武高校唯一的一位5星天赋者，据说他已经升到了7级，是整个玄山高校等级最高之人。肖傲，玄山高校最强的远程输出，他的4星天赋和弓箭有关，一箭就可以重伤一只大青蟹，实力非常强。可就算看着如此豪华的阵容，张翔心中却还是没有任何底气。他回头看了看远处那只恐怖的巨兽，这玩意真的是人能杀死了吗？就算他们这1000人一起上，怕也只是送菜吧。就在他担心之际，陈校长已经赶了过来。各位同学们，人差不多都来了，那我就直接开始说了。情况你们也看见了，黑色禁区中出现了一只超级巨兽，虽然我们现在用炮火把它压制住了，但根本就无法杀死它，而且这种体型目前也根本做不到收容。这次就拜托大家了。陈校长郑重地摘下眼镜，对着面前的所有人深深鞠了一躬。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领情，至少有超过20%的人选择了退出。陈校长，对不起，我家还有妻儿，我不能就死在这里。陈校长看着他们离开，没有说什么。看了一眼留下来的众人，陈校长推一推眼镜，满意的笑了笑。大家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工程队已经在前方挖了一个巨大的陷阱，等炮火一停，你们就想办法把它引到陷阱中去。很快，所有玩家坐着一辆辆皮卡车开始前往战地。随着越来越接近，张翔只觉得面前的怪兽变得更加庞大了。抬头望去，超过20米高的巨大身体，粗壮而发达的超级巨腿，狰狞可怕的血盆尖牙大口。这一只20米级的精英级怪物大嘴蛙，是张翔从未面对过的恐怖巨物。他们这群玩家真的可以杀死这种怪物吗？与此同时，全球各地的黑色禁区的副本也同样陆续开始出现20米级的超级怪兽。826局秘密基地，李勇像往常一样坐在指挥室的办公室中，他拿起0号计划的报告，
紫色材料已经收集了8份。快了，他们很快就要与0号玩家见面了。他又看了看白燕的数据报告，白燕已经升到了8级，成为了华夏国等级最高的玩家。最近，全国的玩家斩杀了一些精英级怪兽，在爆出的白色宝箱里开出了不少经验书。这些经验书大部分都被上面分配给了白燕，帮助他提升等级。不过，怪兽他还是要杀，这是他作为玩家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就在他思考之际，办公室的房门被人敲响，一位文员急匆匆的就闯了进来。局长，不好了！13号黑色禁区出了问题，有一只超级怪兽突破了包围圈，已经快要进入城区了。听到这个消息，李勇猛地站起来。大事不好了！龙海市，华夏国沿海的2线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了200万。1个多月前，在龙海市几十公里外突然出现黑色禁区。在黑色禁区刚刚出现时，龙海市几百万人在第一时间就全部逃离，房子都不要了。结果第2天全球灵气复苏，龙海市因为离黑色禁区最近，瞬间就成了全国灵气最为充裕的城市，并且自从游戏公测后，几乎没有什么怪物从黑色禁区跑出来。一时间大家又都跑了回来，甚至在短短几天内，龙海市房价就开始暴涨。因为有人统计发现，龙海市出现觉醒者频率几乎是华夏国最高。这1个月，全市的人都在开香槟庆祝，却不知危险早就已经埋下。此时，一只20米级的大嘴蛙一蹦一跳，不断向龙海市逼近。它每一次跳跃就是数百米远，速度非常快。数十架直升机跟在它身后不断射击，但是也不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大嘴蛙不断向前跳跃着，好像龙海市有什么东西在吸引它，让它迫不及待的想要过去。很快，直升机的弹药就消耗完毕，而大嘴蛙身上的伤痕却在几个呼吸之间就恢复如初。突然，天空中划过一条红线，一颗洲际导弹直接飞来，瞬间就把大嘴蛙炸成了碎肉。但10几秒后，大嘴蛙就在游戏规则的影响下再次恢复如初，继续向着龙海市跳去。远处，一个移动指挥室中，不行，我们根本杀不死他。玩家呢？玩家怎么还不来？他马上就要进入市区了。13区还有一只20米级的超级怪兽，玩家恐怕短时间内都赶不过来。我们必须拖住他，要是真的让他进入市区，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指挥室中所有人都眉头紧锁。如果这只超级怪兽进入市区，那很多重型热武器都很难再使用了。不能让他进入市区，通知下去，让前面的步兵连队顶上去，用火力拖延他。坦克部队马上就到了。第66章提升世界等级。很快，指挥室就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刚刚他们至少也用了上百颗远程导弹阻击这些大嘴蛙，但效果却不明显。直升机部队也已经打得没有了弹药，坦克部队又跟不上这大嘴蛙的速度，他们已经没办法了，只能让前面镇守的步兵战队先顶上去了。能拖1分钟就拖住1分钟，至少也要拖到龙海市的市民们转移走。很快，步兵战队上千人就收到命令，一辆辆军用装甲车向着怪兽的方向开了过去。他们虽然是华夏国最精锐的百战之师，但现在却要面对的是可以无限复活的超级怪兽。他们的胜率是0，但即便这样，也勇往直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便是华夏国的军人。远处，超级巨兽大嘴蛙冰冷的双眼盯着前面这群小蚂蚁，他咧开大嘴，无数的尖牙交错，仿佛在狰狞大笑。呱！又可以开席了。荒岛森林中，王莽蹲在谢老大的背上，看着面前正在装死的大嘴蛙，有些无语。这货演技真不是盖的，翻肚皮，腿抽抽，还会口吐白沫。要不是他前一秒还气势汹汹的想吃自己，王莽还真有可能被他骗了。喂，大蛤蟆，你可以侮辱我的身体，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智商。一拳，蹦！恐怖的风压席卷，大嘴蛙的肚子就破开一个大洞，死的不能再死了。王莽摇了摇头，嘴角满是不屑。自己有几斤几两，心里没点数吗？还敢跑来你莽爷面前碰瓷，真是活腻了。尸体分解变成点点白光消失不见，王莽又喜提一个蓝色宝箱。而现在再看见蓝色宝箱，他心中已毫无波澜。这玩意他已经开了很多个了，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蓝色材料、装备和图纸等稀有物品，非常少。不知道是不是新手期过了，最近很难从宝箱中开出什么好东西。王莽收拾好后，便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一把赤红色弯刀。这弯刀通体赤红，刀身上还有点点蛇纹，用手轻轻抚摸，就像人的皮肤一样微微发热。装备：爆炎。种类：武器。品质：紫色稀有。属性：体质加20，能量加100。效果：效果1，锋锐，2级，佩戴后增加15%物理破甲效果。效果2，急速，
2级，佩戴后增加 30% 攻速。效果3：延展，消耗一定能量，可以斩出一道火刃。火刃的伤害为体质加精神的 284%， 冷却时间3分钟。评价3颗星。这把紫色品质的爆炎就是他上次杀死那只大蛇爆出来的，是他身上目前唯一的紫色武器。除了这把武器外，这紫色宝箱中还爆了一些3级经验书、蓝色品质的种子、一张蓝色品质的弓箭制作图纸。而这把紫色品质的爆炎弯刀属性都挺强的，但是携带的技能却是一个主动施法技能，效果也还行，平时打小怪挺好用的。王莽手握爆炎，在森林的树干间闲庭漫步。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森林中能威胁他的怪物也变得越来越少。走着走着，他就走到了一群怪物的领地。只见10几只10米级的蜘蛛怪就飞速向他冲来。王莽手握长刀，丝毫没有任何慌张。只见他刀身一挥，一条10米长的火刃就飞射而出，速度极快。还没等面前的蜘蛛怪有所反应，刷刷刷，10几道巨大的火刃就再次飞射而出，在天空中组成了密密麻麻的火网，瞬间就把10几只蜘蛛怪秒杀在地。王莽满意的摸了摸爆炎，虽然这把武器技能不是增幅类，但平时用来打打小怪还是挺帅的。因为他的被动天赋让这把弯刀的技能没有冷却，所以只要有能量，他就可以无限放大招。收起爆炎，转身跳到谢老大背上，往木盆里一躺，他又一次打开了聊天群。不过聊天群里还是静悄悄的，自从1个多月前游戏公测后，就再也没有玩家上线了。论坛也变得静悄悄，整个世界真的只剩下王莽一个人类了。而在这1个多月，荒岛中的精神污染一直在深深影响着王莽。虽然他已经非常强大，甚至身上时时刻刻都叠加着几层超负灵状态，但孤独就像深渊，时时刻刻都想吞噬他。操，看了个聊天群，心情又变差了。感觉到自己情绪的变化，王莽赶紧从空间背包中拿出手机，找了几个漂亮小姐姐的视频，就放松了一下。事后，他呈一个大字形躺在木箱子里，望着天空。随着在荒岛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他越发觉得孤独才是他最大的敌人。虽然他只在这荒岛中待了几个月，但是他却感觉已经过去了好几年。这不是他的错觉，他能感觉到这座岛非常不对劲，他好像可以错乱时空，放大人内心的孤独感。他想要活着回家，就一定要克服这该死的孤独感。其实他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有所预感，这也是他选择附灵召唤师这个职业的原因之一。要是一路上没有谢老大和小黑子，他恐怕早就已经疯了。而除了自己的宠物外，手机中的小姐姐们也帮了很大的忙。只可惜翔哥的收藏大部分都是欧美的，有点变态，他其实更喜欢看带剧情的岛国老师和动漫。但这些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真正能让他完全释放压力的，还是那种挑战极限的战斗，释放出自己的最强形态，然后与那些超级怪兽殊死搏斗。在那种战斗中，他才能感受到身心的愉悦，浑身热血沸腾。这种战斗的热血是他能克服孤独的最好良药。所以最近他一直在寻找各种超级怪兽，不断的猎杀他们。可惜紫色宝箱的爆率很低，一直到现在他也只有第一次猎杀50米级的大蛇才爆了一个。而在这种高强度的战斗下，他的实力也越来越强。他的等级已经提升到了20级，华夏古武秘技也掌握得越来越熟练。在这片森林中，他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躲躲藏藏。而最近这1个月，他又攒了几10万金币，对谢老大和小黑子又使用了几次神圣附灵，把他们的天赋潜力再次提高了很多。此时谢老大已经长到了10几米级，体型变得非常庞大，而小黑子也长到了5米级，实力也更为恐怖。即便只是幼年期，他也可以轻易杀死一只精英级别的大嘴蛙。相信再过不久，他们2个就会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王莽再次打开面板，看着面板中最新的一条提示：丁，等级提升到 LV20， 请完成世界任务，提升世界等级。第67章，李军上线。在他升到20级后，这条信息就弹了出来。而世界任务也非常简单，独自猎杀3种不同类型的20米级精英级怪兽。当看到这个任务时，王莽当时就撇了撇嘴，这么简单的任务，不是有手就行吗？于是他花了2个小时，找了3只精英级的怪兽，一拳一个就把他们送上了西天。而刚刚那只大嘴蛙就是第3只。此时面板中也弹出一条信息：丁，世界任务已完成，是否现在提升世界等级？王莽把手指缓缓放在选项室上，本来自己应该迫切的直接点下去，但在最后一刻他又突然有些犹豫。他脑海中突然想起那个满身都是黑色马赛克的人影，他那诡异的笑容总是让自己有些不安。游戏世界的突然入侵，提前被安排好的奖励宝箱，突然出现的诡异黑色马赛克人影，这一切都在向他暗示
玩家的出现并没有那么简单。王莽皱了皱眉，眼神突然变得坚定，也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他在这座荒岛中待了这么久，早就已经明白一个道理：这世上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唯一能依靠就是手中的拳头。只要自己不断变强，一切阴谋诡计都将会被他一拳打爆。他可是王莽，谁要敢阴他，他一定10倍100倍的奉还。手指落下，整个世界都开始荡起涟漪，无形的波动以王莽为中心，快速的向四周扩散，瞬间就覆盖了整座小岛，一直向着大海延伸而去。一切好像发生了某种奇异的变化，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就在王莽提升世界等级的瞬间，蓝星全球80多个黑色禁区全部开始沸腾，无形的黑雾开始翻滚，迅速向四周扩散。他们在吞噬蓝星的土地，在侵蚀这个世界。黑色禁区的扩散一直持续了1个小时，很快全球80多个黑色禁区全部扩大了1倍。此时826局地下秘密基地，李勇和上百名826局的工作人员都紧张着盯着面前的大屏幕。华夏国14个黑色禁区突然开始同时扩张，这种突然而来的变化让所有人心中都惶恐不安。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种变化？黑色禁区的扩大会给蓝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他们全部都一无所知。李勇紧紧盯着屏幕，黑色禁区的扩大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所有人员听令，从现在开始，让黑色禁区周围的部队全部后撤，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把外交团喊过来，10分钟内，我要与7大国的外交人员展开视频会议。联系陈校长，通知他随时准备启动0号计划，材料我会尽快筹齐。写一份报告，通知最高议会提前准备解锁核武器。随着一条条指令发出去，李勇很快就来到会议室，准备与7大国的外交人员连线。今天他必须从7大国手中拿到紫色材料。他有预感，黑色禁区的变化一定与0号玩家有关系。3天后，几架飞机来到华国，史蒂芬从机场出来，手中紧紧提着一个精密的箱子，在他背后还跟着几10个身体魁梧的西装眼镜壮汉，一个个凶神恶煞，生人勿近。就在几天前，黑色禁区的突然变化让上面的人变得惊慌不安，而华夏这边居然突然联系了他们。在上面的人一番秘密交流后，他便带着一份紫色材料来到了华夏。据他所知，除了他们，还有不少大国都已经带着紫色材料来到了华夏。虽然他一点也不相信这些变化与华国有关，但谁让华国在一开始就在大肆宣扬灵气复苏？所以上面一致认为华国肯定知道一些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消息。紫色稀有品质的材料，就算在他们美丽国也只有5份，绝对是国宝级的东西。他这一份还是从实验室里面强行拿出来的，当时拿走的时候，至少有上百名老教授追了出来，说要拿枪爆他的菊花。他现在回想那场面，还心有余悸。这些搞科研的看着文质彬彬，其实心都黑得很。这次自己算把他们得罪了。斯蒂芬没走几步，一个戴眼镜、笑眯眯的华国人就走了过来，和善地和他打着招呼。这人叫李勇，他早就有所耳闻，也是个心黑的。李勇上前看了一眼箱子，笑着说道：“斯蒂芬少将，辛苦你跑一趟了。”斯蒂芬笑了笑，把手上的箱子递给了李勇。李，只是一件小事，不必客气。我很好奇，你们要这么多紫色材料要干什么？李勇推了推眼睛，公式化的假笑了一下，镜片的反光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斯蒂芬少将，这可不在我们的交易范围内，我拒绝回答。哈哈，别那么紧张，李，我只是个人的好奇而已。东西已经送到了，那我就先走了，我的几个女朋友还在家里等我呢。斯蒂芬说完，便带着所有人离开了机场。李勇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眼睛微微眯起。各国的间谍估计已经都进入华夏境内，他们恐怕都在想方设法窃取0号玩家的信息了。吩咐下去，让我的替身们准备好，最近几天我的行踪绝不能让任何人知晓。吩咐完心腹，李勇转身就离开了机场。10件紫色材料已经收集完毕，他们即将正式开启0号计划。荒岛森林中，一个少年佝偻着身子，身上背着一块几吨重的巨石，他咬紧牙关，头上满是汗水，一步一步的负重前行。这是王莽最近每天的修行任务，一直走了很久，感觉差不多要到极限了，他便双手猛地一用力，把巨石直接丢出数十米之外。最近他每天不是在杀怪升级，就是在不断的修行。一方面是这荒岛上实在是太无聊了，根本就没啥娱乐项目；另一方面就是只有升级和修行才能让他消耗过剩精力，不去胡思乱想。而只有一直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他才可以更好抵御荒岛的精神污染。第68章100份紫色材料。训练完毕，他跳到谢老大的背上，找了一片空地，开始做饭。一边做饭，他一边思考着。上次世界等级提升后，他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
怪物还是原来那些怪物，也没变强。森林还是那片森林，也没有突然跳出一个精灵萝莉妹子。但他相信，这其中肯定有他不知道的某种变化。就在他思考时，面板突然响起的一声提示音。王莽有点奇怪，自己最近也没干啥呀，怎么有提示音？他好奇地打开一看，居然是有人在私聊他。我眼花了吗？有人给我发信息？王莽揉了揉眼睛，确认不是自己的幻觉。很快，他就激动地跳了起来，喜极而泣。1个多月了，玩家们终于有人上线了！家人们，我的小宝贝们，我来了！王莽一声怪叫，马上就点开了信息。王莽同学在吗？我是李军，收到请回复。军哥，是我，你终于上线了，我想死你了，我真的想死你了。对面的李军一愣，这0号玩家什么情况？该不会对他有啥不正常的想法吧？嗨，王莽同学，我已经有老婆了。哦，嫂子好吗？嫂子漂亮不？嫂子最近吃饭没有？李军一愣，啥玩意？这家伙不会想当曹贼吧？那个，王莽同学，我们还是说正事吧。你说，我听着。哎，最近这荒岛天天下雨，我裤子都湿了。我妈以前说，下雨一定要带伞，我爸就每次都不带伞，所以他们2个老为这事打架。王莽一开口就一直说，他太久没跟人交流了，他渴望交流。虽然他只在这荒岛中待了几个月，但他感觉自己仿佛在这里待了好多年。一直说了很久，2人才开始说正事。王莽同学，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在那边找到了一位觉醒了特殊能力的玩家，他可能有办法把你召唤回来，不过必须要先获得你的身体媒介。王莽听完李军的话，整个人都愣在原地，眼泪不争气的哗啦啦的流了下来。这是他这几个月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没有之一。他终于要结束这该死的荒岛求生生活，回去蓝星装逼了吗？他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让他猝不及防。军哥，媒介随便拿，我现在就把头发都给你。要是你觉得不够，我把下面的毛也全给你。李军一听，赶紧拒绝。别，头发就够了。之后2人又聊了很久，王莽也知道了很多蓝星的最新情报，同时他也知道了为什么在公测后玩家就再也没上线了。原来不是玩家去了新服务器，而是玩家想要穿越，现在都得付门票，而一个人的门票就是10件紫色材料，这对于蓝星的玩家来说，基本没人可以拿得出来。听到这里，王莽赶紧打开背包，随手拿出100份紫色材料，然后挂到了拍卖商城。军哥，你早说啊！这玩意我这多的是，你先拿100份回去应急，下次我再给你。李军从拍卖商城收下，满眼都不敢相信。为了集齐10份紫色材料，几乎动用了华夏国所有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少华夏军人和玩家因为这些材料而永远的倒下了。结果现在，王莽随手就拿了100份出来，这尼玛合理吗？可事实摆在面前，由不得他不相信。看着面前的100份紫色材料，李军心中也非常震惊。这0号玩家现在到底有多强？难道那些超级怪兽在他面前都是弱鸡吗？那个王莽同学，你现在多少级了？昨天刚升到21了，最近升级有些懈怠了，都在修行华夏鼓舞呢。李军看着屏幕中的回复，整个人都呆在了那里。他也是第一批初始玩家，可他现在才6级啊！自从成为玩家后，他就从来没有松懈过。他每天都在修行华夏鼓舞，每天都在尝试打怪兽，而且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国家还给予了他资源倾斜。他已经这么努力了，为什么大家差距这么大？李军悲伤了一会，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他可是带着任务来的。拿出一套直播摄像设备，再次挂到了拍卖行。那个王莽同学，拍卖行有套直播摄像设备，还是像上次那样，你记录一下你的日常生活后给我就可以了。王莽点了点头，这个他懂，收集异世界的数据吗？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他是绝对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能力的。但现在情况特殊，他还指望国家把他召唤回去，而且他现在足够强了，很多阴谋诡计都已经对他无用。如果真的能被召唤回去，他必须提前展露一些肌肉。2人又聊了很久，王莽才意犹未尽地退出了聊天界面。看着手上的直播设备，王莽高兴地哼起了小调。今天是个好日子，每天都有富婆要找我。今天真的是他穿越过来后最幸运的一天，看来他马上就可以回家了。王莽打了一盆水，看着面前的自己，只是几个月，他已经和野人差不多了。不行，我绝不能这么回去，我要搞帅点，不然到时候怎么找女朋友？说完，他就开始对着自己收拾起来。第2天一大早，王莽就打开聊天界面，拉着李军唠嗑了3个小时，一直聊爽了后，他才带着谢老大和小黑子开始了打怪升级。不过今天和往常不一样，他把头发剃成了短寸，脸也洗得干干净净。
而且今天他还特意没有穿上衣，只穿了一条短裤，很好的把全身完美的身材都展露了出来。小麦色的皮肤，精壮匀称的肌肉，特别是那一对大胸肌和8块腹肌。少女看了要脸红娇羞，少妇看了要口水直流。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造型，王莽点了点头。只要这段视频放回去，自己绝对可以找到女朋友，再也不用当单身狗了。哈哈，这想想还真是令人兴奋不已呢。第69章，神灵。王莽对着直播镜头做了一个冷酷帅气的造型，然后邪魅一笑，便酷酷的转身冲入森林中。大嘴蛙，随手丢个长枪就死了。30米级的巨蛇，上去一拳就打爆了脑袋。50米级的食人花，这个好，这个可以多玩几秒钟。很快，一天的狩猎就结束了。然后王莽饭都没吃，又拉着李军聊了2个小时。就这样，一直到3天后，李军一脸麻木的下线了。他发誓，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和人唠嗑了。华夏国巨大的会议室中，上百人正襟危坐，在座的所有人都是华夏国的大佬。此时，他们正在展开一场华夏国最秘密的特殊会议。只见巨大的屏幕中，一个少年只穿了一个大裤衩，正光着身子，不停地对着屏幕凸造型。他不是在摆弄腹肌，就是在抖胸，而且已经摆了1个多小时造型了。李军坐在角落里，用手捂住脸，头都不敢抬一下。太丢脸了，真的是太丢脸了。看了1个多小时，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了。0号玩家这是在干嘛？李军，0号玩家是不是已经疯了？李军赶紧站了起来，开口回答道：各位首长，请放心，0号玩家的精神绝对正常，他可能只是太无聊了。一旁，国家最顶尖的心理学家突然开口，这应该是一种长期不与人交流的抑郁表现，可以理解。人类毕竟是群居性动物，如果长期不与他人交流，恐怕很快就会丧失语言功能，变成类似于人猿泰山那样的野人存在。0号玩家目前看上去状态还算可以，他平常恐怕会常常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这总比变成那种自闭型人格要好很多。至少现在我们还可以与他正常交流。他刚刚说完，屏幕中的画面终于出现了变化。只见少年对着镜头邪魅一笑，瞬间就以极快的速度冲入森林中。4、5架无人机飞速跟在他身后，不停通过各个方位拍摄着画面。遮天蔽日的森林，密密麻麻的各种怪物，10米级、20米级、30米级，甚至最后一只超过50米级的超级巨型蜘蛛出现在镜头中。那恐怖而巨大的身影隔着屏幕，他们都感到极强的压迫感。整个会议室中，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压抑而急促，甚至背后都出现了冷汗。与这些超级怪兽相比，蓝星上出现的那些都是娃娃级，简直弱爆了。如果这些超级怪兽真的都通过黑色禁区来到蓝星，而且还无法通过热武器杀死的话，那人类恐怕真的要完蛋了。至少现在的玩家绝对不可能战胜这样可怕的怪物。很快，在视频中，所有这些恐怖的怪物全部都倒在了少年脚下，一击一击一击，没有一只怪兽能挡下0号玩家的一击。在画面的最后，少年站在一只超级蜘蛛的尸体上，又开始了凹造型。他不断摆弄着自己的8块腹肌，展示着自己强壮的身体。而现在，这种2逼的行为再也没有人敢质疑。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实：0号玩家已经突破了人类的界限，就像古老的传说中那些存在，他已经成为了神灵一样的存在。视频中的画面已经播放完毕，但是整个会议室却一片沉默。这段视频给他们揭露了游戏世界的一角，同时也让他们明白了0号玩家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蓝星其他玩家的存在，无论如何，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他们一定要把0号玩家召唤回来。但同时，也有少部分人有些害怕，这样的强大个体出现，真的会为人类社会带来和平吗？0号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已经满足了所有条件，随时可以正式开始。那就马上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见这孩子了。坐在主位上的老者缓缓开口，一锤定音。很快，826局的各个部队全部开始行动起来。10几分钟后，几辆重型装甲车就来到了玄山超能者高校，带着白燕几人就快速离去。装甲车一路前行，很快就来到了一片无人山区中。在山区的正中间，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部队。陈校长带着白燕几人一路来到部队的正中央，一位身穿军服的青年人就走了过来。一身军服，身体挺拔，样貌英俊，浑身上下就有一股铁血风气。他就是华夏国最年轻的少将王龙华。陈校长看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赶紧热切地走了上去。王少将，这次您亲自过来啊？这次任务上面非常重视，而且我个人也很想见识一下这位0号玩家。
王龙华笑了笑，转头看向陈校长背后紧张的白燕。这个少女就是他们此次任务最重要的一环。几分钟后，白燕就站在了部队中间的空地中，紧张地抓着裙角，惶恐不安地看着周围所有人。她全身上下都穿戴着各种蓝色装备，这是举全国之力搜集的各种可以增加能量的装备。同时，她还带着各种能量回复物品，以备不时之需。而且旁边还精心挑选了10几个可以恢复能量的天赋玩家，随时帮她恢复能量。张翔站在陈校长旁边，看了面前巨大阵仗，一脸好奇的小声发问：“陈校长，这0号计划是啥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陈校长看了他一眼，0号计划可是国家目前最机密的计划，普通玩家根本听都没听说过。按道理说，这张翔是完全没有资格站在这里的，但谁让这小子和0号玩家之间有那么一点关系？所以上面特意交代，一定要把他带上。陈校长瞪了张翔一眼，警告地说道：“看着就行了，记住，这是国家最高机密，等一下看到什么都绝不能外传，不然就以叛国罪抓了你。”张翔耸了下肩，傻笑了一下，不再多说一句话。他回头看向正前方的白燕，有些好奇。第70章召唤0号。张翔有些好奇，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特殊，居然搞出这么大的阵仗。而此时，白燕站在正中间，非常紧张。虽然在成为玩家后，她的断肢和烧伤都已经完全好了，但是心理上的创伤却还一直存在。她非常害怕别人的目光，更讨厌待在人群中。她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只是紧紧地抓住手中的媒介。白燕，不用紧张，直接开始吧。白燕微微抬起头，看见张小龙已经走到她身边，正一脸温柔地对她说着。看到张小龙，她的眼睛瞬间就出现了一丝光亮。轻轻点头，白燕就开始发动能力。只见她抬起右手，手中的媒介缓缓化作光点消失。固有天赋，媒介召唤，发动。随着能力发动，白燕的能量值开始快速降低，各种恢复能量的手段开始作用在她身上。就在白燕发送能力后，很快，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好像有什么东西想要撕破空间的界限，来到这个世界。所有人都看见面前扭曲的空间，神情紧张。白燕真的可以把0号玩家召唤回来吗？0号玩家回来后又会做什么呢？就在大家紧张观望时，面前的空间突然剧烈扭曲，一个黑色人影爬了出来。看着面前突然出现的人影，所有人都双目大睁，满脸恐惧地看着前方。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准备 B 号计划准备执行。王少将一声大吼，瞬间，周围上万名士兵全部举起了枪口，对准面前的黑色人影。远处100米外，几百支重型狙击枪已经全部瞄准，坦克群的炮口已经准备。报告，狙击枪全部就绪。报告，所有远程导弹已经锁定。报告，小型核弹头已经准备。随着王少将的一声令下，在场的氛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张翔听着对讲机中的报告声，整个人都不好了。尼玛，怎么核弹头都准备好了？你们都不怕死的吗？他转头看着周围所有人，大家都神情严肃，在场所有的军人好像早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心理准备。他吞了吞口水，小声地问道：“陈校长，我能不能先走啊？”陈校长没有搭理他，而是死死地盯着中间的黑色人影。只见在空地上，无数微小的黑色方块重重叠叠，不断变化，组成了一个黑色的人影。这黑色人影没有五官，但是这些黑色方块却组成他的眼、他的鼻、他的口。白燕召唤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团黑色马赛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0号玩家呢？0号玩家已经死了吗？还是说和他当初想的一样，0号玩家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怪物，这一切都只是陷阱？看着面前的黑色马赛克人影，所有人都感觉到心惊胆寒，巨大的恐惧、无尽的压迫向他们袭来。面前这个怪物非常强，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身影，但在所有人看来，面前好像站了一个100米高的恐怖巨物。邪恶的黑暗马赛克好像要把他们所有人都吞噬。就在所有人都准备随时动手时，面前的黑色马赛克突然抬了一下脚。随着这个动作，黑色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无数马赛克方块随风飘扬，他的身体以极快的速度在消失。在最后，黑色人影只剩下一个头，他不断张嘴，无声地大喊着，可是却没有任何声音。随着黑色人影的完全消失，所有人剧烈跳动的心脏才慢慢平复。回头再看，白燕已经满头大汗地躺在了地上，昏迷了过去。他的能量已经耗尽了。就这样，0号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而黑色马赛克人影的视频也被送上了最高会议厅。巨大的会议厅中，华夏国所有的大佬再次聚集，他们看着视频中的黑色人影，一个个神情严肃。
0号计划最后居然召唤出来一坨黑色马赛克，这真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刚刚我们已经统计了在场的所有士兵，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黑色马赛克非常邪恶，他应该具备某种精神污染。0号玩家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会不会已经死了？有可能，我们对怪兽世界的情报还是太少了。我觉得他不可能死，昨天的视频我们也看了，0号玩家的强大毋庸置疑。如果这坨黑色马赛克就是0号玩家呢？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沉默了。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我们必须派人再去怪兽世界确认一下0号玩家的死活。我不同意，这玩意看上去太邪恶了。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被骗了，它根本就是一只邪恶的怪兽。我也不同意，全国所有的紫色材料已经消耗完毕，我们想要再获得门票，就又要牺牲无数精锐。就在所有人争吵之时，坐在主位上的老者看了一眼李勇，然后微微点头。李勇瞬间心领神会。其实上次0号玩家送了他们100份紫色材料，而这个消息在场中也只有几个人知道。100份紫色材料实在太贵重，恐怕全球都没有这么多。如果把这个消息放出去，恐怕在座的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坐在主位上的老者拍了拍桌子，突然大声吼道：好了好了，这件事就交给826局处理，你们也不必惊慌，这天还没塌下来呢。很快这场会议就无疾而终，而所有人脑海中也只记得那坨邪恶的黑色马赛克。此时荒岛中，王莽一脸懵逼。就在刚刚，他感觉身体周围的空间突然出现了涟漪，然后啪的一声就消失在了原地。消失之后，他就来到一片满是浓雾的空间中，白色的雾气非常大，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周围到处都是人影。他尝试喊叫，但是却没有任何回应。这迷雾空间内异常安静，没有任何声音，让人觉得诡异万分。犹豫了一会儿，想到之前李军说的话，他便准备踏入迷雾之中。结果他刚刚抬起脚，周围的空间就突然传来巨大的吸力，再回首，自己还在原地，好像从未离开过。刚刚是啥情况？难不成是我的幻觉？还是说他们要召唤我的计划失败了？第71章蜘蛛之牙。王莽摇了摇头，也不太确定，还是等下次李军再来找他问问吧。其实从一开始李军说想把他召唤回去，他便没有抱太大希望。随着在岛上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发现自己的情况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特别是在他解放最强形态时，超负灵恐怖的抗性叠加，让他眼中的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他隐约可以看见自己的身上好像有无数微不可闻的丝线，它们把自己层层包裹，紧紧地束缚在了这一片空间。而当自己想要去碰触这些丝线时，却又什么都没有。自己到底是因为固有天赋的原因被困在这个世界，还是说另有其他原因？连他自己现在也搞不清了。想了很久，他也想不出个所以然，干脆就不想了。一切都是虚的，只有我自身的实力和我手中的拳头才是真的。王莽眼神坚定，不再迷茫。他有预感，之前奖励宝箱中遇到的黑色马赛克人影还会再出现，他一定会再来找自己的。王莽起身，在森林中不断跳跃，狩猎，狩猎，狩猎。只有不断升级，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只有不断升级，才能让一切阴谋诡计化为泡影。几天后，丁，击杀大嘴蛙，获得白色宝箱一个，等级提升至22级。王莽把所有的属性均匀分配，然后分解掉面前的大嘴蛙尸体。自从他升级到20级以后，击杀大嘴蛙就没有了越级属性，爆出宝箱的概率也低了非常多，而且有时候还会爆出白色宝箱，就像现在。不过他也无所谓，现在除了一些特殊的携带装备技能的蓝色装备，其他的低品质装备也对他没太大作用了。而且他现在可不是当初的穷小子了，不但空间背包中有大量蓝色精良装备，他身上也还有2件紫色装备。最近这段时间，他击杀了不少50米的怪兽，但总共也只爆了2个紫色宝箱。一个就是他第一次杀死50米级怪兽大蛇所爆出来的宝箱，里面开出了一把紫色品质的爆炎弯刀；另一个是一只50米级的巨型蜘蛛所爆出来的装备蜘蛛之牙，种类项链，品质紫色稀有，属性体质加10，精神加10，能量加100。效果1，穿戴后能量恢复速度增加 30%。效果2，蜘蛛印记，消耗一定能量，对目标施加蜘蛛印记，在印记持续时间内，移动速度提升 10%， 攻击速度提升 10%。印记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20秒，蜘蛛印记的效果可以叠加。效果3，蜘蛛影子，消耗一定能量，可以制作一个蜘蛛影子分身。影子分身的实力为自身当前实力的 50%， 技能持续时间10分钟，冷却时间1个小时。评价3颗星。这蜘蛛之牙就是在紫色宝箱里面开出来的，而且自带2个主动技能。
同时，蜘蛛之牙装备上的主动技能，他的固有天赋也都可以起到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件装备对于他来说已经算得上一件小神装。而这件装备最大的作用就是提高了他的升级速度。王莽站在树干上，把爆炎弯刀猛地插在树干上，超负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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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倍叠加，全属性增加300%，物理抗性增加300%，元素抗性增加300%，韧性增加300%，精神抗性增加300%，且每秒钟恢复10%最大体质值和10%最大能量值。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60倍，肌肉强化2400%。随着技能不断叠加，王莽的身形开始越变越大，密密麻麻的肌肉紧绷交叠，好像在王莽的身体上刻印出了图腾般的肌肉纹身。巨大的心跳声扑通扑通扑通，好像战鼓一样在迎接王的归来。由于身体里的气血不速流动，他整个身体都变得赤红，热气喷洒，甚至有云雾缭绕。王莽普通形态，赤肌巨人。树干上一个8米多的赤色肌肉巨人就这样静静地屹立在那里。这种形态只是他一部分实力，随着越来越强，他已经很少遇到势均力敌的怪兽了。低头，他把树干上插着的爆炎弯刀轻轻拔了起来。很快，袖珍的爆炎弯刀就化为了3米多长的巨人。这游戏中蓝色品质以上的武器基本都可以随着体型而变化，不过武器的技能特效等却不会因此而改变。抚摸着手中的巨刃，随手一挥，一道炙热的红光急速扫过，面前的巨树纷纷倒塌，并燃起熊熊大火，形成一条长长的火路。那是一道超过30米的火刃，因为速度太快，只能看见一道红光。这是爆炎弯刀自带的技能，在自己的刺激巨人状态下，火刃的大小不但提升了数倍，速度更是快到了极致。满意的看着手中的爆炎弯刀，这刀比他想象中还是要强一点。他猛地把弯刀插在树干上，突然大声暴喝：蜘蛛影子！随着他发动技能，王莽赤肌巨人状态下的影子开始不断扭动，一只10几米级的蜘蛛怪物挣扎着从他的影子中爬了出来。这只影子蜘蛛怪物的上半身是人类，和王莽一样，浑身都是暴长的肌肉，而他的下半身却是长着8条腿的蜘蛛身体。蜘蛛影子出现后，猛地一跳，就化作一道黑影，消失在森林里，速度非常快。而在他前脚刚刚消失，王莽的影子再一次开始蠕动，又一只10几米的蜘蛛影子再次爬了出来。1只、2只、3只、4只。自从他转职后，能量不够的限制就在减弱。而在最近，随着他身上的装备越来越好，等级越来越高，他已经再也没有能量的烦恼。只要叠加一定层数的超负灵，他便像永动机一样，可以无限回复能量。而刚刚这些召唤出来的蜘蛛影子，都有他赤肌巨人状态下1半的实力，他们会代替王莽不断狩猎。第72章增加属性的宝物。只要在王莽周围10公里内，这些蜘蛛影子杀死怪物获得的经验都会归他自己所得。虽然这些影子蜘蛛的只有他赤肌巨人状态下的1半实力，但在周围这片森林，这样的实力，除非遇到超级怪兽，不然这些蜘蛛影子就绝不会输。而在这期间，谢老大和黑宝也一样在外面到处狩猎，提升着自己的等级。王莽对他们2个现在完全是放养状态，反正也不会死，就随便他们出去浪。同时，他还下了命令，让他们去寻找那些超级怪兽的踪影。召唤完蜘蛛影子后，王莽会慢慢恢复成那个平凡的少年。他坐在原地，回想着之前李军说过的话。自从游戏公测后，全球就出现了80多个黑色禁区，而这些禁区中会出现各种怪物。就在最近几天，黑色禁区猛地扩大了1倍，而从里面跑出的怪兽实力也突然强大了很多，这让全球好不容易稳定的局面突然变得不可控起来。而黑色禁区突然扩张的时间点，正是他提升世界等级之时。也就是说，他这个人类最强的超能者玩家，居然在无形中影响着蓝星的格局。他目前还不知道世界等级对自己有什么作用，但对蓝星来说，自己提升世界等级，居然会加快游戏进程，让怪兽入侵的程度加重。那如果自己再提升一次世界等级呢？王莽抬头看着外面安静的森林，有些沉默。他能想象得到，如果他再一次提升世界等级，蓝星恐怕会迎来真正的世界末日。除非他能回去，不然那些杀不死的超级怪兽绝对是人类的噩梦。还是因为他升级升得太快了，蓝星的玩家根本还没有做好准备。可要是自己停下升级的脚步，那他要怎样才能离开这座荒岛？这片大海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绝对的实力，他根本就不敢横渡这片大海。变强，蓝星恐怕会因他灭亡，他的家人和朋友也会死去。不变强，他就会被困死在这荒岛中，孤独终老。王莽抬头看天，长叹了一口气，这真是让人操蛋的抉择。
以前看小说，他总是调侃那些主角，开局就是父母双亡，孤儿一个。现在看来，果然只有孤儿才适合当主角。唉，就在他思考之际，陆陆续续就有蜘蛛影子返回，并带回大量的怪兽尸体和宝箱。王莽把怪兽尸体一一分解，并把宝箱全部收入空间背包。自从得到这件紫色装备蜘蛛之牙后，他的升级速度就明显提升了一大截。毕竟有一群小弟帮自己打怪清场，效率比自己还是快很多。做完这些，他迅速离开了周围，开始寻找下一个狩猎点。很快，8米多高的赤色肌肉巨人再次出现，他狰狞的影子里不断挣扎，涌现出一个个恐怖的蜘蛛怪物。狩猎继续开始。就这样，又过了几天。丁，击杀树猪，获得白色宝箱一个，等级提升至23级。人物：王莽，固有天赋无冷叠加，被动技能，释放技能时没有冷却，且释放技能的状态效果可以持续叠加。评分6颗星，超越魔神级。等级 LV23 3138666。体质215左元括号151加64右元括号。精神131左元括号65加76右元括号。能量1662左元括号1251加411右元括号。普通人类极限全部为10点。职业附灵合体召唤师初级，目前为初级传承，获得世界之源后可以对职业进行进阶，获得更多传承。通用技能：技能1，终极肌肉强化，消耗10点能量，使全身的肌肉强度提升 40%， 持续时间120，冷却时间10分钟。评分2颗星。技能2无。技能3无。自从转职后，除了可以获得5点自由属性外，每次等级提升都会少量增加基础属性。而附灵合体召唤师的主属性是能量，所有升级每次增加的基础能量也是最多，并且每次在狩猎到高级怪物时，还有极低的概率可以爆出永久增加属性的宝物，这也让他最近的基础属性暴涨。不过随着他的基础属性越来越高，那些永久可以增加基础属性的宝物效果也越来越弱，现在甚至连续服用10份都只增加不到1点的基础属性。最近爆出来这种宝物还有各种经验书，他全部都留了下来，准备下次李军上线时让他带回去给白燕。上次如果没有感觉错，他们的召唤应该失败了。不过白燕的能力的确对自己生效了，那片白雾空间应该就是蓝星，他要再试验一次。下一次就让他们召唤一下谢老大，毕竟谢老大那么弱。如果真的可以把那么弱的谢老大召唤回去，那代表这个能力的确有希望把他也带回去。王莽伸了个懒腰，关掉属性面板，终于升级了，干死我了。他算了算日子，7天已过，李军今天大概又可以上线了。收拾了一下，然后就把大青蟹和黑宝召唤回来。附灵召唤师的宠物屋非常有意思，召唤出来的宠物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无论宠物走到多远，在什么地方，只要再次召唤，就可以瞬间回到召唤师的身旁。就像现在，谢老大一脸懵逼地看着面前的主人，咋突然就一下回来了？自己刚刚找了几只母螃蟹，还没说几句话呢。见到王莽，黑宝瞬间就围了上来，欢快地叫着。现在的黑宝再也不是当初那只可爱的小蜘蛛了，它已经长到了7、8米高，简直就是一个庞然大物，恐怕它这一辈子都变不成蜘蛛娘了。王莽看到自己的2个小伙伴，心情瞬间好了很多。走啦走啦，今天的工作结束了，我刚刚抓了一只树猪，我们去吃烤肉。随便找了一大块空地，找来一些巨大的树枝树干，一刀爆炎斩，烈火熊熊燃起。王莽从空间背包中拿出几块上百斤的猪肉，插在一根巨大的树枝上，就在大火中烤了起来。第73章召唤谢老大。随着他的实力变得越来越强，食量也变得非常大，每天吃一顿饭都要胡吃海塞1个多小时。而谢老大就简单多了，他直接用自己的大夹子夹起一个汽车大小的猪腿，就学着王莽的模样烤了起来，也不管熟不熟，直接就开始吃。黑宝吃饭则斯文很多，他会从屁股后面吐出黑丝，把巨大的猪腿绑成一个黑茧，然后在里面注入某种毒液，只需要10几分钟，巨大的猪腿就会变成果冻一样，吸起来非常带感。在巨大的篝火中，这顿饭一吃就吃了1个多小时。刚刚吃完，面板中就响起了提示音，李军又上线。打开聊天群，果然是李军给自己发来的信息。王莽同学还在不？李军小心翼翼地发了一条信息，他对之前恐怖的黑色马赛克人影还心有余悸。而此时王莽早就等不及了，搓了搓手，他满脸兴奋。老哥，你终于上线了，终于又有人和他聊天了。军哥，在的在的，吃了没有呀？王莽一聊起来，话就说个不停，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通。李军看着聊天面板，也没有打断他，就一直这样听着。之前
白燕召唤出来的黑色马赛克人影实在太过诡异，就连他现在也不确定对面正在一直说话的到底是不是王莽，或者说此时在聊天界面中一直发信息的其实就是那诡异的黑色马赛克怪物。一想到那画面，李军只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犹豫了很久，他最后还是打断了对方：“你真的是王莽吗？”“对啊，军哥，怎么突然这么问？”“我就是王莽呀。”可白燕之前召唤出了一个黑色怪物，“你不是王莽？”李军突然的质问让整个聊天界面一下子安静了。良久，李军全身已经冒出了冷汗，对方怎么突然不回复了？他刚刚只是炸一下对方而已，难道是被自己戳破了真实身份？这是要摊牌了？这黑色马赛克怪物应该不可能从聊天群里面爬出来吧？就在李军紧张不已时，聊天群再次发来的信息：“军哥，什么黑色怪物？一只由无数黑色小方块组成的怪物，你不要再装了，我们早就已经发现了你的真身。”王莽看着面前的聊天信息，突然沉默了。无数黑色小方块组成的怪物，这不就是他当初进入管理员房间时所碰到的马赛克人影吗？为什么白燕会通过自己的身体媒介召唤出黑色马赛克？难道那道黑色马赛克人影其实就是他自己？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王莽没有继续回信息，而是呆呆地坐在谢老大的背上。不对，不对，之前自己是好像被召唤走了。他还记得当时自己进入了一个白雾世界，周围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影，所以白燕召唤的那个黑色马赛克人影真的是他。在李军他们眼中，自己当时应该就是一坨黑色马赛克。王莽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我的身体应该存在某种限制，所以他们才无法完全召唤自己。是因为我的固有天赋吗？还是说因为我等级太高了，所以他们看到的我其实是打了马赛克后的样子？就像以前他看视频时，有些东西只有打了马赛克才可以看。虽然道理相似，但是他现在的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他必须再用谢老大验证一下。不过有一点王莽非常庆幸，那就是白燕的天赋真的对自己有效。也许等白燕的等级慢慢提升上来，他真的可以把自己召唤回蓝星。军哥，我大概明白了，你相信我，我真的是王莽。王莽说着就跑到谢老大面前，在他腿上敲了点甲铐下来。军哥，我在拍卖商城又挂了点东西，你带回去再试试。既然自己无法完全被召唤回去，那就试试谢老大能不能被召唤。如果谢老大被成功召唤回去，那代表白燕的能力就真的可以做到远距离传送。李军看着面前的聊天面板，松了一口气。之前他那套话术都是国内最顶尖的心理学家设计的，为的就是套王莽的话。他们甚至通过分析王莽从小到大的性格、说话方式等来预估了之后的对话。现在看来还好，这王莽大概率还是之前那个王莽，并不是什么黑色怪物，至少他的反应全部都在心理学家的预估范围内。王莽看李军不回复信息，怕他不相信自己，赶紧又发了条信息：军哥，拍卖商城挂的是我宠物的媒介，你拿回去试试，看看能不能成功召唤。它是一只小螃蟹，实力非常弱的，估计可以召唤回去的。我自己的情况有些特殊，我再研究研究，看看是啥情况。等了一会儿，李军就回来信息：好，我再相信你一次。王莽看着李军终于回了信息，松了口气。想了想，他把自己空间背包中提前准备的经验书和永久增加基础属性的宝物拿了出来。军哥，我最近攒了一些经验书和永久增加基础属性的宝物，你帮我拿回去送给白燕，帮她提升一下实力，算是我的一些小小的心意。说完，他又开始不停翻空间背包，天天杀那么多怪物，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很快，他又找出几本白色品质的技能书，技能书爆的概率非常低，他猎杀了这么多怪物，也才爆出10几本白色品质的技能书和5本蓝色品质的技能书。不过他都留着，没有用，毕竟通用技能栏只有3个，他必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技能书。而且现在他的实力已经够强了，并不急着做出选择。拿出6本技能书，他再次挂到了拍卖商城。军哥，我还挂了几本技能书，你先选一本，然后帮我送给翔哥和白燕一人一本，剩下的麻烦军哥送给我家里人。然后他还拿了一部分自己用不上的蓝色品质的装备和100份紫色材料，全部挂到了拍卖行。第74章语言专家。军哥，我在拍卖商城又放了一些装备和材料，这算是我无偿捐给国家的，我绝对不是什么怪物，请你相信我。看着王莽不断发过来的信息，李军其实早就没有怀疑他了，不过他还是没有回话，与王莽保持着距离。作为一个朋友，他可以相信王莽，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他必须要对身后10几亿人负责，即便只有1/1000的可能，他也要时刻保持警惕。如果对面的王莽真的是那黑色马赛克怪物，而且还像游戏世界的怪物一样无法被杀死，那他的降临肯定会导致真正的世界末日。他不敢赌。王莽发完信息后，等在聊天界面前
但李军一直没有回复。看着拍卖商城的几个包裹很快就消失不见，他失望地关掉了聊天界面。军哥好不容易来一次，这看样子是聊不了天了。哎，还是打怪去吧。王莽起身，望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巨大森林，他让黑宝和谢老大两个自由狩猎，而自己却一个人冲入森林中，不断往岛中心而去，在树枝间不断跳跃穿梭。路上要是碰见不长眼的怪物，就直接一拳打爆。几个月走过来，通过不断的努力，他早就变成了这片森林的霸主之一，已经很少有怪物能对他造成威胁。王莽一路穿梭，速度非常快，一直跑了1个多小时，他才收敛气息，慢慢放低了速度。几个跳跃，他就来到了一棵100米巨树的树顶。往前望去，只见远处出现一片巨大的凹地，在了凹地最中间，有一棵极其庞大的枯树屹立在那里。这曾经应该是一棵高约几千米的巨树，就仿佛世界树一般，但现在它好像被某种生物从中撞断了，已经倒塌在地，变成了一堆枯木。王莽望向巨树的方向，在大树底下，一只身高超过100米的黑色巨猿正坐在树下，这正是他之前碰到过2次的黑色金刚。他还记得自己刚刚穿越过来时躲在石缝中，当看到这只100米高的黑色金刚时，他震惊得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谁能想到几个月后，自己却站在了这黑色金刚的面前，想要狩猎这种恐怖的巨物。王莽站在树顶上，眼神炯炯，透露着兴奋之色。自从转职后，他的实力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狩猎50米级的超级怪兽，他也从来没有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这只黑色金刚，他早就想试试了。如果放在游戏里，这玩意绝对就是通关 BOSS 般的存在。无论是那庞大的体型，还是他周围凝而不散的黑色气势，都在向王莽诉说，这玩意绝对非常强，强到离谱的那种。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才更让王莽更加兴奋。他一直站在树顶上观察了许久，但却并没有动手。而黑色金刚对于像小虫子一样的王莽也完全没有任何兴趣，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一直静静观察了很久。转身，他很快就消失在森林中。虽然他早就觉得自己可以成功狩猎这只100米级的黑色金刚，但他却一直忍着没有动手。自从通过那张紫色卡牌进入了管理员的房间，他便在心中生出了一丝警惕。特别是从李军口中得知了黑色禁地的变化后，他才知道在自己提升世界等级的那一刻，蓝星的黑色禁地扩大了1倍。无论是游戏公测还是黑色禁地的扩大，这种种变化都说明他与蓝星其实有着某种关联，自己的一些行为可能对蓝星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他不敢轻易狩猎这只黑色金刚的主要原因。他有预感，如果自己杀了这只100米巨兽，蓝星很有可能迎来重大变化。再等一等吧，等玩家们再发育。王莽叹了口气，远远离开了黑色金刚的领地。然后他再一次化为赤色的肌肉巨人，无数的蜘蛛怪物从他的影子里面不断攀爬出来，向森林四周扩散。很快，杀戮再次开始。就这样，3天后，又到了玩家下线的时候。这一次，王莽并没有与李军打招呼，因为他知道对方并不相信自己。他打开聊天界面，默默地看着李军的头像变得暗淡，有些失落。李军带着谢老大的一些甲壳碎屑回到了蓝星。他回来的消息第一时间就被告知了最高议会和826局。很快，0号计划再次启动。几个小时后，还是上次那个山谷，还是上万人的部队，还是坦克、狙击手摆好阵势。远处，各种导弹已准备就绪，甚至这一次还提前解锁了核武器，以备不时之需。虽然心理学家分析王莽可能并没有变成怪物，但他们必须要以防万一。很快，白焰再次站在了正中间。媒介材料消耗，召唤再次发动。随着能力的发动，白焰周围的空间突然开始剧烈的扭曲，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10几米高的庞大身体，轻易可以夹断坦克的巨钳。当看到这只巨大的倾泻身影后，在场所有人都紧张起来，上万的枪口全部对准了他。这种巨怪他们太熟悉了，至少要超过上百名玩家一起才可能把他斩杀。李军站在一旁目瞪口呆。0号玩家不是说只是一只小宠物吗？这几层楼高怪兽哪里小了？他是不是对小有什么误解？旁边王少将看着面前的巨怪，神色紧张，但是又满脸兴奋。0号玩家的宠物真是超乎他的想象。这只螃蟹很强，比他们之前遇到的20米级的超级大青蟹还要更强。它和其他的精英级大青蟹不一样，在它身上的甲壳上有着各种繁琐的黑色纹路，无论是外形还是甲壳的质感，它都更加威猛霸气。快，把张凡叫过来，让他和这只大青蟹对话。张凡，一名17岁的高中生，就在1个星期前，他刚刚觉醒3星能力，语言专家。
他的能力可以与任何生物进行沟通，甚至可以与这些怪兽对话。第75章，霸王举鼎，谢老大。很快，张凡就被人带着过来。张凡发动能力和他对话，问他的主人是谁。王少将一边激动地对张凡说道，一边不停地观察着谢老大。这只大青蟹看来真的是0号玩家的宠物，过来了这么久，他并没有对众人发动攻击。张凡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巨大怪物。要不是身后有2个军人扶着他，他怕是已经跪下来了。哔哩哔哩，发动能力，张凡嘴中居然开始说螃蟹语。谢老大好奇地看着面前的张凡，这个两脚兽居然可以像主人一样和他交流。哔哩哔哩哔哩，一人一螃蟹，一句我一句，避来避去。1分钟后，张凡赶紧跑到王少将面前，激动地开口说道：“王将军，我都问出来了，这是大螃蟹说他叫谢老大，他的主人叫做两脚兽，而且和我们长得一样。他还说他主人已经交代了，以后碰到两脚兽都不能吃。”张凡一口气说完，心中非常激动。之前他也和其他怪兽交流过，但那些怪兽根本就不理他，只会说吃吃吃。但今天这只大螃蟹却完全不一样，它的逻辑很清楚，甚至已经能简单交流了。这难道就是自己能力的打开方式？要是不断通过沟通，他有没有可能把这只大螃蟹变成自己的宠物？他激动地回头看了一眼面前的谢老大，这么大个，肯定很厉害吧？不是，一定非常厉害。张凡由于刚刚觉醒没多久，所以他并不知道0号计划。就在他幻想之际，王少将对背后的几个军人使了个眼色，张凡瞬间就被拖走了。这张凡的能力还不错，让他也加入乾隆计划吧，就去张小龙他们组。是。王少将说完，回头眼神热切地看着面前的谢老大。0号玩家没有死，白燕的能力也确实可以召唤。虽然现在他们只能召唤出0号玩家的一个小宠物，但只要白燕的实力不断提升，他相信他们早晚可以把0号玩家召唤回来。而且他能感觉到这只螃蟹非常强。张小龙，你带着白燕和你的小队成员，现在就去11号禁区附近，那里有一只刚刚突破包围圈的20米级的超级巨蛙，就让我们看看这只大螃蟹的实力怎么样。很快，张小龙就带着白燕几人坐着飞机离开，前往11号黑色禁区。一片山区中，一只恐怖的巨蛙在山间不断跳跃，它每一次跳跃都可以飞出100米之外，速度非常快。坦克部队被山地阻拦，无法对它进行阻击，只能靠空中部队才能勉强拖住它的步伐。但最多1个多小时后，它就会进入周围的一个18线小城，而城中现在还有部分人员没有撤离。就在华夏军几位指挥官眉头紧锁之时，一道消息突然传了过来：所有地面部队撤退，所有地面部队撤退。上面派的超能者玩家小队已经赶到，请赶快离开战场。随着话音刚刚落下，众人才发现，在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只10几米高的巨大青蟹，它全身上下都长着黑色的纹路，2只钳子格外巨大狰狞。此时，它的8条巨腿正在飞速交替，在凹凸不平的山地上如履平地。对面20米级的大嘴蛙突然停了下来，他看着气势汹汹而来的谢老大，有些不安。虽然谢老大的体型比他小上很多，但是常年生活在怪兽世界的他却极端敏锐。这只大螃蟹是变异了的稀有怪物，绝不是普通的大青蟹。呱！腹部急速胀大，一声巨大的蛙鸣在空中响起，实质般的声波在四周扩散。这是大嘴蛙的警告，他想要用体型震慑住谢老大。但对于这声警告，谢老大完全没有在意。他从小就跟着王莽，别的东西没学会多少，就只学会了莽。不服就干，干不过就苟着发育后再回来干。特别是成为王莽的召唤兽后，他拥有了无限复活的能力，这让他的莽之力更上一个台阶。在森林中，就连100米巨兽他谢老大也敢莽上去。虽然每次都被一巴掌拍死，但他谢老大就从来没怂过，反正也死不了。谢老大猛地一个加速，速度又快的3分。大嘴蛙看着还在不断迅速接近的谢老大，眼神闪过一丝阴冷。他双腿的肌肉不断膨胀发力，身体也开始慢慢调整方向。一瞬，脚下的土地突然崩裂，只见飞身一跃，满是尖牙的大嘴就向着谢老大咬去。他大嘴蛙在森林里纵横多年，大青蟹也吃过不少，他怎么会怕？而就在电光火石之间，谢老大胸前的2个大夹子突然挥出，划出了2道残影。曾经，他只是一个沙滩上的小螃蟹，甚至还被很多螃蟹嘲笑。但30年河东，30年河西，他早就不是当初那个谢老大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他在油灯下不断挥舞着钳子，一拳一拳又一拳。他现在超强。只见谢老大双钳如舌头出洞，
速度极快，一下就把巨蛙张开的大嘴上下夹住。大嘴蛙拼命用力，想要一口咬下，但两个大钳子一上一下把他的大嘴夹住了，让他动弹不得。哔哩一声巨吼，只见谢老大八足张开，双前用力，直接就把20米级的大嘴蛙高高举起，犹如霸王举鼎。然后他巨大的钳子猛地分开，瞬间就把20米级精英大嘴蛙从中撕成了2半，鲜血喷洒而出，如大雨倾盆。无数的内脏血肉洒落在谢老大甲靠上，让他庞大的身体更显狰狞。远处，所有围观的华夏军都呆愣在一旁。这只大螃蟹好强，这可是20米级精英超级巨蛙，居然就被他一招就直接撕成了2半，这到底是什么怪脸？旁边的张小龙等人也全部瞠目结舌，这只螃蟹到底是什么等级？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自从张小龙加入0号计划，他就得知在华夏其实还有一个极为神秘的0号玩家，而当初游戏公测出现的第一个10级玩家其实就是0号。为了获得10份紫色材料，0号计划几乎发动了华夏国所有的玩家和军队，死了非常多的人。他其实有时候也不理解，不就是一个玩家吗？至于花这么大代价去召唤他，但现在他理解了，0号玩家有多强他不知道，但这只大螃蟹真是超乎想象的强。第76章王牌战队826局地下秘密基地。会议室中已经坐满了人，所有人都看着屏幕中的直播画面，谢老大的强势击杀直击他们的心灵，实在太强了。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有怪物逃出包围圈，这让全国上下手忙脚乱，社会也出现了很大的动荡。而特别是这种超级巨蛙，它们体型巨大，速度非常快，实力更强的可怕。而面对这种巨型怪兽，只能靠人海战术拿命去堆。已经有很多军人和超能者玩家死在了他嘴中。今天视频中的这只大螃蟹居然直接轻易的秒杀了这种恐怖巨兽，这就是0号玩家的那只宠物吗？好强，这肯定是0号玩家精心培育的召唤兽吧？太好了，有了这只大螃蟹，黑色禁区的防卫压力会小更多。很快，一道道命令就从826秘密基地传达出去，这让张小龙和白燕他们开始忙碌起来。自从上次黑色禁区猛地扩大2倍后，怪物入侵的频率更加频繁，这让华国的招兵计划不得不提前上马。现在想要成为超能者玩家，除了通过5考，其次当兵也可以优先获得玩家资格。当然，要是会变异觉醒，也会变成特招人才。可即便5考在不断扩招，华夏的士兵也有很多转换成了超能者玩家，但超级怪兽的入侵还是让局势在不断恶化。而现在，谢老大的出现，终于让这个局面得到了缓解。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张小龙带着白燕坐着飞机，不停在国内到处飞行，充当着救火员。只要有黑色禁区逃出来的超级巨兽，他们就让白燕去召唤谢老大。而所有的超级巨兽都不是谢老大的一合之敌，几乎一见面就被谢老大完虐。甚至凭借着超强的力量和巨大的夹子，谢老大还帮助军队活捉了不少超级巨兽。826局秘密基地中，李勇看着手中的大量视频，里面全部都是谢老大强势击杀各种巨型怪兽的画面。这只螃蟹真的是太强了，它几乎可以在蓝星横着走，没有任何生物是它的对手。据最新的数据报告，它甲壳的硬度已经超过了钛合金，它夹子的咬合力已经达到了鳄鱼的1000倍，它的时速已经超过了800千米每小时。李勇紧握手中的报告，他有些庆幸，幸好这谢老大是0号玩家的宠物。如果谢老大是异世界入侵的怪兽，恐怕华夏国所有的玩家全部出动，都不一定能把谢老大拿下。他看了一眼面前的视频，里面不断播放着谢老大大发神威的样子。你们去把这些视频剪辑一下，把它们做成招兵宣传片，我希望在明天早上，每个人的手机上都可以看到这条短片。是。随着周围的人全部退去，李勇再次拿起0号计划。他们举全国之力想要召唤0号玩家，但最后还是失败。不过也不算完全失败吧，至少他们还召唤回来一只大螃蟹。一只螃蟹就这么强，那0号现在又会有多强呢？他再次拿出0号玩家的所有资料，一遍又一遍的翻看，他要找到0号玩家的不同之处。次日，张凡打开手机，手机中瞬间弹出一段视频。只见在画面中，一只20米左右的超级树猪正在城市中大肆破坏，成百上千的华夏军正在用各种方法阻击它，但是收效甚微。在游戏规则的保护下，它根本就无法被杀死。就在所有人束手无策之时，突然画面一转，在马路上，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走了过来。她身材纤细，一顶大大的帽子遮住了她的脸，看上去弱不禁风。而在她身旁，一只10几米高的巨大青蟹正站在她的旁边，默默地守护着她。柔弱的少女，铁甲一样的巨兽，这巨大的反差
震撼着所有人的心灵。刚刚还在城市里大肆破坏着树猪，突然安静下来。很快，两只巨兽就猛地撞在了一起。只是一个回合，谢老大就大发神威，把树猪夹死在地。看着手机屏幕中大发神威的谢老大，张凡只感觉心好痛。之前他还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把这只超强的大螃蟹收服，结果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只不过是个工具人。因为自己的固有天赋是语言专家，可以和谢老大交流，所以当时才安排自己过去。而这个超级巨蟹真正的主人其实是华夏国等级最高、天赋最强的空间召唤师白燕。看着手机屏幕中那只大发神威的巨蟹，张凡只能流下羡慕的眼泪。不过还好，陈校长昨天找他单独谈话，说是上面正准备以白燕为核心，打造一支华夏国最强的王牌小队，而他因为天赋特殊，可以和谢老大交流，所以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名替补队员。张凡又看了一眼手机中那个瘦弱的少女，没想到啊，当初那个在树下咬牙坚持的残疾少女，最后居然成为了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成了让他仰望的存在。真是世事无常。收回思绪，张凡不再多想，他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海鲜市场，买了一捆大闸蟹，又买了一捆大青蟹，而且全部都是母的。作为谢老大的专属翻译官，他昨天和谢老大聊天时才知道，原来谢老大非常的寂寞。他曾经有个女朋友叫咪咪，因为一些原因，他们不得不分隔两地，所以今天他特意挑了点母大闸蟹和母大青蟹。虽然和谢老大比，个头是小了点，但拇指姑娘她也总是个姑娘，过过眼瘾也是好的。最近他也想通了，自己觉醒的天赋只是3星天赋，语言专家，就这种垃圾天赋，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成神做祖了。所以他决定以后多和谢老大打好关系。这只螃蟹这么强，万一以后成了谢天帝，搞不好自己会成为他做下的第一童子，到时候他张凡还不是一样起飞。这样一想，他心里瞬间舒畅了很多，脚步都变得欢快了。就在张凡提着2捆螃蟹进入基地后，几辆军用装甲车缓缓来到了玄山超能者高校。此时，陈校长正坐在办公室中，手中拿着一份资料。就在前几天，上面已经正式决定组建华国王牌小队。第77章，固有天赋刷新。随着黑色禁区中越来越多的超级怪兽突破包围圈，普通玩家的作用也越来越不明显。华夏国急需一批最顶尖的超能者玩家去狩猎那些超级怪兽，而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很多玩家的数据已经被他们掌握。可以说，这次筛选出的王牌小队，无论是天赋、品性、能力，都是玩家中1等1的存在。也只有这样精英中的精英，才值得更多资源的倾斜。而上面的决定是组建18支王牌小队，其中14支王牌小队会分别镇守在14个黑色禁区附近，而剩下的4支王牌小队将是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他们会作为救火员，哪里需要就去支援哪里。而华夏国的第1王牌小队已经确定，就是以白燕为核心的第1队。谢老大最近的表现有目共睹，他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上面也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陈校长一边喝着枸杞茶，一边看着手中的资料。而今天将会有2位非常特殊的5星天赋玩家过来，他们就是上面给白燕特意准备的队员。陈校长揉了揉头，这2个可都不是安分的主，恐怕等一下够他头疼的了。几辆军用皮卡车停在玄山超能者高校的门口，一矮一高2道身影走了出来。矮的只有1.6米左右，满头碎发，染得金黄，即便穿着军服也掩盖不住身上的痞气。另一人身高接近1.9米，身材修长，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嘴角总是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笑。2人一下车就直奔陈校长的办公室，气势汹汹。很快，2人就破门而入，一下子就冲进了陈校长的办公室。满头金色碎发的郑天霸虽然长得不高，但浑身都是傲气。只见他双手插兜，用鼻孔对着陈校长，一脚就踩在了办公桌上，不屑地问道：“告诉我，白燕在哪里？”陈校长坐在办公桌上，喝着枸杞茶，不为所动。这2人他早有耳闻，性格都非常糟糕。要不是他们2个都觉醒的超强的5星天赋，国家根本就不会把他们纳入乾隆计划。但现在毕竟是特殊时刻，而且他们的性格虽然糟糕，但至少不是反国家反人类，只是有些年少轻狂罢了。陈校长喝着枸杞茶，淡定地说道：“你们2个长途跋涉的，估计也累了，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休息的地方，等你们休息好了，明天就可以见到你们队长了。”郑天霸死死地盯住陈校长，看他一直不为所动，才冷哼一声，扬门而去。什么狗屁校长，不过只是个普通人。出门后，一位女兵走过来为他们引路，而郑天霸的脸色一直都阴沉沉。他看了一眼旁边还笑眯眯的眼镜男，有些不爽地问道：“但丁，你还笑得出来？你就没有一点想法吗？”但丁笑了笑，他的眼睛一直都眯着，
让人也看不出他内心的想法。能有什么想法？服从命令呗。哼，你少来！郑天霸冷哼一声，便不再言语。就在前几天，上面突然把他调离，让他去组建第一王牌小队。一开始他非常高兴，但得知队长居然不是自己后，他便一直耿耿于怀。自己可是觉醒了5星固有天赋的超级玩家，而且还是第一批初始玩家。他的5星天赋可以说是所有玩家中最强的一批，不，他的能力就是最强的，没有之一。而现在上面居然让他去给一个女人当狗腿子，这怎么可能？他郑天霸这辈子都不可能给别人当狗，就算是现在和国家合作，也不过是各有所需，互相利用而已。虽然那白焰召唤的螃蟹的确非常强大，但他毕竟是一个垃圾的召唤师，成长潜力有限，而自己的5星天赋却有无限可能，甚至越到后期，他的实力会变得越来越强。真不知道上面那群庸才是怎么想的，简直无法理解。明天他就要亲自去挑战白焰，就算那只螃蟹再强又如何？只要自己能把身为召唤师的白焰亲自拿下，一样还是自己赢。他会用实力证明自己才是最强的那一个。次日，玄山超能者高校的地下防空洞中，白焰正躲在张小龙的背后，他有些害怕。面前这2个人虽然穿着军服，但看上去都不像什么好人。特别是对面的郑天霸，他怒目横视，死死地盯住白焰，好像要把他生吃了一样。看着面前瑟瑟发抖的白焰，郑天霸心中的怒火更加熊熊燃烧。这就是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开什么国际玩笑？这女人一看就弱的要死，不管她的能力如何强，只是这种心性就绝不可能成为强者。强者就应该像她这样，有着超强而变态的天赋，有着坚定而勇往无前的信念，在面对强敌时会兴奋而颤抖，在面对绝境时绝不退缩。白焰，你太让我失望，你不配成为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说着，郑天霸就站在了高台上，不屑地指向白焰，上来和我打一场，你赢了才有资格去当这个队长。张小龙看着面前的臭小鬼，有点不爽，这是哪里来的臭小子，这么狂拽酷霸屌炸天吗？你知不知道谢老大有多强？白焰，别怕，上去教训教训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白焰看着张小龙，怯生生地上了台，他真的不喜欢战斗。而陈校长站在一旁，看着郑天霸笑了笑。郑天霸，原名郑源，17岁。自从成为玩家并觉醒5星天赋后，他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郑天霸。虽然性格上有些傲气和中二，并且不太服管教，但实力的确是超强，三观也还比较正。他的5星固有天赋刷新，只需要消耗一些能量，就可以无限刷新自己的技能，可以说堪称神技。他不但天赋极强，对战斗也极度渴望，华夏古武秘籍的修行也非常具有潜力，可以说他就是华国中最顶尖的一批超能者玩家。但是陈校长摇了摇头，在谢老大面前，他还是太弱了。第78章无限火力模式。高台上，战斗一触即发。只见白焰双手放在胸前，瞬间就把谢老大召唤了出来。看着面前10几米高的巨物，郑天霸心中一点也没有慌张，反而更加兴奋。他转头看了一眼躲在谢老大背后的白焰，有着不屑。想要打败这只超级巨蟹，对他来说的确很难，但想要打败白焰，轻而易举。白焰，这只螃蟹的确很厉害，但你知道我的能力是什么吗？郑天霸猖狂一笑，手中慢慢升起一个拳头大小的火球。我的能力可是无限刷新啊！手中的灼热火球不断旋转，这是他新手宝箱中开出的小火球之术。虽然它的威力只是相当于一颗手榴弹，但是配合自己的固有天赋刷新，只要能量足够，他便可以无限发射火球。他就是这世界上最强的法爷，无限火力模式。欧拉，欧拉，欧拉！一个个火球不断在郑天霸的手中生成，连续不断的向着谢老大飞涌而去。恐怖的爆炸声响起，火光四射，看得人睁不开眼睛。可剧烈的爆炸声过后，面前的谢老大却毫发无损。自从王莽转职后，虽然只给他提升过2次天赋潜力，但也让他成为了紫色稀有品质的怪兽，是和当初黑金蜘蛛一样的超强怪兽。火球这种攻击根本就不可能破他的防御，就是再多也一样破不了。谢老大举起一只大夹子，扒拉着脑袋，一脸懵逼地看着面前的郑天霸。比利，这只两脚兽为什么要对自己一直吐口水？咦，好恶心！突然，一道巨大的水泡喷涌而出，速度之快，只见黑影一闪，嘣！一声闷响后，郑天霸瞬间就飞出几10米开外，双手撑地，疯狂吐血，跪在地上。郑天霸满脸震惊不已，不敢相信，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只螃蟹的水泡这么快？
刚刚那一下，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这只大螃蟹和那些精英级大青蟹完全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存在。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强？郑天霸猛抬头，一边不停吐血，一边满脸疯狂的怒吼。只见他把手掌缓缓放在胸口，刷新固有天赋发动。郑天霸身上的伤势瞬间就恢复如初。他的天赋不但可以刷新技能，更是连自身的状态都可以刷新。只要能量不耗尽，他就有无数条命。可惜他的刷新天赋不能刷新自身的能量，不然他郑天霸还何必和国家合作？白夜，刚刚只是我大意了，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郑天霸手中再次漂浮起一颗赤色的火球，他疯狂大叫，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轻易的输了。他刚刚吼完，谢老大的身形就动了，8条巨腿飞速交错，卡车大小的巨钳划出一道残影。嘣！只是一瞬，超巨型的钳子就砸在了他身旁，土石飞溅，把地面都砸出了一个深坑。刚刚还在大声叫嚣的郑天霸突然安静下来，他双眼大睁，愣在一旁。这只螃蟹的速度太快了，自己刚刚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如果不是这只螃蟹手下留情，他恐怕现在已经被砸成了一滩肉泥。空间收缩，谢老大瞬间消失在原地。白燕害怕的从高台上跳下，他紧张的看着对面失神落魄的郑天霸，小声的开口：“那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郑天霸跪坐在地，一动不动，低头沉默着。陈校长看差不多了，笑呵呵的走了过来，当起了和事佬：“天霸，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你不可能赢白燕的。”郑天霸跪在地上，低着头，不为所动。陈校长摇了摇头，这孩子以前还是太过一帆风顺，没有受过社会的毒打。很快众人散去，只剩下郑天霸一个人孤零零地跪坐在高台上。身材修长的但丁站在角落里，他推了推眼镜，看着白燕离开的方向。根据他目前的了解，全球最高的觉醒天赋就是5星，而作为华夏国官方推出的最强超能者玩家，白燕的天赋等级一直是个谜团。不过从刚刚看来，他召唤的这只螃蟹比视频中看到的更强，恐怕他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召唤类5星天赋。但丁深深看了一眼白燕离开的方向，眼睛眯起，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一会，他回头又看向高台上的郑天霸，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家伙的天赋虽然不错，但就是脑袋有点毛病。喂，郑天霸，你还要在这里跪到什么时候？走啦！哎，郑天霸的身体突然弹了起来，他拍了拍膝盖，一本正经，面无表情。刚刚那群人太没有礼貌了，也没人喊他一声，给他一个台阶下，害他跪了半天，腿都麻了。次日，以白燕为核心的第一王牌小队终于成立。陈校长拿着手中的名单，满意的笑了笑。只可惜0号玩家不能回来，不然这第一王牌小队队长非他莫属。叹了口气，陈校长就把李军喊了过来，并把一些提前准备好的东西交到了他手中。今天又到了可以穿越的日子，这些是他家人给他拍的视频，还有他之前要求的所有东西都给他准备好了。你告诉他，国家肯定不会放弃他的，让他坚持住，白燕早晚会把他召唤回来。李军点头，他带上东西，拿出10份紫色材料，很快又穿越到了荒岛中。此时王莽正在森林中，他已经变身成一个10米高的超级肌肉巨人，浑身赤红，气血像热浪一样四散开来，大量的蒸汽在他身体旁环绕。天空中无数夸张的水滴从万米高空中砸落，这倾盆大雨就像末日天灾般，看得人心惊胆战。但王莽站在一颗巨石上，完全无视周围的倾盆大雨。此时不管再大的雨也浇不灭他心中燃烧的火热，因为在他对面正是那只100米级的黑色金刚。他实在是忍不住了，这荒岛中太寂寞了，太压抑了。第79章家人的视频。上次李军突然的疏远，有可能会让他永远失去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这也让他心中压抑许久的情绪浮上水面。最近他总感觉这脚下的地面随时会出现什么恐怖存在，把他拉入深渊。他必须去战斗，他必须重燃内心的火热。50米级的巨怪已经无法满足他了，他需要和这100米级的黑色金刚来一次生死对决。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面板突然响起了提示音。最后王莽和那只黑色金刚还是没有打起来，因为李军上线了。外面倾盆大雨，一棵巨树下，一只巨大的青蟹挡在树洞门口，把雨水都挡在了外面。王莽躲在树洞中，打开聊天界面，正拉着李军噼里啪啦的聊天，甚至把上次没有说的话全部补了上来，一直讲了3个小时废话，他们才说到正事上。王莽同学，上次你让我带的东西我全部都给你带过来了，里面还有你家人给你拍的最新视频，我已经一起放在了拍卖商城。家人的视频？王莽愣愣地听着这几个词，喃喃自语，家人好遥远呀。
他明明离家才几个月，怎么感觉就像过去了几十年一样？在这座荒岛中待的时间越长，那种时空错乱之感就越发明显。这座荒岛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深了，特别是在游戏公测之后，所有玩家下线，那种时间错乱之感更是明显。王莽揉了揉眼睛，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了几百份的紫色材料、经验书，还有不需要的蓝色装备，全部挂到了拍卖商城。这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狩猎怪兽所获得的一部分。家书抵万金，在他看来，这些珍贵的材料都不如这段视频重要。从拍卖商城中拍下李军带来的包裹后，他便退出了聊天界面，打开手机，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他的家人隔着屏幕再次与他相见。外面大雨倾盆，树洞中那个让森林所有怪兽都闻风丧胆的两脚兽正泪如雨下。次日，雨过天晴，阳光从树叶间洒落。谢老大在巨大的树根上爬行，而王莽正躺在小木箱中，惬意地拿着手机玩了起来。这是他以前上学时用的手机，里面还有各种单机游戏。没想到昨天李军居然把他也带了过来，玩起曾经玩过的游戏。他的身心从未像这样放松过。自从来到荒岛后，他就一直在杀，从来没有停止过。累了就一个人做饭吃，无聊了就一个人对着谢老大和黑宝重复地说着话。按理说他有宠物，应该没有那么孤独才对，而这也是他当初选择召唤师职业的原因之一。但这座荒岛却有大问题，他在无限放大自己的孤独。他不知道到底是这座荒岛有问题，还是这整个世界都有问题。昨天幸好李军来得及时，不然他恐怕已经与100米级的黑色金刚打起来了。当时在他走的时候，那只黑色金刚一直盯着他的背影，没有上前。恐怕这只黑色金刚也知道自己不好惹。他虽然有些遗憾不能与这样的超级巨兽来一场生死搏斗，但他也有些庆幸当时没有真的动手。不知道为什么，他有预感，只要他杀死那只100米级的黑色金刚，他就会得到一个线索，自己恐怕会再一次见到那黑色马赛克人影。同时他也能预感到杀死这只黑色金刚后，蓝星肯定会发生某种变化。他的家人和朋友可都还在蓝星上，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去贸然狩猎这只100米级的黑色金刚。昨天是他实在忍不住了，才差点动手。不过还好，李军来得及时，还给他带了不少好东西。用手机打了一把单机版的王者荣耀，他又开始追最新的动漫，这些全部都是李军给他带的，甚至连他电脑中收藏的几十个 G 也全部带过来了。以后终于不用再看翔哥的欧美片了，爽！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次李军带过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娱乐向的，估计是害怕我在这边太无聊了，真是个好人啊！王莽感慨一声，打开手机，又开始玩游戏。最近他决定放松，先把状态调整好。此时谢老大正左右背着几棵树和灵植，背上背着一口大木箱子。他在巨大的树干上行走，走路非常横，两只夹子耀武扬威，走起路来如皇帝出行。最近他在蓝星杀疯了，并被一群像主人一样的两脚兽恭维着，过着帝王般的生活。不但有两脚兽给他做美味的食物，还有一只会说螃蟹语的两脚兽，天天在他耳旁说一些好听的话，让他浑身舒坦。可惜那边的螃蟹太小了，不然人生就真的完美了。谢老大一边回味着蓝星的幸福生活，一边非常小心地在树根上爬行。主人正在休息，他必须走得小心又稳健，不然等下不小心晃到主人了，搞不好又要被主人打一顿。虽然老是被主人打，但谢老大还是喜欢和主人在一起，当主人的坐骑。他喜欢背着主人一起冒险的日子。哔哩哔哩，谢老大一边开心地哼着歌，一边在森林里一路前行。周围只要见到他的怪物，都会睁大双眼，满眼惊恐地逃走。就连那些20米、30米、50米的超级巨兽，在见到谢老大之后，也都会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狂奔，因为他们知道，在这只奇怪的螃蟹背后，总是会爬出一只小只的两脚兽，而那只两脚兽非常可怕，吃怪兽连骨头都不带吐的。谢老大一直爬到一棵高大的椰子树下，两只夹子拼命地撞击树干，很快，一个房间大小的椰子就掉了下来。谢老大用夹子夹住椰子，然后恭敬地递到了王莽面前。王莽把手掌贴着椰子，开始使用分解技能。很快，面前房间大小的椰子就化作点点星光消失。叮，消耗30金币，分解成功，获得110份叶汁，70份叶果。在这次荒岛中，他一直在实验着面板中的各种技能，而分解技能最为实用。第80章，白玉蘑菇。通过不断的使用，他发现分解技能不但可以分解各种怪物的尸体，甚至还可以分解森林的树木、椰子、石头等。只要这是荒岛中的任何物品，他都可以分解，除了宝箱之外。但奇怪的是，分解怪物的尸体不需要消耗金币，分解那些树木食材居然会需要消耗额外的金币。
王莽看着手中被分解出来的一份份叶汁，有些失神。其实他早就感觉出来了，这个分解技能会消耗能量。分解怪物尸体时，虽然得到的材料是精炼过后的，但还是有部分怪物的身体会凭空消耗掉，这便是分解的代价。而分解椰子、树木、石材等，因为达不到消耗标准，所以必须要提供额外的金币。但金币其实大部分都是用怪兽材料和血肉在拍卖商城换取的，也就是说，面板里面所有的功能的使用，甚至连拍卖商城，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回收怪物尸体。那这些怪物尸体又去了哪里？他从空间背包中随手拿出一份刚刚分解的叶汁，插上吸管，喝了起来。这玩意不但用瓶子装着，居然还有吸管，真是太离谱了。但从这些也可以发现，这分解技能就好像专门为人类定制而成。王莽喝着叶汁，思绪飘向远方。这个世界有太多谜团了，很多事他根本就不能深想。谢老大一直背着王莽在森林里前行，速度非常快。很快，他们就来到一处开阔的空地。在这座荒岛中，除了沙滩就是巨大的森林，只有这个地方是一片空地。这里非常特殊，这片空地很大，所有的植物好像因为什么原因不敢在周围生长。在空地的中间还非常有规律地竖立着这9棵超级巨木，每一棵都超过了1000米，甚至在最中间的那棵巨树已经直插云霄。而在这些巨树下面还长着各种高矮不一的大蘑菇，这些蘑菇小的有几米高，大的甚至已经超过了数百米。它们整齐而有一定规律地分布在9棵巨树的周围，像众星拱月。不过，无论是这些大蘑菇还是这些巨树，其实早就已经死了，它们都变成了像化石一样石雕，被时光所腐蚀，变得坑坑洼洼。就连那些超级巨树也只剩下一些光秃秃的主干。王莽站在谢老大的背上，停在了这片空地的外围，没有继续上前。这9棵巨树和黑色金刚守护的那一棵非常相似，感觉应该同出一脉。不过这片空地却没有强大的怪物守护，甚至森林里所有的怪兽都不敢轻易接近这里。谢老大，趴下来！王莽从谢老大的背上跳了下来，然后把谢老大身上的灵植和大木箱子也搬了下来。等下他准备让谢老大上去探路，而这些灵植可都是他好不容易攒的家底，他必须保护好。至于谢老大这家伙，反正死了自己也可以把他复活，无所谓的。就连这口木箱子也比谢老大重要一点点。爬到谢老大头上，王莽在他身上安装一个记录摄像头，这玩意是他特意让李军帮忙带过来的。一切准备就绪后，王莽歪了下头，对谢老大使了个眼神。谢老大，你去前面给我探路，改天我给你介绍母大闸蟹。老大一听，2只树眼直接兴奋地立了起来，开心地把大夹子高高举起，便横着冲了出去。哔哩，果然自己才是主人手下的第一大将，深得主人的宠爱。黑宝那只母蜘蛛只会羡慕嫉妒他，嘿嘿。很快，谢老大就开心地冲入巨大蘑菇群中，消失不见。看着谢老大消失的身影，王莽直接搬起自己的大箱子和灵植，回身跳到了一棵巨树上，躲在树荫间，仔细地观察着前方。最近，随着实力越来越强，他也在不停探索这座荒岛，而这块空地就是周围最特殊之处。之前他已经在周围查探了几次，但每次都不敢深入。虽然他觉得以现在自己的实力，这片诡异的地方也不一定能伤到自己，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何况是在这片奇异的荒岛，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他决定还是让谢老大上去探路，反正这家伙就算死了，自己也可以把他无限复活。很快，谢老大的身影就消失在视野中。一直过了很久，周围还是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动静。谢老大就仿佛被这片蘑菇群吞噬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王莽微微皱眉，谢老大是他的召唤物，他能感觉到这家伙现在还没死。这小子在干嘛啊？怎么还不回来？等了许久，王莽有些不耐烦了，直接就发动了召唤能力。瞬间，谢老大就出现在他的身旁。只见谢老大的夹子上一左一右夹着2个白嫩的大蘑菇，正吃得非常开心，连已经回来王莽身边都不知道，还是在吧唧吧唧的大口吃着。王莽走上前，直接对着他夹子上的2个大蘑菇就使用了分解技能。叮，分解成功，获得蓝色品质白玉蘑菇2份。材料：白玉蘑菇。种类：灵材。品质：蓝色精良。简介：来自森之国的神奇蘑菇，具有一定的灵性。效果：服用后可以快速恢复300点能量，并可以少量永久增加能量值上限。注：当使用者能量值超过500，永久增加能量值上限的效果将消失。评价：2星半。王莽盯着白玉蘑菇的面板属性，喃喃自语：森之国。这是他第2次看到这个名字。之前第1次击杀巨型食人花时，他便得到了一件奇物，也是来自森之国。这2件东西居然有所关联。把玩着手中的白玉蘑菇，
之前像雨伞一样大的蘑菇已经只剩下拇指大小，浑身晶莹剔透，仿佛白玉一般。这居然是极为稀少的，可以永久增加能量上限的宝物。不过它的能量值早就已经突破了500点，这玩意好像现在对自己没有用了，还是留给白燕吧，他好像挺缺能量值的。做出决定后，王莽在谢老大一脸幽怨的眼神中，把白玉蘑菇收进了空间背包。收起蘑菇后，他又从谢老大身上拿下摄像头，接通显示器，刚刚记录的画面就都显露了出来。第81章镇压世界。其实在很久之前，他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座荒岛中待的时间越长，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抑郁。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太害怕孤独，但从他之后的经历来看，恐怕并没有那么简单。他现在的精神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类极限的数倍，就这种精神强度，如果只是一座普通的荒岛，他一个人待个3、5年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他还可以对自己使用超负灵来大量提升自己的基础属性和精神抵抗能力。但即便这样，他在这荒岛中的情绪也非常不稳定。回想最开始穿越过来，玩家只能在荒岛中待3天，而后在现实世界休整7天。这明显是特意安排过的，因为幕后之人知道这座荒岛并不能待太长时间，不然玩家会集体死亡。而他并不想玩家死亡。王莽又想起了在管理员房间碰到了那黑色马赛克人影，自己当时问了他的目的是为什么，他回答是想要拯救世界。恐怕想要知道这荒岛的秘密，就必须要再次进入管理员的房间。不过王莽并不信任那黑色人影，他现在只相信自己还有自己手中的拳头。收回思绪，王莽紧紧盯着屏幕中的画面，在谢老大的视角中，他不断前行，周围到处都是高矮不一的大蘑菇。这些蘑菇很奇特，它们就像人类的房子一样，中间居然是镂空的，周围还有已经破败的网格，仿佛门窗一样。视频中的画面不断转动，时不时还可以在这些蘑菇房子上看到一些奇怪的符号，这好像是一种特殊的文字。谢老大的速度非常快，他穿过密密麻麻的蘑菇群，很快就来到了一棵巨树下。这正是那9棵超级巨树之一，沿着巨大的树根不断向上攀爬，周围可以隐约看见各种文明的痕迹。奇怪的文字符号像阶梯一样旋转向上延伸的通道，甚至在这棵巨树上还雕刻着精美的浮雕，仿佛图腾一般。谢老大看着王莽面前发光的屏幕，2只螃蟹树眼咕噜一转，他小心地移动巨大的身体，偷偷缩在王莽背后，好奇地看着。正看得起劲，突然王莽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你下次能不能跑慢点？这么重要的资料，我啥也没看清楚。王莽把他瞪了一眼，然后继续看着屏幕中的视角。谢老大委屈巴巴地爬了起来，2只眼睛高高竖起，又偷偷凑了过来。在屏幕中，谢老大在树根上一路前行，很快就来到了树干下，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树洞，就连谢老大庞大的身体也可以轻易进入里面。而在树洞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谢老大，他的目的非常明确。进入树洞，一路向前。黑暗的树洞中，前方突然出现一片光亮，淡蓝色的荧光照亮着四周。只见在树洞的最深处，有一片干涸的小池塘，还在散发着淡淡的蓝色荧光。在最底部，10几颗白玉一样的大蘑菇正艰难地长在那里。而之后的画面就是谢老大被自己召唤回来了。这些蘑菇群怎么好像城市一样？还有那些符号，应该就是某种文字。王莽回忆着视频中的画面，这片奇怪的荒地居然是某种文明遗址。可惜谢老大刚刚跑得太快了，视频中很多东西都看不清。正当王莽准备让谢老大再去一趟时，谢老大的身体却突然开始慢慢变淡，然后啪的一声消失不见。看到这个画面，王莽没有惊慌，而是露出了羡慕的神色。这是白燕在发动能力召唤谢老大，每次看到他都只能羡慕嫉妒恨。谢老大这家伙上辈子是拯救了世界吗？到底谁才是主角啊？王莽失神地看着谢老大消失的地方，喃喃自语。蓝星这是又遇到麻烦了吗？可是谢老大这么弱，不知道这细狗行不行啊？此时蓝星第6黑色禁区外围，炮火连天，战机在天上盘旋。就在半个小时前，第6黑色禁区突然出现了3只20米级的超级怪兽，这还是黑色禁区第一次同时出现3只20米级的超级怪兽，1只20米级的超级大青蟹，1只20米级的超级巨蛙，1只20米级的超级黑蜘蛛。与这些超级巨兽同时出现的还有上百只3到10米级的怪兽。虽然在各种重型热武器的攻击下，这些巨型怪兽不值一提，但如果它们可以无限复活，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第6黑色禁区周围的部队已经用炮火洗地了半个小时，但这也只能把这些巨兽限制在原地，而无法真正杀死。第6禁区周围的高等级玩家已经集合完毕，等一下炮兵部队会拖住另外2只怪兽，让玩家们先斩杀1只。收到！就在所有人神情严肃准备行动之时，
天边飞来了一架直升机，一只恐怖的大青蟹在半空中突然出现，然后从高空重重的砸下，如流星坠地，扬起大量的灰尘。还未等灰尘散去，蟹老大庞大的身影就从里面飞速的穿透而出，8条巨腿飞速交替，甚至已经划出了残影。只10几个呼吸之间，蟹老大就与3只巨兽撞在了一起。一时间，土石崩裂，房屋倒塌，巨大的撞击声在千米之外都清晰可闻。远处的炮火已经停止，大量的军队都开始撤离。周围无数人在欢呼：白神，白神终于来了！这就是白神的神级召唤物吗？真的好强！只见战场最中间，4只巨兽打得地动山摇，昏天黑地。蟹老大以1敌3，犹如3鹰战吕布，威风凛凛，大杀四方。虽然他的体型最小，但无论在力量、速度和防御上，他都完全超过了3只巨兽。面对3只巨兽的围攻，蟹老大的夹子不断挥舞，密不透风。在怪兽世界，他只是主人屁股下的一只小小坐骑，总是被那些超级巨兽欺负。但在蓝星，他重拳出击，有我无敌，直接镇压整个世界。B 哩第82章第一王牌战队。战场最中心，蟹老大被3只巨兽团团围住，巨大的钳子犹如风火轮般急速旋转，让周围狂风肆虐。8条巨腿飞速交错横行，土石飞溅，甚至出现了残影。在蟹老大疯狗一般的打法下，3只巨兽很快就身受重伤。他们转身而逃，想要再次重新回到黑色禁区，可惜太迟了。2只大钳子相互交错，20米级的大嘴蛙就被开膛破腹。8条腿飞速狂奔，很快又追上了那只20米级的蜘蛛巨兽，把它斩于马下。最后，那只20米级的精英及大青蟹也没有逃脱蟹老大的魔爪。谁让他是只公螃蟹？他蟹老大从来不会对公螃蟹手下留情。被炮火洗礼后者空地中，蟹老大拖着3只怪兽的巨大尸体，缓缓前行，在地面上拖出3道长长的痕迹。他昂首挺胸，威风凛凛。他从出生起就横着走，除了主人，他谁也不怕。把3只巨兽的尸体甩在脚下，2只钳子高高举起。蟹老大抬头望天，沉默一瞬，突然仰天怒吼：“哔哩！”这一声怒吼直接打开了某个开关，周围所有围观的军人们都开始举枪欢呼。周围上千名围观的玩家也沉默了。华夏国最强超能者玩家白燕，果然恐怖如斯。他不但是华夏国等级最高的超能者玩家，更拥有召唤神级怪兽的超凡天赋。这一段时间以来，白燕的大名席卷全国，甚至已经震惊整个世界。随着全球的黑色禁区不断出现20米级的超级怪兽，各大国已经出现了大量怪兽伤人事件。短短1个多月，全球就已经超过上亿人死在了怪兽口中。而且有科学家已经证实，怪兽在不断吞噬人类后，居然还会再次产生进化，实力会变得更强。这个消息的出现，更是让所有国家如坐针毡。就在全球各国被巨型怪兽不断入侵，惶恐不安时，华夏国却一反常态的安稳平静。甚至华夏国已经在慢慢步入超能者新时代，进行着全国人民都向超能者玩家转变中。一直到最近，华夏国已经有近半的军人都获得了玩家面板，且死亡率也控制得极低。而华夏国能这样顺利地迎接新时代，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一个女人——白燕，华夏国最强超能者玩家。她召唤的一只超级巨兽，简直强到不合常理。所有入侵的超级怪兽都不是那只螃蟹的对手，甚至由于这只螃蟹的帮助，华夏国还活捉了不少超级怪兽，用来培养各种特殊天赋人才。天空中，上百架无人机在天空中盘旋。刚刚蟹老大所有的战斗画面都已经全部记录，这些战斗画面被收集后，会通过826局宣传部门的剪辑，然后大肆宣传。之前随着超级怪兽的入侵，华夏国的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但是最近全国的社会风气突然出现了重大转变，变得一片繁荣祥和。而这转变的原因，就是因为白燕，他召唤的蟹老大太强了，每一次出现都会以最强的姿态斩杀怪兽。蟹老大这种无敌姿态，也让华国民众的信心空前高涨。特别是看到国外各种超级怪兽肆虐，而国内怪兽一出现就被蟹老大强势击杀，这种鲜明的对比下，更是让大家的安全感爆棚。而白燕，那个每次都穿着一身白衣、神面强大的少女，也成为了所有玩家的最高追求和华夏人心中的最强大的守护神。嘤，我能不能不去？我有点害怕。白燕一边小声哭着，一边躲在张小龙背后。他又在哭了。一旁的郑天霸紧紧握住拳头，青筋暴起，眼睛都瞪出了血丝。为什么？为什么自己会输给这种女人？华夏国最强的超能者玩家，甚至已经被神化的女人，
他背地里居然是一个天天只会哭的嘤嘤怪，这尼玛谁能想到？更离谱的是，官方为了维护白燕强大而神秘的形象，更是做足了功课，各种视频剪辑，各种媒体宣传，白燕强大且神秘的人设已经深入人心。他就算现在去网上直播拆穿，恐怕也会被人喷成狗。上面也太没有眼光了，这些荣耀本来应该是属于我。这白燕的天赋也只强在前期，一个召唤天赋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成长性可言。上面那些人到底懂不懂？我才是中后期的唯一真神呀！郑天霸咬牙切齿，他的天赋如此厉害，可这世上的庸才太多，他们根本就无法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总有一天，他会让全世界都明白，他郑天霸才是全球最强的玩家，而白燕这个嘤嘤怪只会被他踩在脚下。就在郑天霸咬牙切齿时，旁边的但丁却眉头紧锁。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现白燕召唤的这只螃蟹又变强了。是我的错觉吗？这只螃蟹身上的黑色花纹好像又变多了。同时，他也有着疑惑，为什么同样是5星天赋，白燕的实力会这么强？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情？而且，华夏国官方的态度也很奇怪，他们对白燕的资源投资非常夸张。这女人就算不去打怪兽升级，躺在家里也有源源不断的经验书供她享用。最近他还发现，这第一王牌战队也非常奇怪，这支队伍根本就是为白燕量身打造。队长，白燕。虽然白燕被任命为队长，但他却根本就不会去指挥队伍，他更像一个挂件，一个傀儡皇帝。只是这个挂件的实力实在是有点超标了。副队长张小龙，官方的人为人正派，品行端良，也是队伍里的实际队长，管理着队伍中大大小小的事务。抛开天赋不说，他的各方面能力和品性的确适合成为队长。而且他是白燕最信任之人，是他的精神寄托，也是他的贴身保镖。队伍奶妈郑天霸。郑天霸这家伙上面给他的定位其实是奶妈，估计也是用来保护白燕的。他的刷新能力也的确适合当奶妈，就是连头断了，只要短时间内意识尚存，都可以直接刷新复活。第83章亲情牌。神秘队员张翔。这人有些奇怪，天赋很垃圾，也不知道为什么能进入第一王牌战队。不过既然上面这样安排，恐怕必有其深意。这个男人一定有其特殊之处，他恐怕在其他方面有着不为人知的特殊特长。回头看了一眼在旁边看热闹的张翔，张翔也好像有所察觉，突然转头看了他一眼，并给了他一个和善的微笑。但丁低下头，收回目光，往角落的墙边一靠。这个男人刚刚在警告他，果然他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预备队员张凡。天赋语言专家，这人就是谢老大的专属翻译官，一眼看透。其次还有几个预备队员，都是具有能量回复天赋的玩家，他们基本都是为白燕服务的。推了推眼镜，他看着被张小龙不停安慰的白燕，上面的人都是老江湖，这样的安排肯定是有意为之。白燕明显有很大的性格缺陷，但上面居然对白燕这么有信心，这还真是有趣。到底是为什么呢？但丁坐在角落里，不着痕迹地看着还在抽泣的白燕，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此时826局，报告，据最新数据统计，我国的军队已经有接近60%全部获得的玩家面板，其中觉醒天赋的只有1/1.23%。报告，最近1周内，我们在全国上下又找到了超过5000名自然觉醒者。报告，第2次五考已经圆满结束，一共收录了125000多人，他们已进入各大军区和超能者高校，开始展开特训。报告，之前拒绝和官方合作的初始玩家已经找过来3次，他们想要获得进入黑色禁区的资格。李勇坐在座位上，认真倾听着属下们的报告。今天是每周的例会，所有关于超能者玩家和黑色禁区的最新动向都会送到自己手中。看着面前的报告，李勇摇了摇头。在怪兽游戏公测之前，全国一共出现了140万初始玩家，除了死亡的玩家外，大部分玩家都选择投靠了国家，进了组织，但还是有部分玩家选择了拒绝。他们有些是不相信政府，有些是被网络小说中的个人英雄主义毒害，想当独狼，有些人可能是突然获得超凡力量，变得野心勃勃。这部分玩家在李勇看来就是绝对的不稳定因素。之前因为社会动荡不安，所以他才没时间管这群人，但现在大环境已经稳定，也是该好好处理一下这些人了。派几个人下去跟他们接触一下，天赋不错的就开点条件，把他们招安了。天赋不行的，只要愿意参军，就可以获得进入黑色禁区的资格。要是不愿意参军，就让他们回去好好遵纪守法。记住，先把那些领头的人逐个策反，让他们从内部先瓦解。是。几人收到命令，缓缓退下。李勇推了推眼镜，眼角带着笑意。游戏公测之前，他们这些初始玩家还可以进入到怪兽世界升级，提升实力。但在游戏公测之后，他们想要进入怪兽世界，
就需要10个紫色材料的门票，这几乎让他们全部失去了进入怪兽世界的资格。想要再次进入怪兽世界，就必须通过黑色禁地才能进入。而全国所有的黑色禁地都已经被华夏军队所控制，他们已经失去了变强的途径。要不是考虑到现在情况特殊，而这些初始玩家都拥有固有天赋，他恐怕连招安都不会做。俗话说，人心各异，赌不如输。等下招安一批人，敲打一批人，再给他们点希望，这群人便不足为虑。等下放点消息出去，就说黑色禁地将要对外开放，那些资本、集团、权贵不是都想获得超凡力量吗？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只要钱出的够多，就可以获得玩家面板。正好我们现在经费有些紧张，又不想参军，又想获得超凡力量，这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李勇说完，又拿起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关于第一王牌战队的。张小龙的确是个人才，有他的带领，再配合白燕的召唤能力，第一队已经打出了名气。不过他又看了一眼名单上的张翔，这家伙能进第一队，完全就是靠关系。随着最近谢老大的出现，国内的局势已经趋于稳定，而上面也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0号玩家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之前局势危急，所以大家一致认为要把0号玩家快点召唤回来。但现在由于局势已经稳定，一小部分人认为有谢老大就足够了。虽然这部分声音很快就被镇压，但这却是一个信号。而张翔能进入第一队，便是上面特意安排的，毕竟李军几次带东西回来，张翔都有份。朋友、家人，这是一张亲情牌。其实他也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我把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好吃好喝的供着，不但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让他们过着完美一样的人生。等0号玩家真的被召唤回来，就算他自己想反国家，他家人和朋友恐怕第一个不同意。这就是利益共同体，没有人会自己损害自己的利益。李勇拿着手中的报告，叹了口气，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未来谁也说不准。收起报告，他就离开了办公室，一路前行，来到一个秘密房间，李军已经等候多时。刚刚进入房间，他的表情管理就已经完全失控。作为826局的总指挥，他的喜怒从来不会表现在脸上，但今天他又失态了。他看着面前大量的蓝色品质的游戏装备和紫色材料，有些失神。李军这次又带回来了几百件紫色品质的材料，10几件蓝色品质的装备，大量的经验书和高等级的矿石材料。整个房间内各种紫色和蓝色的宝光，晃得人眼睛都花了。虽然在蓝星的玩家猎杀怪物也会爆宝箱出装备，但概率非常低，和那些网游手游都概率完全不能比。第84章魔鬼挖肉人。根据大数据统计，每个玩家在首杀时会必定出一个新手宝箱，并开出一件白色品质的新手武器。而除了这个新手宝箱外，只有在越级斩杀才会有一定概率获得白色品质的宝箱。如果组队猎杀，爆出宝箱的概率还会大幅度减低，甚至不超过1/1000。游戏的规则好像并不喜欢玩家合作，只有那些天赋强大可以单独越级斩杀的玩家个体才会得到更高等级的宝箱奖励，就仿佛某种筛选一样，只有强大的人类个体才可以得到奖励。这还只是获得白色品质宝箱的难度。据数据分析，想要获得更高一级的蓝色品质宝箱，就必须在玩家等级不超过10级时，单独斩杀20米及以上的精英怪兽。即便斩杀了，也只有一定概率获得蓝色宝箱。而即便获得了蓝色宝箱，想要开出蓝色品质装备的概率也非常低。目前整个华夏国的蓝色品质装备屈指可数，总共也只有11件，这其中的6件还是之前王莽送的。紫色材料就更不用说了，每一件都是绝世珍宝，被各个国家深藏在实验室中，轻易不会拿出来。就上次为了帮李军凑齐10件紫色材料的穿越门票，就已经动用了华夏国所有的能量，但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最近李军每次从怪兽世界回来，就像回家过年一样，大包小包带回来一大堆，好东西都不带重样的。这让他这个826局局长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富可敌国。拿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喂，小李，等下你把王志明他们家的待遇在网上提一提。不是吧，局长，他们家待遇够好了，那王志明天天坐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啥事不干，一个月就10万啊。你是局长还是我是局长？给他和他老婆的待遇涨3倍，再发个表扬公告。王志明同志最近的工作非常认真努力，局里准备再奖他一套房。小李听完不敢相信地挂断了电话，他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正在偷偷摸鱼的王志明，这家伙自从来到局里就一直在摸鱼，他哪里努力了？10点上班还天天迟到，3点下班午觉都还没睡醒，每天上班就只是为了来吃一顿食堂的中饭。这人到底是啥身份呀？该不会是局长的私生子吧？也不对啊，这年龄也对不上啊。而另一边，李勇挂完电话叹了口气，0号玩家给的实在太多了，可惜他的身份特殊，
且这些材料又太过珍贵，这份功绩恐怕也只能让几个人知道。和这些珍贵的装备材料比起来，给他爸妈涨的那点工资根本就不算什么。看着面前李军带回来的东西，他心里也明白0号玩家想表达的意思，这些东西是他为家人买的护身符。这小伙子看得很通透呀。李勇叹了口气，一个实力过分强大又智商在线的个体，这才让人更加害怕。荒岛森林中，王莽坐在树干中，无聊地看着面前的蘑菇群遗址。很快，在远处出现了一道黑影，正飞速跑过来。几个呼吸后，黑宝就已经来到了王莽的面前，并带回来了大量的白玉蘑菇。比起不靠谱的谢老大，黑宝做事明显更加稳重。最近几天，由于谢老大事务繁忙，天天忙着回蓝星人前显圣，所以他不得不派黑宝去探索这片遗址。只是短短几天，他就把这片蘑菇群探索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最中间那棵超级巨树还没有探索。而且很奇怪，探索了这么久，他们居然都没有遇到一次怪兽袭击，这和他预想中的不一样。按照网络游戏的套路，像这种特殊的地方，应该到处都是高级怪物，甚至可能出现隐藏 BOSS。可最近几天的探索告诉他，这里好像真的只是一片被人遗忘的废墟。他站起来，望着远处那棵超级巨木，决定亲自去那里看一看。这片蘑菇群遗址中，也许能找到这座荒岛的秘密。黑宝，你守在这里，保护好这些灵植。王莽说完，就拿出一把蓝色品质的长枪。装备：蛙之枪。种类：武器长枪。品质：蓝色精良。属性：体质加12，能量加25。效果：效果1，锋锐强化1级。效果2，蛙之呼吸。主动技能，开启蛙之呼吸后，消耗15点能量，肌肉强度增加 20%， 跳跃能力增加 30%， 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30分钟。评价2星半。这把蓝色品质的蛙之枪是他第一次斩杀大嘴蛙时所得，并自带一个主动状态类技能蛙之呼吸。而像这样的特殊蓝色品质的装备，他还收藏了10几件，且每一个自带的技能都有一定的特色。在某些时候，这些武器上自带的技能与他的天赋配合，可以发挥出奇效。比如现在，蛙之呼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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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加30倍，肌肉强度增强 600%， 跳跃能力增强 900%。本来王莽在普通状态下的身体素质就超过了人类的20倍，现在又在肌肉强化和跳跃强化的双重增幅下，更是把身体素质提升到了十分夸张的地步。面前的阳光大男孩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一个奇怪的肌肉人。与之前的形态不同，蛙之呼吸的不断叠加，让他的双腿变得十分粗壮，甚至占据了大半个身体。他的单根大腿已经超过了腰宽，上面粗壮的肌肉密密麻麻，仿佛老根缠绕。而这样夸张粗壮的大腿，就显得他的腰身有些纤细，就像一个奇怪的黄蜂型肌肉人。双腿微微蹲去，腿部的肌肉开始紧绷用力，蹦！脚下迸发的恐怖力量，直接就让周围的土地全部崩陷下去。从天空中往下望去，王莽就像一个大号的青蛙一样蹲坐在地。随着他的腿部不断用力，周围的土地就像渔网一样纷纷崩裂，四散开来。王莽普通形态，魔鬼蛙肉人。第85章梦幻水晶树。随着王莽腿部的肌肉不断蓄力，周围崩碎的土石都像跳蚤一样在不断震动。一瞬，王莽就消失在原地。土石凹陷，气浪席卷，只剩下一个直径超过几十米的大坑。只是一次蓄力起跳，王莽就像超人一样在天空中不断飞行，速度极快。10几分钟后，他就来到遗迹最中间，落在了超级巨树的一只树根上。抬头往上望去，这棵巨树比他想象中更大，就好像人站在喜马拉雅山下，只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他双腿用力，沿着树根开始向上不断跳跃攀爬，但没有走一会儿，他就在树根上发现了一条巨大的阶梯，一直延伸到树干之中。看来这真是一片文明遗址。难道之前还有其他人类来到过这片荒岛，或者是其他种族？王莽走在阶梯上，这些阶梯非常宽，但是每一节阶梯也只有30-40厘米，这代表这个文明种族和人类差不多大小。也就是说，在这座满是巨物的荒岛中，其实还生活着一种和人类体型差不多大小的文明种族，至少曾经存在这样一个种族。一路前行，在这棵巨树的树干上，到处都雕刻着各种浮雕。不过这片遗址好像存在了很久，这些浮雕已经变得模糊不堪，完全看不清了。王莽一直在巨型的阶梯上慢慢攀爬，周围所有的痕迹都在告诉他，这里曾经有一个文明。可能在很久以前，这条阶梯上有着络绎不绝的异族人，而这棵巨树就是他们朝圣之所。一直走到阶梯尽头，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树洞，在树洞门口的左右，10几座20多米高的巨型雕像整齐地排列在左右。由于时间的侵蚀，这些巨型雕像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模样。站在洞口，
面前的树洞漆黑一片，没有一丝光亮，就像一只巨兽张开大口，让人隐隐觉得不安。王猛眉头紧皱，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这黑漆麻糊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善地。周围的空间一阵波动，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出现在身旁。黑宝，爸爸平时对你好不好？王莽认真地盯着面前的黑宝，本来想拍拍他的肩膀，但黑宝现在已经长到了10米多高，无奈只能摸了摸他的蜘蛛大腿。叽叽叽叽，黑宝8只乌黑的眼睛看着王莽，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撒娇地问道：那肯定的，谢老大怎么能和你比？他就是个小垃圾，扑街仔。等爸爸把白燕等级养高一点，到时候也让他把你召唤过去，让你在蓝星人前显圣。叽叽叽叽，黑宝高兴地叫了几声，巨大的脑袋靠了过来，不断在王莽的头上蹭来蹭去，亲热极了。撒完娇后，他便转身冲入了黑乎乎的树洞中，瞬间不见了踪影。哎，这闺女和儿子还就是不一样，还要哄着来。王莽摇了摇头，同样是自己的宠物，谢老大和黑宝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是神圣复灵的影响吗？黑宝的智商完全和谢老大不在一个等级啊，他越来越聪明了。收回思绪，王莽站在树洞外，静静地等候着。同时，他开始在身上不停地叠加超复灵，让自己的各种抗性开始不断叠加，以防万一。就在他状态叠满，准备为等一下的战斗做准备时，黑宝居然很快就再次从黑暗中走出。这阴暗的巨大树洞中，竟然意外的没有一点危险。这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这种特殊的场所，不是应该突破出现一只超强的怪兽，然后想吃掉我吗？王莽微微皱眉。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30倍，肌肉增幅1200%。肌肉巨人魁梧的身躯再次出现。虽然黑宝进去探路没有危险，但王莽还是选择稳健。他从来不会小觑任何人和任何地方。很快，王莽就带着巨大的黑蜘蛛进入了黑暗中。一路前行，在这昏暗的树洞中，每走几步，地上都长着一些发光的小蘑菇，它们散发着淡淡的荧光，让人隐约可以看见树洞周围的情况。与外面的死寂不同，在这树洞中，他居然感觉到了生命的气息。几分钟后，他就走到了树洞的尽头。2座巨大而模糊的雕像屹立在左右，雨伞一样大小的白玉蘑菇像花丛一样盛开的到处都是，它们散发着淡淡的荧光，把整个树洞都映射成了漂亮的银蓝色。在这树洞的最深处，还有各种浮雕图腾和密密麻麻的奇怪符号文字。而在2座雕像的正中间，一棵3米高、通体晶透、如水晶一样的小树正蓬勃生长。在小树周围，大量淡蓝色的荧光像萤火虫一样围着它四周翩翩飞舞，看上去梦幻又美丽。王莽看着面前美丽的蓝色荧光水晶小树，眼神变得更加严肃。这玩意一看就不是凡物，而且这种极致梦幻而美丽的场所，往往都存在致命的危险。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60倍，肌肉增幅2400%。王莽普通形态，赤肌巨人。此刻，王莽已经化身为恐怖的赤红色肌肉巨人，他魁梧而强壮的肌肉身体与水晶小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呼出一口白气，巨大的风压直接把水晶树身上的荧光吹散，甚至差点把水晶树连根拔起。王莽扭了扭脖子，迈动脚步，每一次行走，地面都会轻轻的震动。肌肉增幅强化非常特殊，它不但增强了王莽全身的肌肉，还让他的体重达到了一个夸张的地步。王莽一步一步，魁梧的身体不断逼近，惊人的气势冲刷着整个树洞。随着他不断靠近，面前的水晶树终于出现了变化，地面开始崩塌，大量散发着蓝色荧光的白玉蘑菇掉入深渊之中。2只巨大的树手从地底猛地探出，把地面像布匹一样撕成2半，用力推开。美丽的水晶树不断升高，一颗超过10几米的巨大头颅缓缓从地底探出。第86章，树人。黑洞一样的双眼，如鲨鱼牙齿一样密集的尖牙，像恶鬼一样的树人头颅从地底不断升高。很快，面前一个超过80米级的巨大树人缓缓从地底爬了出来。巨大的身躯上，那颗像梦幻一般的水晶树根盘结在树人的头顶，不断散发着淡蓝色的荧光。看来这就是这棵梦幻水晶树的本体了。果然，这种特殊之处怎么可能没有怪兽 BOSS？ 王莽兴奋地抬头仰视着面前的超级巨怪，那巨大的身体给人极强的压迫感。这个树人看着就超强，这出场方式真的好熟悉啊，就像我以前第一次玩的单机游戏一样。王莽还没有说完，突然一只巨手就迎面扑来，直接把他整个人像钉子一样砸入了地底。同时，这树人的一击还把整个树洞的地面砸到凹陷下去，可见这一击的威力有多强。但很快，树人压下的巨手就开始颤颤抖抖，然后被缓缓抬起。只见在巨大的手掌下，王莽整个腿部已经深入地面，但身体却没有任何弯曲，
还是那样挺拔。他一只手随意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而另一只手却在与巨树人决力。两人的体型相差巨大，但是在力量这一块，王莽却占据着绝对上风。喂，我正在回忆往昔，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不过，嘿嘿嘿，王莽咧嘴狂笑，露出大量的白牙，狂暴了肌肉身体不断的微微颤抖。不过我就喜欢这种感觉，来啊，快来打死我，打死我！王莽疯狂大吼，满脸笑意。他全身的肌肉紧绷，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变得狰狞可怖。突然，他反手就猛地抓住树人的2根手指，全身的肌肉如气球般再次膨胀。恐怖的巨力下，树人的巨大的身体居然被王莽整个举了起来，然后一个过肩摔，猛地砸落在地。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很快他再次把巨大的树人举起，又是一个过肩摔，摔来，摔去，摔来，摔去，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刚刚还霸气十足的树人，就像一团巨大的烂抹布一样，被王莽拼命左右摔击。啊！快来，打死我，打死我呀！你怎么还不把我打死？树人在不断的剧烈摔击下，整个树洞地动山摇，开始不断坍塌。不知道在摔击过多少次后，王莽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此时的树人已经再也没有刚刚的威势，他甚至连起身都做不到。王莽抓住他的手指，像拖着一条死狗一样，一直把他带到树洞门口，然后用力地甩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后，树人巨大的身体重重砸落在地。只见王莽站在树洞门口，猛地一个蛙跳，如流星坠地一般，再次落在了他的面前。嘿嘿嘿，快点起来打死我呀！你就这点本事吗？可这还不是我的极限呢！啊！一声怒吼，终极肌肉强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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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倍，肌肉增幅4000%。随着技能的不断叠加，王莽的身体再次拔高，恐怖的气势让空气都变得扭曲，那密集的肌肉就像图腾一样缠绕在他的身上。缓缓走到树人的头边，狰狞一笑：外事27无量6臂佛，出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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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蓝星第7区，神秘的黑色迷雾弥漫在四周，时不时有巨型的怪物从黑雾中走出，来到人类世界。而在整个黑色禁区四周，大量的临时军事基地建在左右，坦克列阵、导弹发射基地、重型军事卡车等一层一层整齐排列在黑色禁区外围。这些从黑色禁区走出来的怪兽，一部分会被玩家杀死，另一部分会被巨大的铁笼收容，然后送往地下基地，用来给新人获得玩家面板。就在一切都井然有序、安稳和谐之时，一只巨大的怪物脑袋缓缓从黑色迷雾中探出脑袋。就在第一时间，第7黑色禁区周围的基地中警报声大作，无数的红灯亮起。不过几分钟，上百架战机就已经起飞，在天空中开始不断盘旋。报告，第7黑色禁区中出现超级怪兽。据数据显示，这只怪兽的体型已经超过了30米级，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体型。快点，连接第7区的视频画面，让他们的指挥官和我通话。很快，视频连接，通话开始。第7区基地指挥官出现在屏幕中，眉头紧锁，一脸焦急。从视频中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不断的炮火轰鸣声。报告总部，第7区出现了3只超级怪兽，它们的体型都已经超过了30米级，同时还有大量的怪兽一起出现，这边的超能的玩家恐怕……李勇眉头紧锁，又有更重量级的怪兽出现了，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些从黑色禁区走出的巨型怪兽，并不是简单的各种生物的放大体，无论是他们的防御力、身体强度，还是力量和破坏力，都已经不能用常理来衡量。甚至有一些怪兽还掌握着某种特殊的天赋，比如会吐水泡的精英及大倾泻。而且这些巨兽的体积越大，实力就越强。据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这些巨兽身体中存在着某种怪兽磁场，体型越大的怪物，它们身体周围的磁场就越强。长期待在这些怪兽磁场附近，人会变得抑郁自闭、恐惧而颓废。而且这些怪兽磁场还具有震慑效果。如果巨兽和人类的实力差距过大，只要在怪兽磁场范围内，普通人连逃跑都做不到。比如那些超过20米级的超级巨怪，他们身体周围的怪兽磁场就超过了数百米。即便是华夏国最顶尖的特种兵兵王，只要进入这种巨怪的怪兽磁场中，就会因为恐惧而全身僵硬，连拔枪都做不到。而这还只是20米级的巨怪，怪兽体型每增长10米，实力就会变强很多，周围的怪兽磁场也会变得更强。第87章世界种子。现在终于有30米级的怪兽出现了，马上去通知第1队，派战机去接白燕他们。1个小时之后，我需要看到他们抵达第7区，再派人去其他13区，在每个区抽调一些人手，让他们在第7区集合。
随着李勇不断下达指令，屏幕中的画面也开始转动。只见画面中有炮火轰鸣，有战机飞舞，有巨兽咆哮。虽然看上去热武器完全占据了上风，但众人知道这只是一种拖延时间的手段罢了。李勇看着屏幕中的画面，心事重重。又是第7区，每一次最先出现新体型的怪兽都是在第7区。张翔、张小龙、李军他们一开始都是在第7区附近穿越，好像还是在同一个聊天群。而在第7区附近穿越的还有一个人，0号玩家王莽。不过对于第7区的异常，他们早就有所察觉，所以在第7区的周围布置的防御圈也是最大、最密集的。而且第7区的超能者玩家数量也是最多，综合实力最强的一批。李勇揉了揉头，自从怪物入侵后，这局长是越当越累。最近他已经开始拼命掉头发，有了秃顶的趋势。唉，看来王莽那边又有事发生了。这小子又在做什么？荒岛，一棵几千米高的枯树旁，王莽又变成那个平凡的少年。他满脸都是兴奋的潮红，脸上还洋溢着释放的喜悦。那是巨大的树人早就已经被他打死了，可能由于他最近压抑的太久，一解开束缚就有点收不住力，对着地面就砸出了上万拳。环顾四周，他已经身处地下10米，在一个巨大的坑洞中。树人的尸体只剩下半截，那消失不见的一半已经与周围的土地融为一体。在那尸体上居然与往常不一样，除了漂浮着一个紫色品质的宝箱，居然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白色光团在上下起伏。这还是他杀死怪物后第一次爆出宝箱以外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把宝箱收入中间背包，他看着面前的白色光球，满是好奇。刚刚把手伸过去，这白色的光球就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再睁眼，他已经站在一棵几千米高的巨树之下，绿叶葱葱，生机盎然。而在他四周还出现了大量的蘑菇人，他们只有1米多高，穿着奇怪的衣服，有眼有嘴，甚至在互相攀谈。可惜王莽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仿佛在看一场无声的话剧。几个蘑菇人从他身旁走来，从手臂间直接穿过。这些恐怕都只是某种幻象而已。抬头望去，只见这些蘑菇人密密麻麻，像一条长龙一样爬上了巨树上的阶梯，一路向上。只要登入阶梯，这些蘑菇人就会做出奇怪的手势，神色虔诚，仿佛在做着某种仪式。突然画面一转，王莽已经来到阶梯尽头，站在了树洞门口。这正是他刚刚斩杀树人的地方。再看门口的那些雕像，之前模糊不清的样子已经恢复原状，一个个几10米高，身披重甲长矛的蘑菇人整齐地守望在左右。他们的身体就像白玉蘑菇一样，有着玉石一样的光泽。在王莽周围，大量的蘑菇人开始进入树洞之中，如潮水一般，而他的身体也在随波逐流，一直到了树洞最深处。只见树洞最深处，一棵20多米高的巨大水晶树正蓬勃生长，在它底下，大大小小的白玉蘑菇仿佛花海一样布满了整个树洞。那水晶树冠上蓝色的荧光仿佛星河，把树洞映照得如同白昼。所有进入树洞的蘑菇人都虔诚地跪倒在地，淡蓝色的荧光洒落在他们身上。只有王莽一人傲然而立，他看着面前高大的水晶树，现在这棵水晶树给他的感觉和之前完全不一样，它充满着圣洁和温暖，好像能抚平人心。你们终于回来了，我等了好久好久。这棵水晶树居然在说话，一道意识传递在王莽脑海中。你是谁？王莽突然发问，但是他发觉自己根本就无法发出声音。很快，水晶树再次开始说话。世界的种子已经快被我消耗殆尽，我能留下的就只有这么多了。谢谢你帮我解脱，阿姆。随着话音落下，整棵水晶树开始发出剧烈的光芒，周围所有的蘑菇人也开始化为星光，飘向高空。整个世界又变成了一片白色。再睁开眼睛，王莽发现自己还在原地。刚刚的一切如梦如幻，好像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片段。阿姆，王莽愣愣地看着面前树人的尸体，他万万没想到这棵水晶树居然会说话。早知道是这样，他刚刚就绝不可能把对方打成这个烂样子。看着面前只剩下半截尸体的树人，王莽叹了口气：你怎么不早说啊？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他马上低头，在被自己打出了深坑中到处寻找起来。很快，他就从地底中找出一棵残破不堪的水晶树，这正是之前树人头顶上的那棵，只不过现在已经变得扭曲变形，像一团麻花一样。真是造孽啊，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了？太浪费了。小心地把水晶树收好，然后转身看向身后只剩下半截尸体的树人，叹了口气：你也不要怪我，是你自己先动手的，我刚刚也只是应急反应。走到树人面前，再次使用分解，树人巨大的身体就变成了大量的紫色材料。随着他等级越来越高，实力越变越强，分解的效率好像也提高了，
这种巨大的尸体也只需要几秒钟就会变成材料。收拾好树人的尸体后，他便再次来到了之前的树洞中。此时树洞已经完全坍塌，不过王莽并不准备放弃。之前树人提到的世界种子恐怕还藏在地下。蜘蛛影子发动，大量的蜘蛛怪物从他的影子中挣扎地爬了出来，然后开始挖掘洞穴。1个多小时后，整个树洞已经被他挖了个底朝天，除了收获了些残破的白玉蘑菇，这树洞中什么也没有了。王莽微微皱眉，那树人不是说还有世界种子吗？这玩意到底藏在哪里？第88章金色奇物森之国的花园。又在树洞中寻找了许久，但他还是一无所获。难道在宝箱里？拿出刚刚爆出的紫色宝箱，还有那棵已经像麻花一样的水晶树。王莽皱了皱眉，先打开了紫色宝箱。丁，获得奇物向日花的花园。物品：向日花的花园。种类：奇物。品质：紫色稀有。简介：来自森之国向日花一族的寄语，拥有着向日花一族的执念。规则效果：太阳花园。太阳花园自成一界，永远都可以得到太阳的普照。所有种植在太阳花园的植物类生命生长效率增加 100%， 并可以增加 20% 的产出。注：奇物属于规则物品，只有上位奇物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效果。评分3星半。丁，获得紫色品质太阳石37份。材料：太阳石。种类：矿石。品质：紫色稀有。效果：可用于打造装备、修复装备、强化装备。评分3颗星。丁，获得装备蘑菇人的水晶戒指。装备：蘑菇人的水晶戒指。种类：戒指。品质：紫色稀有。属性：体质+8，精神+20，能量+200。效果：效果1，能量回复2级。穿戴后，能量回复速度增加 40%。效果2，蘑菇人的祝福。消耗100点能量，可以让目标在10秒钟恢复300点受损体质，冷却时间10分钟。效果3，蘑菇人眷属。消耗一定能量和一颗白玉蘑菇，可以转换一个蘑菇人眷属，并拥有自身 10% 的基础属性。蘑菇人眷属为镜像生物，他们会拥有本体的部分能力。冷却时间24小时。评价3星半。除了这些外，宝箱中还开出了几本高等级的经验书，一些其他矿石，还有几件蓝色品质的装备。宝箱里面也没有世界的种子呢。王莽挠了挠头，又拿起旁边像麻花一样的水晶树。这棵水晶树的材质非凡，之前自己在肌肉形态下至少对他打出了上万拳，但也只是让他变形而已。分解。随着他的话音落下，面前的水晶树开始散发淡淡的荧光，一直持续了10几秒，一道提示音才响起。丁，分解成功，获得智慧树的枝丫11份，获得世界之力7份，获得森之国的世界种子1颗。材料：智慧树的枝丫。品质：紫色稀有。简介：来自智慧树上的枝丫，拥有着智慧的力量。效果：可用于制作法杖、药剂，或用来提升植物类生命的智慧。评价3星半。材料：世界之力。品质：金色传说。简介：来自森之国的世界之力，拥有着神奇的力量。效果：直接使用，可以短暂的提升自身实力和世界等级，也可以用来强化世界。评价4颗星。材料：世界种子。品质：金色传说。简介：来自森之国的世界种子拥有着神奇的力量。效果：可以用来制作奇物，强化奇物。与特定的奇物融合，世界种子将有极小的概率成长为小世界。评价4颗星。这棵水晶树果然不同凡响，怪不得那树人那么厉害。王莽感叹一声，可惜还是他更厉害一点点。金色传说品质的材料，这还是他第一次爆出来。在这座荒岛中待的时间越久，他越发觉得这个世界的高品质装备非常难出，大部分能出的好东西基本都来自手杀，这就仿佛某种通关奖励一样。就当他兴奋地拿起世界种子之时，奇物向日花的花园突然开始散发起淡淡荧光，而他手中的世界种子好像有所感应，也同时开始散发出淡淡的光芒。王莽若有所思，他拿起奇物向日花的花园，这件奇物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水晶球，在这水晶球中有着一小片花园。意识沉入其中，他发现自己居然可以直接进入这片花园，这居然是一件空间类宝物。环顾四周，这片花园只有3-4亩大小，靠近边界，周围就会出现白雾，挡住他的脚步。抬头望去，整个空间亮如白昼，在花园中还生长着各种娇艳的花朵。这件奇物就像小说中的洞天福地一样，非常神奇。世界种子可以和奇物融合，如果碰到特定的奇物，甚至可以成长为小世界。恐怕这向日花的花园就是这种特定奇物。无论是向日花的花园还是世界种子，这2个的简介中都提到了森之国，
而且还是从一只怪兽身上爆出来的。想到这里，王莽眼睛一亮，瞬间就把向日花的花园和世界种子放在了一起。丁，是否把金色品质的世界种子和奇物向日花的花园融合？是。随着王莽的话音落下，两件物品融为一体。几分钟后，一个崭新的水晶球再次出现在王莽面前。丁，获得奇物森之国的花园。物品：森之国的花园。种类：奇物。品质：金色传说。简介：来自森之国的寄语，拥有着森之国世界的执念。规则效果：规则1：太阳花园。太阳花园自成一界，永远都可以得到太阳的普照。所有在太阳花园的植物类生命生长效率增加 150%， 并可以增加 30% 的产出。规则2：花园的祝福。所有在花园的植物类生命每秒钟回复 1% 的最大受损体质， 1% 的最大精神力， 1% 的最大能量值。规则3：花园的庇护。花园内的每一种植物都可以提升花园的世界强度。当花园受到外界的攻击时，所有的伤害都会由花园内的生命体共同承担。注：奇物属于规则物品，只有上位奇物才可以克制奇物规则效果。评分4颗星。王莽再次拿起这件奇物，它的样子变化不大，但是水晶球内的花园面积却增加了数倍。这简直和修真小说里面的洞天福地一样，这岂不是说我以后会拥有一个移动家园，再也不用睡木箱子了？第89章世界之力。王莽高兴地拿起水晶球，这才是真正的宝物。自己背包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种子，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种地了。自从离开沙滩的小屋后，他的日子就一天过得比一天苦，天天不是睡树洞，就是睡木箱子，每次都是吃各种怪兽烤肉，想吃点蔬菜水果都没有。自己之前在贝壳里面种的几颗灵植，由于环境不稳定，长势都非常差，天天半死不活的，这也是自己唯一的水果来源。以后有这个随身花园，他的这些种子就都可以种植了，这生活质量直接上升了一大截。想到自己灵植，他突然一愣，然后看了一眼身旁的黑宝。黑宝，你怎么在这里？我不是让你在外围守好我们的灵植吗？还有我的宝贝木头箱子。黑宝也一愣，是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可是刚刚不是你把我召唤过来的吗？王莽眼睛大睁，突然想起来，刚刚为了让黑宝探路，他直接使用召唤技能把黑宝召唤了过来。那自己的那些灵植岂不是……靠！这几颗灵植可是他传的家当，他一直像宝贝一样带在身边，从来都是形影不离。见鬼啊！我怎么就突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一声大叫，王莽赶紧把周围的东西收拾进空间背包，然后再次化为了魔鬼挖肉人，一次起跳便在空中消失不见。等他赶回之前那片空地时，那几颗灵植已经全部被不知名的怪兽啃得乱七八糟，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他精心打造的木头箱子也被踩成了碎片。啊！你们这些臭怪兽，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连你莽爷的家都敢偷！话音落下，一只黑色的蜘蛛怪物从王莽的影子挣扎着爬出，四散开来，瞬间席卷周围。一时间，周围森林里的怪兽开始惊恐逃窜。这些黑色蜘蛛怪物早就在森林里成为了禁忌，每次出现都会疯狂猎杀周围的所有怪兽，简直就和强盗没啥区别。大部分的怪兽看到黑色蜘蛛影子后都会四散而逃，只有那些超级怪兽才与他们有一战之力，但也只是有一战之力而已。森林中时不时在某处突然爆发大战，但很快就平息下来。不到10分钟，方圆10里的所有怪物都被王莽清洗得干干净净，这让王莽的心情舒缓了很多。他把贝壳中的灵植全部收集起来，然后让它们都重新变回了种子。以后他都会把自己收获的种子种在花园里，随身携带。甚至他已经想好了，他还要在花园里搭个房子，以后就再也不用过风餐露宿的生活了。把各种种子收好后，他又从空间背包拿出另一样金色传说物品——世界之力。这件东西有点意思啊，短暂的提升实力和世界等级，可惜只是一个消耗品。世界之力的样子有点奇特，它就像一颗白色的小光球，摸起来就像棉花糖一样。在看到世界之力的属性简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而是想给白燕用。他无法被白燕召唤回去，无非有3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天赋，2是因为他的等级过高，实力太强，3是因为他曾经提升过世界等级，而白燕的世界等级却没有提升过。如果把世界之力送给白燕使用，他是否能把自己完整的召唤回去？这个方案非常值得一试。如果使用世界之力后，白燕都无法把自己召唤回去，那代表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他的6星天赋无冷叠加超越魔神级。但如果可以召唤自己，那就代表世界之力就是他可以短暂回去现实世界的钥匙。看着空间背包中的7份世界之力，他决定在李军下次上线后就让他带1份回去试试效果如何。下定决心后，王莽回头再次看了一眼背后的巨树遗址。
9棵枯木还孤零零地竖立在周围，底下无数的蘑菇房子被时间侵蚀得破烂不堪。在杀死数人后，他被拉入了一片幻象中，而在幻象里，他也见识到了这蘑菇人帝国的繁荣昌盛。恐怕在很久以前，这里曾经生活着大量的蘑菇人，但他们现在都去了哪里？是已经被这荒岛中的怪物所吞噬，还是已经扬帆起航，离开了这座诡异的荒岛？水晶树的话还在他脑海中回响：他们回来解脱阿姆。这棵水晶树好像在这只荒岛中等了很久很久，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某些人的回归。再一次拿起奇乌森之国的花园，王莽又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废墟遗址。这里恐怕就是曾经的森之国，而世界种子和世界之力好像都在暗示什么。如果森之国曾经是一个和人类一样的星球世界呢？那这座岛又是怎么回事？摇了摇头，王莽不再多想，很快收回思绪。也许答案很快就会出现了。他想起了管理员空间中的黑色马赛克人影，而且想多了也没用，还不如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和等级。即便最近他已经确定蓝星会因为自己而改变，他也从未停止过升级。实力才是一切的根本。拿起水晶球，他直接就进入了森之国的花园之中。看着面前绿意盎然的花园，亮如白昼的日光，王莽搓了搓手。花园种花实在是太浪费了，我要把这块地方全部拿来种菜、种果树。王莽说完，就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一根铁锹。这玩意还是他第一次猎杀怪物时爆出的装备，满满的都是回忆。拿起铁锹，戴上草帽，王莽跑入美丽的花园中，挖呀挖呀挖呀挖，把种子撒下，这里便是他的家。几日后，王莽躺在黑宝的身上晒着日光浴，周围时不时有影子蜘蛛回来，带着一个个宝箱和怪物尸体，然后在面板界面时不时传来叮叮叮的响声。叮，击杀精英级黑蜘蛛，获得经验1382，白色品质宝箱一个。叮，击杀精英级树猪，获得经验1388，白色品质宝箱一个。叮，越级，击杀精英级黑翼螳螂，获得经验1854，蓝色品质宝箱一个。第90章终末之海。只要在10公里范围内，影子蜘蛛杀死的怪兽，经验都会全部归他所得。虽然最近他有些懈怠，很少亲自去猎杀怪兽，但有这些影子蜘蛛在，他的升级速度反而变得更快了。叮，等级提升至 LV24。唉，不知不觉又升级了。王莽躺在黑宝的背上，看着天空中的白云和蓝天。虽然只有压制等级，白燕才更有可能把它召唤回去，但这也只是可能而已。做什么事都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碗里。比起寄托于白燕召唤他，他更相信自己的拳头。只要自己的实力够强，他早晚有一天会以无敌的姿态重新降临现实世界。所以无论什么原因，他都不会停下变强的脚步。不断提升自己的等级，就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从黑宝贝上爬起，他看向大海的方向。随着在这荒岛中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他身体的第六感最近一直在隐隐不安。他的基础体质已经超过了人类的20倍，这样体质下的第六感绝不会是某种幻觉，这是他身体的潜意识在发出警告，危险已经潜伏在暗处。这也是他迫切想要提升等级的原因。如果世界之力真的有用，可以让白燕把自己召唤回去，那他就会放开限制，开始加速提升等级，并狩猎那只100米级的黑色金刚。并且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足够强了，已经有了离开这座荒岛的底气。蘑菇人遗址中的发现就暗示着有一群蘑菇人已经离开了这座荒岛。也许离开荒岛，那种一直影响自己的精神污染就会消失。收回思绪，王莽继续躺在黑宝身上，呆呆地看着天空的白云和蓝天。时不时有巨大的影子蜘蛛带着怪物尸体和宝箱跑过来，王莽便随手分解掉尸体，然后把宝箱收入空间背包。算算日子，今天应该又到了李军上线的时间了。打开聊天群面板看了一眼，李军还没有上线，好久没有和他聊天，还怪想念的。算了，不等他了，今天执行我的 B 计划。起身伸了个懒腰，最近天天在荒岛待着，他开始发动自己的俺寻思之力，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白燕身上，这是非常不靠谱的想法。所以最近他一直用手机中的资料学习着手搓轮船的技术，结果刚刚学了一半，他就放弃了。这个世界可是拥有超凡力量的世界，为什么横渡大海就一定要坐船呢？为什么不能做椰子呢？椰子这玩意本来就可以漂洋渡海，而且这座荒岛中的椰子非常大，空间利用的好，里面甚至能挖出一个3室一厅。这俺寻思之力一发动起来，他的思路瞬间就打开了。自己现在有奇物森之国的花园，只要自己躲入花园中，然后让这颗水晶球在大海中飘荡，他甚至连椰子都可以不用，只需要一个结实的小木盒，就可以带着水晶球在海中漂浮远行。森之国的花园里面自成一片空间，里面的空间已经有10几亩地，
他完全可以在里面天天种菜，自给自足。而且自己在狩猎怪兽时，各种白色品质、蓝色品质的种子已经攒了上百种。以前只是因为没地方种，所以基本没拿出来使用过。并且他的空间背包也攒着大量的怪兽肉，省着点吃，吃个几年都没问题。森之国的花园的出现，为他的出海远行补上了最重要的一块拼图。王莽越想，思路越开阔，心中越来越激动，恨不得现在就马上出海远洋。这破岛他真是待够了。不过很快他就强行压下心中的骚动，三思而后行，还有些事情他必须提前准备一下。首先他决定先去砍2个椰子过来，去海边试验一下。他目前的想法是用椰子做一个3室1厅，并把花园放在椰子中，平时就在花园中吃喝拉撒，享受生活。要是待烦了，就出来椰子里欣赏一下大海上的风光，这日子岂不快活？黑宝，走，带我去找2颗椰子。叽叽，黑宝点头。巨大的蜘蛛身体开始调转方向，然后化作一道黑影消失在树林中。很快，王莽就抱着2颗像房间一样大的椰子来到了海边，站在一片礁石中，望着下面的大海，然后把手中的椰子用力投掷，直接飞出了100米之外。结果这巨大的椰子刚刚砸入大海中，不到10几秒，一道超过30米的巨大阴影就在水中快速的游了过来。一张满是尖牙的巨口猛地突破水面，直接就把椰子整个吞入腹中，然后消失在海面。靠！果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难道是刚才我砸下去的动静太大，所以惊动了海面下的怪物？王莽眉头一皱，赶紧抱着另一个椰子跑到沙滩上，然后把椰子轻轻地放在海面中。这片大海非常奇怪，没有涨潮退潮，但是海中也一样有风浪。随着风浪一阵一阵，很快巨大的椰子就慢慢往海中飘去。结果还没有飘出10米远，又一只超过40米的巨大阴影猛地跃出水面，再次把椰子吞入腹中。这次他看清楚了，是条类似石斑鱼的巨手。靠，石斑鱼不是吃肉的吗？你有没有搞错？怎么连椰子也吃？王莽骂了一声，然后脑袋一转，又跑去旁边砍了根木头，做了一个足球大小的方盒子。反正有花园，他也不要什么海上3室1厅了，就天天待在花园里也行。把手中足球大小的小盒子丢入海中。这个世界的怪兽都是巨物型，一个足球大小的盒子在他们眼中恐怕小得可怜，这次应该没有什么怪物再吃了吧。足球大小的木盒子飘入海中，可能因为实在太小了，这次过去很久，居然真的没有怪兽再出现。就当王莽有些高兴时，突然出现了一只1米多长的小怪兽，瞬间就把木头盒子吞入腹中，消失不见。有没有搞错啊？你们这些家伙连木头都吃。第91章蘑菇人。王莽揉了揉脑袋，这大海的情况比他想象中更复杂。如果真的让水晶球漂浮在海面上，估计分分钟就进了鱼口。看来他必须要再做打算了。望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王莽想起之前李军给自己看的报告。蓝星的14个黑色禁区通向14座荒岛，但根据地理数据，这些荒岛虽然长得相似，并且拥有同样的怪物，但却都是完全不同的荒岛。甚至有专家猜测，当初穿越到游戏世界中的所有玩家，他们每一个人穿越的荒岛都是独立的。这个世界比他们想象的更大，恐怕像这样的荒岛就如天空中的繁星，不计其数。虽然这个猜想非常疯狂，但王莽却已经有一丝丝相信，因为他在这个荒岛中已经搜寻了很久，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人类留下的痕迹。所以从一开始，这座荒岛中就只有他一个人。再次望着面前一望无际的大海，无论在大海中有什么危险，他都必须起帆远航。下定决心后，拿出水晶球，王莽再次进入花园中。此时的花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丽的鲜花已经都消失不见，除了预留出来做房子的空地，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他全部开垦成了菜地。只是几天的时间，大片的菜地都已经硕果累累，这些都是白色品质的速生种子，它们的生长周期非常短。摘了一个熟透的大西瓜，一边吃着，他一边来到一块菜地中。花园中除了种植了一些满足口舌之欲的速生种子外，其他基本都是种植的各种口味的灵植。在转植后，他已经没有能量消耗的问题。但是这些灵植的口感不但比一般的食物更好吃，而且多余的一些，他还准备和蓝星那边交换点金币。虽然蓝星的玩家都挺穷的，但是架不住他们的数量多，而且金币对他来说还是有很大的作用。这一方面既换取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变相的增强蓝星人的实力。当然，他其实也可以白送给大夏官方，但有时候送习惯了，有些东西就会变质。只有互相平等的利益交换，才是维持长久关系的基础。除了这些灵植外，花园最右边还有3块非常特殊的菜地，上面正种着一些白玉蘑菇，而这些白玉蘑菇的种子也是在树人的宝箱中爆出来的。看着面前努力生长的白玉蘑菇，王莽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看了一眼手指上的蘑菇人的水晶戒指，这戒指的第3个技能和影子蜘蛛有些相似，但又有巨大差别。
首先就是蘑菇人的实力肯定要差很多，因为他的实力是根据召唤者的基础属性来生成的。其次，想要转换蘑菇人眷属，就必须要一颗成熟的白玉蘑菇作为媒介。除此之外，这技能中居然没有写蘑菇人眷属的持续时间，那岂不是说这召唤的蘑菇人其实可以永久存在？王莽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一颗白玉蘑菇，这玩意对他现在基本没啥用，消耗了也不心疼。蘑菇人眷属技能发动，随着技能发动，他手中的白玉蘑菇突然开始不断长大，然后就像活了一样，从他手中直接一跃而下。只几个呼吸，白玉蘑菇就长到了1米多高，并还长出了手脚眼鼻，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蘑菇小人。亚咩亚咩！蘑菇人出现后，口中发出清脆的声音，然后直接跪倒在地，趴在了王莽面前，非常虔诚的叩拜着。这蘑菇人看上怎么这么弱？这和影子蜘蛛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啊！王莽围着蘑菇人转了一圈，这家伙就1米多高，看上去萌萌的，这召唤出来有啥用？不过这蘑菇人的实力是按他基础属性算的，不像影子蜘蛛可以吃增幅效果，垃圾也挺正常的。只有我基础属性10%，这蘑菇人也就2倍人类极限的实力，这也太废材了。这蘑菇人唯一的优势，恐怕就是没有持续时间，可以永久存在。小伙子，你不是镜像生物吗？你有啥本事，耍出来给我看看！王莽对着蘑菇人下达着命令。蘑菇人听到后，马上就开心的爬了起来，然后一声可爱的娇喝：亚咩！随着话音刚落，只见面前的蘑菇人突然开始迅速膨胀，体型在不断变得高大。几个呼吸后，面前可爱萌萌的蘑菇人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一个3米多高，全身都是恐怖肌肉的蘑菇怪人。赤红色的身体，密密麻麻，看上去爆炸一般的肌肉。他不但气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呆呆萌萌的脸也变得有棱有角，神色凶狠凛然。之前的蘑菇盖也仿佛变成一个侠客斗笠一样，戴在头顶，看上去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这不是我的能力吗？怎么你也会？这就是镜像生物。看着面前的蘑菇肌肉人，他兴奋地跑了上去，左摸摸右看看，那强壮的胸肌甚至比他脸盘子都大。你还能再变大一点吗？王莽好奇地发问，他想知道这蘑菇人的极限在哪里。面前的蘑菇肌肉人摇了摇头，这种形态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只能到这种程度吗？那还是比我差一点点。王莽摇了摇头，但这毕竟只是通过白玉蘑菇转化出来的眷属，而且可以永久存在，能有这个实力已经算不错了。转身看着面前的3亩地，王莽眼神灼灼，这里面全部种的都是白玉蘑菇，而且蘑菇这玩意割了一茬又一茬，只要肥料跟得上，他就一直可以获得。虽然蘑菇人的实力不怎么样，但这玩意他可以量产呀。那个冷却时间24小时，对于他来说也根本就没有。从空间背包中再次拿出10几个白玉蘑菇，然后发动能力，一个个蘑菇人就从他手掌中不断跳下，落地长大，变成一个个可爱的白玉蘑菇人。亚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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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蘑菇人刚刚长大，就全部趴在地上，对着王莽疯狂叩拜，嘴中咿咿呀呀的说个不停。第92章，管他洪水滔天。看着面前的蘑菇人们，王莽满意的点了点头。你看你们一个个肌肉这么发达，不去种地真是可惜了。来，跟着爸爸走。说完，王莽的肌肉就不断膨胀，瞬间变成了一个5米多高的肌肉巨人。亚咩亚咩亚咩！所有的蘑菇人看着面前突然肌肉魁梧的王莽，一个个眼睛瞬间变得金光闪闪，兴奋异常。砰砰砰！随着接连不断的声音响起，一个个可爱萌萌的蘑菇人瞬间就变成了3米多高的肌肉人。他们雄赳赳，气昂昂，一个个肱二头肌高高隆起，排着整齐的队列，很快就跟上了王莽的脚步。王莽带着所有蘑菇人来到菜园子地，然后从空间背包中拿出2张蓝色装备图纸：黑金铁锹、卸甲斧。这2张图纸都是他从紫色宝箱中开出来的。自从他有了紫色武器后，这玩意一直放在背包里没用。图纸使用瞬间就化为光点，融入王莽的身体。学会图纸后，只要消耗对应的材料，他便可以制作对应的制式装备。至于锻造材料，由于他越级大量猎杀怪兽，各种蓝色和紫色品质的宝箱爆了一大堆。除了手刹和少量宝箱可以开出装备和图纸外，大部分宝箱中开出的都是经验书和各种锻造材料。所以只要有图纸，制作蓝色装备对于他来说非常简单。只可惜杀怪这么久，还一张紫色装备的图纸都没有爆出过。这个游戏世界中想要获得高品质装备实在是太难了。打开面板的锻造功能，材料消耗，几个小时后面前就多了10几把黑金铁锹和卸甲斧。看着面前站着整整齐齐的蘑菇人，真是乖巧可爱，萌萌哒。王莽点了点头，给他们一人发了一把铁锹，一柄斧头，然后开始教他们种地。
难得找到一群免费苦力，他决定把自己的菜园子好好打理打理，而且耕田种地这门手艺活学会了以后肯定能用到。1个小时后，他留下一半的蘑菇人在花园世界中种地，带着另一半来到了荒岛开始砍树。最近他把手机上制作木房子的资料已经全部掌握，决定在花园世界中给自己造一个真正的房子，一个真正的家。王莽坐在一棵巨树的树干上，望着天空，愣愣地发着呆，想着心事。底下几个蘑菇人正砍树，砍得热火朝天。突然聊天面板出现提示音，李军终于又上线了。李军一上线就马上联系上王莽。王莽同学在不？在。李军有点奇怪，平时自己一上线，王莽就一定会拉自己拼命唠嗑几个小时，今天这是怎么了？不过他也没有多想，马上继续说道：王莽同学，就在几天前，第7黑色禁区又出现了体型更大的怪兽。王莽看着李军发过来的消息，心中早有预料。每一次他猎杀更高等级的怪物，蓝星的入侵的怪物上限就会刷新，数量也会明显增加。30米级的巨型怪兽，谢老大勉强还可以应付，但以后呢？他不可能停下变强的脚步，他也不想永远被困在这荒岛中孤独终老。看着王莽不回信息，李军只能继续发送信息。王莽同学，你的每一举一动都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你的家人也还在蓝星，你的朋友……王莽看着李军不断发来的信息，不为所动，并有些烦躁。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从来没有和李军提过荒岛对自己的污染。所有人都以为以他的实力，在这荒岛中已经毫无危险，无非是一个人待在这荒岛中有些寂寞而已。有些寂寞？呵呵，其实他早就已经处在疯狂的边缘，他现在只想打爆一切。平静安和的表面下，他内心早就想变身为最强形态，然后在这荒岛上来一次热烈的狂欢。随着时间的不断加长，这座荒岛对他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别人以为他在荒岛中待了不到1年，但其实他感觉自己与现实世界已经失联了几10年。如果不是因为有手机中的视频，他甚至快要忘记家人的模样。你不用教我做事，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王莽冷冷的回复，然后就再也没有动静。李军一愣，他看着面前的回复，这还是王莽第一次态度这么强硬。王莽同学，你那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们……说到一半，李军突然停下，他们好像什么也做不了。就算他们现在能来到怪兽世界，以王莽现在的实力，如果连他都觉得危险，那几乎没有玩家可以帮他，更何况他们连进入怪兽世界都做不到。等了很久，王莽又发过来一条信息：我在拍卖商城挂了一件东西和我的头发，你拿回去，让白燕再召唤一次。记住，要让白燕在你回归的第2天中午12点进行召唤，一定要是第2天中午的12点。王莽说完就退出了聊天界面。他躺在树干上，看着树底下正在热火朝天砍树的蘑菇人们。人类世界与自己绑定，怪兽游戏的进度会因为他加快，而他的家人还在蓝星，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现在他只能寄托于世界之力，如果白燕使用世界之力后真的可以把他召唤回现实世界，那他就可以放开限制去猎杀那只100米级的黑色金刚。他有预感，在猎杀黑色金刚后，那管理员房间的黑色马赛克人影肯定会再次出现，这将是自己离开这座荒岛的契机。如果使用世界之力后，白燕还是不能召唤自己，那他也还是会按自己的计划进行，去狩猎100米级的黑色金刚。自己必须活下去，因为按照最初的游戏规则，如果自己死在游戏世界，蓝星那边估计会出现一只和自己同样强大的怪兽。无论怎样，他都会打开人类世界的地狱之门。所以最近他也想通了，自己都快要死了，还管那洪水滔天，他也不过只是个普通人而已。第93章，再次召唤0号。3天后，又到了李军下线的日子。这3天，王莽都没有再联系李军，这让李军忐忑不安。0号玩家到底是怎么了？是发生了什么事吗？在满怀心事中，李军下线，再次回到现实世界。他回归了第一时间，就带着王莽的包裹，来到了826局地下基地的一间密室中。很快，李勇闻风而来。怎么回事？王莽怎么说？王莽最近好像有点奇怪，他并没有给我解释。李军把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全部汇报，这让李勇皱起的眉头。包裹打开看看，看0号玩家给了我们什么东西。打开包裹，只见一道耀眼的金光在房间中映射而出，闪花了他们的眼。材料：世界之力，种类：高等能量，品质：金色传说。简介：来自森之国的世界之力拥有着神奇的力量。效果：直接使用，可以短暂的提升自身实力和世界等级，也可以用来强化世界。评价：4颗星。这是金色传说品质的材料。李勇看着面前不断散发着金色光芒的世界之力，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作为826局的总指挥，他早就已经获得了玩家面板，甚至等级都已经达到了7级，
超过了80%的玩家。金色品质的材料，这应该是比紫色更高等级的存在。这种宝物是他这种才7级的玩家可以接触的吗？随着最近玩家的数量爆发式的增长，人类世界也很快意识到，各种高等级的材料非常难得。蓝色品质的材料在玩家群体中就已经是极为难得的宝物，而紫色材料，整个华夏国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见过，更别说拥有了。李勇拿起手中的世界之力，眼神激动，表情管理再次失控。这恐怕是全球唯一一件金色品质的材料，是这世上唯一的珍宝。拿出手机，拨通电话。张小龙他们现在在哪里？报告，他们刚刚解决了12区的超级怪兽，目前正在赶回第7区，让其他人去接替他们的任务。通知张小龙，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带白燕回来总部。是。电话挂断，李勇看着面前的世界之力，看来这一次他们怕是真的可以见到0号玩家了。几个小时后，第1小队就来到了826局的地下秘密基地。一群铁血风气的军人来到张小龙面前，敬了一礼，然后就再带着张小龙和白玉燕消失在门后。但丁靠在墙边，推了推眼镜，若有所思。最近黑色禁区的怪兽数量和怪兽等级都有所提升，特别是第7区，里面时常会出来30米级的超级怪兽。白燕基本大部分时间都镇守在第7区。今天是什么情况？总部居然舍得让白燕离开第7区。旁边的郑天霸也感觉到了异常。喂，你们该不会又在给白燕开小灶吧？凭什么他可以天天把经验书当糖豆吃？我不服，我不服！他说着就气愤地跳了起来。自己也一样是5星天赋，凭什么待遇差距这么大？而在另一边，张小龙带着白燕见到了李勇，在一次秘密的沟通后，几人就坐着一架飞机离开了826局。他们一路前行，来到当初第一次召唤谢老大的那个山谷。日夜交替，时光如梭。第2日，山谷中又聚集了不少军人，不过这一次人数却少了很多。一方面是因为谢老大的原因，他最近的表现让上面刮目相看，几乎已经没有人再认为0号玩家是某种怪物。另一方面，部分专家指出，如果0号玩家真的已经达到了之前视频中的强度，那恐怕只有核武器才可以真正杀死他。所以这一次的召唤非常友好，大家都没有带什么武器，因为就在这峡谷的地底已经提前埋好了一颗大当量的核武器。当然，这只是以防万一。0号玩家是怪物的可能非常小，但现在这种离奇的世界，谁也说不准。王少将看了看手表，神色有些激动，还有几分钟就要到中午12点。0号玩家说要在今天12点召唤他，对吗？是，他强调了2遍。会不会时间上对不上？应该没问题，两边世界的时间流速基本为1:1。李军已经提前给了他蓝星的电子手表，只要对标电子手表中的时间就可以了。随着两人的对话，时间1分1秒的度过。很快，李勇就亲自来到白燕身旁，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了金色材料世界之力。当世界之力拿出来时，耀眼的金光照亮了四周，周围所有人都仿佛置身在温暖的阳光中，浑身舒爽。而在另一边，王莽也拿起一块电子手表，紧紧盯着上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他和李军约定的时间，不出意外，白燕应该要召唤他了。自从在游戏公测后差点被拉入黑色深渊，他便时时在自己身体上叠加着几层超负灵状态，让自己的各种抗性都拉到了极高的层次。白燕上次召唤失败，他怀疑与超负灵也有部分关系。一方面，超负灵提高了他的实力，另一方面，白燕的能力应该也属于某种外力，超负灵状态下的强大抗性可能会对白燕能力产生巨大的干扰。最近，随着在荒岛对他的精神污染越来越严重，他身上几乎时时都叠加着几十层超负灵。在这种状态下，白燕不可能把自己成功召唤回去。这也是王莽提前和李军约定时间的原因，他必须要在白燕召唤自己时解除身上超负灵的状态。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12点，王莽开始一层一层的解除身体上的状态，他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弱一点。而随着每解除一层超负灵，王莽脸色就会变得更加阴郁，好像有一团黑色的阴影把他整个脸部全部遮住。这座荒岛在时时刻刻影响他。打开手机，家人的视频开始慢慢播放，声音被开到最大。时间1分1秒的过去，随着超负灵状态的一层层解除，一直被压制的荒岛污染开始不断爆发出来。王莽的身体里开始出现诡异的黑色小方块，一层一层波浪般在四周空气中扩散。这些黑色小方块仿佛密集的黑色线虫，它们不断扭动着身躯，张牙舞爪地来到了这个世界。虚空中开始出现各种喃喃呓语，哭泣、哀嚎、痛苦、呻吟，无数种声音在耳边重合低语。有人堕落，活着好累啊，为什么就不能死呢？一个人在这孤岛中就算无敌了，你又能做什么？快来，快来，和我们合为一体吧！这里好快乐，好快乐！哈哈哈，哈哈哈！长这么大了，你还是个处男，真丢脸，真丢脸！
你怎么还不去死？来吧，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怪物吧，这样你就可以回家了。黑色细线虫一样的马赛克小方块不断从王莽的身体扩散，诡异又邪恶。王莽低着头，脸上已经被阴影模糊，眼眶只剩下像深渊一样的黑洞。面前手机中还在不停播放着家人的视频。儿子，你不用担心我和你爸，你在那边一定要小心一点，活着就行。哥，你要是回来了，一定要给我展示下你的超能力，我好和同学吹牛逼哈。儿子，要是不开心就干他丫的，怕个屁！王莽，王莽，你这名字可不是白起的。巨大的森林中，一个少年站在树影下，他全身好像弥漫着黑色迷雾，诡异而邪恶。我是王莽，我是王莽，我抄你大爷！老子可是王莽啊！一声惊天巨吼，被黑色迷雾包裹的少年露出一口狰狞的白牙。就在这时，王莽的身体突然开始慢慢变淡，然后啪的一声消失在原地。第94章王的回归。2分钟前，陈博士，要不你带着你的人先回去吧。李勇站在一旁，对着一个长着书生白面相的年轻人开口说道，态度客气。这年轻人是目前科研院最炙手可热的新星，之前的怪兽基因植物、怪兽磁场理论等都是他最先发现的，而且他在获得玩家面板后还觉醒了与科研相关的能力，现在在科研领域极具权威，可以说他现在的身份地位甚至比自己还高。不用，我只是对0号玩家比较好奇而已，如此强大的人类个体，他的身体肯定非常具有研究价值。陈博士缓缓开口，他并不准备走。李勇皱了皱眉头，马上开口警告，陈博士，之前我的人已经联系到了0号，他最近的情绪可能很不稳定，而且你这样做上面不会同意。李勇的话还没说完，陈博士就直接打断了他。李局长，你不必这么紧张，我并没其他意思，我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最多给他做个身体检查。陈博士温柔地笑了笑，人畜无害的样子。可李勇能爬到这个位置，眼光何等毒辣！陈博士眼中的贪婪和疯狂太明显了。摇了摇头，对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他也不好得罪。拿起对讲机，这次召唤0号玩家是他这个826局局长亲自指挥，他也早就想见一见0号玩家了。各部门准备好，按计划进行。是。随着话音落下，一旁的王少将也兴奋地开口，白燕，不用紧张，开始召唤吧。此时周围已经围了上千人，这些全部都是华夏国最精锐的部队，而且他们都已经获得了玩家面板，拥有着数倍普通人的身体素质。他们每一个曾经都是野战部队的兵王，可以说这是华夏国目前最强的超能者军队。白燕站在人群中，他紧张地握住几根头发，然后回头看了一眼张小龙。张小龙温柔地对他点了一下头，并轻轻开口，没事的，我会用保护你。听到这句话，白燕害羞地低下头，然后就拿起手中散发着金色荧光的世界之力。世界之力慢慢消失，化作金光融入白燕的身体。所有人都紧张地盯着白燕，之前的诡异黑色马赛克人影还一直深刻在所有人脑海中。这一次0号玩家真的能被成功召唤吗？随着世界之力的使用，被金光包裹的白燕双手对准前方，能力媒介召唤发动。只见面前的空间一阵扭曲，一大团黑色不明物质突然出现，无数像黑色细线虫一样的马赛克相互交错，它们紧密缠绕在一起，就像一个巨大的海胆形黑色线团，密密麻麻，诡异而恐怖。而在这团黑色马赛克最中间，无数的黑色细线虫层层包裹，组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形。随着这恐怖而诡异的怪物降临，一阵无形的气场像波纹一样迅速向四周扩散，所过之处，周围所有人都感觉到巨大的恐惧降临。只是一瞬间，在场所有人都全部承受不住黑色马赛克怪物的恐怖气场，全部跪倒在地，每个人都双腿发软，全身颤抖，冷汗直流。这次召唤来的黑色马赛克怪物比上次更加可怕，这简直就是从深渊中爬出的极恶邪神。王少将跪倒在地，他全身颤抖，甚是害怕的头都不敢抬起。这是什么怪物？只是站在面前，我居然连直视他的勇气都没有吗？他从小出身军人世家，一身铁骨铮铮，从不跪任何人。他曾经是野战部队最强的兵王，拥有最坚韧的意志。他即便面对30米巨型怪兽，也能战胜可怕的怪兽磁场，勇往直前。但现在他却像个鼻涕虫一样，害怕的跪倒在地，甚至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他可以接受自己失败，但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懦弱。不可原谅，不可原谅！我怎么会害怕？啊！一声低吼，王少将全身青筋暴起，双目瞪圆，整个双眼都充满血丝。他跪地的身体慢慢挣扎爬起，低着的头也拼命用力的抬起，汗水已经浸透了衣裳。
可他刚刚抬头，就正好对上了面前黑色马赛克怪物如同黑洞深渊一样的双眼。这就像一只小老鼠突然抬头与一只狰狞恐怖的巨虎对视，只是对视了一瞬，王少将就双眼一翻，整个人直接向后倒下，瞬间人事不省。此时李勇也正恐惧地跪倒在地，他用眼角看着一旁口吐白沫昏死过去的王少将，心中的恐惧更甚。这只怪物比上次的更强，到底哪里出错了？为什么这次召唤出来的又是这种怪物？难道之前他们一直中了陷阱？不对，这次的和上次的不一样。李勇低着头，闭眼仔细地倾听着。这黑色马赛克怪物一出现，他耳边就有无数低语喃呢，但这其中好像还有其他声音。我抄你大爷！干你丫的！老子可是王莽！不管是谁，没有人能随便欺负我，滚！而随着王莽被召唤回现实世界，这些在他周围张牙舞爪的黑色细线虫就仿佛受到了某种刺激，居然开始慢慢缩回王莽的身体中。1分钟后，王莽恢复成本来模样，猛地再次睁开眼，并不停地拼命喘气。他刚刚就好像被拉进了幽深的海底，不断的下沉，永无止境。那种孤独、无助、空洞，简直比死都可怕。回过神后，王莽抬头，周围的环境已经大变，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回头望去，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戴着大大的帽子，正一脸惊恐诧异地看着面前的王莽。她浑身上下还散发着一层淡淡的金色荧光，这是世界之力的效果。王莽呆呆地看了一眼面前的白衣少女，脑袋还有点懵懵的，视线转移，再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周围全是一群大老爷们，所有人都恭敬地跪趴在地上，仿佛在迎接他的回归。第95章备用方案，核武器。挠了挠头，王莽有些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大家也太客气了吧，居然全部都跪在地上迎接他。犹豫了一下，王莽还是试探地开口说道：地上挺凉的，要不大家先起来说话。王莽说完，周围一片安静，所有人都恭敬地跪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回复他。而这种安静让现场的氛围变得非常诡异。巨大的山谷中，王莽站在人群的最中间，他旁边还站着一个身穿白衣、全身散发着金光的少女。她仿佛神的纯洁侍女，守候在一旁，随时等待侍奉。在脚下，密密麻麻的人围成一圈，他们好像最虔诚的信徒，跪在地下，不敢有丝毫僭越。犹豫良久，王莽再次开口：这里是蓝星部？还是一片安静，周围所有人都诡异地跪在地上，一动不动，也不说话。这直接把王莽给整不会了。他回头看着面前身穿白衣的少女，这个唯一站着的女人应该就是白燕吧？恐怕这里诡异的情况只能从这个女人口中问出来了。王莽转身露出一个自认为非常和善笑容，正准备问白燕，结果他才刚刚嘴角上扬，对面的白燕就双眼一翻，一脸惊恐地向后倒去。他已经被吓晕了。有世界之力的保护，白燕其实根本就没有受到王莽的影响，他完全是因为胆子小，被刚才的诡异景象吓到了。而刚刚王莽的那个笑，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世间最邪恶、最狰狞的笑容。她只是一个有心理问题的女孩子，她哪里能经受得住这种邪恶的笑容？于是她晕倒了，这很合理。王莽刚刚露出的笑容突然僵住，他摸了摸自己的脸，又摸了摸身上的8块腹肌和大胸肌，自己有那么可怕吗？此时跪倒在地的李勇已经满头大汗，他已经可以清晰地听到王莽的声音，不用抬头，他就猜到王莽可能已经恢复了正常。可虽然王莽已经恢复了正常，并且之前周围诡异的喃喃呓语已经消失，但他身上那股气势却还是凝而不散，压着周围所有人连头都抬不起。原来让他们感到莫大恐惧的并不是那些诡异的黑色线条，而是王莽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我的祖宗啊，你赶快收了你的神通吧，不然等一下我们所有人都要完蛋。李勇在心中狂喊，身体却被王莽散发的气势镇压得动弹不得。不要说开口，他连抬头都做不到。而在远处的一座秘密指挥室中，一群人正紧张着盯着屏幕中的画面。这是什么怪物？怎么比上次的更恐怖？0号玩家又召唤失败了吗？不好，他们好像全部受到了莫名的攻击，王少将好像死了。这怎么可能？这黑色怪物身上的怪兽磁场太强，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强的怪兽磁场。副局，怎么办？我们要使用备用计划吗？826局的副局长眼神严肃，他静静地看着屏幕中的画面。关于召唤0号的计划是非常完备的，这种情况他们早有准备。1个小时前，李勇把核武器的红色按钮交给他，并一再强调，如果等一下召唤出来的还是那诡异的黑色怪物，就一定不能让他离开山谷，就算在场所有人都牺牲，也绝不能让他离开。看着屏幕中诡异的黑色马赛克人影，副局长只是沉默了一会儿，便很快坚定地开口：0号玩家之前的视频他也看过，这种恐怖的怪物绝不能放任他离开，现在就解锁核武器，
我们绝不能让他离开。就在这时，旁边一个女军官紧张地开口：“等一下，我觉得情况还没有到最糟糕的地步，再等一下。”这位女军官也是李勇最得力的部下之一，解锁核武器必须要他和副局两人都同意。张爱军，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种恐怖怪物随时可以离开山谷，如果他离开，你知道会死多少人吗？我知道，但是李局现在还没死。张爱军回头与副局长针锋相对，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刻，我不会让你用的。啊，妇人之仁，你会害了我们所有人，你担得起这责任吗？对于副局长的怒吼，张爱军不为所动，他眼睛死死盯住屏幕中的李勇，双手紧紧握拳。再等一等，这怪物一直还没有动手，他也没有离开山谷，我不会同意的。砰！副局长愤怒地拍着桌子。张爱军不同意，核武器就无法动用。张爱军，只要局长一死，或者是这只怪物有打算离开山谷的动向，你就必须同意。李勇的命是命，这天下所有人的命，他也是命。张爱军紧张地看着屏幕中的李勇，他没有反驳，这也是之前李勇交代过他的。如果这黑色怪物真的要离开山谷，那核武器就必须使用。山谷中，李勇跪趴在地上，满头大汗，动弹不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再这样下去，恐怕他们就会启动备用方案。到时候，这地底埋藏着的大当量核武器就会爆发，所有人都会死。就在李勇动弹不得之时，王莽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哎，世界之力的持续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不会太多，我先回去见我父母了，你们之后再来找我吧。”听到这句话，李勇的双目猛地瞪圆，大量的汗水开始出现在额头。不能让他离开，不能让他离开，不然核武器一定会爆炸，大家都得完蛋。李勇拼命用力，想要起身，但王莽周围散发的气势实在是太强，把他压得动弹不得，口不能言。我的小祖宗啊，你怎么还不把你神通收一下？不然大家真的要死了。可惜这只是李勇心中的呐喊，王莽根本就听不见。王莽看着面前跪着的人群，往前走了几步，结果离他最近的几个人瞬间晕倒，这让他不得不停住脚步。皱了皱眉，回头看了一下周围的人，他身上恐怕又发生了什么。活动一下身体，王莽戴起自己的草帽。这里的情况他也搞不清楚，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如抓紧时间回去见他的家人。第96章心理阴影。世界之力的效果也不知道可以持续多久，他必须抓紧时间。看了一眼昏倒在地的白衣少女，王莽缓缓走了过去，然后像拎小鸡仔一样把白燕提在手中。这个女人他必须带走，这可是自己的召唤师，以后能不能再回来全靠她了。轻轻一挥手，周围的空间一阵扭曲，身体庞大的谢老大出现在王莽身后，然后把他恭敬地举到了头顶上。跪在地上的李勇也仿佛感知到了什么，眼神变得更加焦急。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让王莽这么离开，不然他们肯定会启用备用计划，用核武器把此地夷为平地。李勇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口吐白沫昏倒在地的王少将，这小子也太不靠谱了。你不是说你的人都是百战之师，是华夏国最强的王牌之师吗？怎么现在一个个和我一样，全部都跪在地上，连口都开不了？怎么办？怎么办？这一下真的要完蛋了。他们这一死不要紧，但是0号玩家如果死掉，恐怕这天真的就会塌下来。可惜这些心里话王莽听不到。王莽把白燕随意地丢在谢老大的背上，然后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随手指了个方向：“谢老大，往那边跑，我们先离开这个山谷。”哔哩！谢老大举起2个大夹子，一声兴奋的吼叫，就准备马上离开山谷。就在所有人都跪倒在地，动弹不得之时，就在李勇焦急无奈，心中拼命呐喊之时，就在指挥室已经打开箱子，随时准备按下红色按钮之时，谢老大身旁一道渺小的身影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全身青筋暴起，嘴中在拼命嘶吼：“是张小龙！”只见他双眼通红，眼中满是血丝，狰狞的面孔下，无数的血管爬满他的全身。一阵无形的气势从他身体迸发而出，让衣服如被狂风吹舞，头发根根倒立。他手握长刀，气势惊人地挡在了谢老大面前。而对面，王莽正随意地躺在谢老大的头顶上，就这样居高临下地看着面前拼命挣扎的小人，有些诧异：“把白燕放下来！”一声怒吼，张小龙好像疯魔一般，双眼通红，气势汹汹。他手拿一把长刀，拼尽全身力，猛地向王莽冲去。砍！砍！砍！无数刀影拼命斩出。怪物又如何？妖魔又如何？他要杀出一条血路，拯救那个他守护着的女孩。啊！给我死来！王莽打了个哈欠，淡定地看着下面发疯的张小龙。这家伙在干嘛？表演杂技吗？只见身下的谢老大举起一只巨大的夹子挡在了张小龙身前，
而张小龙却发疯似的拼命砍着谢老大的夹子，打出一大串火花，这把他的螃蟹夹子都刮花了。比利，哦，你认识啊？是白燕的朋友。比利，不用你说，我也看出来了，是挺弱的。谢老大一边和王莽交流着，一边轻轻地把发疯的张小龙扒拉到一旁，有些嫌弃。要不是主人让他听白燕的话，而张小龙又是白燕的朋友，他早就把张小龙拍成肉泥了。在森林里，已经很久没有怪兽敢这样冒犯他谢老大了，特别是在他背着主人时候。把张小龙嫌弃的扒在一旁，谢老大雄赳赳气昂昂，正准备离开，但王莽却从谢老大的背上缓缓站起。谢老大，先等一下。王莽居高临下看着底下的张小龙，刚刚他试着去靠近那些跪倒在地的人，但是只要一接近，离他最近的人就会昏倒在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难得现在出现一个可以动的活人，他决定还是问清楚比较好。王莽把谢老大背上的白燕轻轻提起，然后居高临下的望着底下的张小龙，缓缓开口：喂，你是要这个女人吗？我可以还给你，但是你要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张小龙此时正半跪在地上，并在不断的大口喘气，他用长刀抵住身体，让自己不轻易倒下。一番发泄后，他的神智也恢复了许多，此时已经完全能听清楚王莽的话。你问。1个小时后，一架小型无人客机正在天空中飞行，王莽正一个人坐在一旁，面前摆着各种美味的食物。他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了，天天吃怪兽肉，他早就吃腻了。一边大吃特吃，他一边看着面前的电子平板。此时他正在和他的家人视频通话。儿子，你真的回来了？老妈，那肯定的，我骗你干嘛？王莽说着就把摄像头对准后面的机舱。你看，我正在坐飞机呢。谢天谢地，我现在就去通知你爸。你今天晚上能回来吗？我现在就去买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妈，不用了，我现在情况有点特殊，估计见不了你。我就是和你说一声，让你别担心了。王莽说完，又和他老妈寒暄了几句，便挂断了视频。接着又和他老爸聊了半个小时，便静静地坐在了机舱中。至于他的妹妹，这小丫头片子，不聊也罢。王莽坐在窗户旁，看着高空中的白云，叹了口气。他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恐怕这次是见不到家人了。就在1个小时之前，他从张小龙的嘴中了解清楚了情况。对于自己变成一团诡异的黑色马赛克人影，他早有预料。因为荒岛的污染一直在时时刻刻影响他，他能一直保持理智，全是因为他一直在身上叠加了很多层超负灵状态。而且和自己猜想的差不多，现实世界是可以压制荒岛对自己的精神污染。他现在即便没有使用超负灵，也感觉非常良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体周围存在着一股很强的气势，在这恐怖的气势下，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在他身前站起。超能者玩家还好，只是身体僵硬，动弹不得。如果是普通人，只要靠近他，就会瞬间被吓得昏倒在地。这也是他不敢见家人的原因，他怕把他爸妈吓出心理阴影。第97章，第7区的暴动。就在1个小时前，王莽从张小龙口中了解到自己身体中有一种特殊的威压，让周围所有人都动弹不得。于是在他离开众人身边后，大家才慢慢恢复正常。而在之后，他就上了一架无人飞机。这架无人客机中只有他，还有白燕和张小龙，驾驶室是人工智能，没有机长。王莽坐在一边，而另外2个人则缩在角落里，尽量远离。他身上的气势实在是太强了。白燕因为身上有着世界之力的效果，所以并不受王莽影响。而张小龙则是因为他的天赋五感强化，他的五感不但非常强大，甚至在他的不断开发下，已经可以短暂的封闭其他感官，来提升自己的第6感预感。之前他之所以能挣脱王莽的气势压制，其实就是封闭的感官后暂时降低了王莽对他的影响。现在他坐在飞机中，已经封闭了除听力外的其他4感，但即便这样，他也能隐隐感觉到王莽身上来自上位猎食者的强大压迫力。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就好像把2只小老鼠和1只巨虎同时关在一个房间里。即便这只巨虎很友善，但那种无形的压迫感还是让他时刻都心惊胆战。我们现在要去哪里？王莽看着窗外的风景，缓缓开口。只是轻轻的问话，张小龙的整个身体就一震，变得更加僵硬。正准备去第7区，那边的情况恐怕不容乐观。平时都是白燕，都是您的宠物，谢老大镇守在那里。张小龙恭敬地回答着，明明这个少年比自己小，但他却不敢有丝毫忤逆。是又有怪物入侵了吗？据最新的情报，在您回来后不到半个小时，第7区就出现了大量的怪兽入侵，而且已经出现新体型的超级怪兽，恐怕……张小龙欲言又止，恐怕第7区坚持不了多久了。这次出现的怪兽不但实力变得更强，数量也已经超过了以往的10倍。
而这一切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面前的这个男人回来了。看着张小龙欲言又止，王莽不由烦躁的眉头皱起，而只是轻轻的皱眉，整个机舱中的压力瞬间增加了数倍。本来就苦苦坚持的张小龙瞬间就要跪倒在地，身后的白燕见状，马上扶住了他。看着眉头紧锁的张小龙，原本怯弱的白燕突然鼓起勇气：“你怎么可以这样？”他深吸一口气，话刚刚说了一半，就见王莽的眼神转了过来，瞬间，刚刚鼓起的勇气就荡然无存。他低着头，只剩下蚊子般的声音：“你这样很没有礼貌。”而一旁的张小龙早就紧张地捂住了白燕的嘴，像护着鸡仔一样挡在了白燕身前。看着两人你侬我侬、唧唧歪歪的样子，王莽整个人都不好了。你们两个有没有考虑过我这个单身狗的感受？搞得我像是个坏人似的，还在我面前秀恩爱，唧唧歪歪的，真看不下去了。这机舱不大也罢，靠，谁还没有个女朋友呢？回去我就让我妈给我相亲，到时候我要相100个。王莽在心中骂骂咧咧，不过也只能随便想想，就他身上这恐怖的气势，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相亲了。这真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越想越气，王莽再次打开电子平板，又开始视频通话。很快，通话连接，李勇一脸憔悴地出现在屏幕上。王莽同志，你有什么事吗？李勇恭敬地说道。以前都是通过屏幕见到0号，所以对0号的强大他没有太直观的感受，而刚刚的亲自会面，深刻的让他意识到，在这种恐怖的强者面前，他这个826的局长连站着都做不到。打开舱门，我要离开这里，这地方空气不太好。王莽起身，扭了扭脖子，活动了一下身体，淡淡的说道。李勇一愣，现在飞机正在高空10000米，打开舱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举动。王莽同志，最多还有10分钟就到第7区了，而且现在飞机正处在高空，要不您先忍耐一下。李勇试探着说着，小心翼翼，生怕惹得王莽不快。王莽回头看了一眼角落中正依偎在一起的张小龙和白燕，马上摇了摇头。他拿起一块导航手表，再次开口：“忍不了，把目的地发在我的导航上，这地方我现在1秒钟都不想待。”看着王莽的态度如此强硬，李勇只好吩咐人把无人机的舱门打开，然后提醒道：“王莽同志，在舱门旁边有降落伞，旁边还有操作指南。”对于这些的话，王莽一句也没听。看着舱门打开，他迫不及待的就从狂风中一跃而下。这地方狗都不带。李勇在屏幕前看着王莽毫无准备的从飞机上跳下，连降落伞都没带，心中一惊。这可是10000米高空啊，这小子就这样直接跳下去？但马上他就平复下来，王莽的强大已经不在他的理解范围内，既然他敢这样做，恐怕就是有绝对的自信。很快他就收回目光，把视线转向了另一个屏幕画面。这里正是黑色禁区第7区，此时的第7区已经炮火连天，无数的远程导弹升空，然后像下饺子一样开出一朵朵美艳的花。就在半个小时前，不断有超级怪兽从黑色禁区走出，估计是因为王莽的回归，这次第7区出现的怪兽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他13区的总和。如果只是数量多也还好，可惜情况比他想象中的更糟。报告，第7区已经出现12只40米级的超级怪兽，还不断有新的怪兽出现，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报告，第7区的火力支援最多还可以维持15分钟，远程导弹的消耗数量已经超过了60%。报告，我们是第7区第12队，这次怪兽的数量太多了，实力也远超以往，我们已经守不住了。玩家已经出现大量伤亡，请求撤退，请求撤退啊！第98章新时代的支配者。报告，随着大量怪物入侵，周围的怪物磁场太强了，他们好像在影响黑色禁区，黑色禁区的范围在慢慢扩大。看着手中一份份传来的紧急报告，李勇神情严肃。虽然他们早就预料到0号玩家的回归会让第7区出现变故，并且提前做好了准备，但现在事实说明，他们还是低估了0号玩家的影响力。这次怪兽的入侵空前强大，0号玩家只是一个人，他真的可以应对吗？即便他有像谢老大这样的超级宠物，自身的实力也很强大，但面对这样数量庞大、体型夸张的超级怪兽群，他还是有一丝丝担心。但作为826局的指挥官，在任何时刻他都要保持从容淡定，一切尽在掌握中。拿起电话，拨通第7区指挥官的视频，准备让第7区的玩家和部队撤退，最多不超过10分钟，支援就会赶到。不要害怕弹药被浪费，火力全开，不能让任何一只怪兽走出防御圈。对面第7区的指挥官抹了抹头上的汗水，虽然李勇这样说，但他还想再确认一遍。局长，这次第7区的怪兽入侵非同小可啊，我感觉还会有更强的怪兽出现，恐怕白燕来了也不会是对手的。我们必须调动其他13区的超能者玩家，不然第7区的防御圈绝对会被冲破，到时候华夏就完了。局长，
看着面前焦急的第7区指挥官，以他的身份还并不知道0号玩家的存在。放心，我们已经派出了最强的支援，记住，快点让所有玩家和部队撤离，到时候所有人都不要再接近战场。想起0号玩家身上恐怖的压迫感，李勇顿时觉得双腿有些发软，他再次强调道：记住，如果见到那个人，千万不要让人靠近。李勇说完就切换了视频画面，再一次看向了第7黑色禁区的战场。那里炮火轰鸣，巨大的超级怪兽在不断咆哮。第7区的指挥官看着面前切断的黑色屏幕，虽然李勇说的信誓旦旦已经派来了最强的支援，但这次的怪兽入侵真的不一样，他心中毫无信心。就在他心事重重时，身旁的对讲机再次响起：50米，50米级。长官，不好了！黑色禁区中又出现了新的超级怪兽，它的体型已经超过了50米级。请求撤退，请求撤退啊！第7区的指挥官猛地睁大双眼，他赶紧打开屏幕接通战场的画面。只见在黑色禁区的边缘，一只超过50米级的黑色蜘蛛已经踏出迷雾。50米级的超级怪兽有多大？坦克在他面前也只是个大号的虫子，天上盘旋的战机就像一群讨厌的苍蝇。高约50米的巨怪，它的体型恐怕已经超过了人类的10000倍。即便是隔着屏幕看着这样的超级巨怪，第7区的指挥官都感觉背后发凉，整个人直接瘫倒在座椅上。他的猜测果然没错，真的出现了更强的超级怪兽。完了，完了！画面转动，战场中，所有的玩家和部队都在拼命撤退。以前，玩家们总喜欢蹲守在黑色禁区旁，只要有怪兽出现，他们便一窝蜂地冲过去，因为杀死这些怪兽可以获得经验，提升自己的等级。可能由于灵气复苏的说法太深入人心，也可能是日子过得太安逸，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些巨兽的恐怖。这次的怪兽入侵让他们真正再次感受到了极致的恐惧。郑天霸坐在一辆军用装甲车的车顶上，望着不但入侵者超级巨兽，他们正在撤退。这次的巨兽入侵实在是太恐怖了，这么多超级巨怪，就算是白燕这个女人来了也毫无办法。如果第7区失守，恐怕华夏国现在的安定环境将会荡然无存。白燕呢？她去哪里了？这种关键的时刻，这个女人又跑到哪里去了？操！郑天霸双手握拳，怒目圆睁，他们在前线拼死拼活，这个女人恐怕又躲在角落里在偷偷开小灶，真是没天理啊！但丁坐在他身旁，看着远处不断落下的导弹群。按理说，这种规模的巨兽入侵，第7区的防线应该会在第一时间崩溃，但现在过去这么久，防线却依然在坚守。白燕突然的消失，第7区突然的暴动，还有这提前的准备，恐怕上面早就已经有所预料。他突然想起，外网上都在说华夏官方隐瞒了什么，今天看来，恐怕这些谣言并不是空穴来风。看着出现的50米超级巨兽，即便隔得很远，但丁也觉得浑身僵硬，心中生出巨大的恐惧。第7区完了，看来上面那群人好像玩脱了。但丁摇了摇头，眯着眼，缓缓低下头。果然，时代已经变了，这是一个属于超能者玩家的全新时代，只有强者才适合成为支配者、统治者。看来大夏马上就要乱起来了。本来不想执行的，但现在看来，这天下还是缺了一位像我一样的统治者。但丁低着头，嘴角微微勾起，蓬松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让人看不清他的脸色。而在另一边，周围是无数的群山，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黑影，慢慢不断放大。很快，一道5米多高的巨大身影狠狠地砸落在地，土石崩裂，山林倒塌，地面出现一个几十米直径的大坑。在大坑的最中间，一个全身长满密密麻麻的恐怖肌肉怪人正浑身散发着热浪和雾气，这些雾气是气血在他身体里面急速奔涌的表现。在落地的瞬间，他身体周围就出现了一阵无形的波纹，向四周扩散。山林中所有的动物、蚊虫都纷纷昏死在地。此时，王莽已经化为普通形态，魔鬼挖肉人。他的双腿肌肉夸张无比，这让他的腰身看上去非常细。只是在地面停留了一瞬，一阵恐怖的气浪席卷，他就像跳蚤一样再次起飞，瞬间消失在天边。第99章，这还不是我的极限。黑色禁区第7区，所有人员都在迅速撤退。50米级的超级蜘蛛巨怪出现后，第7区的防线已经完全崩溃，除了天空中还在不断发射着远程导弹，甚至连战机都已经在开始撤离。这只50米级的蜘蛛巨怪会发射一种特殊蛛网，甚至连1000米高空的战机都可以轻易击落。而随着地面部队的撤离，大量怪物都开始走出防御圈，真正踏入人类的世界。无数的玩家和士兵站在远处，他们看着被突破的防线，所有人都惶恐不安。支援呢？不是说支援马上就到吗？没用的，就算支援来了又如何？在游戏规则下，
这种恐怖的巨兽热武器根本就无法杀死。而玩家，就算全国所有的玩家齐聚，又能拿这只蜘蛛巨兽怎么样？这个世界完了，完了！绝望开始蔓延。远处大量的导弹升空，但这只蜘蛛巨怪被攻击几次后，就明显谨慎了很多。它不断喷射巨大的蛛网，把天空中飞来的导弹全部打落。而他这样的举动，也让周围被导弹炸成碎块的怪兽们得到了喘息。游戏规则的影响下，大量的怪兽开始快速恢复。在没有地面部队的阻击下，这些恢复的怪兽纷纷踏出防御圈，向着四周扩散而去。指挥室中，第7区的指挥员看着失守的防御圈，整个人颓废了，倒在椅子上。完了，现在就算支援到了又如何？这么多怪兽突破防御圈，不知道会死多少人。第7区的指挥员绝望地看着面前的屏幕，无数的导弹被击落，天空就像节日一样放着巨大的烟火。他仿佛看见了所有怪兽都在狂欢，他们张牙舞爪，口中咔嚓咔嚓咬得脆响，无数的血肉尸块从这些怪兽的嘴角滴落，如人间炼狱。就在这时，屏幕中的天空中突然有一个极小的黑影出现，越来越近。只是一眨眼，这黑影就迅速放大，如一颗流星般重重地砸落在地，灰尘弥漫，让人看不清落下的是何物。但随着这黑影的落下，面前躁动的怪兽群突然为之一静，所有的怪兽都停下了脚步，他们都紧张地盯着灰尘中渺小的身影。前面有大恐怖！野兽的本能在疯狂示警。50米及黑色蜘蛛的8只眼睛紧紧盯着面前突然出现的黑影，有些躁动不安。这突然出现的家伙有着尚未捕食者的气息。哟，还挺热闹的嘛！5米多高的庞大身躯，恐怖结扎的狰狞肌肉，仿佛黄蜂肌肉人一样的王莽缓缓从弥漫的灰尘中走出。随着他的出现，一股无形的气势席卷周围，迅速向四周扩散而去。在这股狂暴气势下，大量的怪兽都惊恐地纷纷后退。只有体型超过30米级的巨兽才能抵抗住王莽恐怖的气势压力。50米级的黑蜘蛛看着面前的袖珍小人，有些疑惑。在怪兽世界，体型越大，实力越强。他不明白为什么像王莽这样的小人会有着尚未捕食者的气息。看了一眼王莽的体型，他毫不犹豫，大量的蛛网喷射而出，瞬间就把王莽裹成了一个白茧。这些蜘蛛网是他的天赋能力，韧性极强。即便是体型超过他的超级巨怪，只要被蛛网束缚住，就绝无挣脱的可能。这只小虫子已经死定了。就在他刚刚下定结论时，面前的蜘蛛白茧突然开始剧烈的膨胀。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60倍，肌肉强化2400%。蛛网白茧不断膨胀，一个粗壮的大手猛地从里面探出，用力一拉，王莽从白茧中慢慢显露出身形。他的肌肉又变大了，无数密密麻麻的肌肉紧绷交叠，仿佛在他身体上刻印出了图腾般的肌肉纹身。巨大的心跳声扑通扑通扑通，好像战鼓一样响彻天地。王莽看着面前无数高大的超级怪兽，恍惚中他好像又回到了荒岛。嘿嘿嘿嘿嘿，你居然敢对我出手！你居然敢对我出手！你妈妈都没这个勇气，凭什么敢？王莽狰狞一笑，他脸上的肌肉全部挤在了一起，疯狂上扬，嘴巴裂开，一口大白牙全部展露出来。他周围的气势再次增强数倍，无形的风压从他身体中迸发，所有的头发都纷纷倒冲而起，腿部的肌肉微微发力。一跃，王莽瞬间消失在原地，地面只留下一个皲裂出来的大坑。在出现时，他已经来到巨型黑蜘蛛的头顶，双手前倾，肌肉群不断拉伸，紧绷到极致。他魁梧的肌肉身体背后，仿佛画出了一只100米高的黑虎虚影，从天空猛地扑向。华夏古武秘技，外事112，猛虎下山。嗷呜！天空中好像传来一声惊天虎啸，这是华夏古武的意境虚影，是武道招式的极尽表现。巨型黑蜘蛛看着面前恐怖的异象，全身的蜘蛛毛纷纷炸起，8只黑溜溜的眼睛猛地睁大，惊恐万状。明明这只两脚兽这么小，但现在在他眼中，他仿佛看到一只100米巨兽的血盆大口正在向他一口咬来。在死亡的恐惧下，巨型黑蜘蛛开始拼命喷射蛛网，可惜在王莽面前，这些都只是徒劳而已。一击，面前超过1万吨的巨型蜘蛛怪兽就直接被深深砸入地下，整个上半身都被完全打爆。天空中开始下起了红色的雨，这些全部都是怪兽被打碎的血肉。王莽站在这血雨中，双手十字举起，抬头望天，露出一口狰狞的大白牙，站在无数的巨型怪物中间，一声怒吼：爽！哈哈哈哈！果然还是这种热血般的战斗才能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没有荒岛的精神污染，
他现在感觉好极了。狰狞一笑，看着周围的怪物群，热血喷涌。这可还不是我的极限，我还可以更强。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100倍，肌肉增幅程度4000%。第100章，所向无敌。王莽的身体再次持续膨胀，所有的肌肉仿佛活了一般。他的体型又大了一圈，肩高已经超过了10米，浑身的肌肉甚至已经被挤压变形，变得夸张无比。心脏的每一次跳动，他脚下数百米内的地面都会有节奏的一起震动。全身夸张的肌肉下，显得他的头有点小，但是他的拳头很大。王莽肌肉形态，心跳引擎肌肉爸爸形态。随着王莽肌肉爸爸形态的出现，他身上惊人的气势再次增加数倍。在这恐怖的压力下，围在一旁的所有怪兽都露出无限惊恐的神色。即便是剩下的30米级、40米级的超级巨兽，也再也止不住心中的恐惧，一个个向后慢慢倒退。明明王莽的体型只是10米级，可他身上的事简直就直冲天际。嘿嘿嘿，你们在害怕什么？大家一起来玩嘛！我可还没到极限呢。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终极肌肉强化。王莽一声邪恶的大笑，然后又开始疯狂叠加技能。他的极限还远远不止如此。而在周围所有的巨型怪兽惊恐的眼中，面前的两角兽正在不停喃喃，好像恶魔在呓语。而随着这只两角兽的恶魔喃的呓语，他的体型还在继续膨胀。只见他身上的气势猛地再次扩大数倍，已经凝结成黑色的雾气，直冲云霄。终极肌肉强化120倍，肌肉强化增幅4800%。此时，王莽的肩高已经超过了12米，浑身黑红，泛着金属般的光泽。他全身的肌肉已经开始横向增生，宽大的肩膀上好像已经长出了肌肉之角。王莽此时最强肌肉形态，恶魔之角赤龙。而随着王莽最强肌肉形态的展露，方圆数千米内所有的怪兽都在一瞬间感受到巨大的心悸。什么入侵世界？什么吞噬人类？在这巨大的恐惧面前，一切都是虚妄。逃！逃！逃！所有的怪物开始转身而逃。这个世界的两角兽实在太恐怖了，再不逃，他们恐怕都会死在这里。之前还气势汹汹、不断进击的巨怪们，全部都惊恐失措，以更快的速度拼命地往黑色禁区逃去。王莽看着面前疯狂逃窜的怪兽们，裂开大嘴，狰狞的一笑：“难得我回家一趟，大家一起来玩吗？”王莽说完，双腿下压，一个蛙跳起步，就瞬间飞出数千米之外。落下时，一只40米级的巨怪就直接全部爆开。又一次蛙步起跳，他就直接从几只30米级的巨怪身体中穿透而出，在他们身体中留下一排排空洞。看着周围的同类像麦子一样被割倒，剩下的怪兽更加恐惧了，速度再次爆发了几分。高空中，10几架无人机正在天空中盘旋，这些画面全部都被实时转播到屏幕中。第7区的指挥官看着屏幕中的画面，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他感觉自己出现了幻觉。这突然出现的恐怖肌肉巨人是什么玩意？难道是某种新出现的怪物？第7区的指挥官并没有把这肌肉怪人和玩家联系起来，毕竟在他手下就有上万名玩家，玩家们是啥实力，他实在太清楚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某种奇特的怪物，只是这种肌肉怪物好像喜欢狩猎其他巨怪，太强了！50米级的怪兽就被他一击秒杀，数量超过上万的巨兽群居然被他像羊群一样驱赶。第7区的指挥官咽了咽口水，虽然第7区的怪兽入侵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如果屏幕中的肌肉怪物来到人类世界，恐怕人类会变得更危险。此时，826局地下秘密基地，李勇和大量的826局工作人员站在大屏幕前，看着屏幕中大发神威的王莽，李勇突然有些恍惚。他之前其实还有一丝丝担心，毕竟0号玩家再强，也只是一个人。面对上万的超级巨兽，他真的可以化解危机吗？而现在，事实摆在面前，0号玩家比他想象中的更强、更可怕。这种强大，把他称为神，也毫无违和感。看来之前的下跪不冤，这种恐怖的存在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李勇自言自语，果然0号计划的选择是对的。一辆军用装甲车中，郑天霸双目瞪圆，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屏幕中的肌肉巨人。太强了，太强了！看着屏幕中的肌肉巨人一招秒杀了50米级的超级蜘蛛巨怪，郑天霸只感觉全身的气血上涌，整个人兴奋地达到了颅内高潮。这个肌肉巨人绝对是玩家，他绝对是玩家！郑天霸一脸狂热，直接扑到了屏幕上。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屏幕中的肌肉巨人强壮的身体，疯狂大喊：“他是玩家，他绝对是玩家！太强了，太帅了！白夜那个女人算个屁，这才是世界上最强的超能者玩家！”
郑天霸看着屏幕中大发神威的肌肉巨人，整个人浑身激动不已。这就是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呀！在百万军中3进3出，以一人镇压上万超级巨兽，并横扫千军，所向无敌。这才是男人的终极浪漫，是他人生追求的至高目标。帅，太帅，哈哈，太帅了！郑天霸一脸兴奋地贴在屏幕上，就差舔屏了。但丁站在郑天霸身后，他平时一直眯着的眼睛，今天终于睁得大大的。这个肌肉怪人是怎么回事？这实力也太夸张了吧？难道这就是上面的底牌？可这种恐怖的怪物玩家，他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想要达到他这种程度，绝对是极高等级的玩家。但这种高等级的玩家肯定会狩猎大量怪兽，上面不可能瞒得住。难道这位玩家一直在黑色禁区中没有回来？但丁想到这里，突然有些明白了。哼，华夏官方果然隐瞒了很多，提前预知灵气复苏，恐怕他们是早有准备。又看了一眼屏幕中所向无敌的肌肉巨人，但丁不甘地咬了咬牙。可恶，看来我的计划还不是时候。